小奶娃才刚学会写字，就溜进亲爹的书房写反诗，不仅造谣爷爷一家想当皇帝，更是顺手搬空了所有名贵古籍。闻讯赶来的娘亲正想阻拦，却被小奶娃一句话惊得面无人色。娘亲，你快和渣爹和离吧，他们一家陷害外公通敌叛国，天一亮皇帝就会派人去抄家了。本宝宝这是以牙还牙，原来小奶娃是从10年后重生回来的。他很清楚，一旦外公家出事，渣爹就会以帮忙打点为由骗走娘亲的嫁妆，然后把娘亲和自己姐弟3人扫地出门。为了让娘亲相信自己的话，楚春熙伸出小手一翻，一个半人高的柜子瞬间消失在原地。这些都是一个神仙姑姑托梦告诉我的，她还给了我百宝袋，可以收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下也由不得娘亲景秋荣不信了。不过她还是没明白女儿为何要拿这些东西，因为神仙姑姑让我也跟着流放，去保护外祖父一家呀。这话简直如同晴天霹雳。然而半刻钟后，被女儿彻底说服的景秋荣匆匆上了马车，赶回娘家与父母兄长商议对策去了。楚春熙则是哒哒哒跑进小库房，先是将娘亲的嫁妆全部收了起来，然后趁着夜色一头扎进后院，见什么拿什么，恨不得让侯府明天煮粥的米都不剩一粒。他就想看看这一世没有了娘亲的嫁妆，真正想谋反的四皇子还能不能看得上侯府。来到老侯夫人居住的叠翠院外，楚春熙小手一挥，撒出一把从空间里兑换的迷药，值守的婆子小厮就被无声无息放倒。然后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库房，府中值钱的东西都被这老太婆把在手里，细软银票收，衣料药材要，全套的紫檀家具，到了岭南给外祖父喝茶用。至于房契地契，现在拿走好像没用，不过这东西想要中办可不容易吧。楚春熙恶趣味的一笑，然后一把火给烧了，搜刮干净叠翠院。他又马不停蹄跑到了柳絮院，这里住的是渣爹最宠爱的小妾，平时估计没少给他送东西，上辈子就是这个小妾撺掇渣爹将自己母子赶走，好尽快坐上正妻之位。看着睡得如同死猪的柳姨娘，楚春熙灵光一闪，从空间里兑换了一堆瓶罐，痒痒粉撒到床上的被褥里，红枕粉撒进衣柜里，还有毁容粉也没落下。哎呀，刚才在恶毒老太婆那怎么没想起这一茬？不过现在天也快亮了，眼看到了和娘亲约定的时间，楚春熙赶紧倒腾着小短腿，快速溜着墙根出了角门。一辆马车已经在等着了，旁边还站着个傻愣愣的小丫头，正满心的莫名其妙，她一个天天挨打还吃不饱的烧火丫头，怎么就被夫人亲自派人来说播给小姐用了呢？马车上，楚春熙看着这个身形健壮，上辈子偷偷给自己塞过饼子的丫头，奶声奶气的开口：“你以后跟着我，我保证不让你饿肚子。”对面的丫头愣了半天，就在楚春熙以为她不愿意时，她扑通跪了下来：“傻丫愿意？小姐是要出嫁了吗？傻丫愿意跟着去做煮饭嬷嬷，帮小姐洗衣扫地带孩子。”原本有些焦躁的楚春熙忍不住嘴角抽了抽，还煮饭嬷嬷，糊弄我不知道你几岁呢？傻丫个头大，皮肤又黑，其实也才10岁，不需要你煮饭带孩子，只要你好好保护我，听我吩咐就行。好，傻丫一定做好。傻丫兴奋的又磕了好几个头，磕的车板子嘣嘣响。楚春熙好不容易才拉住他，以后不要老跪着了。还有傻丫这名字不好听，以后你就叫唐双吧。刚刚爬起来的傻丫听了，又是愣了一下。唐双，婢子知道，是甜的。对，唐双以后的日子都甜甜蜜蜜的，以后都甜甜蜜蜜的。小丫头重复着这句话，慢慢的脸上露出了和年纪相符的笑容。不多时，马车到了外公家的将军府，楚春熙跳下车直奔兵器库，这可是保命用的东西，流放路上比银子还管用。为了方便行事，刚才在侯府收东西的时候，他还特意顺了一把斧子。这时候大可爱唐双就派上用场了。楚春熙一声令下，一身蛮力的唐双抡起斧子就砍门，边砍边在心里嘀咕：小姐的外祖家人真好，不但由着他到处跑，连砸门开锁下人也以为他在过家家。路过厨房时，楚春熙见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就顺手摸了2个包子塞给辛苦干活的唐双，然后一挥手把生熟吃食全部收了。这边的下人不用去流放，少吃一顿也没关系，只能先对不起他们了。唐双顾着吃，根本就没注意到东西凭空不见，把府中的东西挑重要的收了一部分。楚春熙还没忘了留下些破烂，好应付抄家的人，然后才来到外祖母居住的康宁院。景老夫人正把一个匣子塞到景秋荣手上，一叠声催着他快走。外祖母，西西来了。看着急匆匆跑过来的外孙女，景老夫人强忍着几乎夺眶而出的泪眼，狠狠心推了他一把：和你娘快走，别管我们。楚春熙被推了个踉跄，如果不是听到小姐刚刚呼唤的那声外祖母，又看到老太太一脸慈爱又痛心的表情，唐双已经出手了一半的拳头肯定收不回来，最后只能尴尬的掰掰手指，又转转脚腕，示意自己是在活动拳脚。外祖母不要哭，西西会保护你的。楚春熙小手攥着景老夫人的衣袖，然后掏出一个小小的药包，待会外祖父被抬回来，要赶快给他上药了，这是他花高价从空间换的，应该比这里能找到的药都有效。被抬回来，匆匆进门来的三舅舅景长安刚好听到这一句，这位风光霁月的新科状元顿时面色一沉，拳头也攥得紧紧的。难道宫里那些人竟真的会如此对待忠臣？妹妹那些话他原本有些半信半疑，可对上外甥女黑漆漆的大眼睛，他却莫名产生了信服。信哥已经放出去了，大哥那边很快能收到消息，家中下人也安排好了。话音落下，他也有点懵逼，自己怎么在跟一个小丫头汇报工作？当将军府被抄家的士兵团团围住时，楚春熙已经带着娘亲来到了一座空着的别院。什么？你是说你要自己陪着外祖家流放，让娘和弟弟留在京城？景秋荣听了女儿的计划，大惊失色。娘亲不要着急嘛，你听我说，按律法10岁以下的孩童是不用流放的。娘亲正好留下来照顾弟弟，也护着景家其他孩子。
楚春熙没说出来的是，前世那些没有被流放的警示孩童，由于失去了庇护，结局都很悲惨，有的沦落为奴婢，有的甚至流落青楼。那你也才6岁，怎么呢？楚春熙笑嘻嘻地打断了娘亲的话。神仙姑姑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哦。说着，她叫来了护卫周伟，这人是景家的心腹，舅舅特意叮嘱他要听从表姑娘的吩咐，劳烦周伯伯给我大舅舅传个信，在岭南的苍梧府一带地界，据说有金矿脉。景秋荣这回彻底愣住了，这种事都能知道，看来果然是神仙保佑无疑了。安顿好一切，母女2人回到了平阳侯府。侯府的下人十分散漫，一时半刻还没发现失窃的事。景秋荣有些忧心忡忡，忙着跟几个贴身侍女和嬷嬷交代事情。楚春熙倒是该吃吃该喝喝，算算时间，侯府的人也该来找事了，吃饱了才有力气抗争。弟弟普根看到姐姐也很开心，跟着他屁颠屁颠的撒欢，可就是不长心眼，也没注意到屋里的东西时不时就消失一件。果然不到半个时辰，院门外就响起了和嘈杂声。警示！景秋荣刚歪在榻上闭目养神，就听到这么一声厉喝。往日里为了搜刮好东西，都是颜悦色喊好而袭的老夫人，如今却是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她身后跟的是假装悲切的扎低楚炫，还有个幸灾乐祸的柳姨娘。至于那个道貌岸然的老侯爷，好像还知道要点脸面，没有亲自过来。楚春熙注意到柳姨娘的脸上已经微微有点泛红，想来是药粉已经开始起作用了。你们怎么来了？景秋荣看着气势汹汹进来一群人，没有用尊称，但是脸上还堆着笑容，似乎没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却是眼睛的余光看到了那母子2人，眼光对视后相互点了点头，一看就知道早就有了谋算，正如神仙姑姑预料那般，来了就没好事。如果不是女儿提前预知，都不知道他们是黄鼠狼来给鸡拜年。2个孩子都在，普根被楚春熙紧紧搂着，也没有站起来行礼。普根都没见过祖母和父亲同时在母亲院里出现，所以眼神怔怔地看着他们。本来挣扎着想下来，但是姐姐却把他搂得很紧，再看看姐姐一言不发，也浑身不动。普根有点不知所措，楚炫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刘老太婆平时讲规矩惯了，那里又过这种礼遇，不由生气大骂：景氏，你就是这么管教孩子的，一点规矩都没有。景秋荣神色淡然，不紧不慢地说道：想来他们是有样学样了，没准是看到你们没经通传直闯进来，被吓愣了呢。小孩子不懂事，还请婆母见谅。希儿，你带普根先出去。楚炫的话没有一丝温度，更不说上前来抱一抱被祖母的话吓得有点愣怔的普根，一贯的冷情面对景秋荣和一对儿女，语气里明显带着怒意。他被景秋荣阴阳怪气的语气内涵到了。景秋荣不吭声，2个孩子也没有动，有点担心普根的情绪。楚春熙觉得还是先把他抱出去好，省得伤害他那幼小的心灵。米嬷嬷，劳烦把普根抱出去。希姐儿也好几天没见到爹爹，想他想得紧。这话让楚轩愣了愣，平时女儿对他似乎没有那么亲近，这会是忽然转了性吗？想主动向他示好。不过他极少迈进朝霞院确实是真的，毕竟是自己的嫡长女，他若懂事侯府也少不了那几口饭。他并未注意楚春熙嘴角微微翘起，露出的那一丝嘲讽。米嬷嬷从小姐手里接过普根，同样没说话也没行礼，径直就走了出去。但是出门就把普根塞到了子衣的手上，然后依然回转身进门，也不过来靠近他们，像鹌鹑一样垂手站在门口旁边，低着头一言不发，耳朵却戒备地支棱起来，担心他们家姑娘受了委屈。怎么，连我这婆母进门都不配坐张凳子了？怎么，连我这婆母进门都不配坐张凳子了？老太婆真的生气了，语气咄咄逼人，更是满眼怒意地瞪着眼前的儿媳妇，上梁不正下梁歪。母亲说的是什么话？平日里你和夫君2人极少过来，这不是也没通传没有准备吗？儿媳一大早就起来照顾2个孩子，衣服发簪不凌乱，像个疯婆子就不错了。母亲夫君赶紧的自己落座。景秋荣这回才不得已朝着老柳氏扶了扶身，却对已经紧贴站到自己后面的女儿在手背上轻轻拍了2下，以示安慰，然后也坐下来一声不吭。来吧，我看你们怎么表演。楚炫和老柳氏2人悻悻地坐在景秋荣的对面，一直紧跟在楚炫后面等着看戏的柳姨娘也想找地方坐，但是看没有人发声，老柳氏和楚炫旁边有没有空余的椅子，还不敢坐到景春荣的旁边去，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站到他姑母老柳氏的身后，一脸一眼竟是落井下石的笑意不达眼底，连景秋荣这正牌夫人都懒得喊了。5人就这么相对坐了好一会儿，没有人端茶上点心，也没人发一言，场面尴尬。跟进来的几个婆子让人觉得好生奇怪，只知道老夫人和世子过来这么气势汹汹，还带上他们力气最大的几个，肯定知道夫人没有好果子吃，可这么端坐着算怎么回事？老夫人这是改变主意。夫君若是同意和离，嫁妆我便留在侯府，除了西姐和普根得带着，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带走。如若不然，我带不走也一把火烧了，你们也得不到。现如今我只想跟着爹娘兄弟一起。不过这种想法景秋荣没有说出来，只是冷眼以对前面这个虚伪的夫君。反正平阳侯府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值钱的东西已经被女儿全部收入囊中，景秋荣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也不想把宝贵的时间继续再浪费在这一家道貌岸然实则表里不一的恶人家里，省得他们遮遮掩掩磨磨蹭蹭半天，隐晦不明，只想来占便宜，做婊子还想立牌坊。米嬷嬷吃了一惊，
从他们家姑娘的言语中已经知道此三人来的目的，狼心狗肺的就应该和离。可是这么多的嫁妆，姑娘哪里能说不要就不要的？他有点怒姑娘不争，心生不满。姑娘，这些东西都是将军和老夫人给你千挑万选的，您可别。楚春熙没有说也没有动，静静地看着对面三人变化莫测的表情。娘亲已经心有成算，相信他为母则刚，应该还用不着他小宝宝出手。景秋荣做了个手势让他住嘴，米嬷嬷也不敢再多言。他家姑娘的嫁妆他最是清楚，那都是景大将军府最好的东西，既然是和离，怎么不把嫁妆扛走？白白便宜了这家人，光凭他们刚刚听到消息就马上转变的嘴脸，就知道不值得留下。他支持姑娘和离，可也不甘心嫁妆留下。就算不能全部拿走，怎么都要想法子多拿些给普根和西姐才对，哪能说送就送呢？不然以后怎么过呢？夫人，你何必如此？都不顾及10年的夫妻情分吗？楚炫那假惺惺又痛心疾首的样子，就差捶胸顿足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夫妻有多情深，但是景秋荣已经看开了，以前自己是傻，现在有了神仙姑姑的指点，如果自己还不知悔改，不会转变，那就不光是蠢笨的问题了，就是死都是自找的，活该。只是楚炫没想到景秋荣会自己提出和离，倒是省了他和父母费尽心思想的盘算，还有他绞尽脑汁积攒的那些花言巧语了。老柳氏也感觉奇怪，听景秋荣的话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了娘家被抄的事，只是不要嫁妆提出和离是大清朝的奇闻，也太蹊跷了些。别不是以为景大将军府卖国通敌的罪也会连累平阳侯府，怕被牵连担心流放，所以才急着脱身吧？可是就算离开平阳侯府，又是净身出户，难不成还能飞上天去？改嫁也只能嫁给平民。还以为他只是蠢，没想到却是蠢的脑子一团浆糊。一抹虚假的微笑浮上了他的眼底，后面的柳姨娘更是春风得意，脸颊通红，已经开始做梦，穿上了正红色的嫁衣。夫人还是带着孩子先去庄子躲一躲，过了风头，为夫再去把你们接回来。楚炫假惺惺地挽留道，夫妻10年又有一双儿女，虽说平日里没有多少情分在，可还是忍受不了景秋荣的主动，要走也是他休妻。但他被站在老柳氏后面的柳姨娘焦急地扯了扯后背的衣服，柳姨娘那副焦急和不甘全部交代在了脸上。米嬷嬷鄙夷地瞪了他一眼，可惜他没有看到。庄子我自然是不去的，要死也死在侯府里，大不了我就3尺白绫挂在侯府大门上。所有人，楚春熙，娘亲，你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幸亏弟弟不在这，休了，免得沾了他娘家的晦气。老柳氏听到这话，却是直接忍不住了。刚才还想着给点脸面给这贱货，只想把他打发到庄子里，所以才没有早早发话。现在他倒是蹬鼻子上脸了，还以为他还是当年的大将军府嫡女呢。说这话的时候，还跳起来，直接指向了景秋荣，厉声吆喝，就差没有双手击掌了。景秋荣，我看你张狂的几时，还敢以死相逼？要死你就调到景大将军府门上去死，趁还没有人家搬进去，别让我们侯府沾染了晦气。景秋荣直直站了起来，直接把他的手指拍了下去，再向前2步，屈身直视老太婆的眼睛。你倒是看我敢不敢？我早就写下了遗言证词，只要外面传出本姑娘或者我的一双儿女出了事，宫门口的文灯鼓会立马响起，自会有人为我敲鼓鸣冤，坐实你平阳侯府灭妻杀子的事实。然后又看向一脸惊呆，认为这个嫡妻像换了个人一般的楚炫。至于是杀妻灭子还是杀媳灭孙，你们尽管先想好推谁出去。楚炫3人，我们还没想好给你一碗鹤顶红呢，你都先给我们备一壶了。父啊，父，果然是要不得了。我们还没想好给你一碗鹤顶红呢，你都先给我们备一壶了。父啊，父。景春熙站在后面都想鼓掌，娘亲不负春熙所望，果然威武。实在是事情变化的出乎他们3人的预料，一下屋子里再一次鸦雀无声，除了米嬷嬷外，其余几个婆子瑟瑟发抖，都想退出去了。事情这么严重的吗？到时不会又是用奴婢来顶罪的伎俩吧？早知道应该告病的。停顿了好一会儿，老柳氏又开始跳，身子不跳，脑瓜子也突突的跳。好，好，好，你倒是个狠的，我平阳侯府还没嫌弃你，你倒是张狂起来，也亏得你平时一副贤良淑德的模样，装的可真像。这就是你们景大将军府的门风，我倒是看你失去了平阳侯府的庇护，有什么好下场？说完，老柳氏捶着心口撕心裂肺，马上要晕倒的样子。柳姨娘连忙假惺惺的帮他顺气，实则心里却是乐开了花，恨不得这休书马上就按了手印。楚炫却是胆战心惊，如若真如景秋荣所说，即使没有证据说他们侯府杀人，可一顿追查下来也得脱层皮，直接把侯府的脸面生生撕下来。即使皇上不怪罪，朝中的文臣们必然会口诛笔伐，他平阳侯府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秋荣，不若你再想一想，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想一想西姐儿和普根儿。虽说对这双儿女没有多少情分，可是想到自己的亲生子女要流落在外，
楚炫说这话的时候，也不知是不是心中终于产生了一点对子女的怜悯，还是觉得脸上无光，反正楚春熙一点都没看出来这个渣爹眼里的一丝爱意和疼惜。但是看渣爹忽然软下来，站起来又忽然重重坐下去，完全失去了刚刚进来时的那种气势，就知道娘亲被休是不可能。休了，明日西姐儿就带着弟弟去皇宫门口跪拜，让皇上收回成命，为外祖父伸冤。楚春熙这时出口，又帮娘亲下了一剂猛药，他都懒得再听渣爹那一番假惺惺的说辞。他和娘亲、弟弟都没有时间耗在这里，再磨蹭下去，天都黑了，他怎么去办事？你们敢！柳氏气得打了个哆嗦，指着楚春熙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想到刚才被儿媳妇拍了一掌，现在那手指还有点痛，不消一会又放了下来，最后缓了2口气，还是不知悔改，恶狠狠地指向楚春熙，这2个孽障是不能再要了，眼不见为净，炫儿，快点给他写和离书，我们平阳侯府不缺孙子。然后又马上加一句，记得要写上嫁妆可是他自愿不要的。换成谁都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他和弟弟真的去给景大将军府申冤，那就是平阳侯府对皇上的判决不满，也表明平阳侯府和景大将军府站在一起的决心，那就是想谋反。楚春熙可以说是直戳渣爹和平阳侯府的软肋，他们肯定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他们宁可舍弃亲孙子，也不会让侯府的利益受损。秋荣，果真要如此吗？渣爹还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可惜这副狗样母女俩都不想再看了，只想快快解决，能快点走出这道烟匝的大门。景秋荣一脸坚定，却面无表情，坚决地点了点头，合理。一双儿女我带走，从此以后一别两宽，和侯府再无瓜葛，否则我们娘仨一起去给皇上下跪。楚炫愣了愣神，他还是不太相信景秋荣这个时候会自己提出和离，他不是爱极了自己，对他唯命是从吗？这种时候不是应该匍匐着求平阳侯府给他们一条生路，或是拿出钱财求他去帮打点吗？但是看到景秋荣一脸决绝，又不似作假，就连8岁的女儿也没有萌生一丝即将被赶出府的伤感，没有想象中那跪着抱他大腿哭哭哇哇的景象，实在是匪夷所思。难道身上流着景氏的血脉都是这么难啃的硬骨头吗？端砚，去我书房把笔墨纸砚拿来。立意还是战胜了那点血脉亲情，挥手把随从招呼了出去。不用了，我屋里就有。米嬷嬷虽然10000个不情愿，不知道姑娘为什么下这样的决定，但听到吩咐还是进去把东西拿了出来。可是墨他是不磨的，谁要写就让谁摸去，把东西往楚炫旁边的小机子一丢，继续去做他的门神，连姑娘他都不看了，生气，气死了。最后还是柳姨娘磨墨，一开始是水加多了，磨着磨着还溅了楚炫一身，楚炫拿起笔，气得楚炫跳起来想骂人，最后倒掉，重磨了1次才勉强能用。楚炫一开始还强装镇定，没写一个字，又看一眼景秋荣，眼里似有不甘，又似乎在等他回心转意，恨不得景秋荣立马跪下来求他。被老柳氏和柳姨娘催促了几次后，楚炫马上加快了速度，炫起了他的龙飞凤舞，急着和他们撇清关系。那脑子清醒得很，一点都不迷糊。第2条就马上写了景秋荣自愿放弃嫁妆的条款，最后1条更是把儿女除族断亲直接写到了和离书上，可能是真的怕他们真的以侯府的名义去闹事，受到大将军府的牵连，宁可断个干干净净。景秋荣和楚春熙木然地看着他落笔，脸上心里都是恨意和快意并存，一言不发的冷眼相对。屋子里静的除了落笔的沙沙声，针尖落地都可以听得见，那些婆子也是步子都不敢移一下，生怕一动就直接被打杀。原本还担心儿女带不走或是怕断不干净呢，这回却是他们的生父直接执笔，亲自把这段孽缘断了个干净，以后想反悔都不成了。楚春熙已经想好了，明天就让大管家伯伯拿去官府过明路，省得渣爹以后后悔。柳姨娘一脸得意，大字不识几个还凑上去，假装看写的和离书字眼上有没有纰漏，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红扑扑的脸上却是对他们母女明晃晃的挑衅和讥讽。本以为以后还要再算计一番才能夺回正妻之位，谁想这个蠢妇主动让出来了，倒是枉费了他的一番心机。这么一想，脸上都凝成了一朵烂麻花，偶尔还挠上一下。老柳氏还在旁边恶狠狠喋喋不休，觉得何离是落了他的面子，本想留你留在侯府，起码能够遮风挡雨，有口饭吃，没想到你如此不知好歹，东西可是你自己不要的，白纸黑字的你千万不要反悔，到时候回来求我是没有用的。平时还顾着点脸面，相互恭恭敬敬的，看景秋荣签名又摁下了指印，这回老钱婆丑恶的嘴脸就出来了，甚至还反手握了握搀扶着他的柳姨娘的手，似乎在给他底气，为他撑腰。白纸黑字为证，你就放心吧，我只带走我孩子，还有房里的一些首饰和衣物，再多的东西是不拿的，你们尽管派人看着。景秋荣拿起自己那份和离书，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离开侯府。红粉这时已经得了青衣的口讯，带着汪哥和红英，提着小姐和普哥房里的几个包袱，站在院子里等着。子衣抱着的普哥，他还是静静的等着娘亲和姐姐不哭不闹，但是一个眼神都没留给渣爹和祖母，不知道是有人提前教了他，
还是已经听到屋里的动静。不过几岁的孩子自然知道渣爹和祖母今天是来者不善的，只是他恨自己太小无能为力，不能保护娘亲和姐姐而已。父不慈子不孝，普哥印象中根本就没在这两个长辈怀中待过，想来也没有多少残存的亲情。那个庶出的大哥可没少话里话外排挤他，说他们柳絮院的和爹爹才是一家人。你看看，幸亏现在瞥清楚了，你看他们哪有一点像我们平阳侯府的子嗣，明明就是一对白眼狼。带着儿女走出了朝霞院，后面老柳氏骂骂咧咧的声音还不停不断。春熙生气地回了一句：所以以后我们姓景不姓楚。楚炫听这话更是生气，甚至没有交代西姐儿和普哥一句，还在后面高声喊了一句：今日你我夫妻恩尽义绝，从此再无瓜葛。唐双身板大，担心那些婆子会动手，特意留在最后面。看见那老婆子的这副嘴脸，呸，就朝着那老钱婆啐了一口，然后扛起4个包裹，小跑着紧紧跟了上来。院里听到动静等着吃瓜的下人现在才依稀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毕竟后院的下人对外面的情况也不是很灵通。有几个多少还存在点主仆情谊在的下人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来，在青衣和米嬷嬷的指点下，帮主子把为数不多的最后几个包裹提了出来。而大部分人还是不敢靠前，生怕靠近了前主子以后被侯府迁怒。10几个下人有的流泪，有的愕然，个个呆若木鸡。看见主子仆人的包裹一个个往外搬，老柳氏还想招呼旁边的婆子上去搜查，可楚炫还是要点脸面的，连忙用力扯了扯母亲的袖子，把她制止住。包裹里藏不了几个东西，别搞得太难看了。他可不想下人们出去嚼舌头，说他们侯府一根针线都不给和离的夫人带走，这在京城贵人圈里可是要被戳几两骨的。但是看着大大小小10几个包裹接二连三被拎了出去，不但是老柳氏，就是柳姨娘在后面看着还是有点不甘，觉得这都应该是他那2个儿子的。可是老柳氏没有动作，楚炫又瞪着他那泛红起了抓痕的脸，他也不敢靠前，只是愤愤地看着，脸又多挠起了几道血痕。渣爹最后还是没有跟上来，甚至没有喊一句西姐儿或者普哥，连一句抚慰的话都没有，就让他们径直出了府。景秋荣和一双儿女一个眼神都没有留恋，也不回头，但是出到大门，但是大声地回了一句：从今日起，景家增添2个后辈，景春熙、景青浦。声音响彻入云，宣示着他们跟平阳侯府的决裂。直到这时候，看到如此大的变故的下人们才开始惶恐不安，特别是原本朝霞院里当差的，还不相信已经被主子抛弃了，感到前途渺茫。他们从世子爷脸上看到了浮现出的一丝尴尬和愤怒，甚至已经开始有了暴走的趋势。大庆朝夫妻和离，妻子最多只能带走女儿，现在夫人把子女都带走，还能回去跟娘家姓，说不是侯府的错，他们都不信。世子可是妻离子散了，而且看夫人刚才那决绝的神情，对侯府没有一丝留恋，好像占着主导权。这个年代就算是和离，除非犯了滔天大罪，不然自己的孩子除族改姓基本是没有的，特别是儿子，不然白白让别人茶余饭后拿来咀嚼几10年，祖上极不光彩。但这份尴尬也只是在楚炫脸上浮现了不过几秒钟，然后就拂袖而去，连柳姨娘都不让跟着了。实在是柳姨娘本来还算看得过去的脸上，这会像是被猫抓了一般，一条白一条红，难看至极。以后我们没有爹爹了。楚春熙不是景春熙，上了马车就抱住米嬷嬷递上来的弟弟，不知道他知道多少，也担心他以后哭着找爹爹，所以试探着先说这么一句，看弟弟的反应，怕他以后醒悟过来会哭闹要回来。以前也没有爹爹啊。普哥语出惊人，居然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子，但是小年纪能说出这句话，也不知道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怎么说以前没有爹爹？连米嬷嬷有2个姑姑都怔住了，这叫什么话？可能是在普哥的心目中，可能爹爹、柳姨娘和那2个庶子才是一家。景春荣难过的把他搂了过来，以后平阳侯府不是我们的家了，普哥以后跟着姐姐、娘亲，还有外祖父、外祖母、舅舅、舅母、表哥、表姐们才是一家，好吗？还是试探的语气。那普哥以后就可以跟外祖父和表哥打拳骑马了，对不对？大哥和宝哥再也不能骂我了。普哥没有预料中的沮丧，更没有哭，反而是一脸的兴奋，一双黑眸亮晶晶的看着姐姐。大哥经常骂你。景秋荣的心一紧，果然有他不知道的，还以为怎么都不至于，想着那一边再怎么都会顾及嫡系的身份在。大哥骂我是杂种，占了他的位置，玩我的玩具，还把我推倒。普哥说的时候神情木木，仿佛很伤心，还作势摸了摸以前被摔疼了的屁股。果然，景秋荣气急，渣爹和老太婆知道吗？心一急也忘了不应该对儿子说出这样的不敬的称呼。平时他多少也会有点防范，一再叮嘱小厮和丫鬟不许带儿子去柳姨娘的院里，孩子们能碰面最多的就是在老夫人那。普哥继续神情凄凄，喃喃说，祖母有时候也骂娘亲，说你的嫁妆应该给她管。爹爹看我被大哥推倒了自己起来，说我是男子汉不许哭，也不许告诉娘亲。普哥现在才委屈的想哭，
可是眼眶里的眼泪扑棱扑棱没有掉下来。他早就想告诉娘亲了，可是以前娘亲总是告诉他行事注意这些，尽量少去靠近那边，所以他不敢告诉娘，怕娘被渣爹责怪，被祖母骂，也怕他伤心，所以他都忍着，娘亲不在的时候也尽量不去祖母那。好，好，以后他们跟我们再没有关系了，以后没有人欺负我们普哥了。楚春熙经过前世已经知道弟弟现在所受的委屈算轻的，但是景秋荣却是后悔的，后槽牙几乎咬出血。果然是他心瞎呀。可是景秋荣没有预料中的那般和子女抱头痛哭，而是静静地坐着，望着对面的他们姐弟两个，又用手摸了摸抚慰着普根，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楚春熙只想快点回到城东的小院，今晚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东西得往空间里收，也得跟周伯伯商量他走后的事。他这一行跟着外祖父去流放，来回起码3-4个月，有些事情他得跟周伟做好对接和安排，也得交代好母亲一些事。毕竟出了门去到流放地，京城这边他就顾不上了，他可不想在他出去这段时间，京城这边发生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天老脸，最先被关押进来的就是警视的嫡系，黑森森低矮又狭窄的牢房，女眷被关了一间，男人们被关在对面，只隔着几尺宽的过道。好在他们这一房人不是太多，一共也就14人，女眷9人，就景老夫人并3个儿媳装饰，英氏何思氏，大房嫡长女景明月，二房庶幼女景明珠，老姨娘钱氏，大房二房姨娘赵氏、封氏。男子则只有景长安带着4个侄子，分别是大房的嫡子大郎尹从军，二郎尹从光，庶子4郎尹从明，二房嫡子3郎尹从辉。所有人一路押解过来，除了在大门跟几个幼童分别的时候流了几滴泪，然后都没有哭，没有抱怨，也没有吵闹，就算是3岁的景明珠都没有哭，甚至只用人抱了半程，其余半程的路就是紧紧拽着赵姨娘的手，坚持自己走。景明珠是一父子，景长安失踪后，怀孕的赵姨娘才被副将安排送回京城，可能是路上辛苦加上极度伤心，回来几天后就早产了。她本不用跟着流放，可是由于年岁小又患有弱症，她舍不得娘亲，赵姨娘又担心这一走没人精心照顾，恐怕这辈子就再也见不上了。赵姨娘坚持要自己带着，死也要一起死，实在拗不过，只好让她带着。能够进入景家的都不是等闲之辈，景老夫人对几个儿媳的性格都是很了解的，虽说平时大家在一起又都是直爽的性格，难免会有点小摩擦，可是到了关键时刻，谁都如同血性男儿一般，不埋怨不退缩，绝不会做逃兵。才过门2个月的3儿媳思燕，出自书香世家，老夫人和景长宁都不忍她跟着去流放，有心想写放妻书让她回娘家，她也是倔强的摇头不肯走，表明了生是景家人，死是景家鬼，反正就是要跟着景长宁。老夫人感到自豪，也认为这才是景家女人该有的样子，到底是他们夫妻和几个儿子的眼光都不错。2郎、3郎和4郎进牢房，就迅速地铺好那堆凌乱的稻草，让大郎跟三叔把祖父平稳地放下，然后才几人恭恭敬敬地端坐在祖父的四周。对面3个儿媳也马上腾了个位置，让老夫人先坐下。景长宁看到母亲已经没有了刚才面对4皇子和李公公的那种气势，担心他刚才生气脱了力，又走了几里的路，怕承受不住，忙问道：“母亲没事吧？”老夫人这时候紧绷的身心才感觉很疲惫，但是紧绷着的那根弦已经松懈了下来。她双手抓住木兰，悠悠地吐了口浊气：“我这老身板还撑得住，就怕你父亲。”然后一脸担忧地看向了对面那个躺着还没有醒过来的男人。几个女人都挤到木兰的前面位置，焦急地看着对面满身是血，还没能来得及换衣服的当家人。景长宁再一次检查了父亲的伤势，抬着摇晃了这一路，原本打的都已经烂了的后背和屁股，现在居然一点都没再渗血，而且原本血肉模糊的位置，擦了药后居然已经开始干了，自己都觉得诧异。他半天才回答：“父亲还好。”景长宁不由把怀里还剩下1瓶的金疮药拿出来看了看，大郎也感觉到不对，凑过来也看了个仔细，然后询问：“三叔，哪来的好药？”他可不相信出宫的时候狗皇帝会好心的还给祖父这么好的药，可是之前没有这么好的药呀，药的颜色和包装都不对。一路扛着这一路，他注意到祖父的手动过2次，说明还是有意识的。可是从景大将军府扛过来到牢房7-8里地，祖父都没有呻吟一下。再看看这伤口现在的状况，应是比那有名的军医御医开出来的金疮药还要好。还有三叔给祖父喂的那些又是什么药粉？不会是研磨好的人参或者灵芝吧？还是姑母和西姐儿想的周到，早早就给祖父备着了。你们帮帮忙，我们再上一次药，帮祖父把这身血衣给换了。景老夫人在对面也点点头说：“这衣服是要不了了，换上吧，干干爽爽的才舒服。”大郎狠狠地用手全往自己头上敲。三叔果然英明，还知道给祖父备衣服，不像我这榆木脑袋，什么都没想到。他哪里知道这也是表妹的功劳，这套干净的衣服也是因为西姐说外祖父是被扛回来才提前备着的，不然这回连换的衣服都没有。擦药的时候老将军依然一声不吭，可是换衣服的时候却遭了罪，
但仍然咬紧牙关，只是偶尔闷声呻吟一下。直到这个时候，老妇人才默默地流起了眼泪，心里有苦楚，但是也有欣慰，知道疼就好，一直什么都不知道就麻烦了。听到老妇人的啜泣声，所有人都忍不住了。发生这么大的事，说是一点都不惧怕是不可能，刚才只是维持大将军府的尊严，强忍着而已。女眷牢房这边陆陆续续发出一些隐忍的哭泣声，就是对面几个男儿眼里也开始噙满了泪水。实在是事发太突然，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想到，仅大将军府几代忠心护主，多少次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会遭此大难。坏人，打死他！小明珠声音软软糯糯的，声音很小，发音都没太清楚，挣脱了赵姨娘的怀抱，直接挤上前来，把小手抚上了景老夫人的脸庞，轻轻地帮她擦去眼泪。祖母不哭。也不知道他骂的坏人是皇帝，还是刚刚把鸡毛当令牌的四皇子和李公公。眼泪要听话，不要祖母伤心。一下牢房里鸦雀无声，没人有心情笑话他的童言童语，所有人都强忍着把泪水吞了下去，啜泣声也慢慢小了下去。明珠乖，祖母不哭，我们都不哭，这点事还难不倒我们景氏一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总有回来的一日。老夫人的话声音不大，却在牢房里慢慢回荡，镇定有序的话语让所有人都感觉心安。第二天，景秋荣一家3口只带着几个奴仆护卫，寅时就来到了南门。倒不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还没开城门，可实在是睡不着，也想早早就可以看到亲人。昨晚在城东的宅子里，他们几人几乎没有合眼，商谈完后续一些事情的细节后，一家3人静静地躺在一张床上，小团子早就翻身贴在靠墙的位置睡着了，离开了侯府对他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母女2人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躺着，可是越躺越清醒，干脆就早早起来了。与其大眼瞪小眼，不如早早就出来候着，没准还能多看亲人几眼。开了城门，再赶到五里亭，从卯时一直等到太阳出生，才等到了第一波2群流放的队伍出城，每群都是20来人的样子。景秋荣仔细辨别，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娘家人，但是胆大心细的景春熙却看出了那些犯人中的一部分人，眼神中都对他们带着敌意。景春熙对他们没有印象，想来应该是认识娘亲的。果然，娘亲仔细辨别后，眼神变了变。押送的官差到了五里亭，就宣布稍作停顿等人。那2群人很自觉地自动分开，分别找了靠路边的位置坐了下去。可是也有不嫌累的，也有可能是嫌地板脏，也不坐下去，站在那里唉声叹气，更有不少人在默默地垂泪。没出半盏茶功夫，就有2个妇人，一个年长些的婆子，一个中年妇女冲出来朝他们大骂：景秋荣，你这个扫把星，要克你就把家里的父兄全部克死算了，怎么还敢祸害来我们？是啊，通敌叛国是你们这房的事，凭什么也要判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真是遭了无妄之灾，都怪景永成那只老狗，自己作死还要拉上我们。言语极其恶毒，有人起了头就引起了公愤，个个认为是因为他们家才遭了罪。后面又跟着有几个小孩和妇人跳起来叫嚣，如果不是景秋荣带来的几个下人挡着，又顾忌着押送的官差，都差点指到景秋荣鼻子上来了。真够恶毒的。听到这叫骂声，景春熙也知道这些就是景氏受牵连的族人旁支，都是没过5福的，往上推3代都是自己的亲人，可是这会儿看见他们可劲的骂，不骂不上前的也是冷眼旁观，恶狠狠地瞪着他们。有的婆子小孩还捡起树叶树枝，甚至拔起路边的草朝他们扔过来。本来坐在长廊旁想为家人多占几个位置的，现在他们被迫推到了马车旁。普根儿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趴在米嬷嬷的肩膀上一动不动，脸上还是有点恐惧，但是又是气愤有人骂他娘亲，还是回了一句老钱婆。可是软软糯糯的声音被嘈杂声淹没了。这个称谓还是昨晚刚从姐姐嘴里知道的，昨晚景春熙确实口无遮拦，这么在普根儿面前骂了老柳氏3次。听到那些犯人越骂越欢，旁边的官差却一点都没有阻止的意思，而是自顾自地坐在长廊上看热闹，就差没掏出一把瓜子来了，令人心里发寒。五里亭是亲人告别或者接送的地方，实际没有几个坐的位置，这会儿坐在地上等着的就他们那2拨犯人，实在是人多势众，又同仇敌忾，带着2个孩子又人少势弱。景秋荣怕伤着孩子，也没想着跟他们硬刚，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再次退后了几步。罪不及出嫁女，你们那么多废话干嘛？人家还是高高在上的平阳侯府的儿媳呢。这话不像是帮他们，倒像是挑拨离间的，这是对他们地位的不满，又是从他们那边传出来的声音。果然愤恨不平，声音纷纷再起，看见他们退后，以为是怕了，更是个个妇孺孩子冲到前面，一早上走了这几里路，看来对他们也只是人热身而已，还精神得很。凭什么他父亲犯下滔天大罪，他却还可以高枕无忧，享受太平，我们却连带他们去受罪？我看就应该拉他们跟我们一起去受罪。放心吧，你看他就那几个人，怕是早就被平阳侯府休了，别不是也是去流放的吧？呵呵。景秋荣知道这时候对骂辩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每人都有3头6臂，也抵不过他们的一人一口唾沫。对面的人足有50-60多人，分成两边坐着，是不同的2个分支，现在却有了共同攻击的目标，把他们当成了共同的敌人。起了冲突，如果官差不出面劝解，完全可以把他们几个撕成碎片。这些族人平时吃他们喝他们大将军府的，有事没事就来他们大将军府上打秋风，年节祭祀更是可尽找理由来收刮他们家的钱财，族学的开支也是大将军府在承担。可他们是用的理所当然，一点都不手软。现在树倒猢狲散，个个不但不伸出援手，还落井下石，人人想再踩上他们几脚，让他们寒心透骨。你们若是觉得自己命长命硬，靠着一己之力就可以安全到达岭南，也可以在岭南兴风起浪，大可以继续叫嚣。忽然听到母亲高声斥责族人的声音，景秋荣一下就落了泪，抱起普哥疾步上前，景春熙也连忙跟了上去。果然大将军府的人一到，景老夫人轻飘飘几句话，马上起了点震慑作用。刚刚还咋咋呼呼上蹿下跳的一群人一下就住了声，个个回转头望去，景家10几口男男女女已经到了跟前，走在最前头的景老夫人和几个男儿对他们怒目而视。识时务的还知道要点颜面，马上做缩头乌龟躲到了人群的后面，不少人更是趁势坐到了原本自己家的地盘里，不敢再露头。但是不怕死的也还有不少，特别是最先跳出来的那几个婆子妇人，还有些不懂事跟着起哄的孩童。同行而来的另有景氏庞之和景永成这一支仅隔了一代的二叔公景永坚一家，人数比景永成这房更多一些，不过也不到30左右。平时跟他们关系更密切，年节也会一起吃个饭，跟他们住的也近，就在大将军府后的蓝长巷，分出去也不过20年。景长宁和大郎扛着景永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看到族人不逊，干脆往亭子前多走了20-30步，才就近找了块平坦的地方放下担架。刘大郎在那里看着祖父，才退后几步和大姐打招呼，把他们一家挡在了身后，换成大将军府一家人直接面对，还想叫嚣的那群人。看他们这一家个个挺身而出，又怒目而视，惹得又有几个人萌生退意，悄悄退了出去，几个孩童也被他们的家人出来拉了回去。景春熙认真看了大将军府所有人，一个个穿的还是平时家常的锦衣华服，但是除了外祖父和最小的景明珠，所有人和另外3群族人一样，外面都套上了一件陈旧甚至打有补丁的囚服褂子，有的松松垮垮，有的又略显窄小，没几件合身，这搭配形成明显的反差。一个个精神都比刚刚席地而坐的2家族人要好，头发也没有那么凌乱，脸上起码没有深受打击的颓废，更是没有看到被鞭打或者受刑的痕迹，在大牢里没受折磨，还算万幸。身上烂菜叶、臭鸡蛋也没沾上，想来景大将军府一世英名，大部分百姓还是不相信他们会通敌卖国的。景春熙眼比较尖，还从景明珠手上看到2个煮熟的鸡蛋，怕还是路上好心的百姓看他可怜硬塞给的。果然百姓心中像明镜似的，最坏的还是朝廷那些始作俑者，甚至坐在高位上的人。大部分人退出去后，老夫人这时候也不想去跟他们计较，知道害怕，说明他们多少还是对他们这房有点忌惮，多少念着点旧情的，不至于马上撕破脸。有良心记得恩情的只是一部分人，也有不怕死没有退后的，虽然不再吱声，可是仍然不死心的婆子妇人还在后面小声喋喋不休。其中一家族人里，比景永成还要年长几岁的老族长也不制止，更没有像平时来寻求利益时一样往老将军身边凑，甚至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说，只是蹲在角落里抽着烟斗，像是不认识门板上的老将军一般。景长宁小声地对老夫人说，当初父亲就不应该顾忌太多，应该让二叔公来当这个族长才对。老夫人没有搭话，这个时候说后悔的话没有用，但是心里极其不忿，伸手拍了拍景秋荣的肩膀，又伸手抱过了普哥，还埋怨道，小孩子家家的不应该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又是看老将军又是寒暄，然后相互关心交代几句，小孩子个个落了不少金豆子。只有景长宁继续面对着那些族人，看那几个妇女婆子还没退回去坐下的意思，还想挑衅的样子，忍不住心里生气，大声的接着刚刚母亲的话，如果想跟我们这房撇清关系，现在还不迟，族长想也在此，把我们这支断亲除族悉听尊便，只是以后不管贫穷或富贵，都不要贴过来就是。2郎3郎紧紧护在了祖父祖母和3叔的旁边，4郎则凑过来逗普哥。小孩子心里也憋不住气，想到刚刚姑母他们受到欺负，2郎也高声骂着，我们富贵的时候你们就想贴过来，落难你们倒是想撇清，以后想都不用想了，各过各的，富贵贫穷各不相干，就当我们以前的恩惠都喂了狗。10岁的4郎拉着普哥也捏着拳，捍卫着自己的家人，对，就算没了吃的，饿死也别往我们这边凑。那边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这时候仿佛才听到吵闹声一般，老族长景永胜站起来，冲那多嘴的妇人骂了一句，闭嘴。声音低沉，不严厉也不痛不痒，然后话也不多一句，把烟灰往自己脚上敲了敲，也不向他们这边靠近，肯定是心里也有不服，没准婆子和妇人谩骂的话还是他挑唆的，毕竟就是他那一房的人。果然他坐了回去，没一会儿老太婆和妇人又开始跳，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就是他们景大将军府的好狼，不思悔改，还不敬长辈，除族就除族，还怕他们不成？现在他们是罪臣，凭什么高高在上？现在都是流放的犯人，谁也不比谁高贵，还荣华富贵，不死在路上就不错了。你看蓉姐那副模样，灰头土脸的，下人都不多带几个，我看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去。景春熙有点急，照着前世的记忆，现在可不是让族人分心的时候。他连忙从最后面挤到了景永宁的前面。三舅舅，流放的可不止我们这些人，出了京城，大丰县和清流县一起流放的还有7、80个朝廷重犯，都是作奸犯科的。仍然是拉着三舅舅俯身下来说这番话。景长宁一身才华，也不是迂腐的书呆子，如果从这话里都听不出什么意思，那就白读这10几年书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筷子绑在一起才能拧成团，如果没有出京城族人就已经离了心，以后就景氏一族只有任人宰割，让人践踏的份了。流放路上本就艰苦，即使没有其他外界因素，都会死亡无数。如果中间掺杂那么多的朝廷重犯，他们景氏族人再不能拧成一股绳，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更何况上面那位怕只是担心军心不稳，才没有将他们景大将军府所有人直接砍头灭族，一路上会不会还有什么凶险等着他们，都很难说。这会即使知道外甥女这话来的蹊跷，景长宁也没来得及去细想，只知道族人这时候不能先分了心。景秋荣又加了一句，而且是尽量用最大的声音说的：你们几只所有没有被流放的孩童，我们也都集中在一起了，昨晚已经送去我的庄子安置。如果不是担心娘家人流放路上的安全，就凭刚才族人的那些嘴脸，景秋荣都后悔昨晚做了那么多事。这话是大声说的，不单是景长宁，就连旁边的4个郎和老夫人并几个儿媳都听到了，他们都没想到景秋荣会闷声不吭做这样的事。老夫人看向身边的女儿，又看了看景长宁，最后看见已经睁开眼睛朝他望过来的老将军，居然在对他微微颔首，声音沙哑地说，把他们的心先聚拢了。老将军应该也是听到了景春熙和景长宁的对话，想想一下又湿了眼眶。没想到他一世英名，又对族人如此照顾，却也会落得族人落井下石，甚至想把他除族的后果。是啊，这个时候上头那些狼心狗肺的巴不得他们族人4分5裂，不但想他们没有族人的助力，也想砍断他们起复的可能。老夫人也明白了老将军的意思，几步上前，笔直的站直了身体。如果真要跟我这一只分了心的尽管站出来，也省得我景家嫡女景秋荣冒着被夫家嫌弃的危险，将所有幼童都集中在一起，想着为他们遮风挡雨，保他们一生平安，甚至想着让他们享受跟我们这一支相同的教育。老夫人和景秋荣的话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特别是刚才跳着叫嚣最起劲还哭哭啼啼的那些妇女们，一下就住了声。谁家没有儿女孙辈？有10岁以下幼童的人家也不在少数，有的还小声的询问道，是不是真的？以后我儿是不是不会饿死冻死？也有靠了。看着不似作假，不然要遭天谴的，这还是老夫人亲自说的，她最是心善也信佛。这么说孩子们还可以读书？但是这份平静没维持多久，马上就有人提出了质疑。你们平阳侯府哪有那么好心，不把你休了就不错。就是这个时候那家不是先撇清关系，还能让你帮？不然平阳侯府为什么没有来人？一人一句说出来的没有感激，而是质疑，看向了景秋荣后面紧跟的仅有的几个下人，心里慢慢产生狐疑。为了不引起怀疑和太大的关注，今天除了他们一家3口，景秋荣仅带了米嬷嬷一人，楚春熙带的是唐双和一个瘸腿的仆人，东子想跟着普根都没让跟了。由于周伟太过显眼，很多人都认识，就让他乔装打扮，装成车夫赶了马车，因为他还要会一会三爷。哈哈，要是敢收留那么多的孩童，怕是平阳侯府得把你这个贱人直接休了赶出府。你们就吹吧，你们相信我是不信的。这次就应该跟他们这防撇干净，还不知道路上会起什么幺蛾子，搞不得在路上皇上会把他们赶尽杀绝呢。你们要信就尽管信，老婆子我是不信。你们要听了他们的话，没准孙以后被他们卖了还帮着数钱呢。春熙默默地记住了这个一直跳得最欢的老婆子和他儿媳，另外2个挑唆的妇人的样貌他也默默记住了。秋后算账谁还不会呢？物资和金银在手，哪有办不成的事？自家孩子的字你们总会认识吧？不相信的尽管凑到前面来认一认。景秋荣放下谱歌，也站到了母亲的身边，然后往自己的怀里掏。众人有的已经有所感悟，一脸期待地看着他的动作，恨不得他掏得更快一些，马上可以看到儿女的字。除了我大将军府的3男2女，二叔公家的7个孩童，昨晚已经接到我陪嫁庄子的孩童一共是31人。你们2房算一算，你们的孩童是不是19人？怕你们不信，我昨天还特意让几个已经识字的孩童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你们几只的都有，尽管上来辨认是也不是。如若领错了人，我大可回去纠正过来，省得就错了人，白白浪费了我的嫁妆银子，浪费我大将军府的一片好心，还不如留更多的银子，悉心照顾我们这一支的5个孩童，让他们过更好的日子呢。由于地盘空旷，人也很多，
景秋荣说这番话的时候几乎是用吼的，爆发力极强，又加上心里有气，声音被传出老远。不光是为了让他们都听到，主要是气很没处罚。如果不是昨晚女儿说是神仙姑姑的指点，这会儿他都想撂挑子不理这几只的族人了。谁愿意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狼心狗肺的东西，哪里值得用热脸去贴他们的冷屁股？花了钱还找罪受。老夫人三个儿媳听到这样的声音也非常动容，挺身靠在景秋荣和景老夫人的身旁，庄氏更是用自己粗壮挺拔的身体顶在景秋荣的后面，怕她受不住要往后倒。小姑子没有回避，没有张扬，而是不声不响就帮了全族的孩童，这是大义。连他们嫡亲的大嫂都感激动容，族人却不领情，得了便宜还卖乖，有的甚至还想来倒打一耙，着实让人心寒。以前流放的家族可没传出过有谁家的出嫁女安排整个大族孩童的，没有了家族的依仗，只听说哪家的孩童过得多惨的，真正过得好，得到庇护的一族里能有嫡亲的几个就不错了，那也是外家舍不得，想给留个后才偷偷养着的，但是基本也没有前程，更见不得光。这一下就多养20多个，得花多少精力多少银子呀？看三个嫂子都挺身而出为他撑腰，景秋荣感激地抚了抚身边二嫂和弟媳的手，对他们三个人道谢谢，更是小声跟他们几个解释，让他们知道自己也不是烂的好心，流放路上不能让族人离了心，团结在一起才能活着。女儿跟他说的是团结就是力量，流放路上遇到猛兽山匪，多少是个助力，就是活命的根本。看对面的人连表示都没有，景老夫人也不耐烦了，最后下了狠话，是去是留你们尽管商量了再说，最好趁我家秋荣还在这的时候商量好，他回去也可以及时调整，另做安排，我们也不想他烂好心。我们大将军府没什么可怕的，也不介意另起一支。景秋荣紧着后面又加了一句，想来你们叫嚣的那么厉害，也是有后援的，一路上也不会缺衣少食，这些我倒是还挺担心我爹娘呢，毕竟我爹受了那么多重的伤，母亲也年岁已老，银子紧着他们花，我倒是没觉得那么心累，也省得卖铺子来补贴了。景秋荣看已经有不少人靠前，想来确认孩子的笔记，心里有气，也不想去理会他们，把手上的笔墨过多有点晕染，有的又是歪歪扭扭自己的几张纸交到了景长宁的手上，示意他去招呼。再不想看那些错愕又带有点讨好意思，实际还抱有怀疑态度的那些族人，没良心的，跟他不熟。昨天让孩子们签上自己的大名，还是女儿给景秋荣出的主意，他当时还觉得没有必要，认为多此一举呢。这人心啊，他活了半辈子的人还没有女儿想得通透。看对面的人都住了嘴，他们几个谁都不再说话，扶着老夫人找了个高点的位置席地而坐，几个人也围在他身侧，距离景永城也就几步远，这样小姑子一家也可以多看看老人，能在这里停留告别的时间不会太长，白白浪费在不知感恩的族人身上，真的不值得。普哥儿早就乖巧地坐在板车上陪外祖父了，小嘴巴吧嗒吧嗒的糯声声糯气跟外祖父说话，也不管外祖父是不是醒着，听不听得见。小糯米团子景明珠一脸崇拜地看着表哥，普表哥可真厉害，可以一口气说那么多话，嘴巴都不带歇的，也不知道累不累。如果换成他来说，肯定是结结巴巴的不成句，别人也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普表哥跟我们一起去玩吗？景明珠问他。玩？普哥愣住了，看看瘦的最多只有2岁的小表妹，有点无语。3岁小孩啥也不懂，你们不是去玩，是去流放，懂得流放吗你？而表哥我长大了，要在家保护娘亲。小胸脯拍得砰砰响，傲娇的对小表妹炫耀。哦，不去啊，不好玩。一个团子觉得自己背负着很大的使命，沾沾自喜；一个为少去一个玩伴有点失落。姨娘跟明珠说是家里受了难要去流放，她是完全听不懂。她长得这么大，印象中好像从来没出过大将军府，这次觉得除了昨天晋府那些人太凶还会抢东西以外，其他的都还好。就连昨晚睡在黑漆漆的牢房里，左边睡的是姨娘，右边睡的是母亲，还有很多爱她的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这样的日子她觉得还好，她不喜欢光和姨娘2个人守着一个宽大的小院。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景氏的好儿郎。景永成已经睁开了眼睛，睁开眼就看到对面的女儿和外孙女，还可以听到极其如沐他的外孙的声音，心里是宽慰的，但是神情凄凄，显然已经对族人寒了心，也有对整个大将军府前程的迷茫。一生戎马，却被皇上卸磨杀驴，你是感觉非常悲凉，没想到连血脉至亲都是这副嘴脸，翻脸比翻书还快。听他说话，所有人又凑了过来，他看向景秋荣，荣儿，你们都要好好的，别惦记太多。说完声音有点哽咽，在战场上面对杀戮没有流过泪，作为一个老父亲，今天却不忍落了2次泪。大郎几个从看到姑母、表妹、表弟一行人的那一刻，早就将被流放的苦楚抛诸脑后，起码没有被所有人抛弃，以姑母的性子怎么都会倾尽全力，起码不会让他们路上没有饭吃，这一点他们是坚信的。大将军府的人从来都不是2面3刀、釜底抽薪的。
但是没想到他们一来就要应付这帮糟心的族人，不知他们没到之前姑母受了多少委屈。一凑在一起就是不说话，拥抱一圈再交代几句，也要不少时间，时间像陀螺一般转得飞快。二房殷氏的娘家远在幽州，应该现在都没收到消息，自然没有人能赶过来送行。大房庄氏和三房司氏娘家都来了人送行，刚才远远看见他们被族人责难，也不好上前。在京城里见过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往往很多名门大族都是一房落难后就离了心，最后慢慢败落下去，在京城销声匿迹的。庄氏父亲是个3品的武官，早年已经战死沙场，家里现在还有年迈的老母。来送行的是2个哥哥和2个嫂子。司燕是家里的嫡幼女，父亲是前国子监祭酒，现在已经退下来，在家里偶尔收1-2个关门弟子，兄弟也都是教书育人的夫子，没有人在朝堂，也没有了那么多的顾忌，倒是来了不少人，凑在一起拜见了老将军老夫人，就是抱着女儿外甥痛哭，两家都给带了或多或少的几个包袱，大多都是吃食和衣物，也会偷偷塞给点银票。景永成原本的下属和景长宁的同窗也来了几个，送了点东西，寒暄几句就急急忙忙都走了。这个时候赶来送行是冒有很大风险的，能这样已经是有情有义了。一来二去的耽搁了不少时间，2个儿媳的亲家，老夫人带着景长宁谢过，也劝他们回去了。二叔公那家还有几个亲戚来送行，可是另外那2家绝对是孤零零的，送行的人都没看见一个，所以对他们是冷眼旁观，也只有羡慕的份。许是不甘心，那婆子和妇人才消停了一会儿，现在看送行的人一走，又有点无所顾忌了，如秋后的蚂蚱一般，又想蹦跶。不过这次没有靠前，逮着人就在说他们这一房的坏话，不过搭理他们的人不多。景秋荣把普哥又往前推了推，跟外祖父、外祖母道个别。在普哥心目中，外祖父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即使现在躺着也不影响他的光辉形象。每次回去，外祖父都把他抛得高高的，会送给他亲自刻的木剑，也会亲自教导他和几个表哥习武。外祖腾腾，普哥吹吹，狗皇帝坏。普哥的声音糯糯的，长得又圆又可爱。昨晚已经从姐姐口中知道外祖家遭了罪，纵然姐姐和娘亲说了，在外祖父外祖母面前不能哭，可是看到外祖父的惨状，还是心疼的流下了眼泪，还把头趴下去和外祖父贴贴，但是并没有大声哭。外祖父不疼，明天就好了。景永成心疼的摸了摸普哥的小包包头，其实刚才普哥在他耳边说了不少话，虽然都是不着边际的童言童语，但是他都听见了，只是当时觉得太累，只是偶尔睁开眼也没有回应他。普哥要听娘亲和姐姐的话。普哥听话，等着姐姐回来，等着外祖父、外祖母、舅舅舅母和表哥表姐们都回来。好，外祖回来再教你骑马。好的。姐姐向他保证过了，说是要把外祖家所有人都要重新带回京城，他相信姐姐，所以他不会闹着一起去，直接给他下了任务。他在京城还有保护娘亲的任务，所以不能跟着。要是平时，普哥的童言童语早都惹来不少疼爱和欢笑了，现在他的话大家也没细品，更没听出西姐儿也会跟着一道去的意思。看普哥那么懂事，也看不得他哭，都安慰着，一个个让普哥贴贴。普哥小脸蛋扑过来，有的还顺手抱起来把他掂了掂，个个都是带着笑脸的，似乎没有一丝离别之苦。不知不觉半个时辰很快过去，以往流放给家人告别的时间也就是半个时辰。走了，闲杂人等全部退开，开始清点人数。官差开始清点人犯，那就是很快要走了，已经在开始驱逐送行的亲属了。那边景长宁给族人看了孩童们的签字，大部分人应该还是看得出自家孩儿字迹的，果然没多久，一个个都平息了下来，老老实实归队。更有人可能是为自己刚刚的行为感到内疚，觉得误会了大将军府，也带有一点感谢的意思。有妇人按着孩子已经跪下了，朝向了他们，可能怕被官差迁怒，也不敢再靠前。他们后来的反倒是坐在亭子的前头，官差们先往后头，原本就比他们先到的那2支族人去，他们停留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远远的还看到有几个妇人跪下朝他们这边磕头，嘴里应该在说着感谢的话，现在可没时间去计较他们说的是什么了，光是嘴上说有什么用？他们的举动早就让他们觉得心寒。即使他们没有出头，可是面对族人的为难和谩骂，也是袖手旁观，连一句劝解的话都没有，和那个没良心的老族长一个样。还好也不是谁都是狼心狗肺的，起码还会因为他们照顾孩童有几分感激之心。三舅舅，这个给你。景春熙终于逮住了三舅舅有空的机会，急急往他手里塞了几个小荷包。景长宁也不推，就知道大姐肯定会把银票银子带过来的。他接过来用手捏了捏，一个荷包很轻，应该放的是银票，另外2个稍重些，摸索几下还发出点金属的声音，里面放的是方便使用的碎银。楚春熙指了指他们马车后面拖着的一辆板车，告诉舅舅说路途遥远，外祖父不能一直扛着。然后又指了指已经站到板车旁边的唐双和一个瘸腿的仆人西姐儿，和他们2人跟着舅舅一起去流放。胡闹，他们去可以，你不行。景长宁声音不大，但是有点恼怒，而且这话回的一点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说着就想向领头的官差走去。昨晚进入大牢之前，他也想从家里带2个中仆跟着照顾爹娘，但是没有被允许。到了这里就不一样了，只要有银子再打点一番，应该也不至于管得那么严。毕竟他们要一直这么扛着，肯定会影响整个队伍的行走速度。如果一行人不能按期到达岭南，官差们也是要受罚的。他打开看了装银票的荷包，也就粗略的看了一下，觉得袋子里的银票应该是尽管够的。昨晚我们和周伯伯、大管家伯伯也都商量好了，反正西姐儿是要去的。景春熙撅嘴，生气，跺脚。由于坐得不远，景秋荣已经看到了他们2个凑在一起，看他们手指的方向就知道在商量什么事，嘴里没说几句，还起了争执。三弟生气也向他看过来，能对他不满的唯一就是女儿要跟着去流放的事。景秋荣连忙朝他点了点头，怕他不信，又急忙起身走过去，低声说了一句：“这一路西姐儿能帮上忙，小弟尽管信他，让他去。”然后拍了拍旁边女儿鼓鼓的腰身，景春熙配合的挺了挺腰杆，自信又傲娇的自己也拍了拍荷包位置，说：“舅舅，银子用了还有，吃的也很多，娘亲给备着呢。”小模样俏皮，景长宁也没觉得可爱，糟心丫头。昨天得以提前安排大管家和一众中仆，景长宁自然知道银子票子目前是不缺的，大姐也不笨，吃的穿的肯定有帮他们准备，这一点景长宁相信。但是还是一脸郁闷，也不知大姐是怎么想的，怎么会让西姐儿跟着他们去流放？这是有什么用意吗？最后半盏茶功夫，赶紧上路，闲杂人等放下东西就尽快离开。那边的犯人已经开始起身，官差也已经开始在赶人了。他们这边还算宽容一些，一是他们来得迟，可能也顾及到这边还有受伤不能行走的人，所以还给了几分面子。没时间了。即使景长宁满腹狐疑，但是也知道没有时间了。大姐的话他信，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姐会让外甥女跟他们去涉险，小小年纪还帮得上忙，一路不用人背就不错了，难道就是为了偶尔递给他1-2个荷包吗？他现在只想着先打点，不然板车和仆人也带不了，大不了先解决了官差那的事，待会再想办法不让外甥女跟着就是了。奴仆板车这一路还是极其需要的，马虎不得，不快点打点，官差肯定是不会放行的。他现在都后悔刚才跟族人在后面纠缠时间太长了，不值得。有钱鬼门关都可以打开，他就不信会录不了这几个小鬼。自从来到这里停下，景长宁早就注意到了那边的10个官差，9个穿着都一样普普通通的官差常服，跑前跑后听别人吩咐的肯定没有官职。其中一个40出头的刀疤脸应该算是小头目，也是官爷信得过的人，不然其余8个也不会都听他指挥。唯有一个穿戴整齐，这黑色旗装，领口袖口都绣着金丝的，肯定是官爷。他现在正坐在唯一一辆拉粮食和生活用品的马车车辕上，偶尔把刀疤脸招呼过去吩咐几句，刀疤脸对他唯命是从。他后面的树上还绑着多出来的一匹马，想来那就是他的坐骑了。这个是押送他们的朝廷命官，一般押送他们这类犯人的最多也就是个8、9品武官，看着面孔很生，景长宁确定他一起没有见过。景长宁没有径直朝那个武官去，而是先过去攀附上了那个刀疤脸，一小袋碎银递过去。果然本以为不会笑的刀疤脸嘴角都上扬了许多，两人说了几句客套，刀疤脸就知道他所来为何事，一点都不耽误时间，直接把他往车辕上官爷那走。刀疤脸，刘爷，景家有人找你，是大将军府的人。刘爷，罪臣景长宁，昨天父亲挨了50大板，现在生死未卜，家里男子除了我军事卫机关的孩子，怕我们扛不动，家姐给备了辆板车，还有2个中仆，还有个8岁的外甥女一定要跟着，你看是否能给路上行个方便？本来不想讲外甥女的，可是怕大姐和周伟的安排是事出有因，也担心西姐儿像麦芽糖似的沾上了丝不脱。翘着2郎腿的刘爷年岁30出头，人长得很壮实，一看就是习武之人。一开始见2人过来似有不悦，现在用眼角睨了一眼景长宁，还好不认识。刘爷这副样子就是拿乔，据说混迹官场时间不久，景长宁哪里会看不出。恭恭敬敬再迈出2步，双手把荷包递了上去，刀疤脸更是知趣的转过头，假装看不见，也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后面那群人的视线。这个时候乱哄哄的，犯人忙着排队，官差数着人数，其实也没几人注意到前面的动静。叫刘爷的接过荷包，也就摸索了几下，然后在手上掂了掂，就直接揣进了怀里，速度极快，想来平时这样的东西没少收。他刚才正郁闷着呢，这一趟押解的犯人不少，可是前来送行的人却不多，而且一个个看着都不像是高门大户人家，给带的都是寒碜的小包裹。正担心这一行没有油水可捞，可不马上就有人送来了。行内习惯，一贯对来送行的人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巴不得他们送的东西和银两多多益善，送行的人越多，说明犯人油水越足，反正这些银子最终大部分都是会孝敬到他们手上去的。和他估算的不错，这是今天第一次得的荷包，就是来送行人数最多的大将军府。荷包拿过手就知道是银票，银票最小的面额也有20两，摸上手一看厚度就知道起码有个10张。看景长宁一脸恭敬，
还算识相，摆摆手给了他一个面子，朝着刀疤脸说：“老七，过去检查一下是否藏有凶器，人也盘问几句，别让贼人混进我们的队伍中来。”然后又朝景长宁道：“兄弟们一路上辛苦着呢，喝酒的银子可不能少。”景长宁连忙谦卑的应了声：“这是自然，这是自然，少不了兄弟们的，谢谢刘爷关照。”然后跟着刀疤脸往板车的方向走了回去。刘爷说的那都是场面话，其实知道刀疤脸过去就是走个过场，这是算是办下来了。景长宁趁人不注意，又给刀疤脸塞了个小荷包，这是给官爷们一起喝酒的，还请七哥一路上多关照。刀疤脸40来岁，自然不能跟着刘爷叫老七，不然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叫七哥那是对他的尊重。阎王容易打发，小鬼难缠，景长宁把最后一个荷包递了出去，这外甥女算的可真准，多一个荷包都没有，少了也不够用。看景长宁如此识相，也不用再从自己的荷包里拿出银子去打酒，刀疤脸自然积极得很，也对景长宁刮目相看。看来虽然遭了难，这还是个不缺银子的主。刀疤脸过去看见只是一辆有点陈旧的板车，象征性的翻了翻板车上的几层棉被，连车上的油布和包裹都没有打开。唐双站着看他傻乎乎憨笑，块头倒是大，可惜是个傻子。另外那男仆还特意往前走了2步，一个瘸子又矮又小，背还有点驼，也不像是能造事的，自己走路都有点难，别说拉车了。也不打算再看那8岁的娃了，用鼻子呲了一声，送人也不送个好的。你们家这大姐也不怎么样。其实心里还想说，送辆破板车还得塞个女儿，也不知道啥意思。刀疤脸吐槽，还大将军府，连个像样的下人都没有。这女儿不是吝啬，就是家里也是个穷的。但是也想不通，大将军府的就算是庶女，还能嫁个种田的去？那么寒碜还不如不送。景长宁讨好的苦笑，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实在是家奴都被发卖了，老人身体有恙，父亲又无法自理，不然也不会劳烦官爷。走吧走吧，赶紧的马上上路，说好啊，多出来的人我们可是不管饭的，住宿也得自己掏银子。景长宁点头哈腰的表示知道了。待刀疤脸走后，才疾步走到大姐家的马车旁，径直跳到了车辕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还有功夫跟那不相干的马夫聊天。唐双则是得了舅爷和小姐的招呼，马上和瘸腿的仆人把板车拉了过去。赶紧把外祖父扛上来，把棉被全部垫好了，底下垫3层厚一点，上面盖一张，别颠着了外祖父。景春熙小姑娘声音清脆，还带着点糯丝丝的甜，上来就直接安排人，一点都不见外，还帮外祖父先垫上了软绵绵的大枕头。赵姨娘把明珠抱上来，跟她祖父一起坐。听到外祖母这一声，就知道外祖一家和侯府那一家狼心狗肺的不一样。如果换成是平阳侯府被流放，恐怕她这个嫡长女都未必可以坐到车上，更不说小明珠这个病怏怏又没有了父亲的庶女了。赵姨娘还有点犹豫，装饰也不管她，径直朝景明珠招了招手：“明珠，到大夫人这来。”哎，小明珠也不像其他府里的庶女那般唯唯诺诺又小心翼翼，听到大娘召唤就扑了过来，直接被半路的景春熙截胡了。小家伙太好玩了，头发稀疏黄黄的，但是皮肤很白，只是白的不太健康，绑了2个小揪揪一晃一晃的，由于体弱有点瘦，看着也更小，可也没影响他的可爱。1年回外祖家没几次，平时倒是没什么印象，现在光听他甜甜糯糯发音不太清晰的小童音，就是越看越喜欢。西表姐好，撞进景春熙怀里也不知道害怕，萌萌的眨巴着乌黑的大眼睛，嘴角有2个小小的酒窝，哈哈，比壮实又胖墩的普哥可爱多了。也幸亏普哥不注意，不然他肯定得痛哭流涕，姐姐不爱我了。景春熙自己力气不大，只是趁势抱起来，团子只过了他的手，就被大舅娘接过去安置在外祖父一侧，小猫咪似的也没占多少地方。景春熙安排明珠的任务是看好祖父，祖父疼疼了给他呼呼。知道了。明珠呼呼不疼，一坐上去就靠到祖父跟前，疼不疼先呼一下，让人忍俊不禁。唐双你先拉一段，累了有舅舅和大郎哥替换。其实没有小姐召唤，唐双自己就抢了2个车把中间的位置，就是打算干这个活的。小姐说了，只要不另外给他任务，他就先拉车。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吃了1大碗红烧肉，刚刚在马车上，小姐又特意让他吃了4个大肉包子，现在浑身都是力气。景春熙，好了，普哥再去亲亲外祖母，然后乖乖跟娘亲回家，都好好听话，记得等着姐姐哦。普哥这会儿已经没有刚刚离别的难过，听话的先亲了亲姐姐，然后抱抱还坐在地上的外祖母，吧嗒又亲了一口。外祖母乖乖听姐姐话，普哥等着你们回来。还有大表哥，还有一个个被他声音招呼，也忘了正是在流放，纷纷接二连三移过来，再让他吧嗒一嘴。轮到景明珠的时候，普哥有点嫌弃他，一副弱鸡样都没有他大，应该去青山庄的，去流放逞什么能？自己男子汉了都没去呢。他不想亲，可是小明珠等他过来就扑，紧紧把他抱住了。普表哥，下次玩再带你。普哥哥说在家要保护娘亲，他也有帮祖父呼呼的任务，
这次是没空一起玩了，兴许还有下次。普哥要是知道他这么想，肯定气得呸呸呸。趁着弟弟造的机会，楚春熙上去拥抱了一下娘亲，然后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保重，就把时间留给了娘亲和外祖一家。所有人都继续围在了一起，景秋荣最后拥抱了娘亲和几个大嫂，这时候眼泪才噗噗的流了下来。不想死的赶紧上路，耽误了时间，你们一个个的都吃罪不起。后面响起了空鞭声和凌乱踉跄的脚步声，要启程了。由于得了他们的好处，居然没有官差上来点他们的人数，也没有谩骂和鞭打他们的意思，终归是要走了。听到后头官差催促的声音，唐双第一个站了起来，先把伫立的布条套到自己右边的肩膀上，再试了一试合不合适，稍稍做了一下调整，才轻轻地拉起了板车把手。小姐说了，拉车得小心轻放，不然老将军会疼。他都记住了。板车拉动，景秋荣抱着普哥和米嬷嬷退到一边，尘埃落定，他忽然又不想哭了，唯有默默祈祷娘家一行人平安到达。一家都跟上了板车，景家4个郎俩护在板车的两边，他们刚刚坐的位置最靠前，现在也不想落后，落在后面总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落后不但要受官差的鞭刑，犯人之间有也容易相互使绊子起争执。楚春熙没有靠前，反而刻意落后了几步，这个时候如果让其他人，特别是外祖母、外祖父知道他跟来，肯定为他的事去是留，又得劝返一番，麻烦得很。他亦步亦趋的跟在10几个人的后面，景长宁也是最后才跟上的，跟周伟谈了一会儿话。这时候他已经知道阻拦没有用了，甚至还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景春熙，不让前面走的家人看到而节外生枝。所以景家除了景长宁，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景春熙也跟来了。他现在只是觉得外甥女这一横有点蹊跷，还是猜不透大姐把他安排来是什么用意。这点连周伟都不知道，只是告诉他说表小姐非常聪慧，兴许真的可以帮得上忙。如果只是大姐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让女儿替她尽孝。这个时候他已经猜到大姐怕是已经和离或者被休了，不然平阳侯府是不可能让自己的亲孙女跟着去流放的。可是大姐不说，他还是不想问，刚刚也没有时间给他去问。还好大姐昨天来得及时，府里还出去了不少人，也带了不少银票。刚才他也让周伟帮着照顾大姐和普哥，虽然不能享受原本的荣华富贵，起码不至于饿着冷着。至于外甥女跟着他们，大不了就多照顾1、2就是了。主要是希姐儿从昨天到今天一夜之间仿佛长大懂事了不少，没有哭啼一声，还知道安慰几个长辈，令他刮目相看。一走又是半天。希表妹，你怎么在这？中午在一片小树林，官差们吆喝说就地休息的时候，景明月回头第一个发现了景春熙，嘴巴张开好半天确认后才惊呼出声，一下炸了雷。这一声吆喝把他们家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来了，正要往地板上坐的4郎摔了一屁股蹲，直接一声哎呦，一看瞒不住了，三舅舅又一直把他往前推，景春熙只好往前面板车走，一面尬笑，嘿嘿，表姐外祖母希姐儿厉害吧？是不是做戏做的料？众人瞪着他，笑话很冷，但是不好笑。大郎、2郎更是气急败坏跑过来转悠，一贯不动声色的3郎看他的眼神也跟平时不太一样，像看傻子。走到表姐旁边，一下就被他撸了一下头，一声惊呼后他就跑过来迎他了。现在撸着一把有点气，一下用了力，发髻歪了。喝了空间里打出来的水，好像力气大了不少。跟着走了足有2个时辰，景春熙也没觉得有多累，可是被表姐推了一把，还是打了个趔趄，一下咧起了嘴。景明月可不就是气狠了吗？要不是刀架在脖子上，谁想去流放呀？表妹这么一跟着，也不知道姑母有多焦急，一下找不到想不开可怎么办？被发现实在瞒不住了，又被众人看着像怪物一般才往外祖母身边靠，还把自己的水囊递给了老夫人，狗腿的讨好。外祖母，我这水可甜了，您快尝尝。老夫人也不接，要不是看她是个女孩子，又走了这么20多里地，她大巴掌都想直接呼过去。景春熙连忙靠过去，搂着外祖母的手臂撒娇，老祖宗，我不是偷偷跑的，是娘亲同意的。再不说出来，他都担心外祖母会被气得晕倒，也幸亏外祖父又睡过去了，不然怕是也得跳起来。看外祖母还是不吭声，景春熙假装来了气耍小脾气，把水囊往他怀里一塞，哼，外祖母不信我。往已经停下的板车车辕上坐，想靠近看看外祖父是不是好了一些，可到底还是太矮，试了2次都没成功。唐双忍不住咧开了嘴笑，小姐，看我的。唐双夹着他的胳肢窝一下就把小姐提了上去，稳稳当当的车子都没动一下，看着一点都没用力。那奖励你的。景春熙摇晃着一双小短腿，像没事人似的，也不看旁边一群人的脸色，往唐双嘴里塞了个东西。唐双嘴巴动了动，小麦色的脸颊马上露出了笑意，咧出了一口大白牙。是唐双，真甜，傻乎乎笑得开心得很。他只知道甜的都是唐双。唐双拉车走了一上午，小姐预先警告让他不得回头，要不是一直拉着板车，早就憋不住回头看了。小姐一定是因为他听话，乖乖不回头才给的奖励。希姐儿，你呀，
表妹，这孩子可怎么办？儿了，怎么回事？个个七嘴八舌的对他的自作主张和任性满是失望。景春熙也没马上回答他们的话，反正说了他们也不信，还是把问题先丢给三舅舅。他没听到景长宁的回答，又先往板车上坐着的小糯米团子的嘴里也塞了一块糖，这糖又香又甜又不粘牙，是在柳絮院里收刮来的，他都没得吃过，肯定是渣爹买来讨好他那2个数子的，昨晚留给普哥一盒，空间里也留了一盒。这种东西拿出来最容易笼络人心，特别是小奶娃。小糯米团子看见他的表情是最乐呵的，手舞足蹈的，如果不被拘在板车上，肯定早早扑向他了。人没有扑到嘴里被塞了东西，小明珠愣了神，嘴巴一咂巴尝到了糖的甜味，就笑得眉眼弯弯，谢谢西表姐真甜。也不知道说的是糖甜还是西姐甜，小模样可爱的被景春熙狠狠地捏了一把脸，一下就起了个淡淡的红印子，可就是傻笑也不知道叫疼。团子好奇地问，西表姐也跟我们去玩吗？小糯米团子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多人要去哪里，还以为是去秋游呢。普表哥不肯跟他玩，西表姐真好，都跟来了呢。所有的人都侧着耳朵听他们俩说话，景春熙满脸堆笑地看着他，西表姐去不好吗？小糯米团子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好，人多明珠喜欢。糯米团子嘴巴含含糊糊，又点着头说，祖父不疼，还记得表达自己照顾祖父的任务完成的好，求赞赞。乖，又被捏一把。几床棉被垫的后，景永成没有疼的哼哼，小团子想当然祖父肯定不疼。西姐儿，怎么没跟你娘回去？你娘不得急死了。景春熙的后背忽然被外祖母拍了重重一下，老夫人不气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唐双及时扶住，景春熙得掉下车。被扶着坐稳后，双眼委屈巴巴地看着老夫人，外祖母打人。可是所有人的眼神都没给一点安慰，一个个都气着了，瞪着他看他如何信口雌黄，都以为是他淘气，几个舅母更是觉得他一上午肯定是藏哪里，才偷偷跟到这的。景春熙假装哎呦喊疼，看没有效果，立马娇憨的搂上前面瞪着他，恨不得再给他第2掌的外祖母。小嘴巴贴着耳朵，低低的声音悦耳的传到了景老夫人的耳边，外祖母西姐儿做梦很灵，抄家的事就是梦到的，娘亲让您和外祖父放心。景老夫人可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小孩子家的，为了能留下来什么话都敢说，难怪以前回来都骗得他把四郎这个表哥打得嗷嗷叫。昨天女儿回来可说抄家流放是偷听来的消息，怎么可能是小孩子做梦？他天天烧香拜佛，神仙也没良心发现，提前给他透底呢。对外孙女没办法，可刚才三儿子可是一直和外甥女走在后头的，看母亲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景长宁知道理亏，刚刚被外甥女甩包才不敢靠上来。老夫人和其他所有人更是觉得他就是始作俑者，不然心虚什么？不知道外甥女刚刚说了什么，可是天也不太敢靠近，这么大年纪了还被老娘打太丢脸了，而且侄子侄女都在呢。但还是不自觉地朝景老夫人点了点头，算是默认自己知道了。老夫人更是生气，就知道是儿子同意的，不然外孙女怎么会跟得那么久？肯定是儿子帮他打了埋伏。这么说，女儿也知道西姐儿跟来了。外祖母不气，西姐儿给您顺气。老夫人的眼神变化，景春熙都看在了眼里，应该不会大发雷霆了。外祖的好仙儿，你还小呢，不知道流放的凶险。景老夫人叹息地摸着他歪歪的发包，也知道半天走了起码20多里地了，这可怎么办？他们大将军府的女眷还好，大多都出自武将世家，就是他这已经年近60的身板，走这几十里路都还不在话下。可西姐儿可是从小教养着的，怕是8年合起来走的路都没有这几十里那么多，而且流放的路跟京城的青石板路能有的比吗？可把他心疼死了，早看见就把他赶回去，要么就让他跟着老头子一起坐车了，反正板车也够大，多做个小孩子没多大问题。西姐啊，到下一个城镇，我们想办法让人把你送回去。庄氏也郁闷得很，他们去流放本就够冤屈的，怎么能再贴上个娇滴滴的外甥女？小姑不心疼他都心疼死了，要是小子敢这样，他一定会打得屁股秃噜皮。大舅母也不怕别人把我拐了，西姐儿可不敢跟陌生人走，哪都不去，就跟着你们去流放。说完把目光转向了景长宁，流放是娘亲和三舅舅商量好的，这锅甩得非常彻底。齐刷刷的10几把眼刀转飞过来，景长宁差点招架不住，他的心里苦得很，可这个锅他也不得不背，谁叫他在后面陪着走了这么几十里呢？只能讪讪笑着说，西姐儿和大姐一样执拗得很，然后两手一摊，一副混不吝的样子，表示自己也没办法，都是被逼的。也幸亏不是平时上职的着装，不然这种表情肯定非常违和和怪异。希儿妹妹不是比我小吗？怎么走得这么远的路？10岁的四郎小声地问母亲，担心了起来，更是一脸不屑地看着景春熙的小胳膊小腿，感觉再这么走下去，他的腿肯定得断了。虽然平时两人见了着了勾心斗角，打打闹闹，两看生厌，可这时候他还是产生了维护之心。
所有人脸上都显出了愁容，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了景秋荣和景长宁，说他们不懂事，责怪他们不疼惜小孩子。司燕也觉得夫君做的有点过了，再怎么说这么大一件事，好歹也应该跟家人通个气才对。所以生气的和景长宁针锋相对，虽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嫡女，也不再柔声细语，声调也有点火爆。夫君早点说，母亲还能让西姐跟着。景长宁，我错了还不行吗？要是可以，他现在想叫景春熙姑奶奶。已经听到争执的景永成悠悠醒来，景春熙坐得最近，看见连忙把手伸了过去，好像无意一般轻轻拂过，摸摸外祖父的额头。还好，幸亏昨晚到今天都没有发高热，不然就麻烦了。说明空间里的药很有用，兴许也有井水的功劳。一下扬起眉头，王婆卖瓜，呵呵。娘亲说西姐是个有福的，来了外祖父就可以逢凶化吉。他不喜欢大家这种沉闷的气氛，既成事实，把他接纳不就好了吗？他可是来救赎的。景永成摸了摸他的小手，也知道外孙女是在关心安慰他，叹息地说：“你这孩子不听话。”声音有点沙哑，又很无奈。刚才的话肯定都听到了。景春熙呵呵笑：“外祖父，娘亲不放心你们，西姐儿也不放心。我现在能干着呢，娘亲和三舅舅都知道。”说完，捏着自己的小拳头，在外祖父眼前晃了晃。四郎无语鄙视：“弱鸡！”景永成还没知道昨天女儿和外孙女回来提前通报的事，埋怨地对着老七和大儿媳说：“女孩子家家的，别乱托付给人，大不了以后到了岭南，碰到熟悉可以信任的商队，再往回送。”不急，送外祖到了岭南，周伟伯伯再送西姐回来。这话景春熙是专门对外祖父说的。提到周伟，老将军就目光寻找儿子，景长宁已连忙挤了过去。老将军质疑地问他：“周伟出来了？”景长宁连忙看他点了点头，又看向了老夫人，最后三人都默不作声。景永成可不相信外孙女无缘无故会提大将军府护卫长的名字，他名字都记不住才对。那么现在外孙女跟过来是事出有因？周伟是跟着去还是提前去了？难道抄家的时候不在？周伟在他们家的这个位置，他可不相信抄家的人会留活口，再怎么样都应该关在大牢里。景永成被抬回来就一直昏迷着，景老夫人又不跟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有些事情景长宁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细说。可景春熙知道自己不会被遣返回京了，心里不由乐呵起来，对前面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我还在，我自豪，我为景家当保镖。小明珠不明所以，也不知道大人为什么忽然都不说话了，为什么西表姐被祖母打了还那么兴奋，但是就知道西表姐以后可以跟他们同路了，高兴。家里说话的人都同意了，其他人有想法也不会再提出异议，也知道现在不是送西姐回去的好时机，不能保她万全，还不如一直跟着。现在景明月虽然不明白表妹为什么会跟来，但也不生气了，更是凑过来也靠着景春熙，脸上乌云遮了一天，终于雨过天晴，路上有表妹作伴了。几个哥哥弟弟平时总是凑在一起，还没大没小的，一点都不好玩。明珠太小，跟他又说不上什么话，一路上耳边听到的都是娘亲和两个婶婶的唉声叹气，害得他昨晚到今天几乎都没说话。表妹一来可不就好多了吗？景明月，以后跟着表姐走，表姐力气大，走不动我背你。景春熙嘻嘻傻笑点头同意了，景明月却被大他3岁的大哥抢白了一下：“要你背，当我们不在吗？”二郎三郎忙着点头，就是论力气，你有我们力气大吗？觉得要背也应该是他们背，反正西表妹瘦瘦的也没有几两肉。四郎也凑上来，我背一小段也行。不过这话说的没那么理直气壮，还是有点底气不足。被三郎敲了一下头，你才比表妹高多少？三个舅母还是叹气，到底是小姑的孩子，本来可以继续金枝玉叶，现在跟着他们流放，可惜了。每家来2个人，赶紧的把馍馍和水囊领回去，每人一顿定量1个黑面馍馍，不够的话有白面馒头提供，但是得用银子买，20文1个。有官差一面走回头一面吆喝，听到官差的话，人堆里一下不满意的声音就出来了。可真黑啊，才出京城20-30里，1文钱的白面馒头价钱就升了20倍。黑面馍馍怎么吃呀？那可是梗死人的。嫌不好吃就自己买白面馒头啊，又不是没有。你们这是抢钱呀？这么贵，谁吃得起？埋怨的声音此起彼伏，偶尔有官差甩空鞭子谩骂的声音。嫌贵，贵就不要吃，每10人1个水囊，一天只能冲1次，想多喝的50文多加1次，想再多加也是没有的。这还是刚出京城的价格，再往后想吃都没得吃。官差一面吆喝一面讥讽地说着，偶尔还空甩上1两鞭子，完全不把他们的话当回事。想来押送犯人的路上都是这样的规矩，这样的事他们早就做惯了。他们押送犯人来回一趟3个月，得30两银子，也是风餐露宿节衣缩食，才能大部分省回去给家人用。一路上不想着多挣点银子补贴是不可能的。我去领馍馍。大郎为人老实勤快，没听长辈吩咐就主动出声，走那么远肚子也饿了，管他白馍黑馍，能填饱肚子就行。我也去。
我也去，我去领水呢。一下，另外3个狼也跳了出来，做了一下，浑身疲惫得到缓解，男孩子天生的活力又出来了。二郎心思活络，也是个有孝心的，没马上早是眼睛看向了景长宁。三叔、祖父和祖母身子弱，最好是白面馒头好好养着。说完，把手往三叔面前一摊。出发前，三叔去跟那些官差交涉，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三叔手上有银子呢，肯定是姑母给的。小机灵鬼四郎的手也伸了出来，我们不够20人，也不知道能不能领2个水囊，可能官差会让多加几个铜板呢。别去为难你三叔，娘这有。庄氏连忙去板车翻自己的包裹，三婶这也有。司燕也过去，几个舅母都人美心善，都是心向景家的，都没有藏私的想法，娘家送的东西也想拿出来共用。景春熙注意到二舅母这个时候有点尴尬的搓了搓手，没有吭声，所以习惯性的出声安排，大表哥先把黑面馍馍领了吧，水囊得要2个，外祖父外祖母的饭食西节儿有带。庄氏也反应过来，我这娘家也得带有干粮，先吃了吧，不然容易坏。司燕，我家的有些肉烧饼，可能有点干，但是可以多留几天。景长宁，你们的吃食今晚再仔细看看是什么东西，先吃大姐送的吧，银子我这有。刚才跟三舅舅在后面走路，银票和装银子的小荷包又给了他，现在景长宁的手上不缺银子。景春熙知道以后使银子的事还是让大人来比较好，像今早和官差打交道的事，但凡是他或者娘亲去，应该都不会办得那么顺利，甚至有可能会被人家敲竹竿。楚春熙早就想好了，到了晚上得把银子和银票再分一分，外祖母身上得有点暖身钱，不然老人家心里肯定不踏实，不肯吃不肯喝的，把身体熬坏。还有大舅母原本就是掌管中馈的，没有银子怎么能发挥特长？到了镇子上，说不得会给家人添置点东西，手上有银子才敢做计划，毕竟自己是个8岁娃，他肯定看不得事事都去是外甥女去安排，肯定会插手的。虽然说空间里东西可以随便放，可是银子也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然自己万一不在他们身边，有突发的事都没有用。4个狼拿了最小的小颗碎银就跑了，倒不是空间里没有铜板，而是景春熙没有想到它的用处，本身又有点嫌弃，忘了给三舅舅备了。一直一声不吭的瘸腿老仆自己从板车上拿出了个大包裹，解开往里掏出了2个白面馒头，一个递给了景老夫人，然后又拿着1个馒头转到了车头，递给了瞪着眼睛看他一直没有说话的景永成。老将军，以后路还长着呢，别想太多，先管饱。说完扑通就跪了下去。1个包裹里都是馒头，唐双和老人都知道，刚才小姐都说了是给老将军和老夫人备的，所以他才动的手，只想先不让2个老人饿着。你是小北？景永成终于得到了确认，跪在他的面前，佝偻着身子，仆人打扮的瘸子，明明记得比他年轻足足10来岁，现在却显得如此老态，可不就是小的吗？老将军，您受苦了。小北爷爷泪眼婆娑，把馒头跪着塞到了老将军的手上，看他趴着背上又受了那么重的伤，难受的很，还继续跪着侧了侧身，帮他捏捏腿，怕他躺得太久累麻了。小北眼泪哗然而下，没想到老将军还记得他，想到以前老将军在战场上威风凛凛，更看不得他现在悲惨的样子，从今天一大早见到老将军，他就想哭了。刚才20几里都是小北走在旁边一直护着他，偶尔帮他扯扯被子，走过不平的路还扶一把。景永成就算迷迷糊糊也感觉到莫名的熟悉，一直没能看到小北正脸，没想到真的是自己的老部下。你在庄子过得不好？景永成也有点泪目，明明让人好好安置的，小北怎么会苍老那么快？是不是有人不尽心，有违他的命令？在下和那些老兵都吃得饱穿得暖，有伤残的都不用干活呢。小北也只是偶尔帮人看病，只是我这腿不中用，时有复发，用了不少好药也不见好，时间久了可不就这样了吗？那你还跟着来，待会坐到我身侧来。景永成生气地看向了老夫人，似乎在生气他没有安排好。小北爷爷一看误会了，连忙解释，老夫人一直有让在下坐车的，只是我这腿也不是天天犯疼，入秋了一点事都没有，坚持个几天没问题。景春熙听小北爷爷这么说，估计他就是老寒腿或者风湿之类的，这年头确实没有什么根治的药，所以他自己作为医者也没办法根治自己，只能用药物减缓疼痛。也不知道空间里的井水有没有用，还是让他也试着每天喝一点，再不行晚上看看空间里有没有这样的药，可得把小北爷爷的腿治好了才行，别一路上外祖父还没事，他就先死，外祖父得多的伤心。如果周叔叔提前让他看到小北爷爷这个人，看他这破败的身体，他都不敢贸然让他跟着一起来流放。外祖父还记得小北爷爷就好办了，大家都很高兴。这是原本一直在北疆跟随外祖父征战多年的士兵，懂得医术，原本已经安置在了狼牙庄容养，这次是特意征求他意见后带出来的，腿脚不好，确实难为他了。一路上两人可以回忆当初的峥嵘岁月，外祖父也会觉得流放路上时间过得快些，主要是不会寂寞，老了都会念旧，特别是军人更会不时想起以前的苍穹岁月，怀念当初一起征战的老战友。我们试过命的交情了。
将军望着小北叹息，有了外祖父和小北爷爷相认这一出，也没人再关注西姐儿怎么跟着去流放的事了。刚刚准备停歇的时候，景春熙特意示意过三叔了，休息也别跟那些族人凑得太近。其实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心思，现在几家都离得远，所以也没人太注意他们这边的动静。看黑面嬷嬷还没领来，大家闲着也是闲着。景春熙从包裹里取出了一袋白面馒头，一个个都胖乎乎的，昨天让下人特意往带了做的。先塞了一个给小明珠，小家伙吃完糖，正跟凑过来的赵姨娘黏糊，得了个馒头，高兴的连忙道谢，眼睛都亮晶晶的。马上掰了一块就想往自己姨娘嘴巴里塞，但是看见旁边的二舅母，连忙先塞进她嘴巴，又继续掰了一小块，才喂到她姨娘嘴里，糯糯又甜甜的看着两个长辈真的嚼了，才笑，母亲姨娘吃。二舅母因事也不计较，连自己的生母都不孝顺，那才叫无情，还夸她两句，明珠给母亲的就是好吃。小糯米团子乐得眉眼弯弯，嘴角轻轻扬起。外祖父外祖母一人又加一个才能吃饱，毕竟两人都是大体格子，外祖母这么一路来这么走，耗费的体力大，4个塞给唐双，再递2个给小北爷爷，往自己嘴巴里咬了一个。景春熙最后看包裹里还有不少，全部连袋子塞给了旁边的大舅母，当起了甩手掌柜，然后冲咽着口水自己都没吃上的小明珠示意吃，自己也马上嚼了一大口，真甜，果然运动后普通的食材也能吃出美味。庄氏环顾四周，数了一下人数，先分一个给了老姨娘，其他再每人分了一个，剩下的也就2个了，4个去领东西的小子，待会一个人还可以啃半个，刚刚好。其实空间里包子馒头多得很，景春熙也没继续拿出来，能这样已经不错了，有点白面馒头垫底，不够的再啃几口黑面馍馍顶顶饿，不然都不吃，下一顿官差不发了怎么办？流放路上就应该有流放的样子，以后过上好日子，有对比才会萌生幸福感，特别是4个表哥，得让他们尝尝由奢及俭的困难，以后才会发愤图强。其他人分到了馒头没马上动，倒是老夫人看外孙女才得了一个，把一个馒头掰了一半塞到她的手里，让你受委屈了，吃。景春熙也不客气，拿起外祖母给的馒头就往自己嘴里塞，嘴巴鼓鼓的看其他人都不动，连忙示意几个舅母们快点吃，手一面指着嘴巴，又指向那边的几群人。众人马上醒悟，实在也够饿，早就吞咽口水了，也不再顾及那点斯文，一个个连忙蹲下身子，背靠着板车，往嘴巴里塞馒头。馒头太干，有点噎喉咙。景春熙又往包裹里掏出2个水囊，让他们轮流就着喝，自己喝这井水有力气，应该对其他人也有用，唯有健壮的身体，流放路上才没那么受罪，不然生起病来可是会死人的。馒头再大也没有几口，没一会，所有人都是3-2口就吃完，站起来，若无其事的继续散坐在板车旁边。只有老夫人和老将军还在细嚼慢咽，刚刚景春熙递给老夫人的那水囊，两人也分着喝了几次。景春熙吃完，又往包裹里掏了一个馒头给外祖母，老夫人也是大体格，分给了她，自己就吃不饱了。外祖母和外祖父可是家里的主心骨，等着你们指定前进方向呢，你们一定得吃饱了，水也要多喝，娘亲都给带着了，到了驿站也可以加，管够。4个狼领完东西过来，跑得最快，一下就窜到他们面前的是4郎，看到他们刚才一个个蹲着，特别是大块头的唐双，蜷缩着身子，仍然露在板车外面半截，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玩起了躲猫猫，觉得奇怪。景春熙忽然想搞饿，冲着最小的表哥眨了眨眼，4表哥还是先吃一口黑面馍馍，尝看是什么滋味。景春熙倒是想让大家都吃口好饭，可是刚才三舅舅说了，好东西不能一天都吃完了，饭得一口一口吃，这几天先看看大家的动静再说，不然多少都不够分的。想想确实是这么个理，其他几家人可都虎视眈眈的盯着呢，虽说隔得远了一点，可是如果不是有板车挡着众人的目光，那眼尖的肯定知道他们偷偷吃东西。毕竟刚才娘亲是来送行的，还有2个舅母的娘家人，送点必要的吃食和穿着，再塞点银子都是情理当中。不过刚刚才闹腾过了，这时候应该那些人还会顾着点面子，多少都会硬撑这几天。别，先用白面馒头垫肚子。庄氏心疼几个孩子，连忙想把剩下的2个馒头掰给他们分。本来已经饥肠辘辘，即使看见黑面馍馍就想马上啃一口的4个狼，看见那又松又软的白面馒头，再看看硬邦邦的黑面馍馍，就觉得不香了，也猜得出刚才他们干嘛躲猫猫了。算了，还是先吃黑面馍馍吧，先吃白面馒头就咽不下难吃的黑面馍馍了。其他3个狼听了2郎的话，都认同的点了点头，4郎更是一口就咬了黑面馍馍一半，这黑面馍馍像是瘦身过的，硬了不说还这么小，记得小口吃。景春熙这话说的迟了，没有4郎的嘴巴快，一下想嚼都嚼不动，嘴巴塞得满满的，非常搞笑，又生气的瞪着景春熙，心想为什么不早提醒，吐又觉得浪费，不吐又嚼不动咽不下，最后还是庄氏看不得他的模样，给他递了水。其实黑面馍馍更管饱，但是得一小口一小口的细嚼慢咽，才品得出它中间甜甜的香味。看4郎的样子太狼狈，
景春熙再次提醒，杂粮馍馍就是这样，越是细嚼慢咽，越觉得香甜。但是狼吞虎咽可就受罪了，这是他前世挨饿时总结出的经验。那我再吃一个。唐双听小姐这么一说，忽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不应该吃那么多白面馒头，应该可以省下2个给这几个主子的。看刚刚吃了馒头的人，谁都没有继续吃黑面馍馍，黑面馍馍也不少呢，忍不住伸手讨要。景春熙，唐双连我那个也吃了吧，吃不完先放口袋里，留着路上吃。但是记着了，一定要咀嚼30次再往肚子里吞，不然容易卡喉咙伤胃。唐双看着手上的2个黑面馍馍，左看看右看看，好一会儿才往自己的嘴巴里塞。这个我小时候吃过，大哥大嫂吃3和面，说我不会干活，让我吃黑面窝窝。他大大的嘴巴只咬了一小口，然后听小姐的话慢慢咀嚼，但是眼睛一直盯着远方，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看那眼神就知道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看着让人心疼。可他们还是高估了人性，知道有不要脸的，可不知道有这么不要脸的。早上还说着怪话，对他们咄咄逼人的那老太婆又跳出来了，看着已有60来岁，身材肥胖矮小，额头窄，颧骨高，眼神凶恶，却长着一副双下巴，瞅出了新高度，一看就不是好相与的。还说照顾旁支的孩子们，给孩子们读书，你们看他们还没走出京城呢，就开始吃独食。就是，我都看见他们吃白面馒头了，凭什么他们吃白面馒头，我们吃黑面馍馍？那儿媳妇跟他倒是新奇，像蛤蟆一般，一跳就是一起跳的。不行，要吃也得一起吃，如果不是他们，我们哪能遭这样的罪？今天还是第1天呢，就开始区别对待，我可不相信他们会对留下的孩童们一视同仁。赖皮的蛤蟆果然就是喜欢凑在一起的，而且一起蹦的就没有好东西。紧跟着跳出来的又是族里另外一个40多的妇人，就喜欢跟着婆媳俩凑在一起，刚才也是坐在一起的。听到这样的话，所有人的目光都往他们这边看了过来，又有3个妇人虽然不敢出头，但是也站起来往前10来步，凑近想看是不是真的有白面馒头吃。小明珠本来还小口小口的细嚼慢咽他那半个馒头，这回吓得连忙全部往嘴巴里塞，太大口一下又咽不下去，差一点被噎着了，小脸涨得通红。赵姨娘手忙脚乱的连忙先拍他的后背，让他先咳出来，再往他嘴里喂水，还给他揉了一揉胸口，咳出来那口馒头也没舍得扔，本想继续喂小团子，可看他刚才咳得有点难受，又没喂进去，左右看看没人注意，干脆塞到自己嘴里。小糯米团子缓过气来后很生气，朝那几个人指了指，骂道，凶狠狠地骂道，坏人！对这种给脸不要脸的人，楚春熙实在看不下去了，拍拍手跳下车辕，直视着已经快冲到前面的那个老太婆。老太婆过来就直接指向拿着白面馒头正在微抿，不急不慢好久才吃了几口的景老夫人，而躺着的老将军吃东西不方便，也正在细嚼慢咽，一个馒头都没吃完。楚春熙心里骂了一句，跳到了外祖母的前面，你谁啊，死婆子，没出京城就开始讨饭了。这时候大郎几兄弟手里拿着的全部是黑面馍馍，装饰本来打算分给他们的那2个馒头早就藏到了被子下。再就是唐双一手一个黑面馍馍，老老实实听小姐的吩咐，一口嚼30下，所以这么久也没吞下2口，正觉得小姐说的不错，黑面馍馍果然是有点甜味的呢。看老婆子冲着小姐来，把一个馒头往自己的怀里一揣，另一个继续攥在手中，连忙冲到小姐和老夫人面前。几兄弟也冲到了唐双旁边，把板车挡在后面。景长宁夫妇和2个大嫂还有景明月本来坐在一起，这回都站了起来，不过没有走过来，离板车也就7、8步远。大郎怒喝，死婆子倒是有脸，难不成还想上手抢不成？老婆子不敢上前，但是口中振振有词，还对他们说起了大道理来。要说论老，这里还是族长和我老婆子最老，我那孙女也不过3、4岁，老辈小辈都在这呢，有吃好的也应该紧着我们。楚春熙都被气笑了，老婆子说的理直气壮，真的不要脸，还怂恿着旁边的几个妇人，他们能吃，凭什么我们不能吃？4个妇人倒是没有说话，他们也看到人家几个孙子手上啃的是黑面馍馍，可还是看着他们一家人脸上都是不忿，更觉得老太婆说的话有理。眼睛盯着老夫人手上的馒头，老婆子那儿媳妇还踮起脚尖，一直盯着板车那看，贼眼溜溜的，恨不得板车上全是馒头。唐双拿着个黑面馍馍，慢悠悠的侧身2步，挡住了那妇人，悠哉悠哉的把自己手上的黑面馍馍在他们面前晃了晃。黑面馍馍好吃。4郎有样学样，把黑面馍馍放到自己嘴里，狠狠的咬了一口，也把手上剩下的高高举了起来。远远的好多人都看其见了，人家的孩子奴仆个个都还是啃黑面馍馍呢，哪里有脸上门来抢？3个妇人知道理亏，知趣的退了回去，赶紧啃自己的黑面馍馍去了，再不啃恐怕都没自己的份。家里那群男人一个馍馍下去肯定不顶饱，万一把他们的全吃就得饿肚子了。可是那对婆媳还有另外一个妇人很不甘，还是盯着景老夫人贪婪的看，那副样子恨不得就上手抢了。景春熙刚才听到后面的舅母们小声咕嘟，知道这老太婆姓王，是外祖父隔了3、4代的堂嫂，
平时只知道跟着隔得近的亲戚来打秋风，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已经出了五福了。如果不是为了利益跟其他族人走得过近，可能都不至于被流放。这是我娘买来孝敬外祖父外祖母的，我们都舍不得吃，你有哪门子脸颠上来想吃一口？你老你还有理了？小心老天爷专门找老的收。景春熙两世加起来20多岁，也不是白活的，对人的话张嘴就来。再说我自己和舅舅舅母、表哥表姐，还有带来的下人都还舍不得吃一口，照样吃的是官差发的黑面馍馍，就想省几口给外祖父外祖母多吃一顿。你以为你是我们祖宗？景春熙说完，抢过唐双手上的一个黑面馍馍，直接咬上一大口，还做了一副大嚼特嚼的模样，吃得津津有味。不过他也只是嚼着做做样子，不敢很快往下咽，怕把嗓子卡痛了。呵呵，你娘谁啊？你娘能给送白面馒头，你还能被流放？怕不是野种吧？那老婆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脑子倒是快，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她已经记起来她是景秋荣的闺女，冲过来那样子像是要把景春熙给吃了。看谁敢欺负我表妹，你才是老野种，要不怎么老是朝人乱吠。那边的二郎三郎上前一步，不知道是谁把景春熙往后拉了一把，挡了个严严实实，可还是顾及到老婆子的年纪，没有动手，只是捋了捋手臂。娘啊娘啊，干架马上就要开始了。景春熙好想几个表哥捶那老婆子几锤，或者设计绊倒他，都想好呐喊助威的词了。老太婆胖乎乎的又矮，唐双两拳也可以把他打倒，根本就不用怕他。西姐儿，你退后，看我不一掌把他打飞。大郎哥英俊威武，一下就来个降龙18掌的姿势，马步很稳，威风凛凛，宛若马上要上战场的将军。几个小子的这个阵势，就是光练练也把王老太婆唬了一下。他冲上来的脚步顿了顿，可是冲得太猛，差点没站住。如果不是他旁边的儿媳妇扶了一把，肯定来了个狗啃泥。可能是觉得在人群里落了面子，嘴巴仍然不饶人，一副死猪不怕烫的样子。你们倒是动手啊，我站不起来就睡板车。看后头没有人跟上来，只能狐假虎威，悻悻地退后2步，瞪了一眼他那没用的儿媳和已经退缩的另一个妇人，骂了儿媳一句没用的东西。苏轼也就人多的时候敢怂恿旁边人先冲，然后跟在后面，人少的时候当缩头乌龟。老太婆嘴里仍然嘟嘟囔囔的，一脸不屑地盯着大郎和景春熙。外孙女都跟着流放了，别不是。明明已经转不动的肥胖身体，忽然就转了过去，朝向那边的族人咋咋呼呼。他家女儿送的，女儿好呀，哈哈，一定是被休了，连外孙女都跟着一起来流放了，亲女儿都没法养，谢谢了，哼，还帮你们。他的话在人群里像是掀起的雷猛然炸开，其他人忽然醒悟一般，所有的人都望过来，实在是景春熙的年岁在那，一看就知道是今早跟来的侯府那小姑娘。瞧仔细的人都纷纷往后面传，一下人群里真的炸开了锅，每一个都知道侯府才几岁大的小姐姐也流放了。原本低着头认真啃馍馍的人，还有那些吃饱原本等着看戏的人，脸都变了，有幸灾乐祸，也有一脸错愕的。这样一来，什么想法的人都有，个个脑子像车轮那般翻转。就连大将军府的人都吃了一惊，刚刚才知道西姐跟着来，不理解再多的就是痛惜，一下都没缓过劲来，还没想到这一茬呢。难道平原侯府连亲孙女都不要了，还能同意他跟着一起去流放？秋荣想要瞒着侯府，可瞒的一时也瞒不了多久呀。西姐儿，过来，外祖母问你。趁其他人还没有提出更多质疑，景老夫人放下手里的馒头，招呼外孙女。她的心刚刚猛然缩了一下，突然有点扯疼，女儿那有事了。西姐儿，后面的声音景春熙恍若未闻，嗡嗡的听到的都是前面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话。现在不是跟外祖母解释的时候，得把前面的事情解决了才行，不然族人得乱。刚才我看就不对劲，都没注意到平阳侯府的嫡女都跟来了呢。如果平阳侯府还讲点情分，刚刚送行的时候怎么才秋荣几个人？对啊，就算是侯爷和世子不能相送，起码也应该来个管事的。如果不是被休，堂堂侯府的嫡孙女怎么可能跟着流放？能护着我们那么多孩子，怎么不护他在京城？你们都被骗了，还指望着他们帮衬着孩子们，怕是都自顾不暇。王老太婆继续喋喋不休，妖言惑众，就是别被他们蒙骗了。完了，我的儿啊，我的命好苦啊！一下就引起了蝴蝶反应。离得最远的2群人七嘴八舌闹哄哄的，还有的妇人婆子已经嘤嘤的哭了起来，个个想起自己留在京城的儿女，就连男子都起了悲观情绪，默默流起了眼泪。还好二叔公那一只还算镇定，起码没被王老婆子鼓动，可还是有人不放心，也有人站了起来，想上前来问个究竟。这样一来，场面就乱了。不止刚刚退下去的那几个妇人，连男人都上来7、8个，活络的11、12岁孩子更是不少，都担心家里的弟弟妹妹怎么了，有的对他们怒目而视。一直缩在后头闷声不吭的族长景永胜，许是看到触及了自身的利益，不知什么时候也凑了上来。这时候拨开那个老钱婆，冲上前质问：秋荣真的被休了？
那他说收容和教养我们这只孩子的事还做不作数，合着是想诓我们呢？这阵势来势汹汹，景长宁挤到了孩子们的最前面，大郎也紧跟其后。景长宁，我大将军府做事坦坦荡荡，说到做到，绝不食言，景家的嫡女也不例外。又是一阵沉默。二叔公景永坚，孩子没事就好，都散了吧，我们也就能指望那几个孩子了。孩子有了着落，我们辛苦点也没事。娘家没指望了，夫家还那么狠心，秋荣怕是也难了，都体谅着吧，谁家没有儿女啊？对，都是自家人，互相体谅，得过且过吧。他们听到了，后面说着宽慰和理解话的声音是来自和他们最亲的二叔公一支，出来劝解的两个年轻点的妇人是二叔公的两个儿媳，也不过20-30岁。这一支平时跟他们相处还算融洽，自然也相信大将军府不会弃他们不管，再难也会帮衬一把的。你们家得力最多，肯定会帮着他们说话。这孩子才几岁，只有你们信他一个女娃的话，女子被休了，嫁妆还能还回来？女儿下人都养不起，往这里推了，你们尽管信，反正我老婆子是不信的。老钱婆继续岔开腰骂，不但骂他们，也骂刚才帮着说话的二叔公一直那几个妇人。话闸子打开，也有几个妇人跟着起哄开骂的。原本对着大将军府这边，这会变成分成两派，也和景永坚这一脉怒对上了，只是还是都不敢靠得太近。有人在人群里帮着起哄，声音大得很，31个娃呢，别说读书，怕是吃饭都成问题。真的顾得过来吗？柴米油盐都要花不少银子，更别说笔墨纸砚了。庄子里有那么大的宅子，别不是把孩子们都丢在棚子里吧？这都入冬了，想想自己穿着薄袄子都有点冷，一个个缩起了脖子。这样的话，把本来已经劝退想回去的人脚步又转了回来，有孩子的人家甚至直接逼上来问他们把孩子们怎么样了。更多的人是冷眼旁观，还是想等他们怎么解释，静观其变。没有出头的还是占多数，只是心里怎么想就不知道了，只是脸色都不逊，更有一些围在一起嘀咕，别用你们的歹心换我娘亲的真心。景春熙把黑面馍又塞给了唐双，像个炮仗一样冲到了三舅舅的旁边。唐双心急，半个馒头不知道应该继续往怀里塞还是怎么，最后看四郎嘴巴还张得老大，干脆往他嘴里一塞，跟小姐后头冲了上去。有什么不可能？你以为所有出嫁女都是狼心狗肺的吗？就是为了外祖父外祖母，为了景氏一族，为了那点嫁妆能拿回来，我娘亲才自请和离，条件只有一个，带着我和弟弟出府。如果不是弟弟太小，又想着照顾京城这些孩子，别说跟着流放，娘亲都会去岭南帮外祖一家先安置。就为了快点安置那31个孩子，我娘亲才没有时间跟平阳侯府掰扯，白白损失了好多大件的嫁妆，都是为了谁啊？大家都知道，我娘出嫁时10里红妆，嫁妆银子、银票、首饰细软，庄子铺子宅子是不少的。别说31个孩子的吃饭穿衣不成问题，读书也最多是请个私塾先生的事。景春熙感觉口干舌燥，声音太小，又怕他们听不见，担心没有威慑力，咳了2声，停顿了一下。景春熙又慢吞吞一字一顿继续大声说，不过你们也别想着他们吃白食，我娘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养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懒汉和白眼狼，到了庄子饭得吃，是得做，只是不冷着不饿着他们罢了。你们也别想着他们养尊处优，继续原本的小姐少爷生活，学好学不好也是他们的事。若是想有事赖上我娘想法，或是有更好的去处，你们尽管把自家的孩子领了去，省得累坏了我娘。主子好威武，插着腰虎着脸，明明那么冷的天气，脸都涨得通红，一口气说的都不带歇的。唐双是又佩服又心疼，连忙往他手里塞了个水囊，怕他一口气喘不上来。接过水也没马上喝。景春熙继续说道，我娘是和离了，可是一点都不丢大将军府的脸。我和弟弟以后就是景家的人，以后我叫景春熙。你们谁家没有外嫁女给你们送银子送东西了吗？一个个的白眼狼，连件衣服连口馒头都不会给你们送，家家纷纷的跟你们撇清关系。你们倒是有脸了，有本事让自己的女儿送来啊，眼馋我们家几个馒头算什么事？老夫人都没想到外孙女变得那么能说，在后面默默听，她也没有靠前，到现在才发了声，都是分了家隔着辈的。本来呢，以前大将军府帮了大家和族里这么多，现在落难了，你们几家还我一些也是应该。听到老夫人的话，挡在她前面的家人连忙向两边挤，让前面空出来，使得景老夫人直接面对着众人。可现在都是流放，你们也别想着吃我们的血，但我们的肉，我家秋荣的嫁妆银子也是有个度的，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你们也别恨，最好也别有什么觊觎之心。再就是，如果对皇上的判决有什么不服，不怕死的，尽管向官爷提，到了县衙，官爷自然会给你们报上去。这句话让有些出头的人脖子缩了缩，可也没有退后。景老夫人继续说，流放路上远着呢，就不信你们身上都没有点银子银票。虽说不宽裕，需要紧着点花，但是为了保命该用还是得用，别省下了钱却没有命到岭南，一点银子都没带的，这一路上官爷也不会亏待谁。现在人人都变成了庶民，有口吃的就不错了，摆正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做人，
别还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自己没本事就别想着赖上别人吃香喝辣。这70-80人的口粮是官差负责，朝廷可没叫我们管，以后知趣的就还是亲戚，要是不讲道理的，我们只能打回去。大郎4个听这么一说，马上摆出了阵势，一个个挥了挥拳，就连板车上的小糯米团子也有样学样，2个拳头都飞起来了，还牙齿咬得咯咯响。他什么都不懂，就是懂得有人要欺负他们，想抢他们的馒头吃。在这里，老身也给你们说清楚了，别想着参依靠我们大将军府到了这般田地，不求你们1分1毫，可是好吃的好穿的肯定是要先紧着自家人，有多余的就是想帮衬点族人，也不会便宜了狼心狗肺的白眼狼。王老太婆，你们一家可听清楚了，以后我们要是给族人发什么东西，你们一家可不要凑上来，这一路你们就自生自灭吧，我们没有你这门亲。外祖母的话让景春熙听得津津有味，唐双抢过他手里的水囊，把塞子拔了，一个劲的劝着，更想着加油鼓劲，主子别气喝，你也喝完了再骂。嘻嘻，万一老夫人骂完了想喝水，小主子还可以换着骂。其实有外祖母撑腰，景春熙也不打算再骂了，一口气说这么多话，真真实实的太累，难怪说泼妇骂街都能够骂死自己，太不值得了。可是这王老太婆怎么就没把自己给骂死呢？直接在这里躺尸多好。景老夫人这话确确实实是把所有人族人都唬住了，都知道这话确实是在理的，也相信景家女确实手上有银子。景秋荣出嫁的时候可是请了全族人吃席的，这里除了当时没出生不在家的，所有人都来大将军府吃了席，自然知道他那份嫁妆丰厚的程度。京城除了公主，怕是独一份，想想既然是和离，嫁妆肯定大部分是可以归还的，不然也过不了京城那些高门贵府的嘴，侯府敢不还，侯爷那心窝子都能被文官口诛笔伐，在朝堂上戳个鲜血淋漓。景春熙也不担心以后有不同的传言传到族人的耳朵里，平阳侯要面子的很，肯定不会传出他娘亲和离了还会净身出府的事，以后到了岭南也会和京城的孩子有联系，从通信知道孩子们在青山庄都能吃饱穿暖，还能上学，族人们也就放心了。这些族人如果能老老实实相互尊重的话，一路上帮衬一把还是可以的，反正空间里的粮食衣物钱财多着呢，多一点不嫌多，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但是实在有不知趣的，他也不怕真的会被分出去，他们还有周伟伯伯做后盾呢，也不是没有胜算，安全到达岭南，再不行这么多银子在手，再收买一点人，或者找个商队镖局在后头护送也不难。族人里有的怕了，也有的还是有懂道理的，已经在开始劝导，大部分人也不闹了。这个时候孩子们能有饭吃有衣穿，又能读书，安安稳稳就算不错了，哪里敢强求以前的富足生活。要真闹起来，别人真的不管怎么办。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围上来的人也渐渐退了下去，有的人继续啃自己的黑面馍馍，有的人吃完了茫然的呆呆坐着，总之就是看过去满地都是人，黑压压的。招呼几个孩子重新退回板车，景老夫人这时候才感叹，小小的西姐儿怎么想就怎么说，还说得挺有道理，难怪那么小就敢跟着他们一起去流放，到底是心机缜密，也长大了。女儿确实教导得好呀，这番话怕是家里的几个儿媳都未必想得出来，想得出来也不敢那么理直气壮的去对族人，对面的可是几十个都比他大，比他高一大截的咄咄逼人的族亲。只是想到女儿和离了，心里那口恶气还是吐不出来。老夫人继续坐在车辕上，没有跳下来也没靠前，慢悠悠又语重心长的继续大声说，是啊，娘家风光的时候，出嫁女都想沾点光，可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我大将军府的嫡女有孝心懂礼数，不怕事也经得起事。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家中没有女儿？嫡女也家家都有吧？谁来给你们相送？谁敢揽下整个全族孩童的事，怕是亲外甥送上门，还要往外推吧？西姐说的话也是我这一支的意思，是我老婆子和老头子的意思，在这老夫也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要想撇清，尽管尽早，省得走远了传话回去不容易，浪费了秋荣的嫁妆，他舍得我大将军府还舍不得呢，白花花的银子也不是白来的，那都是我景家儿郎用命换来的。刚才想要闹事的人，怕是在京城没有留后吧？大夫人庄氏这时候也在老夫人旁边插了一句。族人面面相觑，有的人马上醒悟了过来，可不就是那王老婆子可不就是绝户，他那一房3代独子，最后一个孙子讨孙媳妇刚生下曾孙女没1年就跟人打架斗殴被杀了，现在就剩下婆媳2人，还有刚刚20出头的孙媳妇林氏和4岁曾孙女巧巧。难怪王老婆子就是看不得我们好，想让我们这几只都离了姓，真是司马昭之心，恶毒啊！他就是在挑唆，你们别傻愣愣冲上前被他当枪使。说这些话的除了二叔公一家，已经开始多了一些人，有些人有时候并不是不明事理，而是利于当前往哪边偏。一直坐在老族长他们旁边的另外一支族人景永强这一支的和族长景永胜是亲兄弟，刚刚跳出来的人不多，说的话也少，显然跟族长这一支也并不是太和谐，只是有几个随风摆而已。显然现在也知道不对，
有的甚至开始劝阻起旁边的人。二叔婆孙氏在宅院里当了几十年的家，那王老太婆的这点伎俩她还是看得出来的。她转身又对身边的2个儿媳妇说，别管他们，让他们自己蹦跶，就是那2只也别靠太近，有利益的时候就贴上来，遭了难又想撇出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二叔公赞同的对自家老太婆点了点头，老七和他心里想到一起去了，更是叮嘱身边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都听你娘的，你们看看伯父家的人，再看看那边的一盘散沙，就知道应该跟着谁才有活路。那王婆子婆媳退回去，刚才跟他做的禁族人都纷纷跟他们拉开了距离，那婆媳更是气急，逮着人就骂。怯怯坐着不敢看人的孙媳妇林氏，年纪不大，可是高高瘦瘦的，眼窝很深，看着身体不是很好，被搂着的巧巧不但瘦小，而且头发干枯，个头也跟景明珠差不多，只是气色就差得远了，跟他娘一样怯弱，眼睛无神。想来母女2人失去了丈夫的依靠，没少受这婆媳俩搓磨。巧巧这么小，应该也是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才一起带出来流放的。王老婆子自觉在众人面前丢了脸，气狠狠地放话，有后没后，到了流放地才知道，别以为别人给口饭吃就能活，以后受尽搓磨怎么死的，怕是都不知道，别人画个圈，你们就以为是个饼了。好歹我一家4口都能待一处，要死也死在一块，你们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留在京城的儿孙都不一定。老婆子嘴巴恶毒，看所有人瞪着她也不知悔改，还不停地唠叨着风凉话，更是诅咒起族人的儿孙来。人群里他们这一支有的妇人听不得，站起来就跟他们婆媳俩撕扯了起来，而且加入的人还不少，你一拳我一脚，有的妇人明着是劝架，实际是在拉偏架，把那婆媳2人扎扎实实打了一顿。男人们也不拆架，甚至有人吹起了口哨，鼓了掌，10来岁的小子们看没有人制止，甚至吆喝了起来，打，使劲打，扯头发，真笨。一下吵吵闹闹的，谩骂声、殴打声连成一片。这回轮到他们大将军府的人啃黑面馍馍看戏了。景春熙是看得一高兴，又给糯米团子和糖霜分1颗糖的那种，最后连景明月和4郎都分到了1颗。干嘛？走路不嫌累是吧？不休息就马上起身赶路。一开始官差们离得远，根本就没理他们，乐得嗑瓜子。后来看到打架了，以为是大将军府这一支被欺负，到底吃人手软，刀疤脸还过来看了一下，看没有他们什么事，干脆不管不问。那婆媳2人他早就看不惯，想治一治，现在不用他们出手，巴不得打狠一点。最后王老婆子被打得鼻青脸肿，像只赖皮的蛤蟆，更难看了。苏轼则是走路一拐一瘸，头发还滴着血，如果不是最后官差担心打坏了走不了路，过来吆喝了几声，又甩了几遍空鞭子，不知道还打成什么样，但是终于老实消停了。王婆子还靠到老族长那坐回去，跟老族长告状，跟只苍蝇一般，不但丑还嗡嗡嗡的。族长也烦了，呛声道，不怕死你们就继续做，要么就滚一边去，别再靠着我们这一支。这话终于有了点威慑力。王老婆子本来就不属于他们这一支，是硬贴上来的。王老婆子也真的怕被赶出去，声音终于停歇，挪到自家的地盘去了。不跟着他们还能到哪去？他这一支男人都死光了，就是过不下去，不然也不会想着天天打秋风。景春熙虽然看了一场好戏，可是说笑笑过后，心里愤愤的，还是觉得气没有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反正这梁子是结下了，他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也觉得那闷声不吭，不说一句公道话的老族长话，连自己那一支都不关心，也不维护，真不是个东西。别想着靠他来凝聚全族的人心。也许是看出景春熙的表情，担心他心里过不去，二舅母三舅母拉住他，劝他坐下，西姐还小，不用事事都出头，还有祖母和舅舅舅母们呢，好好歇一下，留点力气赶路。景长宁也过来摸了摸他的头，安慰着说，是舅舅没用，可舅舅是男子，也不好跟这些泼妇掰扯，以后万事还有三舅舅和几个表哥，西姐还小，冲锋陷阵的事让舅舅来，冲锋陷阵的我们4个来。四郎的话最多，以前回来总喜欢斗谱歌，又惹西姐生气，也一直站在明月姐姐一边的，这回忽然对西表妹有了兴致，就差搬凳子过来他旁边坐，直接做他的迷弟了。景春熙才不稀罕他，4个表哥里面最毛毛躁躁，做事情不经脑的就是他，不然以前回外家也不会起那么多纠纷。他一点都不讨喜，个头比他大，可做起事来幼稚得很。其他3个郎听了三叔的总结，也觉得他们挺没用，明明个头拳头都西表妹大，可刚才他们都在干嘛呢？官差刚刚说是马上就走，其实也就是叫他们消停，现在却是不催了。刚才一直隔岸观火的官差，看事情没有往嗑瓜子的方向发展，也就打起了瞌睡来，说是再停2刻钟才走。所有人都回归自己的阵营，也不好意思再盯他们这一边，有的人直接躺到地板上像死猪一样，也有的背靠背打瞌睡。其他几支的人个个饥肠辘辘，从昨天被收监到现在，也只有今早吃了一个黑面馍馍，肚子里早就空荡荡的，可是黑面馍馍吃完了，谁也不敢多喝，都是有定量的，互相依靠打盹的希望，睡着了就不饿了。也幸亏是第一天，他们这一支一个个的身体还算健朗，
又是空身上路，还算没有头昏眼花的现象。这回吃了馒头，又喝了甘甜解渴的井水，倒是没感觉有什么困意。看老夫人吃完就靠在挡板上眯起了眼睛，装是想靠前问一问景春熙。他娘亲和离的事被殷氏和司氏识破，轻轻挡了回去。其他人很自觉的也没有提这件事，主要是担心把外甥女弄哭了，流放路上时间还长呢，以后再慢慢了解也不是不行，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事实已经形成了，就算没有被流放，最多也就老夫人带上他们妯娌3人集体上侯府的大门过过嘴瘾，把所有嫁妆全部搬回来，再让人把那个景春熙口中的渣爹打几顿而已。舅舅，馒头管够。景春熙悄悄地对着舅舅的耳畔说，又给他塞了一个馒头，生怕他不知道自己藏有东西。不急，大家先吃几天苦没事。景长宁按了按他的手，让他不要太着急，但是把馒头揣进了怀里，没有马上吃。景春熙知道舅舅的意思，一路上除了预防旁边人的窥探，也有点静观其变的意思。看几个表哥倒是吃得挺香的，还说那黑面馍馍有嚼劲，一个个都听话的细嚼慢咽。等4个人都每人吃完2个馍馍，庄氏才把那2个馒头让他们分了。4郎裂开大白牙齿就笑，果然，如果真的先吃白面馒头，馍馍我肯定咽不下去。3郎娜把那半个馒头递给他娘，还是黑面馍馍顶饿，2个下去再灌几口水就胀胀的。殷氏笑得一脸欣慰，自然没有要他的，吃吧，娘刚才吃了一个，怕儿子不信，又指向旁边的人，所有人都吃了一个，委屈你们了。4个郎个个露出一口大白牙，不委屈，黑面馍馍好吃，刚好可以多吃你们一个馍馍。景明珠靠在娘亲身上，一面吃一面皱眉，就知道这黑面馍馍难啃得很。不过她也就是啃着玩，姑娘家的在家本来吃的也不多，白面馒头那么大，也差不多可以顶饱了。不过被娘亲安抚了一下，从手里掰给她半个，她还是就着水细嚼慢咽，神态动作都极有淑女风范。但是大将军府的女孩子也不是那种扭捏作态、柔柔弱弱，动不动就哭人闹人的。景春熙喜欢。舅舅，我带的水比较甜，你多喝几口，吃点甜的走路带劲。楚春熙把自己的水囊递过去，又抢过刚刚从官差那里领来的水囊，想着趁人不备偷偷换上井水。行，你也赶紧靠着舅母眯一会儿，不然走路没有力气。景春熙没有过去，而是又回到车辕上，从包裹里又掏出一个馒头，掰成2半，一半给了小明珠，一半塞进自己的嘴里。这小家伙一直躺在板车上，想睡就睡，许是看戏还没过瘾，看见西表姐就眉开眼笑。楚春熙无力地咧着嘴，笑容不太真诚。吵架不但累，还会消耗肚子里的馒头。他感觉自己肚子里刚刚那一个馒头应该已经消化殆尽。小明珠捂着自己的小肚子，小声说饱了，不像是作假，又把馒头塞回给他，软软糯糯的，声音很小，一脸敬仰地看着西表姐，还朝他伸出了大拇指。西表姐棒棒的，然后拍拍自己的小身板，自言自语又加一句：明珠快点长大大，帮表姐骂人。景春熙忍俊不禁，谁想小明珠话还没完，骂死老太婆。景春熙，好吧，你厉害，我等你长大。小北爷爷坐地上，把头靠在矮一点的车辕上，也不打盹，反而看着他们2个，眼睛都不眨一下。狼牙庄里的兄弟们后来讨了媳妇的没几个，生了孩子的更不多，在庄子里那些天天滚泥巴、淘气的不成样的他都稀罕得很，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粉嫩乖巧的女孩子。表小姐刚刚是真的虎，可惜不是个男的，不然肯定可以和老将军一样驰骋沙场，保家卫国。小北爷爷，以后你就坐板车，方便照顾外祖父。爷爷以前行军惯了，不累，待会表小姐坐。景老夫人听到他们对话，睁开了眼睛，也强打精神对小北点点头说，腿脚不好，你还是坐车吧。老夫人这么一说，小北爷爷更不好意思了，哪有主子走路，自己一个下人坐车的道理，老夫人的年岁也比他大呢，可是又有点词穷，不知道如何拒绝。最后他嘴巴蠕动了一下，说，那在下跟表小姐一人坐一程。其实走那么远的路，说腿不疼他是骗将军的，但是刚刚吃下了白面馒头和几口甜丝丝的水，他好像感觉腿没那么疼，也没那么累了，到时候都让小姐坐着就好。姨奶奶累吗？景春熙又转向了看着比外祖母还老的前老姨娘。以前就听娘亲说过，府里这个老姨娘无儿无女，话也很少，终日青灯古佛相伴，是跟外祖父从边关回来的，说的话跟京城的也不太一样。谢表小姐关心，奴婢不觉得累，以前在北疆还洗衣做饭劈柴呢，走这点路不算什么事。老姨娘又把眼神转过了老夫人这，夫人也别伤心，妾倒觉得临死前还能再出来走走，松松这把老骨头，再次见到外面这么阔朗的天，其实还挺好的。老姨娘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褶子又深了几分。其实她年纪比老夫人年轻几岁，只是出生在北疆，又跟着老将军在那生活了几十多年，风吹日晒的人比较显老，不过腰不弯腿不瘸，看着身板倒是还算硬朗。听说岭南气候和风情和北方都不一样，看看也好。老夫人的话里有无奈，也有叹息，似乎并没有期盼。
唯一向往的可能只有小孩子了。景春熙又掏了2颗糖，一块给表姐，一块给唐双。唐双错愕地推了过来，婢子又吃了2个黑面馍馍，肚子有点吃撑了，早知道就不贪喝那2口水了。还是主子自己吃吧，别老想着奴婢。唐双怕小姐不信，还拍了拍自己已经有点微微凸起的肚子。4个馒头2个馍馍，再灌一肚子水，如果是平常人不撑死才怪。景春熙，放心吃，吃了还有，重活累活还指望着你呢。老夫人这会也看着唐双笑，示意他吃吧。这孩子西姐儿也不知从哪得来的，可真实诚。唐双看所有人都看着他，也没觉得不好意思，老老实实把糖块放到嘴巴里含了起来。这可比白面馒头好吃多了，也只有小姐才会给他吃。景明月得了糖倒是没有推辞，刚才得的那一块还没舍得吃呢，放到嘴里咬了一口，甜丝丝的，嘴角就起了笑意。但是剩下那口也没继续吃，而是塞给了小明珠，故意用长辈的口吻教导他，留着，别一次都吃完，西表姐可没那么多给你。小糯米团子高兴地点点头，用张小帕子包了起来，又藏在板车的一个角落里，跟个偷吃的小仓鼠似的，一直冲着大姐姐笑。这一路最高兴的就是她了，她还是第一次坐板车，以前被姨娘拘在小院里，很少能出来。现在面对着一大家子人，可真好玩呀！而且好东西大家都紧着她，就是外祖母、外祖父看着她的眼神都很和善，偶尔也会夸她几句。以前看见大姐姐，她也不敢靠近，大姐姐也很少跟她说话，现在大姐姐冲她笑，还分给她糖。好幸福呀！半个时辰真的没有多久，官差又催着启程了。西姐儿，坐到外祖父旁边来。临出发的时候，所有人都招呼西姐儿往车上坐，楚春熙也不客气，看小不点坐在靠近板车中间，他就坐到前面靠近车辕的位置，跟小糯米团子在同一侧，这样比较平衡，拉着也没那么费劲，无论是跟外祖父说话，或者是逗糯米团子都方便。只是小北爷爷坚持不肯坐在车尾，仍然说第一天走路不累，累了再说，坚持走在老将军看得见，也方便照顾老将军的位置，执拗得很。还好当时是特意让曹护卫板车往大了买，车上除了他们3个人，又放了油布和几个大包裹，还有空余，只是车尾叠得有点高。这次换成大郎抢拉板车，2郎3郎在后面推，唐双看没自己什么事，还挺不自在，走路都同手同脚。他干脆蹲到老夫人面前，老祖宗，婢子来背您。那动作把老夫人都逗笑了，不用，你先攒着点精神，后头路还长着呢，等老身实在走不动了，再让你背。看着唐双身量也是跟老夫人差不多一样高，只是唐双的身板大了一小半，要背还是背得起的。其他人也跟着笑，觉得这女孩子真的不错。景明月一点都没顾忌她是下人，干脆拉她一起走去前面。景春熙怕她不好意思，也跟她说，总要歇歇的，你又不是铁人，一起走就好了。外祖母累了，我再跟她换着坐，后面路程还长着呢。主子这么说，唐双才自在了一些，但是仍然不习惯被景明月拉着。2人走着走着，不一会儿反而变成景明月被他搀扶了。景春熙觉得小北爷爷真的很好，恐怕只要能坚持，肯定是不肯上车的，毕竟身份在那，他定会觉得坐车比走路还不自在，还不如今晚进空间给他换点好药来得实在。所有人都很和善，也给他温和的笑容，更是喊着他的新名字。老夫人还喊他小姑娘，让唐双的心感觉暖暖的。大将军府跟平阳侯府的主子差别可真大，侯府的人根本就不把他当人看，也是平日里侯府主子看他不上眼，所以下人也对他蹬鼻子上脸，动不动就呲他几句，管事嬷嬷更是对他非打即骂。那时候他感觉好绝望，相比起侯府的条件，他还是更喜欢跟这群人在一起，这里人人相亲相爱，互谦互让，其乐融融，就是被人上门指着鼻子骂，大家也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最重要的是，主子还会抢他这下人的活，虽然不像话，可是真的是真心的。这里才有家的感觉，果然跟着小姐出来就对了。小姐说跟着他会吃苦，可唐双一点都没感觉到苦，反而有一种小姐所说的幸福。是的，唐双一样甜丝丝的幸福。西姐儿，你娘是怎么和离的？跟外祖父说说。看一路上楚春熙有说有笑的，好像流放和母亲和离的事对他影响并不大。走了好大一段路后，景永成才开口问。这个话题是避不开了，景春熙汗颜，总不能说娘亲是因为自己的话才下了决心要和离的吧。老将军这句话成功引得他们所有人都凑了过来，就算是走在最前面的2个也放慢了步子，景明月的耳朵都竖起来了，一个个扶着车挡板帮着推，站得稍远一点的几个姨娘也竖起了耳朵。要不是路很平稳，车又没有颠簸，不然这么多人推，别人肯定以为车上拉有上千斤的东西。景春熙还在组织语言，唐双在旁边出冒一句，愤愤不平，侯府的人都不是东西。所有人肯定不是东西，不然小姑子、女儿、妹妹、姑母也不会和离。1刻钟后，景春熙终于把渣爹和老钱婆进了朝霞院后，说的话做的事一五一十的陈述完成。可是娘亲自请净身出户的事没有说，
反正当时唐双不在里屋，也没人会跟他嚼舌根，不担心他会说漏嘴。不过他说了，由于时间匆忙，一些大件的嫁妆没办法拿出府。所有人许久都没说话，庄氏更是走到他旁边去，轻轻抚摸着景春熙的肩膀。只有老姨娘小声咕嘟了一句，倒没看出来这家人这么心狠，连亲孙子都不要了。娘亲说了，她以后就是景家女，不再是侯门妇。娘亲还说，老侯爷和渣爹可能早就设计陷害大将军府了呢。可能这两个字景春熙特意加重了语气，听在众人的耳朵里，意思就是景秋荣觉察出了点什么，所以才下决心和离的，和景春熙的怂恿没有关系。嗨，你娘当初不听劝，我要是拦着不给嫁就好了。老夫人听完后捶胸顿足，因是连忙搀扶了他一把。老夫人说这话后，一直看着闷声不吭的老爷子，看他没有反驳，心里也就有了计较，觉得自己理亏。那时候老将军是看不上平阳侯府的，可老夫人心疼女儿的坚持，反而做了老将军的工作，才促成了这门亲事。过了好久，景永成才说，你娘亲这步棋是走对了，侯府待不得。景春熙，娘亲说了，大厦将倾，焉有完卵。这话是你娘说的？景永成和景长宁都很诧异。景长宁问道。景春熙声音清脆，模样天真，娘就是这么说的，西姐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小脑袋又晃了晃，一脸无邪的再加一句，不过我猜他们就是没有好果子吃，和离娘亲一点都不后悔的。不这么说，他们肯定以为娘亲会想不开，毕竟这个朝代女子和离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从刚才族人的那副嘴脸就知道了。父子二人对视了一眼，就是没有说话，但是那眼神被景春熙看到了，他们一定认为是娘亲知道了什么内幕。景永成，你娘和普哥儿现在住哪里？安全吗？景春熙，娘亲让外祖父外祖母放心，他们已经去了青山庄，下人跟过去不少，侯府也没人知道那地方，有曹护卫保护他们，周伟伯伯也给安排了不少人，还有琅琊庄的人呢，也会过去一部分。怕爹娘不放心，景长宁也点头说，周伟是安排后才走的。景春熙怕舅母们不理解，又说柳姨娘和他那两个庶子明里暗里都给普哥使绊子，要不是娘亲合力把我们带出来了，都不知道以后要吃多少暗亏。所有人又是一阵沉默。等小团子病好了，也可以打坏人，杀了狗皇帝。一直亦步亦趋跟在板车女儿身侧的赵姨娘吓得又连忙捂住了小团子的嘴，又四处看了看，还好没有人靠近他们这边。小团子成功把侯府的话题转移，这话在外人面前可不能乱说。一旁的殷氏教育他，语气平和，没有呵斥，还抚了抚他的发梢。谢谢母亲教诲。小家伙还挺懂礼数，回答很是诚恳，但是嘴不对心，手也似是有点不服，还用三哥削给他的一头尖尖的小木棍恶狠狠地敲了敲板车上的尾板。可是一想到旁边的祖父，偷偷看了一眼，再把脖子缩了一缩，又吐了吐小舌头，让人看起来更是觉得可爱，都不忍心责骂。小明珠坐在板车上，明明听到大夫人和母亲、小婶婶几个一直在小声骂狗皇帝，那皇帝肯定很狗，生着蜡痢头那种狗，不然也不会把他们赶出京城，还把祖父打伤。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跟着骂。自从跟外祖父、外祖母说起了母亲和离的事，景春熙就发现外祖母的心情都不太好，而三舅舅只是自己默默的走路，也不靠近谁，但是好像在谋划着什么事情，心不在焉的。外祖父则是闭着眼睛假寐，看得出他根本就没有睡。其实侯府落井下石的事，景春熙只是轻描淡写，说娘亲偷听到侯爷和渣爹的密谋，才起了疑心，有可能已经找到证据的事没有说，现在他还没空进空间细细的翻，知道翻出来太早也没有用，而且光凭渣爹的证据应该还翻不了盘，毕竟早就想要对他们景家下手的是狗皇帝，而推波助澜的那几个还没有找出来。其实从几次上朝，景永成就看出了凝端，特别是2天前上朝，老侯爷不但没有帮着说话，还趁势跟几个大臣参了他一本。那时候景永成就已经知道侯府靠不住了，如果不是被抄家流放，他也会想办法让女儿尽早脱离那个苦海。所以只是假寐了一会儿，又睁开了眼睛，对车前车后的家人再次劝慰道，秋荣走这步棋是对的，侯府不会善待他们，侯府也住不得。平阳侯并不是坚定的保皇派，而现在这步棋只是战队的开始而已。成王败寇，古往今来，从龙之功也不是谁都受得起的，而且现在是一点本事都没有，只是依附在四皇子身上，真正出了事，第一个被推出去的就是他们，可不就是大厦将倾吗？景长宁这时候在旁边悠悠地说，或惜福惜，也许这时候远离朝廷的纷争也是好的。老夫人和庄氏听到后不说话了，都看着远方跟上队伍不说话。但是景明月还在为姑母愤愤不平，更是有点疼惜的拉着景春熙的手，又责怪他娘，那时候娘亲为什么不拦着姑母，就不应该给她嫁到那家去才对。以后姑母和普哥怎么办啊？姑母待她最好了，她还依稀记得姑母没出嫁的时候，经常带着她玩，还给她做好吃的。她有时候早上醒来才发现是睡在姑母床上的。
所有人都没吭声，庄氏也没有制止女儿的哭声，任由她抽泣，伤心了发泄一下也好。从昨天开始，这个倔强的女儿都没流过一滴泪呢。大郎的眼圈也红了，可是硬生生忍住了。祖母，我们肯定会回来的，以后姑母和表弟表妹我们护着。三郎就是跟着那狼心狗肺的一家子，与其什么时候死的都不懂，不如轻轻松松的单过，只要能再回京，还能缺了弟弟妹妹几口饭吃不成。二郎就算不能回来，在那边站稳了脚跟，再把姑母和表弟接过去也不迟，免得在京城受欺负。呜呜，可是姑母的嫁妆怕是要被我们用完了，姑母和表弟在京城不会没有吃的吧？四郎不合时宜的跟着大姐哭了起来，他后悔吃了半个馒头了。所以一路上我们吃点苦没关系，别把西姐带来的银两和吃食都糟蹋了。有后手也带出去点银两的事，老夫人和景永宁都心照不宣的，没有对家里人说，只是跟老将军透了个底。大难当前，儿孙们吃点苦头，才有奋发图强的决心，才知道雪中送炭之人的可贵，也不会在一路上有所懈怠或者缺少防备之心。我以后就吃黑面馍馍就行，馒头紧着西姐儿和外祖父祖母吃，还有小妹也吃。对，我们哥四个专吃黑面馍馍，白面馒头也不能给那些黑心肝的吃。小糯米团子看着两个哭着的哥哥和姐姐，再看看手里的糖，一下觉得不香了，这吃还是吃呢？景春熙看着家人没心没肺的笑，前世就知道最好的就是外祖一家，果然大难面前没有谁为了自己利益选择单飞，而是相互扶持，一家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不离不弃。但是他不喜欢这会太沉闷的气氛，笑嘻嘻地看向平时闷声不吭的三郎，嘻嘻，三表哥不觉得白面馒头更好吃吗？三郎言之凿凿，好吃也应该省着，再说黑面馍馍其实没那么难吃。这话说出来也不知道嘴是否对心。景春熙不再管他们，干脆快走几步，走到板车上外祖母的旁边，又开始撒娇撒泼，嘻嘻，外祖母分得那么清，难道是嫌弃西姐吗？如果娘亲不嫁渣爹，外祖父外祖母哪来那么俊秀可爱的外孙女？现在娘亲知道错了，和离回来就好了。你这孩子，外祖母说的哪是这回事？累了吧？换你上车来坐坐。老夫人一脸慈爱，这孩子跟他娘一样，从小就喜欢黏他，所以也被他惯坏了，回来就无法无天。哎呦，我的头发都是被外祖母弄乱的，外祖母明早得帮我梳头。撒泼撒娇最是景春熙的长项，可以信手拈来。你这小皮猴也不在京城留下来护着点你娘和弟弟，不知道跟着我们去受这份苦是为什么？还以为是去玩呢。头顶又被揉了一把，景春熙得意洋洋和哭丧着脸，翻篇比翻书还快，惹得舅母们脸上终于有了点笑意。祖母不说西姐儿主意大着吗？西姐儿是来办大事的，等到了岭南，看外祖父外祖母都平平安安的，我就回去也一定不会让娘亲和弟弟受委屈。景春熙做出一副你们小瞧我的傲娇模样，老夫人板着的脸也忍不住了，终于眉心稍稍展开。你呀，你可让外祖母说你什么？也就是外祖父起不来，不然得罚你站马步。眼角终于笑出了一点点的褶子。外祖母，娘亲还给西姐儿一个任务，到了岭南，你可得让外祖父办了，得把西姐儿和普哥儿加入景家族谱。娘说，我们可不会另起一支的。你们啊，别人家的外嫁女巴不得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娘好了吧？嘻嘻，就是养那么多皮猴有什么用？还不如女儿家家的。四个郎连忙把头扭向一边，祖母的眼刀又飞过来了，和以前这个西表妹过节回来一个样，一告状就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现在又是无故中枪了。景长宁倒还乐呵，这外甥女果然有几分本事，跟着去流放的事就被他轻轻接过去了。老夫人被景春熙逗得开心，老是坐着肚子疼，干脆跳下来跟他们一起走。景春熙和景明月一左一右贴在外祖母旁边，一起往前走，路不平的时候偶尔搀扶一下，一家人倒是忘了前2天刚刚被抄家的痛。唐双看旁边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干脆又去抢着拉车，宽宽的身板直接把大郎挤了出去。景春熙一面走一面跟外祖父搭话卖萌，还在继续刚刚没有被回复的话题。外祖父，娘亲说以后我们都姓景，我和弟弟都是景家的后人了，外祖父外祖母可别不要我们。景永成，你和你娘都一样傻。老夫人长长的叹了口气，也罢，与其在那里受气，还不如开开心心单过，入了族谱也好，省得被人欺负。景长宁也想打破这种沉闷的气氛，又撸了一把景春熙本来就已经歪掉的发髻。西姐儿，那你以后得跟表哥表姐一样，叫祖父祖母，叫我。半天没有憋出叔这2个字，一下有点尴尬。景春熙笑呵呵的，也不计较，还是按原来这么叫吧，改起来还真的是有点拗口呢。我和普哥儿可不是来跟表哥表姐分财产的，西姐儿就知道以后我们是一家人，舅舅舅母们不嫌弃我们就行。你这孩子，心疼你还来不及，谁敢欺负你？大舅母第一个不答应。庄氏说完，眼刀又甩给了旁边的4个郎，提出厉声警告。
大郎二郎异口同声，谁敢欺负西妹妹，我们打出去。三郎四郎看抢不上话，假装瑟缩的缩起了脖子，一副无辜的模样，但是都点头默认大哥二哥的话，以后西姐儿就是我们的亲妹妹。景家现在什么光景？还要大姑姐帮衬呢，哪来的财产可分？殷氏笑呵呵的这么一说，司氏也跟着笑了。景明月更是笑得很开心，我以后就赖上西表妹了，跟着妹妹有糖吃。对，跟着主子还有肉包子吃。唐双还一副嘴馋的样子，咂巴了一下嘴，眼神里还有回味的光芒，更是让所有人忍俊不禁，对生活也充满了期待。一路上枯黄的落叶也几乎掉光了，可一个个心里都是暖融融的，并没有被生活的困苦消磨掉希望，也不对未知的前程而担忧。由于早上在五里亭耽搁时间久了一些，晚上到一个叫南坡的驿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四周黑乎乎的，但京郊这一带长辈们都有点印象，知道南坡是个小镇，只是这驿站四周都没有看见灯的亮光，怕是离镇子也有段距离。安排犯人住的全部是大通铺，每一知族人都是10几到20多个，所以每家分的都是一间，人多的要挤一挤，人少的自然会宽松些。多他们3个也不算多，倒是没用景春熙再去使银子住宿。大家很高兴这样的分配，不然不知和族人之间还要有多少纠纷和计较。分好了住处，官差们就叫各家领了吃食，各自回屋。晚上饭食还好一些，除了还是按人头每人一个黑面馍馍，每家还多了一大盆清澈见底的稀饭，可到底是热腾腾的吃食，将就着吃，起码可以驱赶点初冬的寒意。景春熙借口上茅房，在外面磨蹭了一会儿，活动了一下自己有点发麻的腿脚，趁人不备去厨房做了点手脚，再从空间里拿出他早就挑好的2大包衣服鞋子，都是合适家里人穿的。今天看着家里的女眷一个个穿的都是长长的裙装，活动非常不便，三舅母还被绊了脚，差点跌倒。中途的时候，大舅母还生气，把自己和景明月外面碍手碍脚的罩裙裙摆扯掉了一截，然后完全不顾名门贵妇的形象，摆手摆脚大踏步走路。大舅母最先放开自己原本的身份，第一个有了流放的认知，让景春熙非常佩服。一个个虽然外面罩着印有球子的大褂，可是里面穿着的还是在府里的衣着，就是三舅舅也还是穿着上直的月白色长衫，一天走下来，衣服的下摆都变成了黑色。只有4个表哥经常习武，穿的是束手束脚的旗装，还算方便，可是光鲜的绫罗绸缎外罩一件灰扑扑，甚至打着补丁的囚服，让人看着非常辣眼，一路上也容易引起民愤。要是平白无故遭受伤害，就更不值得了，毕竟仇官仇富在哪个朝代都大有人在，何况他们还是犯人。流放路上，其实还是款式简单又束脚的细棉布是最舒服的，景春熙今早在最里面也加了这么一套，也是为了不让家人看出什么蹊跷，才在外面多套了一件裙装，但也不是平时拖地的长裙，仅仅是过膝而已。现在是应该让他们换下来了。大舅母、娘亲给大家备有轻便的鞋子和衣服，天气日渐冷了，除了薄袄，还有保暖的被子，让大家都换上吧。换下来的衣服也照样打2个包裹，待会儿我再拿出去。唐双，跟我去厨房端点吃食。连询问的机会都没留给他们，景春熙就想往外面跑，实在是一个个七嘴八舌的话题太多，他都怕自己应付不来。2人迈腿就想出去。我也去。看还穿着裙子的表姐，景春熙也没客气，笑着拉他过来吧，正缺有力气的，表姐回来了再换。明珠也去，明珠可以提肉包子。景春熙觉得好笑，捏了捏贴过来的小家伙，你怎么知道有肉包子？唐双姐姐说的，跟着主子有肉包子，你就是小主子。原话照搬，一字不漏。唐双连忙先跑开了，尴尬了，小屁主子，什么话都留不住。所有人看着满满当当的2大包衣服鞋子有点发愣，这包裹很大，今天并没有在板车上，那么这是哪来的？老夫人倒是没有吭声，想到景永宁安排出去的那么多仆人和护卫，想当然那就是有人跟着接应了，他的心情安定了不少。老夫人，秋荣这孩子总算没白疼他，自然是感激女儿和外甥女昨天回来报喜。庄氏摸了摸缝着一层厚棉花的被子，也是一脸感激。是啊，就是苦了小姑了。感激他想得周到，再下去只有越来越冷，薄袄肯定是顶不住的，被子身上穿着很暖，无袖的走路也方便，再说也没到穿厚棉衣棉裤的时候。但是庄氏还是有点疑惑，忍不住对老夫人说，这衣服和今年我们府里给下人们订的衣服，面料和颜色一模一样呢。这儿媳妇真笨。老夫人嫌弃的埋汰她，你都掌管钟会多少年了，哪家的下人穿的不都是这几种颜色？最多也就是粗布还是细布的区别。一包衣服鞋袜都是黑色、灰色、靛蓝色，可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庄氏摇了摇头，还是觉得有点奇怪。你看这鞋底多厚实，外面铺子里的成品可没有这么讲究。思燕在旁边捂着嘴巴笑，大嫂家管得好，看见好东西就觉得跟自己家的一样，大姑姐肯定是紧着最贵最好的给我们买的，不然哪有这么好的东西。老夫人笑着骂道，知道就多念着点秋荣的好，以后有了好日子可别嫌弃秋荣是和离的身份。母亲哪里会，
如果能再重新回京，就让小姑跟我们一起住。以后这群臭小子们敢不尊重姑母，我就把他们一个个打出去分府。话最少的三郎一面背着身子换衣服，一面嘟囔了一句：外祖母，我们肯定还能再回京的，对不对？4个郎把身上的衣服也都换了，虽然还是奇装，还是换上细棉布，不扎眼又舒服。晚上把外衣一脱，裹上被子就可以睡觉。半天没有人回这句话，变成了长久的沉默。最后还是景长宁换了衣服后，坐在父亲旁边，对着那几个侄儿说了一句：回来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你们都不能气馁。姑母还在帮想着法子给我们脱罪呢，别反而是你们自己泄了气顶不住。到了岭南，你们该读书的读书，该习武的习武，就算是没有回归的一天，到了岭南也能自己混口饭吃。4郎马上接了话：谢谢三叔教诲，我也是男子汉，一定会努力的，总不能差过西妹妹去。大郎马上拍起了胸脯：放心吧，三叔，我们不会放弃的，这一路对我们也是个历练，家里有什么重活累活，以后都是我们4兄弟扛着，拳脚我也会带着弟弟们天天练的。直挺挺躺在床上闷声不吭的二郎听到他们的对话，特别是该读书就读书这句话，眼神增加了些许的亮光，用双手垫着头，默默地盘算着，前年他就已经考过了童生试，如果不是流放，再过1年就可以考秀才了。三郎试探着说了一句：要不以后到了岭南，也把姑母和弟弟接过来吧，也好有个照应。所有人又是一阵沉默，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那是不可预知的未来，没有办法提前规划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倒不是不能把他们接来，可是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出去，景春熙就已经打点过了驿站里管厨房的婆子，现在的厨房他们尽管可以使用自由。一走进厨房，景明月就惊呼：怎么那么多包子？唐双两眼发着绿光，兴奋地道：还有红烧肉。灶台上摆着3大海碗红烧肉，1大木盆肉包子，还有3个大木桶装着满满的白面馒头。徐景春熙连忙制止：这可都是花银子买的。那得多少银子啊？景明月愤愤看着白面馒头，眼睛都快瞪出了血，还要便宜那些族人？这1大盆肉包子就够他们一家人吃了，那3个桶里的馒头可不就是便宜族人的了？都是我们的，不给坏人切。小家伙眼睛瞪得大大，反应也快，拼命地压低声音，说完马上捂起了小嘴巴。但是乐得小啾啾一颤一颤的，两边的小酒窝深深的都捂不住，这么多馒头够吃好多天了，不给不给，谁也不给。景明月又道：留着明天吃，大哥他们就不用啃馍馍了，我去找布袋来。怕景春熙不同意，景明月就想跑出去。表姐，你听我说，这是三叔决定的。听完这话，景明月泄了气，但是也不再吭声了。除了祖父，他最怕的就是三叔。三叔平时看着和善，可是决定的是说一不二，而且大道理一摆出来，他自己都想马上逃。景春熙自然有自己的道理，流放路上，如果一开始就饿坏了身体，以后想怎么补都补不回来。即使他们大将军府的人个个强健，可是腐烂发黑的筷子跟他们金黄锃亮的绑在一起，力量也减半。唐双，我们3个先把红烧肉和肉包子端回去，完了你再把这3桶馒头搬过去，叫他们3家都出来一个人领馒头，记得定量每个人就1个，多了没有？那王老太婆家的4人不要分，他要跳就让他找族长去，记得叫他们就1个人领，多来1个人都别想吃了。最后又加了一句，如果后面还有剩的，偷偷给二叔公那一方。唐双点点头，婢子知道了，谁敢闹腾，我就给他2拳头。说完还把自己的大拳头往前面晃了晃，显示自己的力量，可惜穿着太多，看不出腱子肉。一声令下，景明月就率先扛起那1大盆肉包子，他都快14了，肯定要扛最重的，轻一点的留给妹妹。但是3碗红烧肉怎么端，景春熙有点犯了难。红烧肉从空间拿出来还是温热的，不可能让小团子端1碗，烫着就麻烦了，而自己也端不了2碗。厨房里肯定有食盒，婢子找找。唐双姐姐真聪明。糯米团子开始拍马屁。唐双，我以前叫傻丫。傻笑着连忙去橱柜找，都不敢接受自己聪明这件事。小糯米团子也蹲下去跟着一起找，小嘴巴哒哒哒的跟唐双说话。谁说唐双傻来着？明明就很聪明。果然食盒一下就被他找到了。提起3层的食盒，对景春熙的小身板来说还是有点沉，主要是3层食盒也挺高的，都快到他腰了。奴婢提过去了再过来。唐双不忍心，觉得多过去一趟也没几10步路，但是被景春熙制止了。你先往灶堂里加2把火，待会吃饱了大家都可以泡泡脚。进来景春熙就知道没白浪费他撒出去那5钱银子，煮饭的婆子都已经把水帮热上了，只是这回火快要灭了，应该再加2把火，这水也热得差不多了。加好了柴火，还是得唐双来提食盒，实在是景春熙和小糯米团子真的没什么用。小糯米团子一屈一步地跟着唐双，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也想用小小的手帮出点力，但看着也就是虚扶了一把。知道唐双力气大，景春熙也乐得做甩手掌柜，就在后头跟着。小家伙一路上还乐呵呵的小声咕嘟着：我们有肉肉吃，坏人吃黑面馍馍，气死他们。
没走几步就看到四郎跑过来，我来，我来。你们这么慢，大姐早都在分包子了，以后这种事叫上我。声音太大，被景春熙捂了一嘴巴，还气得呜呜叫。看他果然换掉了绸子的衣服，细棉布的束装，薄袄也没穿，外面就披件被子，看着还挺合身，精神头也好。屋里舅母们已经换好了衣服，虽然都是平时下人穿的衣服，不长不短，宽窄合适。景春熙嫌其他颜色太暗沉，给女眷选的全部是灰色，只是深浅略有不同，看着很是清爽。只有老夫人衣服颜色是不同的，景春熙特意选的是玄色，面料好，款式也更讲究一些，领口袖口还有点绣花，但也就是平时家里体面点管家婆子的装束。几人正围在坐在老夫人旁边，帮她用木簪盘头发。老夫人看他们进来，连忙招呼：“你娘可真贴心，连木簪子都还记得帮我们备着。”抄家后，一个个只能用布条简单绑着头发，就连老夫人那只御赐的金发簪也藏了起来。虽然御赐的东西不能拿出去买卖，可是到了万不得已，把它砸了，当成普通金子来卖也不可惜。谁会计较流放路上是丢了还是被偷了？今天那身衣服穿着都感觉累，换上明天就轻松多了。你们快点换了好吃饭。景春熙早就想脱了外面罩着的累赘，把手自下往上，把裙子一掀，再把最外面的一件绸缎罩衫脱了。老祖宗，您看我这一身行吗？跳起来还在大家面前转了几个圈圈，像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衣服清清爽爽的也是束装，颜色也是中规中矩的天青蓝灰色，一点都不扎眼，可又增添了几分少女的灵动。老夫人看着前面秀气又灵动的外孙女，看着就高兴。行行，好看的紧，今天怎么不脱了？外衫看着累赘，还不是担心老祖宗和舅母们看着不习惯吗？再说下午我还坐了车呢。习惯怎么不习惯？明月、明珠，赶紧的，你们也有。小明珠进来就被赵姨娘拉了过去，这回外面的衣服已经被脱掉，正穿着内衣乐得跑来跑去。赵姨娘忙得追着赶，你别乱跑，待会又说晕了。姨娘，我不晕，吃了西表姐的糖就不晕了。这孩子皮得很。众人却没把这话听进去，只认为小孩子跳脱，高兴了也忘了自己身体的状况。只有景春熙知道，恐怕是那些灵泉水起了作用，以后经常喝，没准小糯米团子的身体就好了。景春熙注意到三舅舅穿了一套靛蓝色的奴仆装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最后坐在了外祖父的床边，他忍不住想笑。三舅舅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天赋过人，自然没有被外祖父拘着习武。在他的印象里，除了月白色的长衫，好像三舅舅就没有其他的衣服，所以现在不自在是正常的，这个他就管不着了。识物者为俊杰，只有人去适应现状，就是三舅舅也不能惯着。不过下一次倒是可以给他换一套浅灰色的。再从自己的包裹里掏出一大瓶药酒，还有一大叠的药贴，径直走过去外祖父的通铺前。三舅舅和小北爷爷正在给外祖父上药，看着外祖父的伤口确实有点快结痂的样子了，一天下来一点血都没渗出来。小北爷爷，这药对你的腿有用，你每晚涂了再贴，晚上也喝2口药酒再睡，明日走路应该会利索些。外祖父身上有旧伤的话也可以用。哎，谢谢表小姐，我自己那点三脚猫功夫没用得上，倒是得先用小姐的好药了。小北爷爷想了想，又小心翼翼地询问，老将军是不是也可以抿上1-2口？景永成喜上眉梢。老夫人马上喝止，不行，声音很大，把众人吓了一跳。看小北蹲在床前的身子都抖了，老夫人连忙转换了温和点的语气，想喝就快点站起来。小北看了看老将军，笑得跟个孩子似的。老将军是应该好了再喝，好了再喝。那外祖父只能多忍几天了。景春熙捂着嘴巴笑。小北爷爷，不过这药尽管用，我娘都有多备着，要是有什么不妥，您需要另外开药方，尽管跟我说，药材我还是有带的，缺什么到了镇子也可以买。小北爷爷只知道点头道谢的份，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来了有什么用。看三爷给老将军用的药好得很，现在都已经快结痂了，恐怕最多不过5-6天，老将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自己哪里开得出这么好的药？景长宁给父亲敷完了药，看跟没事人似的，乐呵呵围着外祖母和3个舅母转的景春熙，再看看他那个装不了几件衣服的小包裹，又陷入了沉思。每个人拿了一个大肉包，除了小糯米团子忍不住先尝了一口，其他人都没有动，都知道唐双没有回来呢。食盒里还有红烧肉，糯米团子跟赵姨娘贴耳朵，然后又跑到殷氏旁边，母亲，红烧肉和肉包子只有我们有，他们吃白面馒头只有一个。拼命的压低声音，又伸出自己小小的一根食指比划，还以为谁都听不到。可是所有人都笑了，老夫人听了这样的安排也点点头，还以为分给族人是他那小儿子安排的。听到旁边2屋的争抢和叫骂声，就知道白面馒头已经分下去了，不然也不会闹腾。他们可不管，只知道唐双快进来了。景明月又过来跟景春熙分食盒，怎么吃呀？就3个碗筷子都没有。我有办法。景春熙噔噔噔地跑过去通铺的最旁边，又往自己的小包裹里掏呀掏。
一下掏出10几个小碗，还有一把筷子。碗很小，只有他的巴掌大，筷子很精致，比平时的要短。没办法，最小的碗也就这样了，大碗太重，10几个放在包裹里太占位置，倒腾出来就不可能再倒腾回去了，下一餐还要用。空间里倒是还有碟子，可碟子拿来吃饭确实不成看，装不了2块肉。庄氏这回又开始质疑了，这碗怎么跟我们府里的一模一样？可不就是我们喝汤的碗吗？司燕心比较细，拿起碗首先仔细看了看，三郎也觉察出来了，华少的人一般都心思比较缜密，观察力比较强。小糯米团子拿起很趁手的短筷子，呐，姨娘平时就是给我用这样的短筷子。大家也狐疑的看着，越看越觉得是自己家的东西。景春熙扶额，你们前面的红烧肉不香吗？怎么关注点老是放在那么点芝麻大的事上？铺子里卖的都是这样的东西啊。这样的说辞，景春熙早就想好了，就是去过别人家府上吃饭，谁会注意人家用的是什么餐具呢？信不信由你们，反正这餐具确实也是从大将军府的厨房搜刮来的。景长宁的狐疑更重了，下车的时候几个包裹他都是拎过的，可没有装碗装筷子那么重。而且要是这些陶瓷碗一直在包裹里，怎么可能一路颠簸都没发出一点声音，一点磕着碰着的痕迹都没有？唐双姐姐快来吃肉，吃肉包子，就凭这一点给他解了围，就应该给小糯米团子奖励糖果。你们先啃肉包子。庄氏也忘了刚才的疑问了，说着蹲下来，先给老将军和老夫人分了尖尖的2小碗肉，再看了看一直待在父亲身边的小北爷爷，也给他分了1小碗，然后一大碗红烧肉就变成小半碗。楚春熙连忙抢了过来，其他人都一起分这2碗吧，这半碗是唐双的，他不吃饱可不行。唐双一下脸上起了红晕，主子，我不用，婢子吃几块就好了。老夫人，小姑娘，给你，你就尽管吃，吃了才来力气。可是下午我都没拉车。唐双很不好意思，下午4个郎轮流抢着拉车，他虽然也在后面帮上一把，可是一点都没觉得累。而且现在手里不知道被谁塞了4个肉包子，都快拿不住了，肉包子能不能吃完都很难说，实在是今天中午吃的太多了些。可是我吃不完。唐双看着红烧肉吃咽口水，他也眼馋，可另外那2碗红烧肉10几人分，一人最多也只得2、3块，他怎么好吃独食？表姐，小团子快点过来，我们3人跟唐双吃1碗。哎，嘿嘿，姨娘，团子跟西表姐一起吃。小糯米团子似乎很喜欢西表姐给他的这个称呼，拿着咬了一半的肉包子屁颠屁颠跑来了。吃了变成小可爱，先给唐双加了5块，又加给小明珠2块，自己也加了1块亮晶晶煮得很通透的滋滋冒着油的红烧肉，在自己的唇边晃一圈就丢到了表姐的碗里。景明月瞪眼，可心里也高兴得到了公平对待。小明珠笑得前仰后合，连唐双也咧开嘴傻笑，觉得小主子太逗了。可真好吃，咬下去油就滋滋的冒出来，怎么感觉这驿站煮出来的味道跟我们府里的厨娘煮的差不多呢？确实，景春熙有几口好吃的都堵不住他们疑问的嘴，好难啊。景春熙信口胡诌，红烧肉大概煮法都差不多的吧。个个大快朵颐，吃得满嘴流油，可也没忘了说上一嘴，点评一番。唐双也吃了好几块，嘴巴有了空闲才说，主子，跟我们昨晚吃的味道完全一个样，是吧？景春熙，住嘴吧你！这厨娘确实是景大将军府的，昨晚吃的可不就是一样的肉吗？景春熙，侯府的厨娘做出来也是这个味道，看你们还这么说。唐双觉得小姐说的有道理，但是悠悠冒出一句，侯府的我没吃过。所有人可怜见的，这孩子肉都没有吃过，难怪那么能吃，明晚还有的话，还是多给他留2块。包子足肉饱厚，还有10几个包子了怎么办？本来一个人分了2个肉包子，唐双又多分了2个，剩下的也就7、8个，但是由于增加了油水，小团子只吃了1个，女眷们也是吃了1个，再多也是2人又分了1个，可不剩下的就多了吗？要不拿过去给二叔公他们？四郎不确定的建议。二叔公二叔婆平时对他还挺好的，经常跟他们家走动，自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提过来。小糯米团子皱巴着一张脸想哭，闷我家的。景明月生气瞪他，我们明天吃食吗？唐双忽然想起什么，连忙摆了摆手，他们都多分了5个馒头。护食的心思个个都很重，留着明天吃，大家的嘴也严一点，别让人家知道我们吃的不一样。这话马上被老夫人打断了。小糯米团子马上又高兴了，捂紧了嘴巴，不说，坏人会抢。三郎连忙接嘴，对，这是姑母疼惜我们，要是人人都分，那得多花多少银子。然后瞪了四郎一眼，先前谁还说只吃黑面馍馍来着？四郎语塞的摸摸头，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景长宁也制止说，生米恩斗米仇，人心是不知足的，才出京城都按今晚这样，让他们先吃馒头几天，以后靠近镇子再偶尔给他们吃顿饱的，不过最多也就是面条肉包子，管饱就行。
小北爷爷正在给景永成擦嘴巴，看老将军默认了，也说以前将军带着我们行军打仗，吃的也是3合面的馍馍，都没白面馒头那么好呢，还不是照样打仗。老姨娘附和，一路上多看看，有良心的就帮一把，没良心的也不能纵着他们，白面馒头也不是白来的，这一路不是说要走差不多2个月，省省吧。四郎，就是才第1天就这样，我看以后还有的闹。年轻人思维转换确实快。唐双也笑了，反正我听主子的，他们每家的馒头都有定数的，吵起来打起来我也不跟他们理论，就知道让他们管事的领回去，要打也进他们大通铺打。这小丫头咋就那么聪明呢？又被夸了一句，唐双连忙收拾起已经垒好的一碟碗和筷子，拍拍屁股走人，奴婢给老祖宗抬水去。景明月连忙跟了出去，这么多人呢，怎么能光看着唐双一个人干活？最后跟出去的还有赵姨娘和风姨娘，连嫡出的大姑娘都亲自干活了，又待他们那么好，不做点什么都觉得不好意思。旁边那3个大通铺确实如他们所料，除了二叔公那一家，另外2家闹腾得很，其中一家人人有份还好，最多也就拌拌嘴，然后埋怨几句大将军府不厚道，就给分这么一个都不够塞牙缝的。老族长那一房就闹腾了，闹腾的最欢，打滚撒泼的就是王老婆子和他儿媳妇，因为只有他们4人没有份，本来就不亲，可没人惯着他们，该揪头发揪头发，抡起的拳头也不吃素。最后终于消停了一会儿，他那个孙媳妇林氏啃着手上的黑面馍馍，终于忍不住小声翼翼地劝了一下婆母苏氏，要不明天还是跟那边是个好，不闹腾了好不好？这样还能有口。一下就被王老婆子呛声，闹腾？这些年没有我们闹腾，你以为你能活命？你这个克夫克子的小贱货，就是娶了你，我们家才断了后。然后就是2巴掌的声音，巧巧看娘亲被打只能嘤嘤的哭，不敢说话，跟只小猫似的，又不敢大声哭，但声音还是往这边传了过来。苏氏在人前落了面子，站起身一把抢过孙女手上才吃了一口的馍馍，小丫头片子吃什么吃，以后都不用吃了。林氏后悔了，不敢再吭声，生怕再吭声，手上这半个黑面馍馍也没有了。平时2个老人也没少干这事，神情更加落寞，呆呆的把自己手上那口吃的塞给女儿，可巧巧还是呜咽了好久，好一会还一抽一抽的，自己一口还知道塞一口进娘亲的嘴巴里。一屋子人已经司空见惯了，也没有人出来劝一句，就是老族长一如既往的没说一句公道话，吃饱就往床上躺。这天气包子馒头留几天没问题，就是明天可能冷了不好吃，还是省着点吧。庄氏把木盆里的肉包子捡出来，装到另外一个布袋，又跟今晚领到的黑面馒头放到一起。明天不会饿着了。官差也真够黑的，连他们保命的伙食都要克扣。明明听说犯人一餐的定量应该是2个黑面馍馍，不值钱的东西还要压缩一半。明天黑面馍馍也会有新的了，留了又干又硬的，如果族人需要，还是给他们吧。景春熙说，浪费粮食可耻。至于那些肉包子，待会趁他们不注意，他还是往空间里放，不然明天全冷了，容易吃坏了肚子，再往前走就更没力气了。景老夫人听外孙女这么说，也知道她肯定是还带了银子的，而且应该不少。由于提前知道消息已经有所准备，也带出了点银票细软，即使没有女儿的嫁妆，也知道这一行怎么都不会太苦了，只是一大家子人都让个8岁的小姑娘护着，实在不是滋味。这一路不光是吃喝，还要打点，到了岭南也要生活，都需要钱，他们也不打算搞太特殊，省得遭人嫉恨。毕竟今天看他自家族人都跟他们差不多，除了身上那身还算光亮的衣服，好像什么都没带出来，怕是能藏出来的银两也不会多，但是不会像他们家一样被搜的一个铜板都没带出来就是了。现在谁都没舍得早早花钱买馒头，肯定都想着先赖上他们家，能赖一顿是一顿，所以真不能惯着。早上能吃肉包子，晚上能补充点营养，也算是不错了。西姐儿，你这水是加了糖吗？甜丝丝的，今天我喝了几口，感觉满身都是劲。我也觉得这水特别不一样，有一股子甜味。其他人也点点头，所有人渴了都是换着喝，以后烧水的时候，空的水囊储春熙都是打算拿去厨房走一遭的。西西，被你们发现了。西姐儿确实加了糖，不过就一点点。景春熙2只手指捏一捏，表示放的不多，反正就是睁眼说瞎话，信不信由你们。大家想想也是，反正这水也不是太甜，加了糖也不太多，只有微微的甜味，只是怎么会作用那么大？但是大家没有提出再多质疑，都主动把这归结为大将军府一个个经常锻炼，身体康健，而且也是流放的第1天，体力消耗不大的原因。但是心里也叹息，才流放第1天呢，平时连茶饮都嫌弃，现在加点糖都觉得是美味了。糖可以增加体力的，西姐儿带了1包呢，省着点用，以后这水管够。这话让景长宁佑条件反射地盯了一眼他的小包裹，神经兮兮的。水反正管够，大不了分到的水他想办法全部置换，再多从空间补充几次就是了。三舅舅终于发难了，西姐儿，你这金疮药哪来的？才涂了3次，
祖父背上的伤就开始结痂了。大郎，我也注意到了，比军医和御医开的都要好呢。小北爷爷，刚刚老将军说已经开始有点痒了。楚春熙，我不知道呀，娘亲给的，娘亲还买了不少药呢，说是一路上头疼脑热什么的小病都用得上。金创药就带了几大瓶，伤寒和其他药也是有的。周伟伯伯没准知道是哪家药铺开的。景春熙是甩锅小能手，偶尔还是找周伟伯伯和娘亲垫个背，不然这三舅舅太难缠，读书都读出心眼来了。景长宁又看了看放在床角上的几个包裹，今天装馒头的那一个已经瘪进去了一半，另外几个包裹也不太大，还有3个是2个扫扫的，所以有点半信半疑。景春熙又说了一句，如果不够，在镇子上歇脚，我们再添一些，至于吃的大家也别担心，即使不住店，包裹里的也能应付一顿，住店的时候我也会使银子叫小二给备一些的，其他肉可能不好找，可是这种驿站里红烧肉都是有的。如果说驿站里没有，空间里的红烧肉就没办法拿出来，还是红烧肉最好。一天劳顿下来，肚子饿，缺少油水，三郎还是觉得红烧肉最好吃，一顿下去半夜都不会肚子饿，其他人自然附和，这种状况下谁会嫌弃肉多？提到吃的，2个舅母才去检查自己的那几个包裹，一个说除了换洗的衣服，烧饼和肉干都耐放，吃完了这些肉包子和馒头，过2天再吃。装饰的一共2个包裹，其中一个很大，分别有他和3个儿子的一人1套衣服，还有1件厚棉衣，再就是2双鞋袜。碎银和2张银票，他直接开诚布公，一共是200又30两，都做宫中使用。大郎、二郎和4郎也没有异议。司燕说，我这是500两，碎银也有50两，大嫂一起收了吧，我拿着心里不踏实。这理由也很充足。庄氏推着不肯收，说是用完自家的再说，一个要给一个不收，推嚷了起来。景春熙，嘻嘻，娘亲有备着呢，舅母们自家的都先收着，做提己钱。说完又是往自己的怀里一掏，又出来2个小荷包，先跑过去给庄氏塞了一个。娘亲说大舅母是管家娘子，手上不能缺了钱，这是1000两银票。再往怀里又一掏，谁给庄氏又是一个荷包，小嘴巴继续叭叭。娘亲说路上用碎银和铜板的机会比较多，一个舅母也得拿着。空间里的铜板可不多，还是给大舅母实在，天天让三舅舅一个大男人抠抠搜搜的掏出来几个铜板，确实不成看。噔噔噔又跑到外祖母身边，又是塞上一个小荷包，嘿嘿，这是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娘亲说这是你们的暖身钱，拿在身上都会平平安安康康健健的，也是1000两。你这小嘴巴哟！景春熙头发更乱了，他干脆把发带一扯，让乌黑的头发全部散落过肩，娇嗔的一跺脚，你们和我头发有仇呀？有吃的有银子，西姐儿又会斗嘴，总算哥哥放松了。2个长辈都没客气，老夫人没有打开看，反正都是银票，都是轻飘飘的，没有什么分量，直接塞到了自己怀里。庄氏则是当着大家的面打开数了数，50两的银票20张，碎银也有上百两。景长宁那点狐疑越来越深，外甥女总共从怀里掏出来的钱袋子已经不少了，也不知道腰里还有多少。进来歇脚，除了上茅房和出去端吃食，景春熙都没出去过。吃食花点银子，确实可以买得到。那10几个人的衣服鞋子簪子从何而来？别不是已经交代了唐双或者小北叔了吧？可他们也没有时间啊。特别是小北叔一直都跟着父亲，连上茅房都是跑着的。或者其实一路上周围都已经安排有人偷偷跟着，随时可以增加补给。但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呢？跟着的人也住在这官家的驿站里吗？不过事情能办好就行了，他也不想纠结太多，实在是这个外甥女现在太有主意了，也不知道临出门的时候大姐还是周伟教了她多少，别家这么大的女孩子可没这么好的记性。再摸摸自己怀里的那叠也都是20、50两、100两的银票，怎么都觉得在外甥女面前自己是个无用的人。4个人出去，总共就拎来了2桶热水，幸亏厨房还有几个空木盆，全都拿过来了。先倒出来一盆让景长宁和小北叔给老将军擦身，剩下的除了一盆给老夫人，其他人只能共用。男的半桶，女的半桶，也只有能共用2条布巾。第一天只打算擦擦脸就睡了。布巾空间里很多，可是景春熙也不想再在三舅舅明晃晃审案一般，灼灼目光下再找出来10几条，流放就得有流放的样子，只是太委屈几个长辈了。西姐儿过来跟外祖母一起泡脚，待会睡我旁边。看景春熙也擦了脸后，景老夫人对着他招呼：好，跟外祖母睡暖和。景春熙回答得很干脆，过来把鞋子一蹬，袜子一撸，坐床沿上就把脚伸了进去。呀，烫！呜！景春熙呱呱叫，夸张的把脚抬起来，溅了一地的水。你这孩子就是景家的性子，也是那么猴急。虽然知道外孙女是有点故意的成分在，老夫人还是又轻轻撸了他一把，顺便用手指梳了梳他顺滑的长发。景春熙娇憨卖萌，盘发好麻烦，明天我还是用发带，怎么舒服怎么来吧。老夫人慈爱地说，明日叫三舅母给你梳头发。
好，前世庄子里生活，后来一直用的都是发带，他觉得方便多了，让头发自然垂下来，也不会觉得头顶那么累，更没有那种撕扯的痛觉。唐双应该也是不会盘发的，看他头上最简单的发饰就知道，景春熙可不打算天天麻烦几个舅母，天没亮就起来，还得伺候外祖母，洗漱上茅房都得排队，哪来这种闲工夫？他也不想穷讲究。明天我也用发带。景明月不知什么时候也坐到了他们旁边，先把刚刚盘上的木簪子脱了，长发及腰，没有任何装饰的灰色下人服，穿在她这个长着明艳脸孔的大小姐身上，一点都没感觉掉价，反而有种清丽脱俗的美感。如果不是抄家流放，这个表姐应该在这2年也要定亲了吧？如果不是她的重生，前世肯定命运多舛。我也要睡外祖母旁边。景明月有点得寸进尺的意味，一脸期待地看着祖母。好，好，你们就做祖母的小暖炉。景明珠擦完脸，被搂在赵姨娘怀里，她也想跟西表姐挤在一起睡，可是又有点舍不得姨娘，眉毛微微皱起，小模样纠结得很。表姐，后头你得往脸上抹一把锅底灰，唐双你先去厨房刮半碗过来留着，明日烧了火就太烫了。是，主子。景明月错愕地看向景春熙，一下没反应过来，四郎也以为表妹在逗姐姐玩，但是其他女眷心里也都有了计较。特别三夫人思燕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光洁的脸，景长宁更是怔怔地看向了她的脸。她属于那种文静又带点书卷味的气质，也算是个美人，而且和景长宁刚成亲几个月，也就比景明月大了不到2岁，正是女人最美丽的时候。装饰还是西姐儿想的周到，也不用等后天了，明天开始我们该抹也得抹，以后头发也别梳得太利索了，乱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不影响走路就行。当家的主母什么都想得通透，马上就吩咐上了。只是老姨娘不太明白，问了一句：为什么是后天才抹？景春熙小姑娘狡黠地笑了笑，秘密。因是上前帮老夫人把脚擦干，又帮景春熙擦，老夫人催促景春熙把外衫脱了，都赶紧睡，明日还有的累。然后自己也躺了下去。大通铺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一家人，也不用太计较，男的睡一边，女的睡一边，中间就要条棉被隔着。小北爷爷被老将军拉着睡在一起，唐双则是很自觉地睡到最边上。驿站应该是入秋的时候才换的薄棉被，虽然看着不是太脏，但还是充斥着脚丫子味。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只能3人共盖一床。被外祖母搂着睡的感觉很舒服，很温暖。直到感觉外祖母鼻翼发出的微微鼾声，表姐也进入了梦乡。景春熙才轻轻推开祖母搂抱着的那点束缚，不是蜷缩着睡的感觉不太好，而是他还得进空间再一探究竟。重生过来就忙忙碌碌的，昨晚也累坏了，和娘亲挤在一起，虽然睡不着，也静静的体会突发而来的变故。空间里到底还有什么作用？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今晚他想看得仔细，意念一下就进去了，还好肉身还停留在床上。这次他没有直接进药房，而是在宅子外面溜了一圈。庄子土地很多，又有小溪环绕，怎么都应该种点东西。他想到收来的那些豆子、小麦、稻子，还有豆子、红薯、土豆、芋头什么的，还有那几把青菜，好像还连着根。如果都能在空间里种下，是不是一路上就不愁新鲜吃食了？连忙去库房去扒拉，也幸亏东西进来还是按原样归类的，找起来并不难。只是要认为值得种的都拿出来，可怎么种却犯了难。前世在庄子里他是种过不少东西，只是这么多的种类让他一颗颗的挖坑，再往地里撒，然后再淋水什么的，一晚上他也不用睡了。神仙姑姑，你能不能帮我种呀？也不知道空间里有没有神灵，不知道如何称呼，景春熙只能把他跟娘亲胡诌出来的神仙姑姑直接呼唤了。没成想提出来暂时放在地里的种子，马上就在眼前不见了。如果不是看到已经种植2行整整齐齐的菜叶露在外面，他都不知道空间真的有自己种植的功能。再一晃神，眼前的几块地也被溪水浇湿了，说没有神仙的帮助他都不信。这样好啊，早知道就多看出来一些种子了，明晚有空再进来多种一些粮食，一路上能够找点果树苗就好了。现在种植下去，也不知道到了岭南能不能吃到果子，不过能在路上吃到就更好了。听说岭南的果子蔬菜多得很，果蔬自由呢。再就是生鸡活鸭，还有小鱼苗，有机会买一点放进来，以后就不愁肉吃了。他现在后悔带进来的都是开膛破肚拔毛的鸡和鸭了。如果有药材的种子就好了，好的药材种下去，以后可以卖不少钱。这个年代还是粮食和药材是最好的东西。虽然空间里有不少银子和宝贝，可是他也不想只出不进，关键是拿出来还得找理由，那种感觉让他很心慌。换迷药和养阳粉那些毒药的时候，他没注意空间没收了多少银子，可是就外祖父的金疮药和消炎药粉，置换的时候5000两银票是一下就在他眼前不见的。还有刚才给小北爷爷的药酒和药贴也花了整整1000两，空间里的银子不经花啊，以后用银子的地方还多着呢，他得想办法挣回来，最好是多多益善。空间里除了银子就是金子，连泥土和空气都是金粉，
没有一点空隙最好。药房他是最后进去的，想换点可以强健身体的药给小糯米团子，可是人参、鹿茸、灵芝都太贵，这种大补的药也不敢轻易给小孩子吃。转了一圈，实在不知道什么是可用的，最后还是在靠门的位置，架子上跳出来一种叫做牛奶片的东西。想想小孩子吃牛乳、羊乳确实可以强身健体，就先置换了2排，每排10小片，给小糯米团子每天吃2片也够吃几天了。这个倒是便宜，一共只花了他2两银子。最后躺在床上睡着的时候，他做了个梦，梦到狗皇帝的皇宫全部被他掏空了，四皇子和李公公置办在外面的府邸也被翻了个底朝天，景春熙还一把火把他给烧了，看着火光冲天，好开心呢，一解两世而来的冤屈和苦痛。哈哈，也不知道谁在流放的路上还能笑成这样。四郎翻身的时候嘟囔了一句，然后流了一嘴的口水，咂巴一下，还是红烧肉好吃。一夜无话。早上还好，除了一个黑面馒头，每人还是分到了半碗照得见人影的稀饭，而且还比昨晚的多飘了几根青菜叶子，但是缺少油水，那稀饭吃起来有点干涩。大部分犯人像是已经认了命，也是饿狠了，居然品出了美味佳肴的味道，一个个吃得狼吞虎咽，这2碗都忍不住舔了一下，这半碗稀饭下肚也省得上午再喝水了。只有大将军府的10几人依然吃得慢条斯理，不紧不慢。果然高门大户出来的人仪表端庄，依然保持着大家的气度，一个个身上都换上了细棉布的衣服，清清爽爽的，一点都不累赘，甚至脚上还换上了千层底的布鞋，想不招人嫉妒都难。谁叫我们没生个孝顺的女儿呢？语气阴阳怪气。早知道这样，自家生的女娃就应该早早溺死在尿桶里。那人阴狠毒辣，王老婆子更是阴狠着脸看着他们，恨不得把他们身上脚上的全部扒下来换到自己身上。一大早的，景春熙也不肯坐车，而是把外祖母哄了上去，然后刻意跟景长宁走在一起。舅舅，今晚会不会住在大丰县？听说在那里要接收进流放队伍来的犯人有50、60人，其中30多人是山匪和打砸抢、杀人的要犯。这也是他前世后来知道的消息。大郎和三郎后来也是跟这些人起冲突才死去的，全族7、8个女眷受辱后自行了结。据说其中有一个是大将军府的，景春熙猜测肯定是3个舅母或者表姐中的其中一个，所以记忆特别深刻。因为这件事后，二郎彻底黑化，到岭南后发布了很多反动言论，最后被直接判了绞刑。景春熙看三舅舅没有吭声，怕他记不住，忍不住再次提醒了一次，而且一再强调是娘亲从侯府得来的消息，今晚就是在大丰县。景长宁终于放了个屁，也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景春熙有点生气，流放的犯人1年一般押解4次，但是每一次的路途不一定一样，不是北地就是西疆，而岭南是最远也是最艰辛的。除了像他们这样受到波及的犯人是从京城直接押解，中途不时会有当地的犯人加入。途经大丰县和清流县，这2个县都算是京郊，押解进来的朝廷重犯是最多的。因为一般的小偷小摸轻罪犯人都是直接处罚在当地参与一些劳役的工作，只有重刑犯才会押解进京审判。京城的天牢地牢自然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也担心这样的人在京城容易被劫狱或者节外生枝，判决后都先押送到这个2个县。可以说大丰县和清流县就是整个大庆朝重刑犯的中转站。我去找族长。三舅舅终于被他忽悠动了。出门的时候，景秋荣特意交代女儿，她年岁太小，不要事事去亲力亲为，也尽量不让人察觉到她身上的灵异。说三舅舅是最聪明的，脑子也好使，有什么尽管叫舅舅去办。再不济，还有外祖母和大舅母可以主事，都可以找他们商量。至于外祖父，景秋荣没有说，因为他不能确定父亲的身体状况如何，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中途死掉。神仙姑姑的事，如果到万不得已让老夫人知道，会容易接受些，想办法让老夫人站在他这边就是了。事实摆在哪，也容不得他这个经常吃斋念佛的老人家不信。景长宁管景春熙要了6个白面馒头，用布袋包着，怀里揣了4个，手上的2个用帕子包着，又走过去跟老夫人耳语了一下。只见老夫人点了一下头，他就渐渐地放慢脚步，没一会就落到了队伍的后头，先是融入到紧跟着他们的二叔公一家的队伍，1刻钟后又往老族长那一支去了。景春熙则暗暗思量着，下一步怎样才能保护好家人，总不能因为有周伟伯伯在就大材小用，一点都不做防备。他好想把空间里那些锋利的武器都摆出来，让家人人手一把，可知道那是不行的。如若让官差看到，不说会怀疑他们的出处，严重的话还以为他们要造反呢。抄家搜身除了没收财产，最主要的就是不能让犯人身上藏有利器，造反这种罪名官差可是可以将他们就地处决的。但是手上什么都没有也不行，谁知道那些穷凶恶极、凶神恶煞的人犯到了绝境会做出什么事来？那可都是不要命的，临死了给自己找个垫背的很正常。临近休息的时候，看三舅舅还没回来，景春熙又跟大舅母语了一下。有了昨天的闹事，今天官差还没有叫休息，
景春熙就给外祖父、外祖母还有小糯米团子准备了吃食，赶着路易面偷偷吃，也没有人会太注意，照样还是带有点温度的白面馒头。其他的除了水井，春熙什么都没再拿出来，就是让大家口渴了多喝水。早上吃得饱，昨晚剩下的黑面馍馍也没有送出去，一个馍馍吃不饱的可以继续吃。虽是细嚼慢咽，馍馍也有吃完的时候。看景明月吃完最后一口，庄氏用糊得乌黑的手往他脸上呼了一把。娘，早上不是糊过了吗？你嫌我还不够丑？景明月气急，对自己的娘亲特别没有耐心。庄氏笑骂道：再丑也是我女儿。往他脖子上又糊一把，女儿长得太好，流放路上也是件麻烦事。自从听了景春熙的提醒，庄氏就起了防备心理，即使没到大丰县，一大早也先把女儿好好装扮了一下。但是锅灰刚擦下去的时候黑乎乎的，等到风干就会扑扑的往下掉，颜色也会变成灰色，鲜嫩的底子也可以看出5、6分。看着女儿依然如花似玉的脸，他自然就不满意了。2把糊上去，一个清纯美女马上变成了脏兮兮的丑丫，加上外面罩的褂子褴褛，就是个打柴乞讨的小村姑。如果有镜子，景明月一定会被气得跳脚。小糯米团子在车上一开始看看还觉得好奇，但是看到迪姐脸黑黑的，笑起来只露出2排大白牙，他先是拍着小手，然后又捂着嘴巴笑呀，戴姐姐好丑。景明月是第一个被扮丑的，一上午被指指点点笑了好久，现在又被抹锅灰，他不干了，要丑也得大家一起丑。景明月往自己脸上一摸，把自己脸上多余的锅底灰也往小糯米团子脸上呼了一把，气得糯米团子呱呱叫：大姐姐丑还坏。一下被赵姨娘捂住了嘴巴，不许对大姐姐不敬。这孩子出了野外天性释放，被宠得无法无天，现在都敢对嫡姐不敬了，不管他真得上天。其实景明月虽说不喜欢跟太小的孩子玩，可是从来没有苛待过叔弟叔妹，而且本来就是开朗的性格，一点都不会和小团子计较。知道娘亲是为自己好，这一路上安全最重要，又不是忙着定亲，他才不会计较丑不丑的问题。这时候他忽然记起李公公朝他看过来时那张猥琐又龌龊的脸，还心有余悸，所以并不排斥脸上的这点脏，还随手把车上的一根稻草往嘴里一叼，摇头晃脑的，故意装出一副吊儿郎当样，惬意得很，根本都忘了自己原本是大小姐，是去流放的。四郎不嫌事大，本来在后面推车，没有太注意大姐的脸，现在看见又看到大家都哄笑，更是跟在大姐后头叫了句丑丫头，气得景明月绕到板车后面追着捶了他2下，嘻嘻哈哈的气氛很活跃，大家都当着笑话来看。2郎3郎还跟着起哄，就他嘴碎，大姐妹妹多打他2拳。庄氏看着自己的大脏手有点嫌弃，再想想景春熙刚刚提醒的话，往自己脸上也呼了一把，不过看着比景明月脸上的浅了不少。他再看看西姐儿白白嫩嫩，五官灵动，才不到巴掌大的俊脸，到底还是轻轻在他脸颊上抹了抹。景春熙也不躲，知道大舅母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前世的记忆让他知道，坏人坏起来连小姑娘也不会放过，甚至有变态是专门玩弄幼童的。不过他并不知道那些重刑犯会是今晚就加入他们的队伍，还是明早才押过来，所以还是提醒大舅母先准备了。贤侄说的是真的。后面最先听到的是二叔公，听了景长宁的话，连忙把自己的4个儿子都叫了过来。确确实实是真的，流放路上中途加点人很正常，只是这次特别多。景长宁怕他们不信，还往前面指了指，望过去刚好看到景明珠跟4郎在跑着打闹，景明珠的脸黑得像锅底似的，已经看不出一丁点原本的模样，就一个字丑。交代完要说的话，景长宁再让他们注意找点趁手的工具，就继续往后头走。最小的4儿子还有点侥幸心理，半信半疑地说都有官差押送着，应该不会有事吧。马上就被二叔公瞪了一眼，今天怎么跟你们说的，想有命活着就老老实实听你大伯一家的，如若不是凶险，能把好好的姑娘糊成这样，你们是文笔比得过长宁，还是武比得过他们家那几个小子？还算大的比较明白，人家就是好心提醒我们，又不是害我们，他们怎么做我们都照着做就是，又不是引我们往坑里跳。最跳脱的二媳连忙从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对另外的2个妯娌说，赶紧的给我加点水。景长宁在后面走一圈下来，也花了1个多时辰，倒不是交代这件事情要这么多时间，而是以前族人过来都是找他父亲和母亲，再就是长家的大嫂，基本没他什么事。现在他既然3家都走一圈，也不能交代几句话就走，总得要笼络一下感情。馒头不多，他给的是每家主事的，怎么分就是他们的事了。可是自从二叔公那里收获了2声道谢，其他2群族人都很漠然，甚至族长那一支有人提出质疑，说他们在杞人忧天。庆幸记得给3舅舅塞了个水囊，不然他恐怕得口干舌燥，被族人围着的感觉肯定不好受，没准有些人还会拦着他提条件。景长宁回归自家队伍后并没有成就感，反而感觉很是疲惫，但是仍然偶尔关注后面的3群族人，看见他们已经有人开始有所转变，才回过头继续赶路。有人行动就知道起码还有点成效，让人个个幸福是不可能的，
他又不是金子银子，哪有那么大的魅力？那些成年男子一个个脸上严峻了许多，就连那些老的少的也少了些吊儿郎当的模样，走路都挺直了腰杆。二叔公这房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在路边捡些趁手的木棍，准备做防身用，但是都是趁着官差不注意做的。更有一些妇女远远看见大将军府这边女眷脸上都抹了锅底灰，连忙从地上抓把黄泥，再和上几滴水，往女儿和自己的脸上扑。众人纷纷效仿，唯恐慢了对自己不利。直到临近傍晚，官差往后面吆喝的时候，发现原本光鲜亮丽的女眷们才走了一天多半的路，就已经变得萎靡不振，也没那么多穷讲究了，个个变得邋邋遢遢，不但脸上，就是灰扑扑的球衣上也是溅上了星星点点的锅灰或黄泥，比村妇都不如，让人不忍直视。男子们走累了，颓废的也不少，不少人年纪看着不大，也都撑起了拐杖，半大不小的孩子也把棍子捡来当成玩耍的工具。只是这一个个的手上的东西也太难看了些，曲曲弯弯的有，裂皮带枝丫的有，有的蚂蚁都抽不死，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捡柴火回去烧。有个别警醒的官差往刀疤脸那汇报，刀疤脸过来走了一圈，一点攻击性都没有，还能造反不成？也没管，又不是第一次押送犯人，几根枯树枝丫能成什么事？不过偶尔遇上野狗野猫的驱赶一下罢了。中午休息后，景春熙偷偷从空间里拿出了9把匕首，这是他白天早就想好的，匕首短短的很锋利，藏在腰间或者靴子里拿出来方便，但是也不容易引起官差的注意。三舅舅和4个表哥一人一把，3个舅母也都得有一把防身，自然也少不了明月表姐的一把。至于小北爷爷和唐双，早就跟他们说板车最下面棉被底下是藏有长刀的，放在那个位置离他们近，抽用也方便，但是长刀属于利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拿出来用。外祖母和几个姨娘，景春熙还是觉得暂时用不上，外祖母和老姨娘还有点力气，但是能杀开腿跑开就不错了。要真来事，赵姨娘和风姨娘就是砧板上的肉，赵姨娘还需要照顾糯米团子，根本腾不出手来搏斗，风姨娘看着纤体细腰也不是能顶事的。老姨娘今天可能已经意识到气氛不对，自己也开始背着木棍了，连烧火棍都不如的那种。看到明显就是出自大将军府，再熟悉不过的匕首，景长宁心中的狐疑更加笃定。他相信家里任何一个人以前都不会给大姐和外甥女送这么多几乎一模一样的匕首，而且他除了腰那里有点鼓起，根本就不可能藏那么重的匕首，就是唐双身上也不例外。他拉车的时候觉得热，还把被子脱掉了，身上根本就藏不住这么多东西。而那几个包裹他是拎过的，甚至还用手摸过一遍，知道肯定没有这样的武器在。这些东西西姐是怎么凭空拿出来的呢？三舅舅不问，景春熙也没打算马上说，流放之路会很长，空间里的东西总有拿出来用的一天，他总不能每次都绞尽脑汁的去想借口。既然有人怀疑，又是值得信赖的三舅舅，不如到时索性就让多一个人知道，路上有个助力，取用什么都方便。而且以三舅舅那样的聪明劲，想瞒过他可不容易，露馅只是时间问题。另外还有几包养阳粉、软骨散和文力岛，景春熙直接给了外祖母。景老夫人是何其聪明的人，一看标签是什么药，就知道是什么用意了。他们这一行虽说有儿子和4个孙子在，可是4个孙子，一个17，一个15，三郎12，四郎才10岁，真正顶得点事的也就3人。老头子虽然有一把子功夫在，可身子还得将养一段时间。几个儿媳虽说不上顶尖，可也是偏上的样貌，还没及笄的大孙女身材窈窕，楚楚动人，主要是都年轻，难免没有心思龌龊之人。每个人身上有了这些药物，起码可以自保。老夫人心里暗自感叹，女儿终究是合理受到打击，有了长进，事事想得如此周到，难怪说要把外孙女送给他们尽孝呢。可不都是想娘家一步步棋都下得稳稳当当吗？3个儿媳和大孙女每人分了1包药粉，还有剩余的给了3个姨娘，再有多的剩下的都藏到了老头子的被褥下，为以防万一，还特意把藏匿的位置告诉了小北和老头子。这一波操作也让他们这一房的所有人心里安定了不少，有武器还有毒药，怎么感觉自己能做常胜将军，好好打一仗？但是这只是侥幸心理，怀揣这些东西其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即将来临的危险，个个不敢松懈。原本只知道流放这一路不会太平，但是前路漫漫，什么都不可预知，他们只想好好活着，活着去到岭南，也存着还能活着堂堂正正再回到京城的想法。只有车上的小糯米团子是最开心的，他第一次可以那么长时间可以跟那么多人待在一起，吃了睡，醒了玩，玩了吃，还有人跟他斗嘴。吃了几次井水，那原本因为早产体弱有点苍白的小脸蛋居然显出了点自然色，所有的人都以为是秋日的阳光晒出来的，只有暗暗高兴的份。在流放路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好的事。糯米团子最高兴的是，西表姐说每天会给他2颗糖，说是不能多吃，吃多了会烂牙齿，已经够他乐的了。早上晚上还会塞给他1块牛乳味的小糕点，软软甜甜的，又莫名的丝滑，入口即化，真的很好吃。他开心，西表姐最喜欢我，我有糖，哥哥和大姐姐都没有。
队伍停歇的时候，还可以下车跟四哥一起玩扔小石子、编小蚱蜢。有时候西表姐也会一起玩，西表姐比较耐心，哥哥姐姐们总是叫她小屁孩，从来不会叫她小糯米团子。西表姐还偶尔捏捏她的小脸蛋，说好玩。西表姐还跟姨娘说，秋天的太阳可以多晒晒，不用要衣服挡着，说是晒晒更健康。西表姐知道的可真多。很快就走到了大丰县，驿站距离县城也就2里地，走进城门不远就到了。这次在驿站前列队点人数的时候，一直没有露脸的刘爷亲自做了一次警告和训斥发言，又到人群里走了一圈，刀疤脸在旁边挥着空鞭帮衬恐吓众人。刘爷最后就一句，今晚吃了老老实实待着，谁都不许出门，也没说今晚或明天有其他犯人加入的事，以至于队伍里都有点怀疑景长宁得来的消息是不是可靠。震慑完所有人，刘爷带着刀疤脸和另外3个衙役出去了，应该是去县衙做交接。老虎走了，猴子称霸王，驿站里闹哄哄的，也没有人管。本来路上都没衣服换，还有人想着法子倒腾你们，看看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连洗脸的面巾都没有，活该！哈哈，你看我们不胡，还不照样过来了？天子脚下还有官差护着，别人说狼来了，你们还真的信了。王老婆子和苏轼果然脸上衣服上都是干干净净的，显然并没有听劝。倒是林氏本来脸色就不好，又长得过瘦，虽然年轻也长得不差，脸上抹了黄泥后跟个恶鬼似的，就连乔乔脸上也有黄泥印，看来他这个孙媳妇也是被族人的言语吓怕了。其他人可没空搭理他们2人，这一天走下来就够累的，谁不忙着抢位置？晚上住的还是大通铺，这回是景春熙不想再委屈家人，拉上表姐跟他一起出去。大手笔一些，给驿站管事的和厨娘都塞了1两碎银，再交1两银子，他们就多得了一间大通铺，这回终于男女可以分开住了。租来的这间虽说比较小，可是由于平时住的人不多，看着也更为干净，可景春熙还是不满意，趁着跟管事去看房的功夫，把景明月支去厨房，等管事走后，将空间里干净被褥和枕头拿出来全部换了，那些脏兮兮闻臭脚丫味的先收入空间，明日想办法再换回来就是了。小糯米团子进来，看到崭新干净的床，就高兴地脱了鞋子往上面蹦跶，直接被赵姨娘拎了下去，屁股还被拍了2拍，看你脏得像猴一样，洗洗才能往上钻。小家伙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可是仍然跟着姨娘乖乖去了。景明月果然是有钱使的鬼推磨，使了3两银子就能住这么好的房，马上被他娘戳了戳额头，知道你每月20两的月银金贵了吧？你看普通人家20两能做多少事？以后过苦日子可别哭。娘，我知道了。你看我是会哭的吗？知道有爹娘在，说到这景明月就不吭声了，又看向自己的娘，生怕把她惹哭。庄氏也只是轻轻叹了声气，然后安慰女儿说，你三叔说刘放当天就给你爹传了信，他要是聪明点应该会没事。但是刚刚看见整洁床铺的高兴劲，母女2人都没有了，还好2人的举动和对话并没有惊动其他人，其他人都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幸福里。思燕摸了摸被子，然后坐了上去，就有点担忧地说，也不知道父亲和相公他们那边是不是也这样。风姨娘，奴婢觉得不会，不说是使了银子才得的吗？殷氏倒是想得挺开，衙役安排的不住也讲不过去，不过明晚如果能继续使银子，我们委屈闻1碗大脚丫味，换父亲他们住好的吧。不知谁应了一句，那老夫人不是一样的闻大脚丫子味。摸摸崭新又柔软的被子，老夫人也觉得挺好，只是把他们的话堵了回去。好了，以后都听西姐安排，那边几个都是糙汉，就是睡野地里也是应该的，这还是靠近京城，到了南蛮之地，你们以为还有那么好的条件？外祖父住的那间景春熙没有动，担心早上没有时间去收拾，反正外祖父垫的盖的都是从板车上抱进去的，还算干净整洁，连垫带盖的一共4床被子，大家分着用还是差不多够的。4个表哥适应快，小北爷爷是在军营里摸爬滚打过的，更不用说了，只是委屈了3舅舅这个没有受过苦的白面书生。今晚没有人再质疑，最喜欢质疑的庄氏沉浸在对夫君安全的担忧里。其他人看着仍然有点熟悉的被子枕头，已经默认这都是京城铺子里有银子就能买得到的常见之物。到底在牢房里窝了一晚，又走了这么2天，又脏又累的，大家一坐上去就不想动了。楚春熙还是觉得应该给大家都擦擦身，天天都是抹把脸就往床上睡，觉得挨不到岭南身上肯定会长虱子，怪瘆人的。才想叫唐双去烧水，没想就有婆子把热水给他们提过来了。得了好处，厨娘和2个煮饭婆子把热水直接送到他们房里来，还给了一副旧门板安在屋角给他们做当板，说是那边待会也会送去几桶，把景明月和3个舅母整得直乐呵。3桶水虽然不能泡澡，可是要木盆匀起来也差不多个个都得大半盆水，够舒舒服服擦个身的。晚上主食还是肉包子，但是厨房帮熬了一锅热腾腾又浓稠的不见水的鸡肉粥，只要有水够，还是这种软糯又微的软烂的流食比较养胃。拔毛开膛过的2只鸡还是景春熙交给厨娘的。另外3家依然是定量1人1个白面馒头，白面馒头很大一个，
不够蓬松，可是很劲道，再加一个黑面馍，足够填饱肚子。万一明天打起来也有力气。这个时候，景春熙不敢亏待族人，红烧肉也拿出来3碗，却不是他们吃的。景春熙和唐双一起给官差住的那2间客房和刘爷住的那间上房都分别送了1大碗，每人再定量2个大肉包子，更是让厨娘给他们房里都上了1壶烧酒。他们走后，刀疤脸忍不住跟刘爷说道：“这大将军府还算识相，幸亏有个外嫁女帮衬，不然恐怕我们这一趟就白走了。你看另外那3房，灰头土脸的，也不像是带出银两的样子。”刘爷笑笑，摇了摇头说：“你浅薄了，那只能说大将军府有气度，懂礼数。其他的老七也别光看表象，再多饿他们个几天，你看另外那3房还能不能坐得住？抄家，哪能抄得那么干净？那倒也是，但是他们身上也不像是能藏好东西的样子，所以才说你蠢呀。抄家流放，谁不是先揣着银票？金纳银的放在身上还能留得住？你看就是大将军府那老夫人头上那只金钗，现在不也藏得严严实实了？那倒也是，先抄的大将军府，他们得到消息藏住一点也不难。搞不起有些亲戚不敢在五里亭来相送，反而往城郊来送也不一定。反正在下相信跟着刘爷肯定能吃香喝辣。说完，2个也对饮了起来。其他屋里有了好吃好喝的，其他官差脸上笑容也多了几分。走了2天，一路看到犯人7、80人，也就有一家带来一辆破板车上有几个包裹，还以为这一路只能清汤寡水了。现在看来还有个大将军府是识相的，起码知道给他们送口好吃的。给老将军用热水擦了全身，又敷上了药。景永成居然强撑着要坐起来自己吃，小北被他这倔脾气吓了一跳，生怕一拉扯他的伤口又出血了。但是也知道他执拗的性子劝不住，果然看他被扶着坐起来那样子，居然没有呻吟一声，不过还是皱了皱眉头。这个时候伤口撕扯还是挺疼，只是景长宁和小北一检查，总算收了口气，还好，一点出血都没有。父亲，我看您这伤口，再过2天应该偶尔可以侧身躺了。可能吧，就是今天伤口开始有点痒，不抓都觉得难受得很。老将军，那是伤口有点结痂了，你可别挠。表小姐给的这金疮药是真的好，还有这药粉见也没见过，换成是以前军队里用的，您起码还得多受罪个不少天。其实用其他药更严重了都很难说，家里其他人不知道，景长宁和小北都很清楚。祖父，您好了，还疼不疼？祖父可以坐起来了。太好了，祖父坐起来了。景永成还以为不直接交代也得躺个3、2个月才能动，看来我还是宝刀未老啊，这身子恢复的比当年在军营还快。景老将军看围过来的一群孙儿们，强颜欢笑，乐呵呵地说。看到小北又想喂他，老将军连忙自己抢过碗，你也多吃点，你这腿跟着我们怕是到了岭南该得废了，那边的气候可不好。小北手上一空，想也不想，连忙站起身走了几步给老将军看，把手抄在后边走几步又转个圈，感觉他腰杆子都硬了不少，没在佝偻着了，一点都没像已经走了2天的样子，脚步也稳稳的，看着也没有那么跛了。在下这一趟出来是贴了将军的福，不出来这脚都没那么利索。表小姐给的药酒和药贴我还是继续用，没准到了岭南就全好了。待会吃完饭我也给老将军试2贴，没准对你的腰和老寒腿也有效。看小北站起来又蹦了几蹦，老将军连忙制止，你呀，还以为是当初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呢。你也赶紧吃，吃了好好睡一觉，明天继续跟我说说你们后来在庄子里的事。小北这2天一直都护在老将军旁边，偶尔跟他说说这10几年在庄子里的趣事，更是偶尔会回忆以前在老将军身边在军营里的苍穹岁月，2人谈得很是投机，使得老将军偶尔会忘了背上痒痒的感觉。这一餐老将军自己吃了1大海碗的鸡肉粥，还吃了3个大肉包子，让景永宁和4个郎都兴奋异常。4郎还拉着3郎一起跑女眷这屋给他们报信。景春熙笑着挤进外祖母怀里，娇憨地说，娘亲说西姐儿是个有福的，有神仙姑姑护着，外祖母信不信？最多5天外祖父就能站起来了。反正他是信的，是应该时不时给外祖母上点眼药，说明他的话很准，也是带着福运的，以后就好办事了。好，外祖父就是得西姐儿这个小福星护着的，能站起来就好。老夫人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放下，看老头子前天被抬回来那个样子，还以为没出京城就得咽气了呢，现在怎么感觉没那么伤心了呢？可不就是女儿和外孙女带来的福气吗？要是那天早上他们不过来先报信，他都不能想象现在是什么景象。老夫人，要不是秋荣让西姐带的这些好药，我还真的怕你们老头子直接交代了。在大牢里有钱都难办事，他们身无分文，不说请大夫想找人买瓶药都难，可不就要耽误了吗？装饰伺候老夫人擦了身，用过的水也没浪费，端过来继续给老夫人泡脚，泡脚可以暖身又可以解乏。一面说，我就知道父亲是有大福报的，救了大清那么多的黎民百姓，阎王爷都不舍得把他领走，佛主肯定也在天上保佑我们呢。老夫人，对，我们大将军府又没做亏心事，
西姐儿说是神仙姑姑在保佑，一路肯定平安顺遂。说完双手合起，念念有词起来。过了许久又说，嗨，以前养尊处优惯了，反而经常腰酸腿疼，现在觉得还是多活动着点好。这2天这么一活动，我倒觉得舒坦得很，腰也没那么硬了，没准流放了可以多活几年。其他人都看着他笑，附和着他这句话。景老夫人出来后，不像以前在府里那么喜欢板着脸，虽说也有伤感的时候，可是性子开朗多了。老姨娘附和，倒也是呢，要说我们景家军可能还是适合天当被，地当床，这才是我们自由活动的天地。团子这2天没喝药，气喘也没那么急了，肯定是病快好了。虽然说是庶出，可是小糯米团并不是太怯弱的性子，他在祖母面前说话也吧嗒的并不节制。众人又笑。团子自小体弱，没出生就没有了父亲，所以谁都疼惜，在大将军府从来没有被苛待过，反而因为年纪小又是女孩子，生着病一直都精心呵护娇养着。赵姨娘一定要带着她，也是因为怕她没有人悉心照顾，早早就折在京城，才带来流放的。小家伙擦洗趴在床上玩，小脸红扑扑的，一点都没有原本苍白的肤色。刚才还追着景春熙玩，都没感觉到病态。中午在车上睡了一觉，现在一点都没觉得困。说完，忙着在新被子上打滚。景春熙吃饱喝足，躺在暖暖的被窝里，听着外祖母和几个儿媳闲话着家常，对外祖母关于神仙姑姑这句话也不反驳，只是痴痴的笑。所有人都收拾完准备睡了，景长宁还敲门进来，他手上多了把柴刀，看着也不是太锋利的样子。所有人都诧异的盯着他，不知道他大半夜的拿把刀过来是怎么回事。他摸摸脑袋，尴尬的笑了笑。刚刚和大郎跑去跟七哥喝了2杯酒，他透露明天确实有重犯要加入我们的队伍。他还帮跟刘爷打了声招呼，同意我们可以自己准备点棍棒什么的护身。这刀是跟伙房买的，棍棒也花点碎银让小二帮备着了，明天人手1根。最后又说了一句，要真有事，我们个个都露出一把匕首，他们押解的官差也不好交差。看他们都没有回话，景长宁有点尴尬，也不知道在说什么，转头出去的时候又说，棍棒他们几房的也都有。嘿嘿，三舅舅果然通透，行使他的外交政策去了，且小有成就。主要是还知道带上大表哥，景家家大业大，办大事须得后继有人，什么都得培养起来。景春熙又是放心不少，他应该很快就可以躺平了。小姑娘家家的就应该吃饱喝足了睡觉，这样才长得快。京城平阳侯府，景秋荣他们走后，老柳氏也带着婆子们回去了。柳姨娘如被狗撵一般，急急忙忙跑回了柳絮院。夫人，您的脸怎么了？贴身的丫鬟如秀指着柳姨娘那张挠得起了道道血印的脸，吓了一跳。在柳絮院里，他们早就把这个姨娘叫夫人了，也是楚炫允许的，不然柳姨娘和那2个小兔崽子也不会如此嚣张。死妮子，快点给我打水去，痒死我了！一定是那晦气的朝霞院有什么有毒的虫子。柳姨娘说着，双手又往脸上挠了几下，看到丫鬟一脸恐惧的表情，连忙自己往镜子面前凑。死了？怎么那么严重？如花，快点给我找府医。哎，奴婢马上去。一下屋里跑得空荡荡的，一个去打水，一个去请府医。看到镜子里那张连自己都不忍直视的脸，气得一个道合。再想想刚才楚炫看他一脸错愕的表情，柳姨娘极其恼火，看见桌上的杯子就往地上摔，弄得地上一片狼藉。香嬷嬷呢？快点让她进来给我挠挠。可是没有人应。痒，哪都痒，连脖子和身子都已经开始痒了。他隔着衣服挠痒痒，可这里挠完那里痒，像是有千万只虫子在咬他一般，痒了挠，挠了痛，痛的位置然后又更痒。没听到有人应声，柳姨娘暴躁，人呢？都死哪去了？一个最多10岁的杂嫂小丫鬟听到动静从院子里跑进来，听到这一声立刻不知所措，看见柳姨娘丑的又有点扭曲的脸，更是瑟瑟发抖。她年纪小，平时只做些杂活，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刚才院里香嬷嬷和另外2个婆婆不是被夫人带出去了吗？夫人回来了，他们也没回来。可是小丫鬟不敢说，只是愣愣地站着，走出去怕被处罚，靠近又怕被打砸。幸亏如秀这时打回了一盘冷水，进门还没招呼，就看到柳姨娘冲了出来，衣服凌乱像个疯婆子似的，径直就把那盆水往自己的脸上浇。秋日里冰冷的水果然缓解了一下她脸上的痒意，知道冷水有效，她也顾不了这许多，身子上的痒她也受不了了，剩下的谁抢过来就往自己的身上泼，从头到脚淋了个透，还厉声骂道：拿着半盆水来有什么用？一个个的不把我的事情当回事，是不是？看我不把你们一个个发卖了！小丫头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一溜烟转身就跑了。她实在是害怕，跑出去即使被打死，起码还有人看见，在这屋里死了，恐怕连个全尸都没有。如秀还算镇定，夫人，您没事吧？要不要去前院告诉世子？不叫，让小厮把院门手严实了，还有刚才那小丫头，把她找回来掌嘴，要是敢到处传，直接杖毙。柳姨娘龇牙咧嘴，
喊打喊杀，哇哇大叫的大嘴像是能把人吞进去，真的太吓人了，和平时在世子面前装的柔柔弱弱的美少妇一点都不像。是，如秀也不愿待着，急步往外面跑，守门市集，打水也不敢怠慢，可外面总还是有小厮可以用的。快点叫人去烧热水，我要马上泡澡。后面又是一阵河东狮吼，还有东西落地的声音。柳姨娘身上的痒暂时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满屋子的水，蓬头垢面，衣服凌乱。娘娘，柳姨娘把她拦住。刚刚知道姨娘回来就往她屋跑的宝哥一路畅通，根本没人拦赶，平时也不会拦她。跟在后头的奶娘和小厮还没反应过来，柳姨娘说的是要拦住谁。宝哥才4岁多，一进门看到的是一个喊打喊杀、满脸红肿又狰狞的疯婆子。乐哥儿虽然不愿儿子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可既然进来了，还是尽量露出最温柔的笑容。红得像猴子屁股被刺了针眼，肿得像猪头还带着血，嘴巴里的白牙好像还变长了。明明是娘亲的声音，却有着狼外婆的脸相，怎么都觉得娘亲是被妖怪附了身。乐哥吓得转头就跑，鬼啊！声音凄厉，小孩童受到极度的惊吓，一面跑一面喊，踉踉跄跄还跌了几跤，后面紧跟着的奶娘和小厮都跟不上。宝哥毕竟年纪小，气力也小，一跑就不带喘的跑出院子，没跑到月亮门就晕厥了过去。柳姨娘没有功夫去追，出去就让自己的脸大白于侯府所有人面前了。还有实在是那痒意又渐渐上来了，她自顾不暇，嘴里骂骂咧咧起来：你们是死人吗？冷水要冷水，我要泡冷水。养成这个样子，如果泡的是热水，肯定会适得其反，还不得把他养死。几个吩咐下来，院子里的几个丫鬟都跑没了，就连平时跟着的香嬷嬷也还不见踪影。反了，等我好了，看不把你们收拾了，通通发卖。柳絮院里回来就闹这么大的动静，即使封了悠悠下人之嘴，可柳絮院又是秦府医，又是让厨房烧热水的，冷水也不断往里扛，难免会有不透风的墙。但是相对比于世子和夫人和离，涟漪就小得多了。是的，侯府如同地洞一般，下人们还没有从夫人和离并带走儿女的事中回过神，还3、5成群凑在一起，正在嚼着这件天大的丑事。柳絮院那掀起再大的风浪，下人就是知道了，只要不是他院里的，谁也不会管这等闲事。更有些嘴碎的婆子开始神神叨叨，认为是柳姨娘咎由自取，是因为鸠占鹊巢所得到的报应。楚炫虽是达到了目的，但是心里极度不爽，回到前院就躺到卧房里躺尸，可半天想不通，睡不着，怎么都想不明白，平时深爱他，对他言听计从的嫡妻，怎么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说合理就合理，就是走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眼。心里越想越气，干脆带了个墨砚出府。侯爷本来在外面就养有外事，今天下朝后就直接躲到杏花巷去逍遥了，这几天也没打算管府里的事。老柳氏回到自己院里，喝了2盏花茶，又吃了几块点心，心情舒畅得很。有了那个蠢妇留下的嫁妆，以后侯府的日子又可以风风光光了，不用为了几百两银子抠抠搜搜，还天天去讨好那个蠢货。怎么想怎么舒服，没一会儿也浓生了困意，吩咐贴身的长婆子道：天大的事也别让人打扰我，我得好好睡一觉。老奴知道了。常嬷嬷响应得非常爽快，跟了老夫人几10年，哪里会不明白主子现在的心思。府医姓宋，是个年近60、经验丰富的老郎中，被如花毛毛躁躁又急匆匆地拉来，一路上都感觉气有点上不来，心情很不爽。如花走在前头，见前面月亮门那好几个人手忙脚乱的挤作一团，也不知道在干嘛，把路都挡住了，还以为是丫鬟小厮们在打架，连忙出声呵斥：哪个不怕死的在这里拦门，还不快点让开，耽误夫人的事没有你们好果子吃。柳絮院的人丫鬟都跟主子一般，一贯的嚣张跋扈，以前还有朝霞院那位管着有所忌惮，现在觉得主子就是正牌夫人，更是唯我独尊了。可几个人没有如意料般四下散开让路，这回好像没听到一般，匍匐在那叫着：小少爷，您快醒醒呀！怎么回事？如花听见叫的是小少爷，也有点心慌，那可是柳姨娘和老夫人疼在心尖尖上肉，如果出了什么事，不单是看护她的小厮婆子，就是她这一等丫鬟也得脱层皮，毕竟小少爷还住在他们院里，没有分院。奶娘转头看见了府医，脸上变幻很快，眼里都有了光，连忙叫道：府医来了，快给看看小少爷，不知怎么就魔怔了，叫着说见鬼就晕过去了，掐了人中也不见醒。刚才冲进柳姨娘屋里的只有宝哥一个，其他人是不敢冒冒失失冲进柳姨娘屋里的，自然不知道是什么状况，更不知道宝哥是撞了什么邪。奶娘可别是真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可怎么办呀？小厮婆子手忙脚乱，见到府医总算没再那么慌张，但是依然匍匐着，只是让出一条路给府医靠近。百年还一脸感激地看着如花，以为这府医就是如花找来给小少爷看病的。宋府医把手上的药箱往地上一放，一蹲下来头还感觉有点晕，怕自己晕倒，连忙又坐到了药箱上，缓了一会儿才摸了倒地的宝哥脉搏，两边手都探了探，又摸了摸额头，然后松了口气，别不是被狗啊猫的吓着了，抱到凉亭那去，
我给他扎针醒了就抱回去，可别再吹了风，小孩子受了惊吓，身边别离人。待会再派人到我那去取张安神的方子。孩子小，小厮年岁也不大，最后是粗壮点的奶娘把他抱了过去。看如花刚才催得那么急，府医也以为病的就是宝哥，在凉亭再次搭了宝哥的脉搏，脉搏稍快，气喘也只是有点急促，总算放了心。看着应该没什么大事，只是这小少爷看着胖乎乎的底子不错，青天白日的怎么这么不惊吓？慢条斯理的拿出银针，找准了穴位给施针。府医知道没什么大事，所以不紧不慢，3、4岁的小孩只要不是连续发高热，自己的医术还是有成算的。如花却是心里焦急，也不敢催促府医，夫人固然重要，可小少爷才是世子和老夫人的命根子。说完了，柳姨娘不过是母凭子贵，不过知道延误了回去肯定被责罚，只恨府里的府医还是太少了，只有急得光跺脚的份。等到扎了针后，又等了一盏茶功夫，宝哥才悠悠转醒过来。可是醒过来一直哭一直闹，还是一直说有鬼，还是那种长头发长舌头长着大白牙的鬼。婆子小厮哄着要带宝哥回去也不肯回，一直说柳絮院里有鬼，又是一阵折腾。最后还是如花做主，让府医回去写方子再过来，小厮先抱宝哥去前院，看福哥是不是已经下学，想让他们两兄弟玩一会儿。又让他的奶娘去报告老夫人，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小半个时辰就过去了。世子那他是不敢去找的，今天世子的脸一定阴森可怕。如花今天虽然没有跟过去，也只是刚刚才知道是正牌夫人自己提出的合理，在古代这对男人来说可是相当丢脸的，不要命的才敢在气头上去招惹他。柳姨娘的脸实在是挠得有点严重，不说是孩子，就是如花看了都觉得会跟宝哥一样会做噩梦，姨娘肯定想捂着瞒过世子。如花匆匆领着府医继续往柳絮院去，又是跟后面有狗撵一般，一步都不敢停，可也知道太迟了。果然进去就被香嬷嬷狠狠地抽了一巴掌，你这死妮子死哪去了？找个府医都能等到天黑。其实香嬷嬷也是刚从外面吃瓜回来，只是回来看见院里人都几乎都跑光了，柳姨娘又是这种状况，自己也被骂了几句，所以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不想有自己的原因，只想找个由头出气。如花不敢辩解，但是直直跪了下去，也不敢知情不报，小声解释说小少爷被吓晕过去了，府医先看的小少爷。香嬷嬷指桑骂槐的，自然对府医来迟也有不满。宋府医也吓得一哆嗦，哆哆嗦嗦又结结巴巴，咦，夫人怎么了？你快进去看看。香嬷嬷着急，也不管什么男女大防，把府医直接往屋里推。柳姨娘那冷水早泡了足有差不多1个时辰，冷水都换了2次，一直不肯起来，实在是一出水桶没到半盏茶功夫，马上又得挠，只有没在水桶里才舒服，连头顶都得让如秀舀水淋了才不痒。可是这深秋的季节，冷水这么一泡，也冷得毛孔收缩，冻得皮肤发白起皱，口唇发黑，一点人样都没了。宋府医进去看到柳姨娘已经躺到床上，可那样子披头散发，又感觉没有多少气息，搭上脉感觉透心的凉，就像他见过的泡过水的死尸。如果不是屋里还有香嬷嬷和2个丫鬟，或者但凡是半夜，他60的人都得拔腿出逃。他猛然间醒悟到刚才小少爷说的鬼是谁了，刚刚吩咐床上的被褥连同枕头帐子全部换了一遍，柳姨娘才敢躺到这张床上，厚厚的棉被盖了2床，仍然冻得直打哆嗦。姨娘，这是落水受了寒，可有煮了姜汤喝？宋府医搭了脉也不敢确定，实在是这么冰冷又沉闷的脉象他几10年从医都没见过，只能试探着小心翼翼地问，浑身湿漉漉的不就是落水鬼吗？也猜测他脸上的伤应该是被水草划伤所致，落水就上来，一般都要喝姜汤，不然就严重了。府医看看，姨娘是不是被毒虫咬了？咬的是什么虫？可有解药？夫人刚才一直叫着全身痒痒才泡的冷水。如秀只能实话实说，实在是柳姨娘现在那个样子，不说实话府医怕是也不知道怎么医治。如果是平时，他肯定不肯让这张脸孔示人，但是刚才那么凶险，现在躺尸在床上，里面光溜溜的不着一缕衣裳，也根本都不顾得体面了，应该是自己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更是连话都懒得跟府医说。柳姨娘一通又打又砸，发泄下来早就脱了力，再泡几桶冷水出的气都差点没有了，哪里还有力气回答？那张脸看着只有眼睛还会动，那就不是落水了。最后府医又搭了脉，再仔细看了他脸上的痕迹，也看不出是怎么回事，只能按被毒虫咬开了张消炎的单子，还有2瓶涂脸的膏药，又交代所有用过的衣服被褥全部用火烧了，在屋子周围再撒一些硫磺，防止毒虫靠近，才退了回去。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叠翠院那边才知道宝哥受了惊吓，因为老柳氏睡前已经交代说不许人打扰他，所以奶娘去了连人都没见着。现在知道出了状况，老柳氏直接让人把宝哥送他院里去了，这小孙子可是他的宝贝疙瘩，吓坏了他可是要心疼的。至于小柳氏，知道说被毒虫咬了，他也只是让常嬷嬷派个下人过来了解了一下，还特意交代过去的人不能触碰那边的东西，省得也被染了过去。
香嬷嬷看吃了药后，柳姨娘已经睡下，也不再闹着说痒，干脆就把事情隐瞒了下来，对外面只说是被毒虫咬了一口，皮肤有点红肿，应该过几天就消了。天一黑，宝哥在叠翠院里又是一番折腾，一定要丫鬟在他那屋里点了7、8盏灯，屋里也一定要小厮丫鬟奶娘所有人陪着，不然就一直说有鬼。折腾了大半夜，总算睡着了，可一直梦魇着叫鬼呀鬼呀，让守护的人都觉得毛骨悚然。即使这样还不消停，接近天亮的时候，宝哥全身发烫，发起了高热。叠翠院一晚上又是请府医又是熬药，一直折腾到天亮。宋府医也是一晚都战战兢兢，又累又饿，熬到天亮还跟着丫鬟婆子被老柳氏一顿骂。刚退出翡翠院，门口如花又守着他来了，你赶紧的去柳絮院，夫人的脸，夫人的脸。这一听又是不好了，府医一晚没睡，还得饿着肚子赶过去，心里也不痛快，还夫人什么夫人，真正的夫人在的时候哪里有那么慌乱。以前即使是老夫人病了，叫他这老家伙过去看病，4级的世子夫人也会体恤到他的辛劳，交代下人给他煮碗粥或者下碗面给他暖暖胃，哪有连下人都这样咋咋呼呼，对他吆3喝4的，连点面子都不给他。果然姨娘就是姨娘，一点都上不了台面，这张脸怕都是老天看不过眼故意折腾的。柳姨娘服了药，盖了几床厚被子，一晚上倒是睡得安生了，直到凌晨才闹着说肚子饿，一碗肉粥下肚，自己爬起来照的镜子。这时候嬷嬷丫鬟才猛然发现她的脸又变了样，红肿消下去不少，血痕也有点干了的迹象，却冒出了很多小脓包。啊！我不要活了，府医，府医，快请府医！不是，他就是个庸医。香嬷嬷，你快点去回春堂，请最好的郎中过来。不，还是让侯爷请太医。不，先请回春堂，回春堂，快点！宋府医没有迈进屋就知道自己背负了骂名，人家也不需要自己医治。如花听柳姨娘在里面这么一吼，也不敢请府医进去了。宋府医乐得自在，干脆背着他的小药箱，步履蹒跚着走了。老了，看来也应该回乡容养了。想想昨晚给小少爷搭脉，似乎也不是光受惊吓发热那么简单。可是行医纵然有几10年，也看不出他体内升腾起的那股乱窜的热气是怎么回事，只能先按一般的受惊发热来处理。热气虽然降下来了，怕也是治标不治本，接下来还有的折腾。所以他现在也庆幸姨娘不用他继续治了。实在是两人的病症都来得蹊跷，要是越治越严重，治出个好歹来，被秋后算账，性命不保就麻烦了。青山庄距离京城有100多里，就在北边美丽的青山脚下。这样的季节，漫山遍野都是黄叶和红叶，今年的美丽却无人欣赏。抄家当天中午，5辆马车就陆续出了城门，去往青山庄，和流放的方向刚好背道而驰。领头的一辆马车就是曹护卫亲驾的，上面坐大将军府一共9人，分别是大房庶女景明瑶2姑娘8岁，大房庶女4姑娘景明烟不到2岁，二房嫡二子尹从轩5郎9岁，二房庶子尹从浩6郎7岁，二房嫡女景明锦3姑娘6岁。而跟随的下人分别是二房通房丫头碧莲，也是景明烟的生母，春梅则是景明锦的奶娘。另外2个小厮平时是跟着5郎6郎的小书童，年岁都比他们大2岁。二叔公景永坚这一脉，刘京的5男2女，最大的也是9岁，最小的刚刚周岁。原本仅有一个老婆子跟着，景大管家又给安排了一个丫鬟照顾。族长景永胜这一脉孩童最多，一共11人，也最麻烦，几乎每个年岁的都有，3岁以下的就有4个，有一个嗷嗷待哺。曹护卫接到他们的时候，原本托付的一个婆子早就跑了，孩子们哭哭啼啼，吵吵闹闹的，也没有人管。好在个个害怕都抱成团，没有一个走丢。但是最小的4个被丢在那里，躺的躺，爬的爬，根本就没人管。如果不是大管家安排的人及时赶到，恐怕都被野狗叼了去。现在都被安置在2辆车上，年岁较大的7个坐了1辆车，大管家给安排了一个婆子，另外小的4个也安排4个丫鬟婆子先跟着去。还有景永强一脉，孩童8个，虽说有个1岁多的孩童，但是其他的都已经超过5岁，最大的又是最小的亲姑姑。许氏长辈原本就有交代，相互照顾也还算周到。原本这家也没几个下人，平时都是大的带小的都习惯了，但是大管家不放心，仍然安排了一个婆子跟着。最后1辆车坐的是米嬷嬷和青衣，还有他们点名要的几个人，一下要安排这么多孩童，不安排几个人先过去，皇叔那一家肯定顾不过来。后面还有驴车拉东西，都是吃的穿的居多。景秋荣和普哥儿一行是流放队伍走后的第3天才出的城，比前面的2批人迟了2天到达的青山庄。一起的除了子衣和东子，就是周围给安排的几个护卫，自然是又和大管家商议了一些后续的事后才各自分开。除了大管家留着处理后续的2个小管事，其余大部分下人则在景秋荣他们去送行的时候，也都坐雇佣的驴车陆续被送回了青山庄。青山依旧在，南在夕阳红。青山庄，五头双手叉腰，圆睁着双眼，唾沫横飞的骂道：“你个瘦猴，
知不知道我祖父是族长？你敢跟我斗，就是跟全族人作对。他的声音里满是嚣张与不屑，肥硕的身躯因愤怒而微微抖动，大拳头又想飞过来，但是被旁边一个比他更瘦小的女孩子拉住了手臂，听姑姑的，别打了。五头也没到10岁，是族长这一脉的孙子，排行老5，年龄最大，平时没少惹事。女孩子被他挥了一拳，一下就被推倒在地。姑姑，你算哪门子姑姑？庶出的一脉敢来管我们嫡系的事？你们孝顺我们就是该的，滚开，不然连你一起揍。旁边有几个年纪稍小一点的小孩子在哇哇的哭，最小的还在地上爬。五头对面的小男孩虽身形瘦弱，却站得笔直，眼神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他站起来，轻轻掸去衣角上沾到的尘土，已经流血的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淡笑，不紧不慢地说：“五头，族长的孙子就该是这副模样吗？以大欺小，满嘴脏话，这样的行为，哪怕是你祖父的威望，也遮不住你的无礼。我记得族规里讲得清清楚楚，要和睦邻里，尊重每一个人。你若真想让人尊敬，就该先学会如何尊重别人。”旁边一个小一点的生气的指着五头：“你抢我们的东西就不对，你还敢打人？”那个肥胖的躯体还不知悔改，跳起来继续往前冲，顺路给那个小的一脚，又是被他推倒了一个。男孩确实很快爬了起来。五头继续说：“在这里就该我说了算，我祖父是族长，谁有他的面子大，你们就应该拿来孝敬我。”瘦瘦的孩子嗤笑出声：“族长，族长要是个正直公正的，都不敢让人孝敬，也会为你的行为感到羞愧，应该让你去跪祠堂。对，不然就应该换族长。”自称姑姑的小姑娘站起来也不客气了，他们是景永强这一脉的，本来跟族长这一脉亲缘更近，可是前2天刚安置下去，当晚五头就带人过来抢东西，还仗着男丁多把他们2个弟弟打了，今天又出来挑衅，吃的抢，盖的被褥也要抢，简直不想让他们活了。你说什么？你敢咒我祖父？你们几个都过来，把他们给我狠狠的打，不然今天就不要吃饭。五头还挺有号召力，一下他后面冲出来4、5个比他小的小男孩，也不知道才从哪滚出来，过来2天，浑身就脏兮兮的，像一只猕猴似的，有的还流着鼻涕，比村子里的孩童都要不得。2个上前就扯过小姑娘和那个瘦男孩来打，毕竟那边人多势众。虽然说景永强这末看势头不对，又多站出来2个6、7岁的男童，可看着刚刚应该也被了打，现在站出来也只是被打得更惨的份，一下子谩骂声、殴打声此起彼伏，单打变成了群殴。我倒是看谁敢在我的庄子上称王称霸，想死的就滚出庄子去，自生自灭。景秋荣没想到下车刚迈进庄子的大门，就看到这样闹哄哄纠缠在一团的景象，已经看了好一会了。子怡早就想上前制止，普哥看不下去也想冲出去，可是都被景秋荣拉住了。他继续观察了一会儿，现在看事态严重才出了声，孩子打死了麻烦，打伤了还得帮他们找郎中，这都是他不想看到的。但是大打出手的五头几人似乎并没有听到他这句话，也没注意到他们几个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时候他才不管谁是主子，五头甚至还叫嚣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看他们嘴贱，打这个下贱赔钱货。刚才他还想自称我们姑姑，他也配，给我狠狠的打。”看自己刚刚的一声怒声呵斥没起任何作用，这动静反而越演越烈，景秋荣也动了气，真是没见过这么皮的孩子。子怡，先把那个叫五头的收拾了。是。子怡早就手痒痒了，大将军府当初选陪嫁丫头的时候也是下了功夫的，不会点拳脚都选不上，再不练他都觉得手生了。子怡冲上去3拳2脚，先把领头的2个人分开，一个个想活着的话都不要动，然后就把五头给拎了起来。你这个贱货，快点把我放下，不然你死定了！6头7头快点来帮我！五头被子怡打了几拳，额头微微渗出了血，可是2只脚够不着地，只能拼命乱蹬，踢了子怡2脚的泥，嘴巴还不干不净的骂着。子怡给他狠狠甩了2巴掌，小脑袋瓜子才耷拉下来，可出了血的嘴巴还在骂骂咧咧，嘴巴脏得很，骂的都是他爹和他娘床上的那点事。剩下那几个族长家的小子一开始还想冲上来，可是看见后头站着的景秋荣和普哥到底还是熟悉的，又见大宅子那边急匆匆又跑出来几个人，连忙开溜了，速度极快，冲进灌木丛就不见了。瘦瘦的男孩和小姑娘看见他们只是愣了一下，瘦男孩反应最快，先匍匐跪了下去，紧跟着又是小姑娘，然后刚才进来帮打的那2个6、7岁的男孩子也跪了下去。小姑娘，姑母。小男孩，请姑母责罚。这个嫁到平阳侯府的姑母他们都认识，虽然平时少有进到跟前，但是年节还是偶尔可以见到的。后面的2个也跟嘴叫姑母，而刚才哭泣着的那4个都是女孩子，小小年纪还懵里懵懂的，其中一个最多不过5岁，还坐着抱了个最小的孩童，哄着让他不要哭。看见哥哥姐姐跪下，就算是抱着个小的也懵懵懂懂跟着跪了下来，都忘记哭了，脸上长得通红，也不知道被打还是气哭的。景秋荣看着站在最前面的2个大的，可也叫不出名字，都起来吧，都是家人，以后不要下跪。小男孩看向女孩，
没有站起来，女孩倔强又诚恳地拜了一下，才抬说：“是大姐姐救了我们的命，不然我和弟弟妹妹都没有着落，大姐姐值得我们一拜。”小女孩年纪虽小，却跟景秋荣是同辈的，叫她大姐姐也没有错。景秋荣没办法，上去扶了小姑娘一把：“你们俩是好样的，以后好好护着弟弟妹妹，回去吧。”“是，谢谢姑母。”一个个回应声音很大。小姑娘站起来后，跑到后头抱起最小的那个，又拉着刚刚抱婴儿的这个，才往旁边去。打架的男孩跑在最后头护着弟弟妹妹，但是一步两回头，回转头看了景秋荣和普哥2次。普哥一直默默地看着，看到他们走远后才说：“这个哥哥和姐姐比五头他们好。”被景秋荣抚了抚头顶，普哥乖，都知道明辨是非了。小家伙涨红着脸，非常气愤，又有点愤愤不平。可是普哥生气，娘亲不应该帮五头一家，他们欺负人，不是好人。以后再说吧，也许他们只是被带歪了。景秋荣只能这么自我安慰。不到10岁的一群孩子，仗着他家祖父族长的身份嚣张跋扈，肯定是以前缺少管教。可是既然人都接来了，而且都是半大不小，有的是真的很小，总不能出尔反尔，把他们放出去就是一个死。而且现在孩子被接出来，应该还不清楚是为什么家人被流放，起码没被他们的那些长辈在言语上荼毒，而把怨恨都发泄到他们这一脉来，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不然恐怕还会欺负到大将军府这一脉头上。景秋荣现在的想法很简单，毕竟都姓景，能扶起来的尽管扶，也不需要他们将来感念自己。实在扶不起来的他也不会烂好心，大不了养几年看能不能把他们掰正，实在不行的再给块地让他们搬出去就是，活得好不好那是他们的事了。姑娘，你们总算到了。听到动静出来的是米嬷嬷和青衣，两人看到他家姑娘和小主子，心里都非常兴奋，激动的笑容都快溢出来了。虽然知道姑娘和大将军府都有了点防备，现在2个府里的人才有了着落，不然不知道会飘零到哪里。可是这2天没亲眼看到几个主子出现在面前，心里是七零八落的，还是不踏实。姑母，我们都等你好久了。又有5郎和6郎，还有姚姐儿和景姐儿紧跟其后都跑了过来。景姐儿脚短，在后面跑得气喘吁吁的，上来就直接扑姑母。平时姑母回来每次都抱她，也是被宠惯的。景秋荣好笑的摸了她一把：“有那么久吗？不是才隔了几天？平日里姑母1旬才回去一次，也不见你们说想姑母。”姚姐儿也贴上来咧开嘴笑：“姑母，景姐这2晚都不肯睡，怎么哄都哄不住，还哭哭啼啼的，一直找二婶，还找祖母。”说到被流放的亲人，4个孩子忽然收敛了笑容，都一脸期盼的看着他。景秋荣连忙宽慰他们说：“你们别担心，姑母和普哥都去相送了，一家人都还好，坐的是驴车呢，虽然破了些，可是都没受罪。”“真的吗？”3个大的有点狐疑，怎么都觉得没有那么简单。那些进来抄家的禁军看着凶狠的很，那真是恨不得将他们抽筋扒皮，怎么可能那么好说话？看他们不信，景秋荣又说：“押送的官差不一样的也都打点过了，总会关照1、2，放心吧。”4个小的还是半信半疑，然后看向了矮墩墩的普哥，让普哥忽然感觉自己被他娘亲偷偷卖了，不知道如何应答。普哥心里暗地咕嘟：“娘亲，你坏。”半天才挤出来一句回答的话：“外祖父也没受罪，躺在车上。”普哥受不了他们的眼光，连忙凑近有点想哭的景姐身边：“小表姐，外祖父、外祖母让我们都听话，好好吃饭。”说完这话，忽然觉得自己这话说的太对了，又加一句安慰他：“舅母也说了。”“真的吗？我娘亲也说了吗？”景姐终于泪眼含笑，欣喜地看着普哥：“说了，这3个舅母都说了，还说很快就会回来的。反正他家姐姐就是这么说的，套到3个舅母身上也没有错。姐姐能回来，舅舅母肯定就能回来。”其他3个表哥表姐普哥不敢看，如果再问他就露馅了，这个小表姐是哪个娘亲？现在他都有点迷糊，实在是不够熟络呀。“少爷，我们带你进去，我们还是跟夫人住一起，住的是大宅，还是一个院。是红英和汪哥跟出来了，这2天小主子不在，他们都闲得慌，还担心小主子和夫人也跟着去流放了，把他们孤零零的留在庄子里。现在看见小主子，他们真是太高兴了。走，表哥表姐也带你进去。”5郎上来就拉普哥，这个小表弟小可爱，嘴巴又甜，他们个个都喜欢。一个个马上高兴非常，好像久别重逢多久似的。果然孩子们都忘性大，看见来了长辈就如同有了主心骨，性子一下就放开了。“主子，5头给我吧，是不是关他3天柴房？既然能打，以后就当门房来用。”是曹护卫，也不知道他刚刚从哪窜出来的，搞不好也在旁边观看孩子打架。景秋荣，好好饿他几天吧，不服管的就让他们去种地，守门也不是不可以。曹护卫乐得笑呵呵，在下也是这么想的。这小子和他家那几个大点的就没有消停的时候，刚好等过几天狼牙庄的人到了，给他们好好教教，不然一个个都不知道规矩，来了庄子还把自己当主人呢。米嬷嬷在旁边笑着跟他家姑娘解释说：“
昨天我就想管管那几个野小子，可曹护卫说先放任他们野2天，摸清他们脾性后再治他们，这样才治得彻底。果然对这些孩子打架，两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并不是来了不管事。两人也不担心被主子骂，自然是摸通了主子的脾气，相信主子不会因着那点族亲的关系，放任这样的人不让管的。曹护卫把5头丢给另一个护卫，交代他先关柴房去，不给饭吃，然后跟在景秋荣后面往前走，其余几个下人帮着搬东西。普哥和我表哥表姐早就跑进院里去了，一点都没有，这不是他家的想法。米嬷嬷和曹护卫忙着介绍来这里和庄子里的一些事。米嬷嬷，大宅的2院我给姑娘和小少爷留着，前院除了待客，我估摸姑娘会拿来做小私塾都可以，所以都留空着。3院安置了大将军府几个小姐和少爷，碧莲和春梅跟着照顾，也一起住。后院除了我们几个，只能让二叔公这麦挤一挤，给他们腾了3间房，现在5个小子挤一起，婆子和2个女孩住一屋，搭把手的丫鬟还是跟我们挤。景秋荣点了点头，知道青山庄里的宅子不够宽敞，只能先这样了。5头一来就想住后头的小宅子，还想把庄头赶出去，被曹护卫打了出去，还不知悔改，今早还过来闹。说到这个，后头跟着的曹护卫就笑，那小子叫嚣着说他们是主子，我们是下人，不但让庄头和我们都搬出来，还想叫我们跟在后头伺候。景秋荣摇了摇头，这小宅子是个小小的2进院，当初建来就是刻意给这里的庄头一家还有平时过来巡视的小管事住的，现在曹护卫也住了进去，等大管家来了也只能先住那里，没有建出更多房子前，恐怕还得挤一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怕是以后管这些孩子比庄子里的杂事还头疼。曹护卫笑着摸摸头，只要主子您不心疼他们，就没有管不了的，再说还有狼牙庄的人呢，我可不让他们客气，想来刑武出身的人也不会让他们放肆的。倒是主子说的这那些杂事，还是米嬷嬷和大管家来管才行，反正我是大老粗，看什么都一头雾水，除了保护主人，只知道指哪里打哪里。对他的回答，景秋荣很满意，手指还有长短不一呢，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米嬷嬷指着庄子另一边，但是隔了最多不过20-30丈远的一排比较低矮的平房，说那里原本住的长工短工都不多，现在另外那2家的孩子都安置在那边，也是略显拥挤，所以才会争抢打起来。这庄子景秋荣以前就来过2次，但也算是熟悉的，又出声问道，盖房子的砖瓦木头都有人去准备了吗？这回是曹护卫抢答的，主管事刚来就跟我要了2个人，李庄头又帮他找了2个当地人，昨天和今天每天都是一大早就出去了，都是很晚了才回来，应该也备得差不多了。至于建房子，周围有交代，狼牙庄那边到时过来的都是年轻力壮又有点本事的，说是在军营里的时候都是垒过房子，做惯粗活的，到时候找2个熟手一点的工匠带他们就行，反正做的都是平常的屋子，没有什么特别的。跟他们走了一圈，景春熙又和他们确定了原本要建房子的位置，才回了大宅。这庄子里原本的房子不够，老族长那2脉肯定不能一直占着长工们住的房子不移，还有私塾景秋荣是不想长期放在大宅的前院的，那就得另外在外面建。虽然书声朗朗非常悦耳动听，可他不想住在2院，整天听着孩子们吵吵闹闹，连睡个懒觉都不行，更不想处理孩子们之间的纠纷官司。至于狼牙庄过来的人，自然要在靠近山头那边住了才好。等他们过来了再做打算，除了住的，肯定也得给他们开辟一块操练的地方，就算以前是战神，不认真操练起来，到时候真正用的时候也会如同一盘散沙。还好当初父亲和哥哥给女儿送的庄子够大，有山有水又有田的，这200亩地规划起来，即使相对独立，还是绰绰有余的。回到大宅，景秋荣也觉得困了，看米嬷嬷他们提前过来，什么都安置得很好，没出什么乱子，觉得非常满意。吃了个饱饭，又泡了个热水澡，上床直接睡着。一路上对父母和女儿被流放的焦虑和担忧，也都因为杂事缠身而抛诸脑后。景春浦小团子更是因为来到庄子，感觉什么都新鲜，又有很多哥哥姐姐一起完成了人来疯。光是在大宅附近跑了几圈，就出了一身的汗，也是洗个澡，一沾了床就睡，根本就不认床，完全把这里当成了新的家，也暂时忘记了没有亲姐姐景春熙的陪伴，没心没肺。平阳侯府柳絮院，夫人这病还是请太医吧，我们已经尽力了。回春堂的郎中已经连续来了3天，3天里换了3个郎中，却都诊不出柳姨娘真正的病因，一直开的都是凉血解毒的药方，涂抹的也是平时疗效极好的暗疮膏，没想连续几天用药没见一点好转，却有恶化的迹象，再这么下去肯定得毁容。回春堂的郎中们最后几个一起会诊，都觉得这病症来的确实蹊跷，也太棘手，不得已最后的诊金都没有要，只能叫他们另请高明，都找借口再也不肯上门了。直到这时候，柳姨娘才着了急，知道瞒不住了。她知道如果毁了容，自己这辈子就完了，楚炫肯定不会再看她一眼。再想到这段时间她不让2个儿子过来，可2个小崽子也没递过来一句问候的话，心里早就凉了。浅香嬷嬷亲自跑了一趟叠翠院，又给前院递了话，让侯爷帮找太医。也直到这时候，
才知道这几天侯爷根本没回来，连老夫人都找不到人。而世子楚炫出去喝了一天酒，因为和离跟子女改了姓的事，在外面被人指指点点，自觉丢脸，也不知道是不是后悔，连他这柳絮院也不踏进来了。其实楚炫一直在家，回来后醉生梦死，干脆跟顶头上司告了假，再也不想出门。但是他那花花肠子也没歇下，而是把白姨娘和梅姨娘都招到一个院里，三人荒唐了几天。最后还是柳姨娘让府里的小厮去皇宫门口蹲守了几个时辰，才把侯爷蹲到。不过后来普太医是楚炫给找来，他到底还是知道了消息，直接用的是四皇子的关系，自然请的是最好的太医。姨娘应该是被毒虫咬，或者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现在时间久也诊不出具体了，怕是错过了最佳诊治时间。怎么这么不小心？现在都已经溃烂流脓，生出恶臭了。晚了，晚了！如果景春熙听到这样的话，肯定会骂庸医。不过再好的医术，谁又能诊断出他前后用了3种毒呢？能诊断得出是中毒，已经是极好的了。普太医亲自来，楚炫自然是要跟到柳絮院的，只是进门就闻到那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是他预想不到的。捂着口鼻，本来他也只是躲在了普太医的后面，闻到普太医这么一说，更是不敢靠前了。溃烂流脓，还浑身恶臭，他是唾之不及。男人嘛，本来就是见异思迁的，又美人再申办几天荒唐下来，哪里还想得到当初和表妹的卿卿我我，连亲生子女都可以抛弃的人，有什么良心可以讲？可还有治？楚炫问道。治是能治，只是得下猛药，这脸以后肯定是要留疤的，这就是要毁容了。玉肌膏也不行吗？楚炫书房里还藏有这御赐的好东西，玉肌膏平时都是皇室和后宫嫔妃们用的，从太医院都未必买得到，还是四皇子给脸前段时间赏赐的，一直留着备用呢。现在也不敢藏着掖着了。普太医双手一摊，一副无奈状，晚了。如若第一天发病就请老夫来，可能还有得救。玉肌膏最多只能保证伤痕没有那么狰狞，却是恢复不了原状的。楚炫这时候才有点心急，倒不是他多心疼表妹那张脸，而是小柳氏是福哥和宝哥的亲生母亲，传出去是个无颜女，肯定会丢了父子三人的颜面。普太医看出他脸上的异状，自然猜透他心中的疑虑。高门大宅里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舍弃，更别说是个姨娘了，最后只给了个建议，治与不治你们自己看着办。而且我看姨娘这脓疮应该也不止长在脸上，若是遍布全身，多少的玉肌膏才够？给贵府的女眷看病，虽然不至于需要盖帕子、牵线搭脉，但身体肯定是不能看到的。但是普太医的猜测肯定8、9不离10，本来中毒就是会蔓延全身的，脖子上都是一样的病症，不可能身体上没有。香嬷嬷，这是怎么回事？香嬷嬷看世子和太医都是一样问询的目光，哪里再敢隐瞒，也知道确实瞒不住了，扑通就跪了下来，沮丧又害怕，匍匐在地，应声道：是，夫人全身都是脓疮，可从瘙痒到今日也不过4、5天呀。帐子里的人马上大哭失声，全然不顾还有外人在了，毁了这副好容颜，以后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我不活了，有人害我，我的儿啊，宝儿，福哥儿，我苦命的儿呀，我好命苦啊，我不活了，夫君可要给我做主啊！想到真的要毁容，柳姨娘是又惊又怕，她真的不想活了，以后可怎么见人？这几日连2个儿子都见不到了，想到楚炫也会跟他离了心，搞不好要被打发去庄子，他恨不得直接吊死算了。普太医一看里面这阵势，虽说脸上盖了遮布，但是房里的那股恶臭实在难闻，也不想在里面待了，干脆收拾药箱就说道：世子最好跟侯爷和老夫人商量清楚要不要治，不过老夫也跟你说清楚了，再拖下去怕是连人也不容易熬下去。他能亲自来也是四皇子的面子，看这家子还磨磨蹭蹭的，楚炫一点都不像是能办大事的人，也不知道四皇子怎么会看上这样的人家。楚炫犹犹豫豫的样子，普太医实在看不上眼，怕是还以为能找到比他更好的郎中呢，想到这他就来气。楚炫，那治那，麻烦普太医跟莫燕先到前院书房坐一坐，待我跟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再做决定。听到这普太医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可真是耽误事，但也不能直接拍拍屁股走人，无奈跟着莫燕走了。其实倒不是楚炫下不了这个决定，只是他想到柳姨娘毕竟是福哥和宝哥的娘，而且也是老柳氏的娘家亲侄女，怎么都应该知会一声，也省得他娘以后怒火都冲着他来。普太医，您先去我书房坐一坐，我让小厮给您上茶。楚炫没有亲自跟上，还知道说没有礼貌，连忙又跟个小厮交代了一番，才急匆匆也出去了。莫燕把普太医一领进去，又匆忙出去了。坐在楚炫的书房里，普太医觉得莫名的诡异，四周除了书桌椅子和空荡荡的书架子，什么都没有，没有书，没有笔墨纸砚，没有书法水墨画的房子能叫书房？不过最终摇了摇头，心里腹诽了一番，难怪侯府一蹶不振，一代比一代没落，在京城现在都快没有他们的地了。侯府世子的所谓书房没有一本书籍，连笔墨纸砚都没有，也不知道侯爷如何教的孩子，真的是不学无术，就是天王老子也就不活呀。再想想楚炫刚才萎靡不振，还眼底青黑，
一看就是日日宣淫，更是不喜了起来。直到莫燕端了茶水进来，才注意到书房里已经面目全非，啊的一声放下茶水，也不说一声就跑了出去。这一波操作茶水差点洒到普太医身上，那一声尖叫更是吓让普太医差点跌落了座，让人摸不着头脑。普太医缓缓心神，又摇了摇头，主子不靠谱，下人看着也是不顶用的，侯门不幸啊，也难怪景家女就算娘家落了难，也要坚持和离，怕是早就看出侯府不顶用了。世子几天没进书屋，莫燕也多懒没进来收拾，这回书房却空荡荡的，一般老夫人和侯爷都不会管世子屋里的小事，更不会叫人过来收拾，即使过来了，莫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屋子就在旁边呢，那肯定是遭了贼了。莫燕只想着得快点报告世子，哪里还会管这个还是宫里来的客人。叠翠院里，老柳氏治怎么不治？总不能让他溃烂在柳絮院里，那可是很晦气的。如若破了相，大不了让他以后住到偏院去吃斋念佛，给孩子们祈福，别吓着我的2个孙子就行。楚炫还以为母亲会多护着表妹，怎么都会先贴榜广招名医，没想到是直接放弃了。不过这样的想法却是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想草草结束这件事。侯爷楚凌风说话更是干脆利落，孙子他是疼惜，却是看不上柳姨娘的，特别看不上老柳氏的娘家人，所以一锤定音，只是夫人得赶紧给炫儿再重新物色个续弦罢了，有什么打紧。看看，即使是亲外甥女，老柳氏前几天还想着要给她纳为平妻，这病现在都还没治好呢，老两口就想着下一步棋怎么走了，果然人性凉薄。知道了，母亲。告诉了他娘，也是为了好交代而已。想到刚才在柳絮院里的那股恶臭，即使玉鸡膏能够让柳姨娘的脸恢复如初，再下嘴她都觉得恶心，想想这股味都觉得亲下去恐怕会多年不去。还有那句说都在刘农的窗口，想想以后就是在他面前游走，他都有点嫌弃。好久没一起吃过饭了，今晚就都在叠翠院吃吧，我叫人把前院的福根也接过来。侯爷几天不在家，自然对这个老妻有点理亏，点头就同意。楚炫虽然想到那2个小妾的好，但是也没有推脱不见父母和儿子的理由，再说吃个饭也不耽误他的美事，也忙点头同意。这时常嬷嬷却急急忙忙进来报，侯爷夫人，世子爷，莫燕在外面很急，说是书房那里应该是失窃了。书房失窃？父子俩异口同声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凉飕飕的，屁股也同时从凳子上跳起来，一前一后就跑了出去。别看侯爷年纪大，却是跑得比楚炫还快，就像是被鬼撵了一般。哪里失窃都行，书房是万万不能失窃啊！一说失窃，老柳氏也是吓出了一激灵，特别是看见他们父子俩慌慌张张跑出去的样子，知道肯定是出了大事。常嬷嬷，赶紧的去看看我库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异样，总不会也失了窃吧？他还是心存侥幸，毕竟前院和后院差着一大截距离，里面可是从来都不会缺人的。常嬷嬷应声就往叠翠院的后院去，一步都不敢怠慢。看刚才莫燕来报的那副鬼样子，不知道受了多大的惊吓，好像3魂6魄都没了。等到他去到后院的库房，打开一看，那场景实在太过诡异了一些，再回来抱腿都站不住了。老夫人，不好了，库房里的东西全都没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好一会儿，老柳氏才颤抖出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库房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小，我们可是从来都不缺人的。如花，快点扶我过去。老太太声音都发颤了，常嬷嬷都担心她要马上倒下去，也连忙上前搀扶。自己的库房就在院子里，现在偌大的库房只剩下空架子，就连地上摆的比人高的摆件，平时几个人才扛得动的紫檀木家具都不见了，洗劫的那叫一个干净。老夫人的眼一黑，如果没人扶住，提前有所防备，恐怕都头朝下跌了下去。没有了？去哪了？啊！老天啊！那都是我的全部家底啊！歇斯底里，声嘶力竭，想想又担心家里其他的，连忙喊道：快点去招霞院，看看那嫁妆还在不在。都这个时候了，老柳氏的思维还是没有被打乱，自己的东西没有了，只要景秋荣的嫁妆还在，那还不算是事。但是如果也被盗了，这个表面光鲜的侯府就要塌了。看常嬷嬷想出去，又闷声说多带2个人去，所有库房都看一看，看看还有哪里失窃的，马上报过来。常嬷嬷自己也脚步踉跄，实在是库房里的异样太过诡异了些，这种异样不说轻贱，就是京城里都没听说过。这院里从来没缺过人，而且就在他们和老太太的眼皮底下，离得那么近，是怎么搬的？什么时候搬的？记得就在少夫人和离之前那2天，她还是进去过的，那时候东西满满当当，一样不缺，才几天功夫就像被恶鬼扫地一般，全部空了。难道真的如外面婆子所传是遭了报应吗？她把如花留下来服侍老夫人，径直带了如秀出去。常嬷嬷脑子还没坏掉，还记得老柳氏吩咐的事。出了门口，又叫2个小厮，你们去看看厨房和粮仓有没有其他地方失窃，再让护卫们看看门房和各处围墙有什么不对。怎么办？没有了，什么都没有。老柳是一个气急攻心，
终于在如花面前彻底晕了过去。楚炫父子自然先跑去楚凌风的书房，看到空空如也，甚至连墙上挂的仕女图都不见，就知道事情不妙了。打开隔墙的暗格，里面不说金银书信，连废纸篓里的纸屑都没剩下一张。侯爷一下就跌坐在椅子上，完了完了，最后连话都不会说了，直接瘫软下来，也不再跟着儿子跑，仿佛一下苍老了几十岁。全府彻查，这几日进府出府的人，通通给我查清楚。楚炫气得暴跳如雷，脑子更是如同车轮一般拼命地转动着，想这2天府里有什么异样，可是脑子里除了江湖什么都没有。几天都在2个小妾院里，脑子里浑浑噩噩听到的都是外面在传他妻离子散的事，贵人圈里也在传播他们侯府的无情，对于府里的事他浑然不知。这几天都是谁值守的？什么时候失窃？好好查一查。最后大管家和几个管事还有护卫陆陆续续来报，全府大失窃，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了。楚凌风恨不得狠狠抽死这个儿子，更是瞪着下面跪着战战兢兢的一众下人怒吼：这几天你都死哪去了？家里肯定是进了江洋大盗，得进来多少人才搬得走？怎么会丢了那么多东西？都有人报。我楚炫语塞，总不能说自己荒唐，一直宿在小妾院里，没有过问家里的事。但是管家、门房和护卫们报告，几天里几乎没有外客，更不可能进来这么多的人搬东西。楚炫被踢了一脚，逆子，肯定有内贼，快点去查。无故在下人面前落了面子，被引火烧身，楚炫也很不痛快，直接把球踢了回去。丢失那么多东西，肯定不是一时半会的事。父亲，这几天你也没进书房，我老子上朝哪像你那么空闲？楚凌风气死了，偏这逆子还不给他顺气，如果近一点，大巴掌都想又扬起来了。侯爷不得已，把他们个个骂出去查事情的原委，最后又把2个在他眼里根本没有存在感的庶子提溜过来骂了一通。一直到莫燕进来问普太医怎么办，楚炫才记起自己的书房里还晾着个人，连忙赶了过去。进自己的书房，发现什么东西也都空了后，一下脑袋也大了。可是在普太医面前还是强装镇定，也不敢马上有什么动作，还恭恭敬敬让朴太医写下了治疗小柳氏的药方，付了诊金后让管家送了出去，就是笔墨纸砚都是找福根借的。最后坐在自己书房的椅子上，半天都回不了神，和老侯爷一个鸟样，彻底蔫了。蹊跷，实在是太蹊跷了。原配嫡妻和儿女走了，柳姨娘病了，老夫人光顾着小孙子，父亲不在家，自己宿眠在小妾那，也就是几天里没人管事。这大盗就是揪住了这个空档进来的，太神通广大，而且太熟悉侯府了，说不是内贼他都不信。查各个院里的人，给我仔细严查，谁进来谁出去，什么时间，事无巨细，全部给我狠狠的查。没有人里应外合他都不敢相信，但是谁有那么大的能耐，进入侯府到那么多东西如入无人之境，就是手上握着兵权，也得他们侯府的人全部死光了才行。会不会是景秋荣？会不会他不甘心那点嫁妆，偷偷找人来搬？可想得出来，他自己都相信不起来。实在是大将军府现在这种情况，别说调兵遣将，他自己都自顾不暇。再说他库房那可是连架子都被搬空的，那得多少人弄出多大动静才能搬出去？不然照这么搬，就是来100几十人，怎么也得有个3、2天才搬得完。而且景秋荣除了管后院里的事，对他们前院是基本一步不迈的，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父子书房里的暗格？别不是四皇子的那些死对头，觉察到他们侯府的动向，想要抓住把柄。还有一种他不敢想的可能，就是四皇子怕事不够信任他们，也知道他们后续的助力不强，怕把柄握在他们手上，反而对他们先动手。楚炫是越小越怕，越怕越想，可是又理不出头绪，又跑到父亲的书房里去了。叠翠院里，老夫人昏迷不醒，小少爷又哭哭啼啼找人，常嬷嬷一下拿不定主意，只能往前院里报。老夫人手上平日戴的翡翠手镯被换了劣质的，首饰盒子里的东西也都不见了，怕不是招惹了乃路神仙。这神仙也太贪心了些，连活人手上的东西都撸下来了，被盗的东西也就说得过去了。全院仆人审的审，关的关，打的打，人都打死了3、4个，但是什么都没查出来，甚至说几天里没见过一个陌生人，说不是神仙出手，他们自己都不信了。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侯府自然是瞒不住了，连厨房的婆子都六神无主，小库房里的食物这几天也煮得差不多了，现在听说大库房被盗，连煮饭的米都没了。世子，老夫人一直没醒过来，是不是得请太医？常嬷嬷小心翼翼地问一脸铁青，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楚炫。楚炫果然沉静不下来，气得直摆手，不是还有府医吗？直接去请就是。毛毛躁躁的，这个时候还来烦人。府里2个女人都躺尸床上，现在鸡毛蒜皮的事都纷纷往他这里递，楚炫哪里管过这些事，自己听听都头皮发麻，只想把他们轰出去。大管家看势头不妙，连忙上前汇报，府医前2日来找侯爷和世子，说是家里老太太病了，要回去4级，那样子急匆匆的脸色也不好，显然是真的，没找到2位爷，留下封信就回去了。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屋漏偏逢连夜雨，
越是急事情越多，楚炫就差没捶墙壁了。说是老太太这次怕是过不了这个坎，应该要守孝，怕是回不来了，东西都收拾走了。荒唐，快去外面请，还用报吗？常嬷嬷走后，楚炫急得快要发疯，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报官！报官！想想又不对，急匆匆的又往老侯爷的书房里赶，事现在都要他亲力亲为，跑得他腿都快断了。楚炫有气无力，继续瘫软。报官，自然整个京城就知道，四皇子那肯定会得到消息。不报，又怎么办？大家喝西北风去。报，快报！一想到整个侯府都空了，就是自己偷偷攒下的那点家底也没了，侯爷也是头痛欲裂，连站起身的力气都没了。没有了银子以后，怕是会成为弃子，这个侯府都支撑不下去，更别说外面养的外室了。那两个妇人有什么用？连个府门都守不住，以前哪里出过这么大的乱子？两人想到景秋荣进门这10年，下人管得服服帖帖，府里事事井井有条，就是两房庶子也没闹什么幺蛾子，根本就没让他们操过心。再想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叠翠院一个醒不过来，一心想当家主母的柳絮院那位窝在院里养病，真是气死个人。父子两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起床了，起床了，马上抓紧时间整理，2刻钟后出发。天刚蒙蒙亮，官差的吆喝声又起。今天怎么这么早了呀？好像才迷糊了一阵，累死个人。你慢点，压着我了。天杀的！几个大通铺里一声声抱怨后，马上就一阵慌乱的声音，起床声、开门声、抢夺声，甚至还有推搡谩骂声。没有几天，那几房平时自己都嫌弃的粗鄙的话和动作都出来了。3郎4郎，快点，你们先去站茅厕，我和2郎去打水。好嘞。等我穿件衣服。穿什么穿？披上，冷不死你。慢点，别摔了。小北叔，父亲还得再上一次药，辛苦你了，我先出去。三爷去吧，我先给老将军擦把脸，马上涂药，不耽误事。我先去领吃的，省得待会要排队，父亲还没有醒。大将军府男子这边的大通铺，大郎的声音特别响亮，景长宁言语上虽然慢条斯理，可是动作也极快。2郎3郎有教必应，4郎则不太清醒，还懒洋洋的，但是所有人一点都不凌乱，合作共赢，气氛和睦。果然大将军府的人做什么都是临危不乱。女眷这边，唐双声音最早，嘿嘿，主子们不用急，婢子是第一个打的水，水还冒着热气呢，我们就在屋里洗，不用去跟他们挤。唐双的动作最快，昨晚他是和衣儿睡的，官差的声音刚起他就爬起来跳出去了，现在又过来搀扶老夫人。老夫人慢着点，大家不上大厕都不用去跟他们挤，那边臭得很，宅院里干净的公桶，婢子昨晚就顺过来了，刚刚提进来就放在门板后面，我扶你过去。老夫人，这孩子就你那么聪明，还那么快。唐双又被夸了，原来自己不是傻，是没人知道他的好，还是小主子慧眼识珠。嘿嘿，婢子穿着衣服睡，又被夸聪明，唐双心里不淡定了。没有点灯，屋外的光透过小小的窗户，根本没进来多少，看不出他的神情，不然一定发现他嘴角像月牙一般，都快弯到鼻子上去了。歇姐儿，起床了。景明月轻轻地摇着睡得正香的景春熙，崭新的被子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又是这不冷不热的初冬季节，景春熙像条懒虫，不唤不醒。西西，姨娘，我不是小懒猪，你看西表姐都赖床了，她才是小懒猪。糯米团子的声音非常响亮，一点都不像是刚刚睡醒的样子，一觉起来又活蹦乱跳了。这孩子不许埋汰表姐，表姐昨天走了1天的路，累得很，你可是坐着板车的。西西，知道了。姨娘，快点给我穿衣服，团子去叫醒她。昨天就有人因为走得太慢，被官差甩了鞭子，一响就疼得很。景老夫人还是心疼外孙女，想让她多赖会床，反而催促其他人，你们赶紧起来洗洗，收拾好东西，让这孩子多睡会儿，昨天应该是累着了。庄氏也笑，是被子太香，没有臭脚丫味，西姐儿舍不得睁开眼睛。结果最后一个起床的是景春熙，还是被小糯米团子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来捏他的鼻子，又被他沾着冷冰冰水滴的手摸了一把，才醒过来的。看到西表姐终于睁开睡眼，但还是一副迷离懵懂的样子，小团子笑得合不拢嘴，小小的手指还在自己脸上刮了一下做逗弄状。西表姐羞羞不起床，懒猫。谁想被速度极快的爪子一把抓住，小团子也被捏了捏鼻子。景春熙调侃，你才是小懒猫，一直躲板车上蜷缩着躲懒，像只小黑猫。我不懒，我早就起来了，是不是？姨娘。小奶音拉得好长，声音还嗲嗲的，两人打打闹闹的好不快活，其他人只知道冲着他们笑。这种时候能笑得这么开心的，也就这么无忧无虑的几岁孩童了。哎，肉包子呢？怎么全是黑面馍馍？庄氏的声音传过来，昨晚他明明把肉包子和黑面馍馍放在一起的，现在肉包子全都不见了，难道屋里还能招了贼不成？这一下把景春熙还稍稍有点迷糊的瞌睡虫全都吓跑了，连忙应道，大舅母在这里呢。景春熙连忙把双手掏回被子里，
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一袋肉包子递了过去。小糯米团子的嘴巴很快，西表姐晚上还偷吃肉包子。所有人，景春熙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又捏小团子的脸，解释说：“大舅母，你看，肉包子放在被窝里的好处就是现在还热乎乎的。”小糯米团子摸摸自己的小鼻子，又摸了摸被捏疼的脸，撅着小嘴生气，报复西表姐坏，口齿不清，听到的人都笑了。小家伙还知道说报复呢。庄氏接过肉包子，西姐儿快点起来洗脸，就差你了，给你留着水呢。你们几个赶紧过来吃。明月，把祖母的也拿过去。景明月一手2个肉包子，自己一份，祖母的一份，要是过手就吓了一跳，怎么这么疼？然后一脸狐疑的看向了正在慢悠悠穿鞋的景春熙。肉包子这温度比自己的体温还高，怎么都觉得有点奇怪，但这屋子里确实又没有炉子。想想不可能，又摇了摇头，然后又说一句：“我怎么不知道被子里还藏了包子呢？不然我也偷吃一个。”昨晚他可是贴着景春熙另一边睡的，如果被子里有包子，应该都能感觉得到。楚春熙连忙滑下床，朝门板那边跑去。我好急，我看尿遁都堵不了你的嘴，咋不还10万个为什么呢？包子到了老夫人手上，他也拿着半天没说话。这种开锅最多不够1刻钟后的热度，说是昨晚的包子，他自然是不信的。而且这外孙女一开始都是他搂着睡呢，即使后来被他挣脱了，本来就挤在一起的大通铺，一晚上睡下来，包子放在里面保温，还能不压成肉饼？哪里还能这样软乎乎、圆溜溜的？况且抱着睡的人还睡得跟死猪似的，包子是藏哪了？难道是孩子屁股3把火，热腾腾真的能把肉包子重新加热？蹲了尿桶出来洗脸的时候，看到没有人在质疑，虽然个个眼里都有狐疑，景春熙还是终于松了口气，但还是借口说往外祖父那边送包子，先溜出去一趟，就怕他们再重新提起。回来后接过表姐递过来的肉包子，即使不正眼看，也知道外祖母虽然嘴里咬着包子，可是也一脸探究的看着他，还有其他人吃了包子忙着收拾，刚刚冒出来的疑问已经消去了。景春熙乐见其成，一大口咬下去，觉得肉包子好香，嘿嘿。外祖母终于察觉了，她若以后和娘亲一样相信神仙姑姑，以后空间里的好东西应该可以适量多掏一点了。小糯米团子不合时宜的忽然冒出一句：“好香，比昨晚的还好吃。”表姐没有放屁，也没有脚丫子味，哈哈，个个眼泪都笑出来，觉得小糯米团子太有意思了。一路上有了孩童的陪伴，总是没有那么枯燥，多点乐趣的。能发出这样笑声的，也只有他们这间通铺。旁边那几屋又开始打闹了起来，奏响了清晨的乐章。大夫人，婢子刚刚又去又刮了好多锅底灰，都给你。吃完后收拾东西，然后静静等着的庄氏，冷不防被唐双塞了一包还带着热度的东西，吓了一跳。干嘛？唐双假装做了一副身体素色，也受了惊吓的模样，双手还环抱了一下身体，说：“院子外面的官道上压来好多人，很多都是带着夹板和镣铐的。”啊！你这孩子怎么也不知道害怕，大早的跑出去干什么？老夫人斥责他，口气就像长辈对自家的小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还带着一点怜惜。好多人都是咬着黑面膜膜在门口看呢，都是大丰县的官差送过来的，动静有点大。我就是看他们的样子太凶，才去抢锅底灰的。我要去迟一点，都被他们抢完了，连还有火星的草木灰都有人抢呢。老姨娘前世，大家倒是怕死了。昨天不是还有人叫嚣说我们危言耸听，现在可真有意思，一个个不怕丑了。吃了肉包子，又一个个用锅底灰糊了把脸，直到外面官差叫列队点名，他们也没马上出去。又过了一会儿，四郎过来说老将军已经在板车上安置好了，他们一群人才走了出来。走在最后面的是景春熙和小糯米团子，景春熙自然是为了收那点被子枕头，在后面磨磨蹭蹭故意落下的。小团子是实在喜欢西表姐，也喜欢她掏出来的糖果和小奶片，所以坚持跟着。西姐儿，你们俩怎么磨磨蹭蹭的？祖父祖母都担心了，赶紧的，别往那边看，径直走到最前头去。大郎看他们速度慢，又转回头等他们2小只。一出院门，关到对面的4、5排犯人，每排都超过10人，整整齐齐排列着，实在是太过壮观，想不看都不行。这些人的状态比他们差得多了，也不知道被关在大牢里多久。大部分的人衣服褴褛，有的都成烂布条了，有的头发结成了块，不少高大的男子胡子咔嚓长得老长，根本看不出年龄，更有不少衣服上黑乎乎的，但是仍然看得出是干枯了的血迹，好可怕。虽然大部分人都带了夹板和铰链，景春熙仍然有了危机感。这些重刑犯总有脱下夹板和铁链活动或者方便的时候，想中途逃脱的肯定也大有人在，谁知道会不会先对他们下手，人被逼上了绝路，反正都是一死，可不敢相信这样的人会有人情味。看见年轻的女犯走过旁边，即使旁边还有帮着遮挡的家人，也是刻意擦了锅底灰或者黄泥的，仍然有几个重刑犯吹起了轻佻的口哨，嘴里骂着脏话，刻意做出猥琐的模样吓人。小糯米团子哪里见过这样的恶人，吓得差点哭了。过来催促他们的大郎连忙抱起他，
还把他的头压到了他的肩膀上，让他不要看，然后拉起景春熙，快走，我们都要走前面，可不能掉队在后面。景春熙虽然一副小女孩惶恐的样子，实际经过了两试，自然是没那么害怕的，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过大胆。从他们景家其他旁支的队伍旁越过去时，仍然从人群的缝隙里看到了不少对面的人。他注意到重刑犯里有一个女人，看着30来岁，虽然很瘦，身上也没有几两肉，应该被折磨得不轻，但是身板很高大，脸上还有狰狞的疤痕。她是女犯里唯一带着夹板的。除了这点引得景春熙注意的是，他身边还跟着个5、6岁的小男孩，男孩没有带夹板，也是瘦得不成样子，眼窝深深的，但是冒着金光，但凡有人亲过他的眼睛都咕噜噜的转。景春熙从他眼睛里看到了狼崽的凶狠，不过这副凶狠好像不是对着他们这边，而是他娘亲身边的人们，还有押解他们的官差。赵姨娘，你怎么回事？孩子都能让他们跟丢，出了事哭都没有你的份。庄氏骂道，还把景春熙扯到了他面前。大郎则是把小糯米团子轻轻放到了板车上。明月也是的，你不说都跟表妹一起走吗？怎么让他们拉那么远？没事的舅母，刚刚是明珠鞋子被人踩了，为了找回来我们才停了一下。小糯米团子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崭新的一点都没脏，更没有被人踩过的痕迹。他觉得西表姐撒谎了，可他也没告密，不然害怕两个人被大夫人打屁屁。这重刑犯一下多了50多人，押解的官差也比他们前面的比例多了不少，足有20多人，队伍一下庞大了多一半，主要是气场一下就不同了，有了那些重刑犯，路过的百姓都不敢靠近，只是远远指指点点的看着，就算是小孩子也不敢靠前。由于他们排到了队伍比较靠前的位置，只要稍加注意，对面的状况一览无遗。景长宁皱了皱眉，他注意到押解的那些官差面相大多严肃少言，眼中和行动中的戒备心理极其严重，大刀也是随时挂在腰间的，不像押解他们的这10个官差，最多偶尔抽出长鞭做做样子吓吓他们而已。连官差都不敢放松，时时警惕的人肯定是极其危险的。而大丰县押解的领头小头目年纪也不大，最多是接近30，脸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极其硬朗的国字脸，身材很高大，看着极像是军中不小的官员。景长宁却是看着陌生，没有一丝印象。他的级别应该比刘爷高不少，两人招呼的时候，刘爷是毕恭毕敬的，而且他们中骑马的一共5人，押解生活用品的是2辆很大的马车，光从这点就看得出是有明显区别的。走了，出发，都赶紧跟上，不要掉队了。所有人出来后又点了一次人数，就被官差催促着上路。队伍庞大，拉开的距离就越长，一下感觉行进的速度就比前2日慢了不少，后面更是经常传来鞭打声和官差的吆喝怒骂声，逼得他们警视这一族的人都不敢落后。4房人虽然也分先后，但是行进中几乎都凑在了一起，也没人顾得上原本那些口角官司了。看到那些人，他们才知道手上的那根棍棒根本就不顶用，动作上都有了团结的意识。只是景春熙觉得这样很不好，总不能天天都这样，还不得把人都赶得累死了。而且人都凑在一起，家人们都敢再说说笑笑了，他想往外掏点东西就更难了。出了大丰县走了小半天，渐渐可以看到点山岭，一路上的行人车马也稍微少了一些。死人了，死人了！还没到中午停歇的时间，从后头就传来了这样的喊音，把前头的人都吓了一跳。有个本来压后的官差骑马往前汇报去了。不一会又有官差回转了过来，吆喝道：全部就地休息，不许嘈杂，也不许乱走动，否则则杀无赦。景长宁连忙招呼大家就地休息，又拍了拍探头探脑想要往后走，想看是什么情况的大郎几个，警告他们说：好奇心害死猫，别自己去找事，流放路上死个人就跟死个阿猫阿狗一样的，别自己去找死。一贯温和的三叔说了那么重的话，几个也不敢乱动了，纷纷一屁股坐下来，都靠近着板车。景春熙不敢往外面掏东西，大家心照不宣的也没有动板车上的那包馒头。几个不耐饿的臭小子和唐双拉车不顶饿，但是怀里都藏有今天早上发的黑面馍馍，拿出来啃也不避着人。四郎还坐着靠近祖父，悠哉悠哉的荡着自己的双脚，偶尔跟祖父和小北爷爷搭上几句话。景长宁也不敢毛毛躁躁往后走，但是注意到刀疤脸领了2个官差往后面走，再回来的时候就凑了上去搭话。景长宁，七哥，后头什么状况？这还没到晌午呢就休息，会不会耽误今晚的注意站？刀疤脸还算客气，也不忌讳他们什么，大大咧咧的回应道：没什么大事，就是死了个人，这种人遭了大罪，还不如直接死在大狱里，还有章草席卷着，现在还出来辛苦这半天，只能做孤魂野鬼了。景长宁又问：那怎么还停那么久？还没出京城地界呢，死了再不济也得挖个坑埋了，不然被野狗拖了，还以为是又出了什么命案。这种说法就是说，像这种事如果出了京城，可能就直接抛尸荒野了。果然百姓的命真的不值钱，更不说这种重刑犯了。看时间拖得有点久，看来短时间也不能出发。刀疤脸跟刘爷商量后，马上给自己的犯人们发了口粮，自己也趁机休息一下。
流放队伍混在了一起，行动时间上自然只能相互有所制约，只是犯人还是各顾各的，没有掺和在一起。平时中午吃饭和停歇就是半个时辰，今天走得慢还多停了半个时辰，直到天彻底黑下来，还是没有赶到指定的驿站。刘爷也有点窝火，如果不是他们的加入都没那么耽误事，可到底还是不敢发作，还主动找了过去。方主事，前面还有差不多20里地呢，看来是赶不到了，就这些了吧。刘爷被迫主动转回头，跟后面押解的头商量。官差们心里也有点不舒服，觉得跟他们一道，这行进的时间恐怕会大打折扣，真是耽误事。而刘爷自知人小甚微，都是干一样的活，但还得毕恭毕敬地对上后面那位。那就停了吧，明日早一个时辰出发。方主事一点商量的语气都没有，直接拍板。一听到官差传过来的话，大郎几个马上就往前面几10步，找了个可以避风的石头，石头的前面也很平整。几个人和唐双就先把板车拉了过去，怕其他族人跟得太近，其余人连忙围过去，做成一个较大的圈子，也拿下些包裹和油布占了位置。把油布拿下来摊开，直接横在了其他族人之间，再把祖父扛了下来。其他族人也很知趣，也不见得就喜欢跟他们凑在一起，都各自在附近找个地方安置，多少还是隔开了一点距离。你们赶紧去找点干柴，生个火堆。这个季节连点月光都没有，四周黑漆漆的，伸手看不见五指。他们比较靠前，靠近手上拿着几个火把的官差，可是并不见得亮了多少。石头的后面就是一片小树林，大郎几个应声就想往里面窜，黑漆漆的也不知道怕。大表哥，给你们火折子。景春熙连忙向他们摊出了手，这都是当初从厨房搜刮来的，该用的时候还是得拿出来用。啊！大郎还愣了一下，没想到表妹身上还带了火折子，姑母果然是事无巨细，样样都想到了呀，连这种小东西都没落下。还是西姐想的周到，你们可别钻得太远了，这种山林里难说会不会有狼或者野兽，把柴刀拿过去，看见枯树直接砍了，警醒着些，注意看看周围有没有动静。景长宁庆幸昨晚刚买的柴刀今天就用上了。景春熙记起自己空间里也收了柴火，不过这时候可不是可以拿出来用的，一路上用到的时候应该还多着呢。即使天黑可以隐蔽，但是这么多的人既然可以在旁边砍，费点劳力也没错，也不会产生什么误会。西表姐，快吃！小糯米团子看祖父被抬下车，早就自己爬了下来，早就在大大的油布上滚了几滚了。如果姨娘同意，他都跟几个哥哥去砍柴了。这会手上拿了个馒头，应该是装饰刚刚分给他的，掰出一半就往景春熙的嘴巴里塞，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大夫人分馒头给他的时候说了，今晚在外面露营，不能把馒头全部吃光了，明晚怎么个状况还不知道，多少得留一些。所以他很担心这馒头只是给祖父祖母和他开小灶的，西表姐没有馒头，他可以分出来一半。姨娘说可以跟着大家啃黑面馍馍，也建议他给西表姐分几口。西表姐还有，你跟姨娘一起吃。不过已经放进嘴巴的那一口，景春熙还是咬了，不然小家伙肯定会失望，还以为他嫌弃有口水呢。说完又是一块奶片塞进了小团子的嘴巴里，香的小团子眯起了眼睛，都觉得含在嘴里的馒头没那么香了，一个劲的喊着西表姐最好了。果然没一会装饰就给分发了馒头，司事又给每人分了一小块烙饼，还有2条小小的肉干。烙饼是韭菜牛肉馅的，虽然已经隔了几天有点硬，但是慢慢嚼起来很香很香，嚼起来特别带劲。板车上所有1床棉被都取出来，也一共只有4床。景春熙有点郁闷，祖父下面垫1床，上面盖1床，景长宁和小北爷爷靠着他睡，可以取点暖。剩下的2床装饰铺在了另外一张油布上，分配说今晚你们3个姑娘跟祖母挤一挤，我们其他人只能靠着柴火取暖了。条件就这样，其他人没有意见也不吭声，只是这么冷的天气，大家可就遭罪了。殷氏从车上把前2晚换下来的那套衣服取了下来，分发给大家。现在还不算太冷，我们把原本的衣服套上应该还好，总比后头什么都没有的族人好多了。司事也笑了，连忙一起把衣服分给大家。也是，我都忘了还有这包衣服了，幸亏姑母给我们重新买了衣服，不然今晚大家肯定得受冻。大家深以为然，都觉得这样已经是极好的了。但是景春熙还是皱起了眉头，看来这样还是不行呀。板车上空荡荡的，连点遮掩都没有，想藏点东西都不行。他忍不住向3舅舅靠了过去，舅舅，明晚应该就宿在清流县了吧？如果不添这些衣服被褥，万一刮风下雪受了罪，犯人们还不都得冻死？西姐儿想说什么？景春熙郁闷，都讲这么清楚了，3舅舅怎么这么不给面子？读书人的肠子都这么曲曲绕绕的吗？要不3舅舅叫七爷帮跟刘爷说一下，让我们明晚去买点东西呗。景春熙想了想，觉得不好意思，又说我看那另外那3房状况比我们还要差，过了今晚肯定也会想到要添衣服添被褥的，谁都不想死是不是？是。景长宁言简意赅，但是又不说话了，一直盯着外甥女，就想看他怎么说。实在是周伟跟他说的，这外甥女忽然间好像转了性似的，起码比以前聪明了100倍1000倍，
这次自己不出注意，主要就想看他怎么安排。景春熙实在是憋不住了，第一次觉得跟三舅舅沟通那么吃力，偏偏他还带着双审视的目光，只能做出一副8岁孩童该有的模样，摇着三舅舅的手臂说：“舅舅再求刘爷放一马，让我们可以多带一辆车，最好是驴车或者牛车，有车棚子的那种。”嗯哼，三舅舅不置可否，回答也是用的鼻子，让景春熙都想跳脚。景长宁依然的看着外甥女，一脸狐疑，这小家伙果然计划周密，怕是想隐藏什么都想好了。他还是没有吭声，但是那眼神几乎可以把景春熙的那点小心思看透。景春熙假装不好意思，知道舅舅不吭声就是默认了，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说：“我想在车上放点粮食和锅碗瓢盆，衣服被褥也得有地方归置才行，是不是？”换来一句责怪：“就你鬼点子多。”景春熙笑得一脸无邪，最后说了一句：“最好三舅舅去买车马，东西我和大舅母去购置。”看见三舅舅还是不说话，只是瞪着他，景春熙干脆豁出去了，直接安排个明明白白，就这样了哈，待会儿西姐吃饱了就睡，今天累死了。打了个呵欠，还拍拍小嘴巴，懒得再看三舅舅的脸，直接去找东西吃。刚刚那2条肉干太好吃了，得找三舅母再讨要2根才行。只要有了可以阻挡外面视线的车子，以后空间里的好东西才能拿出来吃，被褥才能拿出来睡。景长宁摇了摇头，手上也拿了个馒头，一面啃着，坐到了母亲的旁边，两人相对着，却是没怎么说话。但是啃了个馒头后，手上又拿个黑面膜膜，他又往对面的刘爷那边去了。还是个读书人，我看也就是个软脚虾，才走出来第3天就受不了苦巴结人去了。听到王老婆子又在孤都这边的坏话，他们队伍里有人对了一句：“谁愿意遭这种罪？如果我有银子，我肯定也去打点的服服帖帖，天天吃香喝辣的。”又有人附和：“有人去打点，总还是好的，搞不齐官差也会看在他的面子上对我们网开一面。”苏轼对维护大将军府的话很反感，直接塞那人一句：“你想得美，吃人家2个馒头就帮着说话。”队伍里马上有人笑了：“王老婆子，你要是天天给我一个白面馒头，我背着你走。”哈哈哈，今天不会有馒头了，大家吃了睡吧。二婶婆招呼着几个孙子，他们刚刚还一脸期待的看着那边呢，也知道不进客栈，有钱也使不出去的，可还是心里有点期盼。二叔婆，也是我小姑想的周到，我给我们多备了1套衣服，这2套是父亲和母亲的，他们有被子盖先借给你们穿，你们2个老人先凑合着穿吧，冷坏了可不好。剩下的也就多余几件，你们看怎么分吧，这一路上着了风寒可不好。庄氏手上提着2套衣服，殷氏手里又拿着零散的大小不一的几件，直接朝二叔婆递了过去。二叔婆和3个儿媳一下不知道如何说话，后面的司事不好意思的掏出几个黑面馍馍，荒山野岭的我们路上带的也不多，你们看谁饭量多的就多吃1个，不然冷了肚子还饿更难受。谢谢你们了。他们的几个儿子孙子都去捡柴了，看着越来越冷的天气，他们正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幸亏跟着他们后头落脚的是个背风的位置，不然肯定得冷坏了。待会都围在火堆边挤在一起睡，不然受了风寒药都买不到。庄氏抚慰了一下他们，又提醒说：“刚才我们母亲说了，我三叔过去跟官差交涉，看看能不能明晚在清流县停留的时候给我们出去购买点东西。前面路程还远着呢，也会越来越冷。如果你们手上有点银子，最好今晚就做好计划，添置一路上必须的东西才好，不然怕是以后出去都有点难。”司事走的时候，在后头又拉住他大媳妇大庆嫂说：“都是一家人，我们2房有什么可要多沟通，让二叔公和你家那位没事多常您多说说，毕竟二叔公经验丰富，怕是什么都看得比较透呢。”这也是婆母刚刚提醒他们的，让他们过来多说点软话，打点亲情牌，毕竟这一家都是好的，虽然不能做到能帮则帮，但是举手之劳总是可以办得到的。至于后面那2房能不能走到最后面，也看他们的表现和造化了，强扭的瓜不甜。一晚上，寂静的山林里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大部分犯人都蜷缩作一团，却难抵那刺骨的寒意。有时候还可以听到有人由于太冷睡不着起来跺脚的声音，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备的柴不够，半夜里还冲进林子里去捡柴，反正不是他们这一房就对了。天刚蒙蒙亮，大庆哥和大庆嫂就把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件衣服还了回来，还一个劲的道谢。如果不是这几件衣服，老的小的可就受罪了。果然，行走的时候发现队伍里就开始出现了咳嗽声，甚至听说有人已经发了高热，但是队伍却没有因为这样多停留，所有犯人被押解着，吆喝着，摇摇摆摆的继续往前赶。都知道今天的路程多了20里，为了晚上还能够购买东西，走在前头的速度非常快，重刑犯队伍被迫紧赶慢赶，也就比他们多落下不到半里路。不过到了清流县驿站的时候，时间还算早，太阳都没落山。刚进驿站的大院，刀疤脸就大声地对他们4房警士族人吆喝，这里距离街上也就1里地，需要购置衣服被褥的马上出去，每房可以出去1个人，1个时辰内必须回来，去的马上把名字报过来。其他2房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连忙挤在一起乱哄哄的商量。景长宁可不管那么多，大嫂西姐快点，再迟很多铺子就要关门了。
今晚还是住大通铺，也是加了一间，一停下进了屋，景长宁就过来催。也不知道景长宁是如何收买的刘爷，他们3个人加上二叔公家的大庆哥大庆嫂，也不用戴脚链，也不派官差跟着，径直就可以上街。可能是看在他们都有老人在，知道他们不会逃的份上。大舅母，我和三舅舅去买车和被褥，还有锅和粮食蔬菜一起买了，你再捡点紧要的买就行。说完这句话，景春熙又把装饰的身子掰了下来，告诉他后头还会有人给送东西。景春熙这么告诉大舅母，纯粹就是担心他买的太多，大部分东西空间里都有，只要有了车子，又有车棚挡着，他什么都可以解决，所以并不想带舅母跟着。景长宁一打听，旁边一个12、13岁的少年就站了出来，主动向他介绍。这个时候马市都已经关门了，但是很多马贩子在马市附近都是另有宅子的，可以直接去看货。您给小的50个铜板，小的给你们带路，包你们可以买到好的车马。不等景长宁还价，景春熙就掏腰包摆出小小的1角银子递了出去，快刀斩乱麻，现在可不是省这点小钱的时候，今晚买不到车马，再下去也麻烦。但是被三舅舅瞪了景春熙一眼，觉得他动作快了些，景春熙吓得吐了吐舌头，躲到了他的后面。倒不是他觉得花这点钱不值，就是觉得小孩子家的不应该出这个头，还有一点是觉得外甥女小看了他，把他当摆设。带路的男孩衣服有点褴褛，一看就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但是个话痨子，得了银子就说自己走不开，也不怕他们赖账，更怕小姐被骂，又放回了景长宁的手上。客官回来的时候有了铜板再给小的吧。然后领着他们离开了闹市，直接就往县城的边缘走，没走几十步，嘴巴里噼里啪啦一下就把这清流县的大概状况跟他们说了一遍，也让他们知道了购物的大概方位。还好清流县的马市不在城外，只是在偏远一点的位置，不然关了城门，他们都没办法买得到，走了也最多不到1里地马市就到了。果然这么早马市里已经几乎没有了人，就是牲畜也几乎没有了。男孩子解释说，买卖牲口一般都是在上午，下午生意一般都淡，甚至是没有的。男孩直接把他们带到离得不远的一排宅子，那是一排低矮的平房，依然可以闻得到马市那里牲畜粪便的腥臭味，想来不是做牲畜的买卖的人应该也不会住在这里。李二伯在家吗？有人想看看你家的车牛马。一路上他也忘记问客官要买的是什么牲畜，只能先随便吆喝。一排房子的门都没有关，其中一间里的人听到声音马上就走了出来，却是个中年肥胖的妇人。是小三子呀，今天怎么这么晚？待会在伯娘这吃饭。看来这小子没有少干这些带路的事，果然人长得机灵，脑子活，就是上天赏饭吃的，连这些掌柜都对他这么热情。景春熙不由得多看了他一眼。这样最好，我下晌饭还没吃呢。不过你还是先把买卖给做了，不然我可不好意思。小孩子想来肚子也饿了，一点都没客气。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能蹭一顿是一顿，哪里会磨磨唧唧。那客官往里看看吧。不过这个宅子小，也就是有2匹马和2匹骡子，但是都是上好的才放在这，远一点有间马棚处生还多些，要是不合意，我再带你们过去看看。老板娘把他们领了进去，前头的屋子很窄也很短，也就是平时休息用的，只摆了一张床。前面住了人，后面是个空荡荡的院子，和旁边的房子都没有隔开，是连成一片的，但是地上打满了木桩，分别散养着牛、马和骡子。景春熙不知道看，又觉得后院臭烘烘的，也不敢太靠近，怕被驴踢，所以也没有跟过去，只是远远看着。老板娘指了其中的几匹畜生给景长宁看，景长宁也不看马，更不看旁边散养着的几头牛，就是专门看那2头骡子，从头到脚都看了一遍。景春熙觉得他肯定是在糊弄老板娘，像他这样的读书人看马可能还凑合，起码是以前经常见过的，至于骡子恐怕见都没见过，混淆视听，不想让老板娘看出他是生手罢了。最后不知道他在跟老板娘商讨着什么，然后就指着1匹骡子交了银票，20两银票出去，只找回了零星1点碎银，这骡子的价格还真不便宜。景春熙虽然不会看牲畜，但是看得出那匹骡子还是挺好的，身板够大，看着很精神。老板娘那么晚还得了单生意，显得很高兴，一路出来忙着介绍说，车和棚子隔壁家有专门定制的，只是你们急着要现成的话会更贵一些，不能按你们的要求打制，只能看能不能凑合了。景长宁也很干脆，我们要求不高，就是要大一点，能多装点东西，车轱辘也要结实，车棚子能够避风雨就行。老板娘高兴，直接带着他们往那家走。这么晚来的主顾都得到了热情接待，但是那家能选的车只有2辆，车棚也就是3、4顶。景春熙和三舅舅认真看了，又按老板的建议要了最大的1顶，马车也是要了最宽敞的1辆，一下又花了7两银子。最后店小二和小三子帮忙把车套到了骡子身上，直到想告辞的时候，2人才犯了难。三舅舅居然不会赶车，把景春熙气死了，嘟着嘴说，没想到三舅舅这么不顶用，早知道就叫大郎哥一起来了。习武的人一般都要学会骑马赶马的，家里就三舅舅一个人学文，难怪说一无是处是书生。景春熙嫌弃得很，假装故意躲着他。景长宁故意逗他，你行你来。
然后两手往胸前一抄，故意不理事了。三舅舅，景春熙气的喊声都拉得好长，如果长得高点，他一定会拍一拍三舅舅的脑袋瓜子，给他薅去一层毛。他们这副样子却把旁边的小三子逗得直乐呵了，知道买卖又来了，老规矩，我赶过去。然后一个巴掌举起来，还是50文。刚刚景永宁特意跟老板娘换了铜板，现在50个铜板已经进了他的腰包。哈哈，这种便宜他最喜欢捡了。其实像这种状况送去的又是城内，一般跟老板娘说一下，老板娘也会叫个小二帮赶过去的。不过景春熙觉得麻烦，他们还要购物，还要去接大舅母呢，早就说好了在正街的拐角处等人的。好说。景春熙又想大手一挥，景长宁一把铜钱又放到了男孩手上，收回手的时候顺便把景春熙的小辫子往后拉了一把，再次给向他发出警告。也不看外甥女一直生气在跺脚，景长宁径直就跳到了车辕上，跟小男孩说先去布庄，再去菜市场。两个掌柜看他们要走，又连忙跑出来，每人都往男孩手上放了约莫有10个铜板。这中人还真是好做，一下就挣了100多文。小男孩乐得嘴角都弯了上去，也不记得说要留下来吃饭的事了，蹭吃几口饭哪里有铜板来的实在。景春熙到底还是把三舅舅叫到了车上，再交代小三子把车直接赶往靠近菜市场的路口。景长宁不明所以，诧异道：不说买被褥吗？还有铁锅呢。这几天三舅舅可见过什么蹊跷的事？景春熙确信前面赶车的人听不到后，才很严肃地对着三舅舅说话。这个时候不坦白是不行了，不然他的东西可拿不出来。例如那10几只碗和筷子，还有那些匕首和大刀。果然跟聪明的人就是好沟通，看三舅舅也不拐弯抹角，直接一针见血，然后就是凝神看着他等他解释。景春熙放松不少，你明白就行，也省得我去编太多故事了。被抄家流放这件事是西姐提前知道才告诉娘亲的。说两句又停顿一下。景长宁点了点头，一点都不奇怪，又问怎么知道的？景春熙，神仙姑姑告诉西姐的。景长宁自然是不相信的，神情严肃地道：好好说话，西姐有神仙姑姑帮助，大将军府的东西和娘亲的嫁妆都被我收了。收了？怎么收的？这句话让景长宁顿了顿，眼神都变了一下。刚才他只是想逗弄外甥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出这么多的事的，却没想到说可以收那么多东西。至于神仙姑姑，他还是不信的。子不怪力乱神，没有亲眼所见，他只能认为是小孩子天生对神仙的崇拜编出来的人物。那三舅舅看见什么都不能太激动。景春熙说完，把手直接放在车厢里最里面的角落，一下7、8床被子枕头直接出现在景长宁的面前。他知道不能拖，选择来自实际的表现，赶车到原来的地方也就1里多地，即使速度再慢也很快就到了，拖得越久越解释不完。大舅母也购物回来就更不能说了，虽是读书人，也算是见多识广，此举也把景长宁吓了一跳。他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即使东西叠得老高，那是也一下就占了车子的一小半。景春熙可没空理他的反应，更不会跟那晚一样慢吞吞的解释，又说道：前晚我们这边房间用的就是这些被褥，还有你现在身上的衣服鞋袜也是大将军府的绣娘做的，全都被我收来了。看三舅舅还不吭声，但是理解能力还算强，并不会像他娘亲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时的那种惊恐，只是眼神有点愕然，甚至还对他露出了微微一笑，仿佛还在宽慰他，但是眼神里多了点深究的看着这个外甥女。景春熙趁着这个功夫又往外放出了1大1小2口锅，还有一些米面调料、菜板、菜刀、馒头、包子，还有红烧肉也掏出来了不少，还顺手掏出4只已经杀好的鸡。可惜了那些青菜、红薯、土豆什么的都被他种到空间里，拿不出来了。神仙姑姑给了我们储存东西的宅子，还有可以种植的土地，待会我们得去买点蔬菜种子或者菜秧子，也要买点青菜萝卜。景春熙突然想到这一茬，粮食种子空间是有了，蔬菜种子他得多备一些，恐怕到了岭南可以用得上，即使气候不合适，种在空间里可以食用或者拿出来买卖也是挺好的，毕竟里面的空间够大。景长宁不再怀疑外甥女的话，毕竟事实已经在那了，也知道现在是长话短说的时候，连忙撩开车帘，小三子直接去集市，你看哪里有菜种卖，我们也要买点菜种和青菜萝卜。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景长宁轻轻搂过旁边的外甥女，好久都没有说话，等了很久才说一句，以后这样的事只能跟三舅舅说，千万别给人知道了，以后购置东西都是舅舅带你一起。景春熙吐了吐舌头，淘气地说了一句，娘亲说告诉外祖母也没关系。景长宁想了想，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听三舅舅的，不得乱来。西姐儿最乖了，都听三舅舅的。耍乖卖萌他还是懂的，主要是多个值得信赖的人知道了他的秘密，觉得浑身轻松不少。他也乐得清闲，有了三舅舅做掩护，以后自然什么东西都是三舅舅用钱买的，谁都不会怀疑到他身上。一路上两个人商量，又往外放了一些粗粮粗面，精米精面反而放的比较少。按景长宁的想法，好的东西可以像井水一样，差不多吃完的时候再加，
而粗米粗面是给别人看的，自然要放在明面上。清流县的县城不大，集市也是在城中央，距离他们说要汇合的地方并不远，而且骡车是进不去的。小三子找了个距离集市门口不远的位置停好车，又给他们指了个方向。集市口的右手边进去2间就是卖菜种的小铺子，品种很多，老板娘童叟无欺，你们自己去选就行。白菜萝卜这个时候卖的就多了，你们尽管称好了，叫卖菜的帮搬出来，我就在这等着。集市口很大，他们进入大门就看到有摆青菜萝卜的，应该都是附近的农民到了接近饭点才出来摆的摊子。不过他们也不急，直接先去找了小三子说的那家卖菜种的铺子。景春熙捧着凭着前世的记忆，向老板娘问询了几种自己认识的菜种。景长宁看他点的也就几样，也不吭声，即使认为他原来不懂，现在也认为有神仙姑姑在帮他。最后不懂的品种，景春熙让老板娘帮着介绍，把一年四季适合种的蔬菜种子都选了，几乎把铺子里有的种子都搜刮了一遍。胖乎乎的老板娘哪里见过那么大一个主顾，一下就做了7、8两银子的买卖，眉开眼笑，脸上都起了褶子。小姐少爷家里是有大庄子的吧？买那么多回去，足够种个百几10亩地了。给种子装袋子的时候，胖老板娘从角落里又翻出了几样种子，讨好的对景春熙和景长宁说：“客官明年要种什么，还来我这买哈，我这品种齐全着呢。这几样是西域传过来的种子，都送一些给你们，不算钱。你们试着种种看能不能成活，没准是什么好东西呢。”谢谢老板娘了。白得了鸡小包说不出名字的种子，景春熙自然高兴。总之越是稀有的以后有可能越值钱。全部放进布袋里，菜种也不是太重。景长宁拎起就想走，却是忽然瞥见了街角一道熟悉的身影，但是那身影一晃而过，让他看了个正着，就拐到旁边黑暗的巷子里去了。他连忙回转头对景春熙说：“我好像看见周伟了，得过去看看。熙姐儿，你别乱跑，就待在这种子店里等着舅舅回来。”景春熙看过去却是人影都没见，但他知道舅舅不会乱说，也知道周伟伯伯安排的人肯定离他们不远。他摇了摇头，拍拍胸脯保证：“三舅舅，我不会乱跑，我就在这再买点菜秧，青菜萝卜也就在这附近买，哪也不去，不会走丢的。”然后又把跟周伟说过的在岭南的苍梧县有矿脉的事告诉了舅舅。光是周伟伯伯知道，景春熙还是有点不放心，万一他忘了或是没有明白他说出来的意图呢？错过了可就糟了。那么多人到了岭南，没有点挣钱的生计可不行。京城和岭南以后花银子的地方还多着呢。景春熙依然说是从神仙姑姑那得来的消息。虽然见到故人的机会难得，可是景春熙并不想跟着舅舅去会周伟，时间短，他有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把矿脉的事说出去，相信三舅舅和周伟伯伯肯定会商量着安排好的，这样的消息肯定会很快传到大舅舅那里。如果这个含金量很大的矿脉掌握在他们景家手里，即使一辈子回不了京城，也可以在岭南当土财主。而现在他们流放过程中最紧要的就是行进中的安全问题，前面越是平静，就意味着后面的危险越严重。三舅舅肯定已经意识到的，自然会做出周密安排，自己跟过去什么都不懂，反而累赘，甚至可能耽误了他们商量的时间。景长宁并没有质疑矿脉的真实性，从抄家前到一路来发生的事，再加上刚才景春熙拿出来的东西，已经让他相信这个世界真的会存在鬼神或者玄幻的事情。他只是默默地记下，然后又回头和种子店的老板娘交代了几句，先把景春熙托付给他，再交代了景春熙注意安全才走。你这舅舅这可真好，做事慎重着呢，一点都不像种地的泥腿子。老板娘回头笑着跟景春熙说，看他们的穿着，也就是生活好过一点的老百姓，也没往其他方面想。景春熙同意，舅舅最好了。他的3个舅舅和外家的所有人都是极好的，不然他也不会跟着一起来流放，要也是狼心狗肺的，他早就和娘亲弟弟躲之不及了。老板娘看他眼睛一直盯着外面看，又告诉他，要买什么你尽管买，离姨姨这不太远就好，有什么不懂的多走几步过来问问也不吃亏。反正我店里现在也没什么生意，菜种先放我这，姨姨就在这帮你看着，前面附近摆摊的这些人我都熟悉得很，你尽管选，自然不会坑你的。老板娘说完，搬了个凳子坐到了门口，这样门口两边的商贩他都一览无遗，这让景春熙放心了不少。这种年月看见丫头片子就想拐的拍花子可不少，而且出门的时候舅舅还把他脸上的灰轻轻擦了一下，已经没有那么难看了，难免坏人不会起贼心，但是有老板娘一直盯着他，就等于有了个长辈看护，坏人都会有所顾忌的。种子店的门口就有好几个婆子在摆地摊，摆的一溜都是菜秧子。景春熙过去一问，基本都是2、3文钱就可以得20-30株的一扎，用大叶子把根部包得好好的，保持着根部泥土的湿度，都是适合这个季节种的菜。老板娘也笑着朝他点点头，这些婶子们天天卖的都是这个价，价钱很公道的，要什么你直接选，要不会算银子就来找姨姨。看老板娘这么说，景春熙胆子也大了不少。老奶奶，你们的菜秧子我全部要了，可以帮我提到路口那的骡车吗？景春熙楚楚可怜的卖乖，又指了指不远处的骡车。如果不是老板娘帮打招呼，
婆子们还以为小姑娘在开玩笑，哪里几岁的小孩过来就说把他们的买卖全都包了的。可是看她很认真，而且基本不怎么挑，也不还价，说好了价格就一个个给他们数了铜板，甚至还会特意给他们多数铜板1、2个的，婆子们哪里会不乐意？收了钱也不用景春熙带路，几个人直接就用菜篮帮景春熙扛到骡车那去，满嘴还说着听不太懂的好话，把景春熙夸了一路。景春熙自然得跟着，他担心小三子闲不住，直接把菜秧帮他往车子里面搬，这样里面凭空多出来的东西就露馅了。好在骡车离得也不远，走一趟来回也就几十步的事，让婆子们把菜秧搬进了马车，一转头也被他直接收到了空间里。又照着这个方法，景春熙又买了20个萝卜，还有10几兜大白菜，看见土豆又收了一篮，都给送了过去。这回是直接叠放在马车中间，都是下去这些天要吃的。这个季节白菜萝卜留着最多会蔫巴一点，也不会坏的。看小姑娘买东西那么大方，又有几个大婶跟着她把篮子里剩下的萝卜和菠菜都送了过来。景春熙看着数量也不是太多，也乐得做个好人，都直接收了。买了这么多东西，再回到种子铺，三舅舅还没回来，他也没有了继续逛的兴趣。年纪小，力气也不大，走出太远的视线都担心会被拍花子捉走，只能径直坐到骡车里去等。走前还不忘跟老板娘打了声招呼，拿走了菜种，让老板娘告诉舅舅自己已经回到了车上。担心天彻底黑下来，也怕铺子关门。庄氏和大庆夫妇3人速度也很快。本来庄氏昨晚计划买的东西还挺多，但是大的紧要的东西都被景春熙交代说和三叔都负责买了，所以除了添置一些棉花和细棉布，再就是针头线脑的也买了几副。他们家女眷多，但是原来什么都没得收拾，连一条月事带都没有带出来。如果不赶紧备着，万一小日子到了，可就麻烦了。好在闺中女眷个个都是会点针线活的，拿回去几妯娌一起做，总得把路上用的全部解决了才敢放心。再就是他给家里每个人又多购买了2双非常结实的棉鞋，流放路上是最费鞋的，不备着到时候有银子都买不到。这还是跟街头巷尾摆摊的小贩做的交易，小贩都是从村子里的农妇手上收的，虽说鞋样不怎么样好看，但是看着针线非常密实，鞋底也更加厚。那好的鞋底也买到了大大小小10几副，搞得大庆嫂都说她会买东西，有了做好的鞋底，再做鞋面可就快多了，一点都不耽误穿着。二叔公这一房以前就依赖着大将军府生活，2代人里也没出个像样的人才，日子好过，子孙也没有太大的抱负，老人也不想儿孙去军中历练，只想着一家子稳稳当当，明哲保身，所以3个儿子在京中都只能安排做些没有官职的衙役工作。家底本来就没有那么厚，但是抄家的时候重点在大将军府，他们连带的也没那么严，禁军可能也看不上他们小门小户的那点东西，所以多少还是带出来了些银子银票。现在大庆哥大庆嫂直接越过深秋初冬，给家人都买了寒冬穿的厚厚的棉衣、棉裤和棉鞋，还买了有6、7床大棉被，2人学会了精打细算，还买了几床旧的褥子，加上2个半袋粗粮，菜也买了1袋，1口小锅和10来个碗，还是庄氏提醒他们才买的。回来的时候还拉了辆板车，东西全部堆在上面，车子看着很旧，应该是人家便宜处理的。破总好过没有，不然光是棉被和锅碗瓢盆也得要好几个男人腰背肩扛，这么远的路有得受的，他们也算聪明人，知道这么破的东西不扎官差的眼。景长宁是最后回来的，回来的时候手上空空如也，只说去随便打探点消息。大庆哥和大庆嫂不停地跟他道谢，也幸亏长宁跟他们打了招呼，不然再下去天寒地冻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有了衣服被褥，又有这辆板车，路上起码不会被饿着冷着，老人小孩要是走不动了，也可以推一程。景长宁也没有跟他们客气，就是让他们多注意吃食和卫生，关照着别让老人和孩子得了病。他们又是一阵道谢。看天色已经暗下来，景长宁让西姐儿和大嫂坐到驴车上，想继续让小三子把车赶回去。没想到庄氏上前就抢了小三子的马鞭，把小三子赶了。这点事还难不倒我，你大哥以前可是教过我赶马车的，虽说不够熟练，返回去是没问题的。家里小北叔和大郎、二郎都会赶车，以后车子就交给他们了。看到这样，虽然后面还有位置，西姐儿也不想坐在后面车厢，而是跳到了带舅母后面的车辕上。现在风还不是太大，与其坐在车厢里面对一堆东西，还不如在前面跟大舅母闲话。大舅母刚刚还塞给他一串糖葫芦，说是表姐表妹们都有。看小叔子没有上车，说是跟大庆哥一起走回去，庄氏干脆也把大庆嫂拉着坐到另一边车辕。我们先回去煮饭，别跟他们2个大男人在后面磨磨蹭蹭，等夏天都黑了，让他们在后头好好聊聊吧。阿庆嫂也乐得跟他们一起，脸上笑呵呵就跳了上去。这几天一直想上来跟你们说话，把我都憋坏了。庄氏，是啊，以后我们就走近一些，多点人也不容易被豺狼虎豹袭击。西表姐，舅母刚刚买了几块麦芽糖，你拿着跟明珠一起吃。也没等景春熙反应，手里就多了大庆嫂给的1包糖。景春熙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有点不知所措。实在是他跟这个舅母没那么熟，他征求意见的看着大舅母。庄氏知道大庆嫂是真心感谢才特意买的，
知道客气了，可能他们反而不好意思，所以笑着跟外甥女说：“拿着吧，这个舅母家孩子都大了，给你就回去跟表妹分着吃，别跟她客气。”景春熙听这么说，才甜甜的道了声谢：“谢谢大庆舅母。”为省点力气，最后景大庆和景长宁又把板车上比较重的锅碗瓢盆和吃食都搬到了他们的骡车上，板车就留了些衣服、鞋袜和被子，也没那么重了。骡车回到驿站的时候，先把车停在院子里，叫大郎和二叔公家的男丁他们几个出来把货卸了进去。大郎几个看见骡车都有点好奇，连景明月、景明珠都跑出来看，被庄氏啐了一口：“有什么好看的？以前府里那么多车嘛，也不见你们那么好奇，没见过这乡下拉东西的是怎么的？”大家也不跑。二郎更是笑着说：“都说骡子是没有后代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以后这骡子就扔给你们了，你和大郎就认真研究去，最好到了岭南能研究出一头小骡子来。”大人听到了都觉得好笑。庄氏想把骡车往后面赶，直接被大郎又抢了鞭子：“娘，你别过去，马棚那边住的全部是重刑犯，脖子上的枷锁都被打开，只是戴了个脚链。”庄氏听了也吓了一大跳，幸亏他们住的是大通铺，不然都混在一起可就麻烦了。从怀里掏出一把铜板塞给大郎，交代他说：“你让小二帮给骡喂点草料，别给他饿着了，谁也要喂干净的，以后就是你和二郎赶这个车了，如若事弄不好，看你祖父不给你们几鞭子。”景春熙洗了把脸进去，看到唐双和三个舅母已经在里面全部换上了新的枕头和被褥，几个人还在议论着，果然老百姓用的枕头被褥都是一样，我看跟前2天驿站里盖的完全一样。可不是，只是在村子里，如果家家用的都一样，那不是哪天被偷了也不知道。你这话倒提醒了我们快点穿针，自家的这几床干脆还是做个记号，我看就绣个锦字。绣锦字有什么用？我看另外那2房肯定不肯出钱买东西，到时候说是他们的都说不清，还是绣母亲的摇性。这样好，我来绣这床。景春熙满足的往床上面一躺，眯着眼睛小气，觉得舅母们的话很好笑，以前都不屑赏给下人的东西，现在也把它当成了宝贝。今晚仍然是多要了个通铺，仍然是女眷共用一间，放出来那么多棉被和被褥，自然是两边都够用的，以后再不用在大家面前藏着掖着了。耳边忽然传来外祖母的声音：“西姐儿，你三舅舅呢？怎么没回来？”外祖母，这新被褥可真暖和，软软的躺下腰都不疼了，您快点躺下来试一试。景春熙一面脆生生的回答，但是也没有睁开眼睛，耐心的享受着这份温暖。景老夫人笑着点了点她的小脑袋瓜子，说：“难怪哥哥说你是小懒虫，躺下了就不想起的。”可是外祖母的声音忽然拉长，又忽然停顿，迫得景春熙不得不睁开眼睛，看到景老夫人眼里带着探究又有点逗弄的目光望着他，说：“外祖母看着，这被子枕头还是前晚的。”景春熙，他想说，外祖母这天不是这么聊的。我睡觉，我假寐，我当完全无知的小宝贝。看外祖母真的躺下来在他身侧，景春熙也不搭他这句话，直接搂过他的脖子，亲了亲外祖母的脸颊，又蹭了蹭外祖母身上的温度，小声地说：“三舅舅和大庆舅舅走在后面，不过吗？卖关子而已，谁不会啊？”他也装着神秘的口吻，只让外祖母知道，刚才在街上我们碰到周伟伯伯了，三舅舅还过去跟他说了一会儿话。听到这句话，景老夫人心情好了不少，也没有追问景春熙听到知道了什么，一直说：“好，好，见了就好。”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眼圈也有点湿润。老夫人早就正视了这次抄家流放，如定海神针一般面对了这个现实，只想以后大家都好好的。现在还有中仆护卫紧跟着，自然放心不少，悬着的心得以放松，而且老头子的身子也快好了，以后做什么事都能多个人商量。景春熙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外祖母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直到被景明月过来捏鼻子：“懒虫妹妹，快点起来吃饭，今晚有鸡汤，还有鱼和豆腐，好吃着呢，再迟一点鸡腿就没有了。”景春熙还以为是天亮了，听这么说才知道只是晚饭做好了而已，难怪还没睡饱，但是小小睡了一觉也觉得浑身舒坦，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一下就蹦着跳了起来。大家都很高兴，刚刚东西搬进来，虽然也看到有新买的包子馒头，甚至还有一些干面条，我还是有点兴趣缺。到底几天下来都是吃一样的东西，多少有点腻味，早就想打一餐新鲜的牙祭。现在有那么多粮食和新鲜蔬菜，还有鸡、鱼和豆腐，庄氏就和殷氏俩妯娌商量了一下，晚上焖了一大锅白米饭，做了一个土豆炖鸡，一个鱼烧豆腐，又炒了一个大白菜，那新鲜劲让人垂涎欲滴。也幸亏是买了2口大锅，虽说还是花了银子在厨房煮的，可是用2口大锅再加一个大盆来盛菜，那是一个满满当当，色香味俱全，还没进嘴就想把舌根子咬断。饭菜做好后，每样加了1碗过去给小北叔和父亲，再把男子们都换了过来，也没忘让大郎几个给官差那都送了米饭和菜，又收获了一波好感。其他官差原本看见他们买了那么多东西，
甚至违反规定买回了驴车。本来有点想法的，现在得了好处也不嚼舌根了。犯人走得越快，中途折损越少，他们也能够尽快完成任务回家。犯人买的东西越多自然越好，说明犯人口袋里还有银子。如果个个都像大将军府这么会做人，他们一路上也不用餐餐啃冷馒头，吃照得出人影的稀饭，可不还是便宜了他们吗？适当的时候多抽几鞭子，犯人们还得老老实实拿出银子孝顺他们，百利而无一害。今晚的菜最好吃了，大舅母做的饭可真好吃，软软糯糯的。一个个好不容易吃了餐白米饭，现在把它当成了美味珍馐。景春熙也便宜化，不停往外冒。庄氏也是看见景春熙买的多，有粗粮也有细粮，现在家里几个人手上都攥着不少银子，说是由他当家，可今天基本没用到他手上的银子，自然对也财大气粗了起来，全部都是用精米煮干饭，都没有多放半瓢水，那饭的口感肯定没得说，闻着都觉得喷香。这还是遵从老将军和景老夫人的意思，身体是前进的本钱，只有吃饱吃好了才不会生病。这豆腐可真嫩，把鱼的味道都比下去了，是我母亲煮的。小糯米团子一口饭一口豆腐，吃得满口流油，也没忘记夸一夸煮菜的人。马上被景明月揶揄，对对对，就你嘴巴甜，好吃的都是你母亲煮的。小糯米团子撅着嘴巴申辩，本来就是，我都在旁边看着呢。戴夫人煮饭熬鸡汤，我母亲说鱼焖豆腐好吃，就是她抢着煮的，好吃。说完还咂巴了一下嘴，表示自己说的是真话。殷是疼爱的刮了刮他的鼻子，就你嘴巴甜，可真没白疼你。说完给他喂了一小块鱼，小家伙有点偏食，平时鱼是不吃的，现在被喂食了，也嚼得津津有味，一个劲地说鱼也好吃，把大家都逗乐了。和西姐儿一人得了个大鸡腿，四郎更是笑得乐呵。在家里的时候怎么没觉得鸡肉这么好吃呢？娘，你有这个手艺，以前怎么也不见露一手。庄氏又是笑着嗔骂，以前府里一大堆事，你们几个皮猴都来不及管，还能管厨房里的事，美的你吧，有的吃就不错了。夸吧夸吧，你们尽管往大了夸，反正这饭菜就是我和你二婶一起煮的，你们吃了可要记得我们的好，别学别家那些忘恩负义的东西。三郎往嘴里夹了块土豆，也是幸福的满嘴生花，伯娘叫我们往东，我们就不会往西，指哪打啊？又是引来一阵大笑。司事吃着景长宁家给他的一个鸡翅膀，脸有点红，很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就是我什么都不会，感觉好没用，辛苦大嫂和二嫂了。刚刚煮饭的时候他也想去帮忙来着，可是就算烧火也被唐双和风姨娘抢了，而且他也不能确定自己真的能把柴烧着，现在觉得自己真的是没用的人，就是跟着吃白食的，跟个累赘一样。你怎么没做？不是跟我们一起端菜了吗？哈哈，就是弟妹你知书达理的，那像我们两个大老粗，以后到了岭南，孩子们还指望你和三叔教导呢。就是你别不好意思，不然我们这做奴婢的更不敢吃了。三个姨娘嘴巴里吃的喷香，但是也没觉得多不好意思，他们不是不会煮，只是刚刚也没抢得上，现在吃了更不敢确信自己能煮出这样的好味道来，只想着等下吃完了抢着去洗碗和拎热水，好歹也做点事，把其他活干了就是，反正也没有谁会怪罪。相比起他们和二叔公这边都吃了饱饭，大通铺里的其乐融融，另外那两房可以说是一个个心情阴郁，更是起了不少口角。景永强这一房还好，虽然说带出来的银子不多，可是一个个都很孝顺，兄友弟恭，还算和气。官差一说可以出去购买东西，大家就把银子银票都集中到了一起，零零总总算起来，连一些值钱的发饰什么的，怎么也值个200-300两。虽说没有了婆母，可是他们家嫡亲的2个儿媳平时也是节省当家，直接把必须的东西一样样列出来，他们只能出去一个人，本来派出去的就是大房媳妇，可是由于没有跟上庄氏他们一起，又担心不安全，加上买的东西多，干脆塞了点银子给刀疤脸，到底多出去了一个男人。他们家买回来的东西跟二叔公家的差不多，由于没有舍得买板车，主要也是不知道可以买，最后还是花10个铜板雇了辆牛车给送回来的。老族长那一房可就一言难尽了，吵哄哄的都快天黑了才出去。本来他们这一房人就是最多的，平时生活也算过得去，至少也是可以呼奴唤婢的。可是筹集银子的时候，一个个都往后缩，即使是老族长也是装穷，叫他那老妻拿出来了20两银子，其他本来不至于那么抠搜的人得了响应，是谁都不会越过家里的长辈去，有的说啥都没拿出来，即使拿出来的也都是稀稀拉拉的碎银，扒拉到一起一共也不过50两，把老族长的脸都拉垮了，但是又没到搜身的地步，也只能叼着个烟斗生闷气。他这种性子也教不出什么好儿子，儿子和儿媳平时都是好吃懒做，偷奸耍懒的，看到才这么一点银子，也没有人主动说去购买东西，进了屋直接就往大通铺上躺，更是连要买什么都没有人出主意，只有小一点的孩子闹着说露营太冷，闹着要棉衣棉裤。老两口都知道这些儿子儿媳手上肯定都攥着银子，他作为族长又是这一房的当家人，为人自私自利，就是占了个长字。平时从大将军府领回来的银子也没少克扣在自己手上，所以平时对子孙守缝还是挺松的，更是缺乏管教。
就是他自己鞋底里也藏着500两银票呢。他那抠抠搜搜的老妻更不用说了，看他平时喜欢出去沾花惹草，管不住他的心就喜欢抠他的银子。从查封大将军府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得到了消息，那么长的时间，谁不是想着法子藏银子银票的？儿子儿媳身上没有个180两，他都不信。看没有人主动出门，最后还是老族长拍板，要2个嫡出儿子出去购置东西。可是临出门50两银子还不给全部拿走，说是还要留一半保命，把他克扣下来了。最后2个儿子每个人背上背回来2床被褥，再就是每人手上提了2大包衣服鞋子，粮食都没买多少，碗也只买了7、8个，真的是够抠的。按他们的想法，反正一路上官差都是管饭的，虽然不好吃，起码也饿不死，顶一顶就过去了。儿子媳妇爹娘饿着他们也不管，但是自己的肚子管饱，都是吃了2碗馄饨才回来的。其实他们底下的儿子儿媳，不管嫡出庶出都有打算，各个算盘都打得顺溜，实在顶不下去的时候，大不了就高价从官差手上买点吃的，总好过把银子全部拿出来，大家一起瓜分了好。反正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老族长这房抠搜成这样，自然不会管王老婆子他们这几个。还是苏轼从鞋底抠出了1块碎银，舔着脸央求他家老二帮买回来2件棉衣，1件自己的，1件王老婆子的，根本都没考虑到他那儿媳和小孙女也会冻着。天黑下来，4房人多少都买了点东西，倒是没那么闹腾了。睡饱喝足后，景春熙晚上就睡不着了。外祖母被3舅舅叫了过去，很久也没见回来。大通铺里没点灯，旁边响起鼾声后，景春熙进空间里把今天买到的种子和菜秧子种了。想到一路上他们家蔬菜肯定吃不了多少，也只是种了菜秧子而已，种子还是继续留着。而老板娘送的那些种子他见都没见过，在靠近溪水旁边的地笼里，每种都撒下去10来颗种子，想先试一试能不能成活，或者说是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大的收获是他发现原本种到地里的植物都成活了，特别是原来种下去的有根的青菜，本来就挺大，现在种了2、3天变得绿油油的，应该吃完买的这些青菜萝卜，以后直接从空间里摘就行了。再以后嘛，这些菜秧子肯定接得上，足够他们吃的。想一想就高兴，有骡车遮掩着，以后就食物无忧了。在原本从厨房里收的那点东西里，又翻出来几盒糕点，都是茯苓和淮山就着红枣一起做的，放一块到嘴里浅尝，都还软和得很。打算明天放骡车上给小糯米团子备着，外祖父外祖母每天吃1块也可以养养胃。种完东西出来，往米袋子里又加了几斤精米。今天舅母们把精米煮了起码7、8斤，如果不加进去，以后舅母们肯定会接着煮粗米粗面，那卡喉的感觉他可不想要，主要是外祖父外祖母和小糯米团子肯定也受不了。直到快进入了沉睡状态，景春熙才感觉到身边有了暖意，下意识地把身子往身边那热源上靠。也不知道3舅舅把外祖母叫过去怎么聊了那么久，不过相信外祖母肯定已经知道了他的事，搞不好外祖父也知道了，因为他感觉到身边的外祖母往他额头上贴了一下，还帮他捋了捋头发，然后耳边传来沉重的疼惜和叹息声，感觉搂着他的手抱得好紧。果然到临近天亮的时候，他刚打了个滚，还没睁开眼睛，就又被外祖母重重的又搂了过去。外祖母也不管他醒没醒，在他耳边悄声问：神仙姑姑可跟西姐说，做这些事会不会折了西姐的福运？这话一下就把景春熙弄清醒了，这是外祖母真的知道了。睁开眼看到外祖母一副关切的目光，知道他已经相信有神仙姑姑的事，但是脸上并不是得了便宜的那种欣喜，而是担心神仙会吸取他的福运，影响他的健康或者今后的运程。这才是他的亲人，不顾利益关心爱护他的亲人。景春熙刚刚睡醒的小脸蛋红扑扑，笑得很甜，贼贼的黑眼珠透着一丝狡黠，异常肯定轻声对外祖母说：不会的，外祖母，神仙姑姑说西姐儿是在帮他做好事，说我们景大将军府都是好人，这是我们应得的，说以后还会奖赏我呢。说完把1块小奶片塞到了外祖母的嘴巴里，很香很甜对吧？外祖母一定没有吃过，这也是神仙姑姑的奖赏，以后外祖母和外祖父都吃，吃了身体就棒棒的。这东西在空间里真的太便宜，如果不怕露馅，他都想多买一些出来，一路上给家里人全部补补。既然外祖父外祖母也知道了，先补老人和小团子也是一样的，3舅舅也要吃，手无缚鸡之力的大男人，即使腹有诗书他也有点嫌弃。你这孩子以后做什么先跟外祖母说，也省得你到时候圆不过去。景老夫人眼睛含泪轻声的叮嘱。知道了，外祖母就是知道外祖母会庇护娘亲才敢把西姐送来的呢，有神仙姑姑又有外祖父外祖母3舅舅在，以后我们一家都好好的。景老夫人含着香甜的奶片热泪盈眶，神仙姑姑的东西果真是好，比那带着腥味的牛乳羊乳好了不知多少倍。没一会儿2个人搂在一起又打了一会盹。昨晚他和老头子听了儿子一番奇奇怪怪又让他们瞠目结舌的话和事，也知道一路上直至岭南都有了周密安排。狗皇帝卸磨杀驴后阴暗颓废的心里突然出现了点亮光，更是相信了因果福报。
而现在的福，除了神仙姑姑，就是女儿和外孙女给他们带来的，说明老天爷眷顾，都觉得他们受了冤屈。景大将军府这一脉命不该绝，那他们就迎难而上，向阳而生了，顺天而为。第二天，清流县又加进来犯人，一共38个，依然是天没亮就被押解到了驿站。不过看着没有大丰县的犯人那么可怕，却也是少有老少妇孺，都是成年男子为主，一来就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这样一来，流放的景氏一族就如同夹心饼干一般，被夹在了队伍中间。他们押解的官差不多不少，也有10来个，押解的头子是个县尉，姓严。最奇怪的是，除了官差，里面还多出一个12、13岁的少年，长得高高瘦瘦的，倒是挺好看，一看穿着就知道出自大户的公子。他骑着一匹刚刚成年但是稍矮一点的马驹，玄色，领口和腰带上都绣着金线的束衣束裤，看人的眼神不屑又不羁，还装大人腰上挂了把佩剑，看着很是奇怪，既不像官又不是民，倒像是来看热闹的。景春熙不由感叹，富贵人家的孩子玩法可真多。四郎直接就是喊他小纨绔，流放路上都敢当成秋油跟来，可不是平日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纨绔吗？还没出发，活脱的四郎就从官差那探听到，说这小子是京中一个大人的孩子，叫陶金，说是在家里太淘气，老是惹祸，管不住才托人带出去历练，费用都是自理的。大郎几个吐了吐舌头，果然纨绔可真会玩。但是二郎摇了摇头，如果是京中大户人家的孩子，我们应该见过才对。四郎说，国子监都没有这号人，肯定是外世子。三郎不以为然，你有点认同四郎的话，我们怎么会认得那么多人？再说京中得宠的庶子也不少，甚至有可能是外室生的，却是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在府中生活不易，带出来也是为了将来谋划。四郎嗤之以鼻，看不起那小子，朝他背影啐了一口，他爹一定是宠妾灭妻的货。殊不知京城某座高墙大院里的一个高贵的男人狠狠地打了2个喷嚏。景春熙认真看了看陶金，两世为人他确实没有见过这个人。男孩子虽然还没有完全张开，却是极其眉清目秀，眼神中还自带不怒自威，让人忍不住刮目相看。虽说那么多人带着疑问看着他，却是一点都不胆怯，反而微微显露出一种高贵和威严。如果不是偶尔一副甩着手中鞭子的吊儿郎当样，谁都把他当成名门贵公子。毕竟他安静的时候很沉稳，一点都感觉不到嚣张跋扈，也不会仗着身份对他们吆三喝四。不说是庶子或者外世子，说是出生在没有根基的小官家里，他都不信。直觉让他觉得这人大有来头，但却坚信对他们构不成威胁。加入进来后，看队伍还没出发，也不用官差领着，骑着他的小马自己往后来回兜了一圈，那样子还像模像样。经过景春熙他们旁边的时候，可能是觉得他们这一群人有点特殊，不是伤患就是几岁孩童的，他特意勒马停下来看了年龄和他相仿的大郎几个，就是躺着的老将军，他也驻马看了一会儿才走开。临走的时候，看到坐在车辕上翘着2郎腿，脸上黑漆漆的，嘴里又叼着根草的景春熙，忍不住皱了皱眉，似乎很是嫌弃，可最终没有说什么话就走了。今早本来想把外祖父和小北爷爷移到驴车上，反而用板车来拉东西，觉得这样拉车的人也轻松些。可是老将军坚持说还是睡在板车上，趁着这段天气还不是太冷，想多看看外面的风景，还可以多和家人说几句话，看他自己高兴，也只能由着他。其实这是他们3人昨晚碰了头后，知道西姐儿想用车棚子做掩护而说出来的托词。老将军也知道他一往骡车上睡，又加上小白在他旁边侍候着，西姐儿肯定就没那么方便了。再就是景永成背上的伤已经开始脱痂，已经可以试着反过来偶尔躺睡了，即使躺在板车上也不再那么辛苦。如果不是景长宁和老夫人坚持，加上想避开点官差们的耳目，一定要求他继续躺个几天，不然他都想下来自己走了。实在是习惯行军打仗习武骑马的人，躺在板车上难受得很，即使棉被非常柔软也够厚，可一天到晚都是躺着，手脚不能自由活动，就是受罪。出了清流县再往南走了一天，山林就更多了，晚上又是露营，倒不是没有赶到驿站，而是再没有那么大的驿站可以容纳他们那么庞大的队伍住宿。这个叫做小王的小镇，驿站里房子都不够10间，而且原本里面就住了客人，勉强可以腾出3间单间给刘爷、方主事和严县尉、小纨绔。官差除了晚上值守的，也只能凑在2间大通铺里拼着住。原本带着枷锁的重刑犯自然不敢放松警戒，照样被关进了马厩，晚上好几个官差守着。而其他犯人则是先挤在驿站的院子里，但是实在院子也不够大，如果全部安置躺着都不够位置，所以只能重新分配。仅是80多个族人，由于威胁性最小，让官差们最放心，最后被安置在了驿站门口，也就是官道的一侧。这一波操作一下在犯人中掀起了波涛骇浪，马厩也不够宽，重刑犯们都不是好惹的，因此也是磕磕碰碰、摔摔打打，骂声不断。安排住在院子里的那38人倒是安静，而驿站外面闹腾的最厉害的是族长那一方，怎么都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又不比我们高贵，
凭什么反而不让我们住院子？照这么下去，不会都是我们在外面露营吧？马厩又腥又臭，他们肯定不想住，可都认为以他们的身份，怎么都应该安排在院子里，所以废话就多起来。就是有了初一就有15，还不得把我们都冷死了？以后怎么办呀？现在还是晴天，刮风下雨的话，可不就睡在水泥地里？怎么活啊？前几日好歹能有个大通铺可以遮风挡雨，起码还冷不死。照这么下去，我们不饿死也得冷死。男子们骂骂咧咧，这黑灯瞎火的，旁边还有山林，晚上会不会有狼呀？女的更担心的是安全问题，如果危险来了，他们想逃命都难，更别说保护孩子了。狼有不知道，但是蛇鼠虫蚁肯定是有的，有闹腾的，也有故意吓人的，一下子院里和官道旁比下饺子还热闹，很久都没有平息。更有的为了抢到好的位置而打了起来，自然这样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反正他们在外面都听到了院子里好几次鞭打声，哀嚎声也不小。这次大郎几个和二叔公家的几个孙子非常机智，已经学聪明了，一听招呼说要露营，就凑在一起先占了驿站大门右边一侧的空旷位置，那里有一边长长的围墙挡风，自然冷不到哪去。而另外一侧的围墙比较短，不过3、2丈，而且前面堆了不少杂物，干枯的杂草也不少，自然位置就小了，也容易藏鼠蛇。景永强那房有样学样，不跟族长那伙人嘴巴里骂骂咧咧不干事，而是也立马跟着抢，占了那边围墙的一大半。老族长那房本来就不团结，开始听说又要露营，就开始咋咋呼呼，想闹着看能不能让官差改变主意，给他们重新分配，根本就没想到占位置，自然就被挤在了最外面，在那里如果靠不上围墙，自然要喝西北风的。等到他们回过神来，装饰几个早就铺好了油布，没有油布的两房也是拔枯草、捡稻草，很快铺好了自己的位置。有的孩子已经听从大人的吩咐，开始去捡柴火了，根本就不像他们这般乱哄哄的，没人指挥，也没人听指挥，如同一盘散沙。老族长家的几个孙子，大头、二头和3头、4头，看势头不妙，又不敢往大将军府和二叔公这边来，直接就欺负上了景永强那一房。你们都滚开，位置的我们大房先选，哪里轮到你们庶出的份？直接把他们踢出去，他们有什么脸抢在我们前头？别以为抢了先就是你们的，你们快点滚开，不然也不客气。蛮横的如同土匪，难怪留在青山庄的5头那做派也如出一辙。听到的人都忍不住皱了皱眉，但是他那一房的大人也不制止，任由他们闹腾，就连老族长可能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还等着孙子给他腾位置睡觉呢。凭什么？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叫你们动作慢，有本事你进去抢院子里啊！老欺负我们算什么本事？景永强家几个儿子和孙子几个也不是吃素的，虽然早就被大房欺负惯了，但是现在流芳路上，谁还管什么嫡庶尊卑？看这天气这样，以后如果不知道占领好的地势，只能活活受罪。几天来，他们早就看不惯嫡亲这一房的做派了。景永强虽然是个木讷的性子，平时也受大房欺负惯了，自己虽然不怎么出头，也不遑多让，谁的儿孙谁不疼？以前受点欺负，涉及不到生死，忍忍就过去了。现在的境况是大不同了，自然没有再逆来顺受的道理。主要是现在他们站这里。景永强抽着烟杆，沉默了半刻，也维护自己的儿孙，总算是腰杆硬了一回。到了这步田地，也别再以大欺小，天大地大，位置得凭自己的本事来抢，别动不动就让我们让。就是什么都叫我们让，平时我们是吃你们的还是喝你们的了？你们好过的时候有想过我们吗？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就是以前从大将军府得来的好处，也是你们占大头。王老婆子安静了几天，现在又跳出来了，知道抢到了好位置，也有自己的份。他本来就是依附在老族长这一边的，凭什么？就凭永盛是族长，就凭他是嫡子，又是大房，你们就得让着我们？建公公终于立了起来，景永强那几个媳妇也不怕了，看王老婆子出来作死，也挺身而出，指着他骂：哼，你们，王老婆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就应该睡到马路上去。就是，你家是你们，可跟我们没有关系。照说有老族长在，又是我们的嫡亲，就应该照顾我们才对，别光想着占我们便宜，不然我们这些棍子也不是吃素的，也不光是用来打山贼，谁敢上来就打谁。说完这话，景永强那几个儿子和孙子把手上的棍子在地板上敲得嘣嘣响，根本就没有一点怕的意思，总算是敢为自己这房出头，一致对外同仇敌忾。要不怎么说团结就是力量呢？一家人只要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都不会被人欺负得到哪去。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怕几分。干什么干什么？再吵哄哄的全部都睡到路中间去，赶紧的过去领馍馍和水，再多吵几句吃的都没你们的份。大头二头直接被甩了2鞭子，肩膀马上出了血，哎呦哎呦的叫唤了起来。16、17了还躲到了娘亲的后头，屁都不敢再放一个，一副欺软怕硬的鸟样，只是一个劲的喊疼。王老婆子又跳了起来，想为老族长这房出头，你们怎么还打人呢？哎呀呀，官差要打死人了啊！
打的就是你这疯婆子，让你再叫嚣，再无理取闹，直接把你扔山里喂狼去。官差可不是看谁老就给谁面子，直接动了怒，一鞭子直接抽在王老婆子的老腰上，王老婆子一个踉跄就跌到了地上，哭天抢地的嚎得更厉害了。可是没有一个人为他出头，扶都不会帮一把，可没有人把王老婆子几个归纳在自己的我们里。苏轼一看见官差的凶恶样子，就缩了缩脖子，想上前来搀扶，可是看到官差扬起来的那鞭子，怕了，退缩了。林氏更是抱着女儿躲到了最后面，一言不发，也一眼都不看他们俩，完全把他们当成了外人。老不成老，连他女儿手上的那点黑面馍馍都敢抢，那还算什么亲人？他自然是不管的，也知道管不了，反而有点幸灾乐祸。这个时候他巴不得没有这样的亲人。终于安定下来了，趁着还有点亮光，每房的人安置好后都是去捡柴火。这样的天气，晚上没有点火烤，真能把人冻僵。他们这边围墙边不久就升起了4个堆火，2堆是大郎几个生的，2堆是二叔公这一房生的。火光一下把黑夜照得透亮，一边靠着围墙，一边又有温暖的火光照耀着，身上盖的还是暖和的新被子，流放的路上居然也能萌生出一丝幸福感来。小团子兴奋地在油布上滚来滚去，还用被子跟4哥玩起了捉迷藏。这种地当床天当被的感觉让他觉得很新奇，比第一次睡大通铺的感觉还要好，让他觉得一家人更加亲密，以至于玩起来咯咯咯的笑个不停。今晚想要热水泡脚是没有了，这么多人就是进去打井水，怕是都得排长队，又容易跟其他犯人起冲突，还是尽量不靠近的好。看来只能吃饱了早早睡觉。大嫂。景春熙忽然听到一道陌生的年轻女人声音，声音有点犹豫又有点胆怯，声音很小，但是在黑夜里显得很突兀，所有人忍不住抬起头来看。林氏抱着很大一堆柴火放到了他们的火堆旁，小小的巧巧一边手也拿着一根柴，那根柴比他还要高，只能拖着。他一边手拉着娘亲的衣摆，怯生生地跟在他娘亲的旁边，都不敢抬头看人。怎么了？林氏。他叫的是庄氏，但是殷氏直接回了他。同样是没有了丈夫，虽说以前不熟络，但也是听说过的。几天下来，他对这对母女有点同情，也庆幸自己嫁的是大将军府这么有爱的大家庭。我们那边冷，我们能不能和女儿睡在这里？林氏声音很小，还有点沙哑，也不知道是饿的还是渴的，消瘦的脸庞太过惨白，显不出一点红晕。他很不好意思，可又不得不过来，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的意味。可能怕他们误会，林氏又连忙指了指火堆旁边最靠近路边的一个角，说：“我不睡油布，就是在旁边烤火，柴火我再多捡一些来，不占你们的。”他指的那个位置本来就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他们，无非就是想靠近一点火堆取暖而已。但是所有人都没有马上吭声。往那边看，王老婆子和苏轼昨晚没买被褥，但是2人都裹了一件新棉衣，舔着脸挤在一个角落里，紧紧靠着族长那房人的外围，根本就没打算管他们。母女2个穿的还是从京城出来的那身衣服，虽然没打补丁，但是也就是比粗布好一点的细棉布，也幸亏2人身上还多了件棉夹袄，还不至于被冻僵。但是林氏脚上的鞋子都露出脚趾了，可再看王老婆子和苏轼身上穿的可还是绸子呢。有人发出轻轻叹息，也是个苦命的女人。殷氏到底还是动了点恻隐之心，继续回话：待会我们躺下，如果油布还有空的位置，你们就躺旁边吧，可别把巧巧冻着了。谢谢二嫂，谢谢几位夫人，我再去找点柴火，保管把火生得旺旺的。林氏可能刚开始都没抱多大希望，现在听到得到同意，居然还可能睡油布，脸上都兴奋得微微起了红晕，把巧巧手上的那根柴抢过来放下，拉着巧巧就想继续去找柴火，怕占太多便宜被嫌弃。看这孩子冻的，把他留着吧，我们帮你看着。景老夫人也看不得他们这种可怜样，也知道林氏是个胆小怕事的，所以跟庄氏说，看看还有没有黑面馍馍，给他们拿2个，可怜见的。今晚他们每人也只是多吃了1个馒头，唐双也煮粥，每个人吃了半碗，剩下的明天加点火就可以当早餐，黑面馍馍自然有剩下的。这几天看到这对母女俩老是被那2个老妇人抢东西，肯定没吃饱，谁都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没有吭声，算是默认了。几天下来，看林氏还算是个好的，起码不是会生事的那种人，也还算知趣。刚才吃粥的时候就没凑过来，可能是看他们吃完了，实在担心女儿忍受不了晚上的冻，才向他们靠了过来。那么小的孩子跟出来流放，就是好吃好喝都可能夭折在路上，只要有点恻隐之心的都会出手帮助，只有他们懂事拉一把也不是不行。但是想要让他们让出被子让出床是不可能的，但是赵姨娘还是不忍心，摸出了团子换出来的一件薄袄，二叔公那边买了棉衣也用不到，早上已经还回来了，先让巧巧穿着吧，以后不穿了再还回来。他可没打算白给，女儿现在换了厚棉衣，开春了还是要换回来的，虽然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穿得下，但是改了做件夹袄也是可以的。林氏千恩万谢，先把衣服套在女儿身上，都顾不上扣扣子，又把一个黑面馍馍直接塞给了巧巧，
把他放着坐在油布的最边缘几个巴掌大的一点点位置，忽然就跑开了。他还是坚持继续去找柴火，主要是他还不习惯这么一大群人看着他的目光。其实大郎几个砍回来的柴是够今晚用的，但是谁都没有制止他，柴火多了留着明晚还可以继续用。升米恩斗米仇，一切白给的都不值钱，用付出换取利益才是正确的输出方式。林氏走的时候低声交代了一下巧巧，小姑娘胆怯的低着头，还是不敢看大家，拿着那个馍馍愣愣的也不敢吃，欲哭不哭，但是依然看得出她瘦瘦的小脸上大大的眼睛非常突兀，一直盯着那堆火苗看。团子看着巧巧好奇，看她小小的也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可是也不敢靠前招呼，只能像只好奇的小猫一样抓耳挠腮，一下坐着一下又趴下，但是眼睛一眨不眨就是盯着巧巧，好像还担心把她弄哭了。最后还是被她姨娘轻轻推了一把才爬过去，可是又不舍得把自己口袋里最后的那颗糖拿出来，而是用手帮她掰了一小块馍馍，直接喂到了巧巧小小的嘴巴里，还一直盯着她的嘴巴看，仿佛在确认她是不是会动。终于巧巧的嘴巴动了动，仍然不敢看她，但是不再盯着火光，而是转回目光盯着自己身上刚刚穿上的薄袄，不知道在想什么。起码有了点动静，让团子松了口气。巧巧感觉到嘴巴里的东西，到底还是嚼了几口，也不舍得吞，只是不停的嚼，看着都让人忍不住落泪。景老夫人叹了口气，只要他们家那婆母和王老婆子不过来闹腾，就让她跟着吧，可怜见的。说着又让庄氏给他们找了个还剩下几口水的水囊，看巧巧嘴唇干裂都出了血，恐怕白天的水囊也到不了他们手上。林氏是连续找了2大包的干柴后才分2次抱了回来，回来后也不见他吃那个馍馍，而是揣到了怀里。最后看他们所有人都躺下后，才合衣躺到了巧巧的旁边，侧着半边身子躺在油布上，地板干燥又靠近着火，总比族长他们那边好多了。深夜的时候，躺在火堆旁边的林氏忽然被惊醒，一摸过去不见了女儿，吓了一跳，连忙坐了起来，一件不知道谁的衣服从她身上跌落，让她本来冰冷又失去光芒的心不由暖了一下。再环顾女眷们睡的这一张油布，发现巧巧也钻在被子里，那个位置应该是跟景明珠紧紧靠着的，露出的一点点毛发才看出是她的存在，也不知道是被人抱过去还是自己钻进去的，睡得很是香甜。林氏忍不住热泪盈眶，肩膀不停的抽搐，嘤嘤的小声哭了起来。这段时间的搓磨，如果不是女儿想死的心她都有了，本来已经哭得干渴的泪腺还以为已经堵塞了，谁知道稍稍感受到一点温暖，现在又喷涌而出。从第2天开始，林氏和巧巧跟他们走在了一起，本来现在队伍就走得很紧凑，几方人有时候都是混在一起，所以也没有人觉得奇怪。苏轼还真的不是人，早餐的时候被王老婆子挑唆后，还想过来抢巧巧的黑面馍馍，被四郎用棍子恐吓着把他吓退了回去，然后婆媳2人又开始在后面骂骂咧咧，不孝的贱东西，看我不把你休了，休了倒是便宜这贱货了，把我儿子克没了，就应该卖到勾栏院去，卖了没准还可以得几两银子，留着那个小赔钱货也没用。听到这样的话，林氏自己不吭声，其他人自然也好回应。林氏是习以为常了，不反驳也不看他们，但是刚刚苏轼上来抢的时候，他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只想跟他搏命。只有巧巧吓得只想哭，一直拉着他娘不肯放手，他轻轻摸着女儿的头，抚慰着让她不要怕。一天下来，林氏都没闲着，都是在后面帮推板车，用不着他的时候，偶尔也会捡点柴留着晚上用。别看巧巧年纪小，除了胆子小还挺能干，一路上也没用他娘亲背多少路，还帮着捡柴火。巧巧和他自己的黑面馍馍3餐都到了林氏手上，巧巧偶尔还被庄氏他们帮喂口馒头喂口水，所以一天里巧巧没吃几口黑面馍馍也没叫饿，口粮基本剩的下一半。景家吃饭的时候，林氏都拉着巧巧去挖野菜捡柴火，不肯多占他们一口便宜。庄氏提醒他馍馍天天都发，让他把黑面馍馍全都吃了，可他可能是饿怕了，什么都想攒着，也只是一餐吃了1个，所以一天下来林氏就多了3个馍馍。有了食物人都感觉都有了点精神，毕竟他手上没有银子也没有余粮，一天能有3个馍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就算是在京城家里，母女2人也只能吃剩饭剩菜，也没有过这样的待遇，这更坚定了他要跟大将军府的人走在一起的决心。他不怎么说话，可能是不习惯，也有自卑心理，只是有什么都抢着干。但是出于对王老太婆2人的戒心，他也不敢把黑面馍馍带在身上，到底还是用一条帕子包了，藏到板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大家看见了也不理会，反正也没有人偷吃。2天后，那个很拽的淘金少年身边居然有了个小跟班，就是原本在第1批重刑犯里母亲脸上有疤的那个5、6岁的小男孩。也不知2人是怎么勾搭上的，小男孩除了吃饭的时候回去看顾自己的母亲，其余时间都跟着淘金的马后跑，淘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像个小尾巴似的，就连睡觉也没有回去。每天来回几趟，自然要路过景春熙他们旁边，四郎很快就和他熟悉起来，知道他叫黑子。淘金也就是百无聊赖，在家里对下人吆五喝六惯了，
所以才临时起意给自己找了个小跟班。不过黑子乐意得很，天天屁颠屁颠的跟着他马后跑也不嫌累，还叫他主人，看着还真像那么回事。严县尉也乐意小纨绔把关注点放到其他地方，省得给他造势。黑子哪里会不乐意，才跟了淘金第一天，过了个阵子的时候就得了赏赐，换上了一套整齐的细布棉衣，鞋子也换了双新的。偶尔也看到他可以跟着官差们吃个馒头，眼里原本对人的戒心和戾气都收敛了不少。得了馒头，他就是浅尝两口，一般都偷偷塞进了怀里，应该是等着休息的时候拿过去给母亲，还挺孝顺。穿戴整齐，黑子看着还挺帅气，只是没有感觉到多少童真，经常板着个脸，话也不多，皮肤有点黑又非常瘦，不知道为什么景春熙看着总感觉他的眼眸和常人有点微微不同，也不知道是有眼疾还是怎么回事，眼睛特别大，鼻梁也很坚挺，长大后一定很帅气。淘金也不是随时都让他陪着，因为担心主人唤他会听不到，黑子也不敢靠得太远，但碍于官差也会隔着点距离，所以经常走在大将军府的众人中间，大家很快就熟悉了。黑子看见板车上的景明珠，还有自己走路的巧巧，比他年纪还小，好像心理上的落差就小了，也有点接近之意。但是巧巧看见他就跑，老是躲到母亲的身后去，黑子觉得无趣得很。2天下来，倒是跟景明珠套上的话，甚至还拿出自己怀里的一副弹弓跟他显摆，甚至给团子把玩，一点都不小气，一副大哥哥的模样。但是他很少主动说话，即使景老夫人问他，他的回答也很简短，基本不会提起自己和他母亲的事。还是有一次司事给了他2块肉干，他很感激，匍匐下来给司事和景老夫人磕了个响头，最后自己只啃了最小的那块，另外1块也揣到怀里，又是留着给母亲。景老夫人又叹了生气，倒是个孝顺和知道感恩的，也不知道他那母亲犯了什么罪，不然也不会连着这孩子跟着一起遭罪。如果家里还有亲人，肯定不会让几岁的孩子跟着母亲出来流放的，况且黑子还是个男孩子。四郎性子活络，也经常逗着黑子，经常趁着休息的功夫，借着用他的弹弓邀他去一起打鸟，很快混熟套了他的话。黑子告诉他说，是因为家里没饭吃，太饿了，娘亲帮他抢东西，然后才被抓的。看黑子表情不像是说假，可这种说辞大人们都是不信的。如果说抢点吃的就要被毁坏了脸，甚至还要带枷锁和脚镣流放千里，应该不至于才对。不过他母亲具体做了什么，对他有所隐瞒也很难说，毕竟孩子太小了，什么都不懂，肯定不会道出自己杀人放火的事。大家也不打算不追究，这年头为了生计做点打杀掠夺的事也很正常，而且孤儿寡母的难免被人欺负，才忍不住出手也很难说。世道艰难，能活下来就很不错了。黑子还是知道看人的，只有跟大将军府的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能彻底放下防备，中午就是坐在他们旁边也可以安心打个盹，而不担心受到冲击和伤害。而在重刑犯那边是不可能的，那里的人凶神恶煞，有时候瞪着他的眼睛，感觉恨不得把他淡肉饮血，还会抢他的黑面馍馍。黑子很瘦，可是体力却很好。小北爷爷休息的时候忍不住说，这孩子倒是天生的习武体格。说这话的时候还有点可惜的叹息，如果是在狼牙庄，肯定会被他们这些老兵抓来教导一番。一天中午，趁着休息的半个时辰，黑子和四郎跑进森林里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居然拎回来一只小兔子。黑子跑得像闪电似的，那兔子跑得飞快，他都抓得着。娘亲，你看能不能杀了吃？兔子不大，杀了也不够打牙祭的。小糯米团子却是看得爱不释手。听到四哥说要吃，小团子马上泪眼汪汪，可怜巴巴的央求老夫人，祖母不要杀，好不好？赵姨娘听了也不忍心，附和着说，又没有几两肉，主要是天天有吃的，他们也不饿。景老夫人自然是不同意杀的，在流放的路上，孩子没有什么玩的东西，现在虽然凑在一起有了几个伴，可到底不能经常在一起，让团子有只小动物作伴也是好的，吃什么吃，就你嘴馋，留着给妹妹。四郎还以为可以拿来烤兔肉呢，一听就撇撇嘴泄了气，不过也没坚持。看团子这样，又伸出手来想摸小兔子，黑子连忙把绑了2条腿的兔子递到了他面前。小兔子只比拳头大一点，也是瘦瘦的，红红的眼睛瞪得老大，居然跟黑子有点像。小团子一开始有点害怕，被黑子拉着他的手，先是摸了摸他的身子，又摸了摸他的头，最后看小兔子还舔了舔他的手掌，才终于不再害怕，一下就抱了过去，放在板车上玩，会儿扯扯兔子耳朵，一会儿又撸他身上软软的毛，高兴得跟什么似的。黑子的脸上萌生了笑意，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孤独惯了，这个妹妹他实在是喜欢。团子还一再的确认，还有点不敢置信，黑子哥哥，兔子真的给我了吗？黑子黝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妹妹叫他黑子哥哥了，他以后也有妹妹了。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一副终于做了点好事的样子，更喜欢跟他们一起走了。出了清流县后，晚上基本都只能露营，只是露营的地点靠不靠近县城和小镇的区别而已，因为即使能按时赶到驿站，但是驿站的容量也太小，大多都没办法容纳他们这么庞大的队伍。几天来，有了骡车，
骡车上还有点位置空余，景老夫人经常带着景明珠和景春熙偶尔坐到骡车里，不用一天到晚走路，人也精神了不少。就是老姨娘偶尔让她上车歇一会儿，大郎和二郎轮流赶骡车，三郎四郎也经常可以坐到车辕上，就是几个儿媳也可以偶尔上去停歇一会儿。就是小北爷爷现在腿脚好了不少，不肯赶骡车，也不肯坐车，还是坚持走在老将军的旁边。即使大郎借口说要换手，想让他上去歇一会儿，他也不去赶车。我现在这体质，要真有达子打进来，应该还可以跟老将军再上一次战场，把景永成逗得很高兴。他们是轻松了，但同时也收到了不少妒忌的目光，这些目光自然大多来自老族长那一方，因为不经驿站也用在供给其他族人吃食，毕竟几家或多或少都买了吃的东西，也不再紧盯着他们了。三家也都有了锅，一到露营的地方就架起锅烧火煮饭，基本都可以吃上点热腾腾的菜粥，也可以喝点热水，所以孩子们一停下来，不是捡柴就是找野菜，只有老族长那房干瞪眼。有几次景春熙都感觉到老族长和他家的老婆子目光里杵着毒，像是仇人一般瞪着他们。多出来的稀饭偶尔也会给巧巧舀上半碗，林氏自然是感恩戴德的。巧巧虽然胆子小，但是混得熟悉后，也经常跟在大人后面帮着干活，嘴巴也甜，经常哥哥姐姐的叫，大家都很喜欢他。只有他那祖母和太婆还是经常骂骂咧咧的。王老太婆上次被抽了那一鞭子之后，走路已经有点不灵便，苏轼则是偶尔咳嗽几声，应该是受了寒，可到底不敢再来找茬，让这母女两人过了2天平静日子。又到了晚上，这次还是露营，没有前2天那么幸运，找不到背风的位置扎营，风还有点大，大家都忍不住皱眉。景春熙觉得怎么都得想办法做2张帐篷。景春熙偷偷拉着舅舅，假装让他到驴车上搬东西，一下就多倒腾出来2卷油布。家里的人都以为是上次出去购物，他们多买回来的。庄氏和几个姨娘连忙用刀割，3轴里加上林氏又是缝又是绑绳子的，小北爷爷和大郎几个做成2个简易的帐篷。这样一来，即使晚上不烧火堆，也不至于受冻了，而且还可以防蛇防虫，一家人睡得舒服了不少。林氏和巧巧也沾了点光，天天晚上跟着睡在帐篷的小角落里，最靠近门口的位置。黑子深夜都没跟他们，官差那边都是有帐篷的，应该是跟淘金一起混着睡。这样又走了4天，即将进入森林，不再是前面京城附近那种小树林，而是很高的山，树木也很茂密，长满了苍天大树的那种大森林。官差说是即将进入6岭山脉，按这种速度行进，最少也得15、16天才能走出这一段路。进入山脉前的前一天，官差网开一面，又给大家进入一个小镇采买了一次。这次景春熙和三舅舅商议，基本没打算买什么其他东西，只需要是添置雨具。不过骡车还是腾空后赶了去，回来又是一大车东西，自然都是空间里的出品。多购置雨具，这还是景长宁跟父亲和小北爷爷分析后决定的。进入森林肯定会比较寒冷，气候也往往比较反常，挡风挡雨的雨具是必备。集市上的只有挡雨的宽檐帽子和蓑衣麦，蓑衣非常笨重，一件卷起来就占好大一个位置，如果人手一顶一件，能把驴车都装满。三舅舅，我空间里还有几卷油布，要么全部剪了，在脖子的位置挖个口，再戴个雨帽，不是比蓑衣好多了吗？景春熙前世的时候就知道，雨水过大的话，蓑衣还是会漏雨的，而且湿水后的蓑衣很笨重，晾晒起来也很困难，还会发霉。农人们喜欢用，是因为它便宜。他看见过货郎和走镖的队伍也有用的油布，穿起来很是轻便，主要是不会把衣服打湿。空间里还有好几卷油布，根本就用不完，他觉得还是利用起来。因此他们只买了每人一顶，看着应该是蒲叶边的雨帽，蓑衣都没有买。想到因为没有剪刀，上次什么都得用柴刀来割，又麻烦又不好用，还慢。景春熙又自作主张买了几把最大的裁衣服的剪刀，这种剪刀原本大将军府的针线房里也是有的，他后悔忘收了。果然流放路上什么小东西都可能用得上，以后可不能大意。路过布庄的时候，景长宁往里看了一眼，小声问外甥女：“神仙姑姑那里还有足够的棉衣棉裤吗？可还有被褥？”景春熙诧异地看着他：“还不够？明明人人都有了呀，被褥2、3人盖一床也是够的，总不能奢侈到每人一床吧？”三舅舅真不靠谱，才解决温饱就想着奢靡了。再下去，如果雨雪天气太多，就算有雨衣雨帽，也难保不会有弄湿的时候，总得有替换的才行。景春熙想了想空间里的那堆东西，原本从大将军府针线房收的就不少，又加上后来叫大管家他们出去买的，自然是足够的。衣服吗？上次他也只是随便挑了一身合适每个家人穿的尺码，剩下的还多着呢，一人再换个几身都没问题。要真碰上那种恶劣的天气，即使不合身的拿出来也可以凑合着穿。那你待会儿多往骡车倒腾出来几件，真正用到的时候再添加。想了想又说，记得帮林氏和巧巧都选一套。景春熙更诧异了，没想到三舅舅也这么善良，然后故意把双手放在嘴巴上，卷成了个小喇叭，一副看我很了解你的小傲娇模样。面对景春熙的调侃，景长宁瞪了他一眼，才回答说：“小北爷爷心善，
自己又没有孩子，看见巧巧这样的小可怜就受不了，特意交代要帮买的，还想往我手上塞银子，舅舅没要他的。景春熙像被踩了尾巴一般泄了气，才知道猜错了，小声地说：“知道了。”空间里10岁以下孩童的衣服也有不少，上次也光用了团子的一套，他可不会舍不得，也想买小北爷爷一个面子。当天晚上就着柴火堆得亮光，他们男男女女都没闲着，几乎所有人都忙着用从骡车搬出来的油布做雨衣。林氏捡了柴火后，也过来帮把裁剪好的雨衣一件件的叠好，免得占用太多的位置。人多好做事，直到全部做好，重新卷起来放到了骡车上，也没花多少时间。到了这个时候，景长宁才把林氏和巧巧的那套衣服拿了下来，还有2双鞋袜是景春熙想到后给他们家的。他实在看不得林氏脚上那双露出脚趾的鞋子，反正给都给了，也不差这么一点。几天下来，他还是觉得这对母女挺好的。景长宁没有直接交给林氏，而是递给了小北叔。既然是小北叔的善意，也想让他自己在这对母女面前博个好感。做好事不留名，这种事还是少做。林氏看到小北叔忽然递到自己面前的一大包东西，不知所措，也不敢接。再往前还会再冷，穿着吧，不然可熬不到岭南。小北爷爷是个粗汉子，看到林氏不接也不好一直站着，他没娶过妻，40几岁的老男人看见女人都还脸红，东西直接塞到林氏手里，转头又坐到老将军旁边去了。林氏抱着衣服，眼泪一直流，最后又抱着巧巧朝他们所有人磕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态度非常诚恳。这一幕却被对面的苏轼无意间瞥见了，本以为他会感恩景家对儿媳孙女的照顾，没想到他却骂骂咧咧的，还指给王老婆子看，又在他耳边不知道造了什么是非。没会儿，王老婆子一下就骂开了，在家没见那么勤，现在急着去给人家做奴做婢。苏轼更是一个劲的骂着不好听的话，贱人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开腿给别人擦屁的烂货，可怜我那死去的儿啊。骂着骂着还哭上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刚刚死了人，搞得对面的所有人都看了过来，眼光一直盯着林氏。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几个人的内心那么龌龊，但是却把小北爷爷弄得很尴尬。景长宁也后悔刚才没有让自家大嫂把衣服鞋子送出去，真是多此一举。没想林氏也不管，好像骂的不是他本人，对这样的家人他已经有了免疫力。迎着众人的目光，他默默把衣服往巧巧和自己的身上套，还做出一副毫不顾忌的样子，已然没有原来的唯唯诺诺，好像有人给他撑了腰一般，倒是令众人刮目相看。即使被众人看着，景永成现在喝水吃东西的时候都坐了起来，虽然没站起来行走，外人看来也知道他好了不少，起码知道他是死不了的了。现在儿子和几个孙子都围着他，也想听他和小北爷爷讲打鞑子的故事，主要还是想给祖父解解闷，他们实在不想听对面的骂声，那样的语言污了他们的耳朵。干嘛干嘛？白天没累够就不要躺地板上，敢再咋咋呼呼我就赶出去绕驿站跑个10圈。守夜的官差很生气，他自己想睡都没得睡呢，偏偏有人还给他找事，上来就给苏轼和王老婆子一鞭子，才让声音停了下来。一大早，官差的鞭子又开始扬了起来，赶紧的起来起来，领了东西一面吃，赶紧上路。为了赶时间，犯人们的早饭一般都是一面吃一面走的，大家都习惯了。一天的食物，井水和茅厕争夺又开始，他们这一房依然是有条不紊，不争不抢，即使上茅房也是直接去对面的小树林，女的一边男的一边互不干涉，很快就准备妥当，排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都活成这样了，还招人嫌弃，干脆死了算了，早死晚死都是死。你以为还能到岭南开山呢？已经被扛到车上的景永成正在闭目养神，脑袋冷不丁被重重拍了一下，激得他额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走过的严县尉出手太过突然，小北爷爷想护都护不及，景永成还记着自己还是个重患，不然早就跳起来反击了。看见的人都对严县尉怒目而视，却不敢直接对他出手，不知道他突如其来的恶行是怎么回事，也担心引来更大的麻烦。但是大郎几兄弟已经握紧了衣袖里的匕首，眼圈里恨得起了红丝，含着泪，只想着如果他再有下一步，马上就上去跟他拼命。景春熙担心地看着外祖父，又看了看满脸凶神恶煞的严县尉，心里默默地念叨：这个人必得死。心里也盘算开了，想着看看什么时候机会合适，送给他一包药。景长宁咬着后槽牙，挤到了严县尉和父亲的中间。严大人，好像我们这批犯人不属于您管吧？我景家守护边疆几代人，不然以为你可以过得如此自在。做人要思前顾后，不要做得那么绝。气愤，但是语气也非常决绝。严县尉从这个文弱的书生的语气里听出了开始外溢的一股杀气。庄氏和殷氏弯下腰，假装整理鞋子，也把绑在裤腿里的匕首摸了摸，强忍住额头上的青筋一直在跳。嚯，读书人倒是硬气得很哦，怎么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想打架？严县尉可能是有所顾忌，不再动手，可是挑衅的扫了他们所有人一眼，特别是瞪了前面几个红着眼又攥着拳头的小子，意味深长地看着景长宁，用鼻子嗤笑了一声，再看了几眼后面的一堆女眷，然后摇了摇头。
别以为没有了你们景家人，老百姓就不能活了，缺你们几个也不嫌少，这种时候省点力气保命吧。说完，一直盯着面前的景长宁，回应他刚刚的那句话，别说不是我管的人，你们的命谁都可以要。这句话加了重重的语气，让人不得不多想。严大人，干什么呢？这群狗东西还敢惹您？要是这样，大人您说一句，我直接给他们2鞭子就好了，哪里用劳动大人？刀疤脸听到了动静，也不知道是不是刘爷叫过来的，但不想自己管的犯人起什么冲突，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隔着10几步远处言做和事佬，但是也没走过来，只是远远盯着。僵持了一会儿，倒是已经骑到了马上的小纨绔调转马头哒哒哒就跑了过来，一副非常维护的语气，高声的问严县尉：“严叔，怎么了？可需要小子帮忙？”狗东西，死到临头都不知道。严县尉骂骂咧咧的，看没有人再出声，也懒得停留，继续往前去了。景春熙注意到他一面走，但是2只手指一直搓着袖口的位置，景春熙的直觉里面一定是银票。那小纨绔倒是没有马上走，而是又在他们人群里溜达了一圈，这个看看那个看看，看见大郎几个的时候，更是故意凑到前面，低声加了一句：“要你们的命，易如反掌。”还是语气很重，害得4郎差点出手。他早都憋得难受，为祖父感到憋屈了。祖父可是堂堂大将军，几十年在边疆，但凡达子听到他的名字都闻风丧胆，现在却受到这小小县尉的侮辱，他后悔刚刚没有把袖口的匕首抽出来，直接送进狗官的胸膛。觉得小纨绔跟那个狗官也是一伙的，忍不住又想拔刀，但是被2郎觉察到，被快速的按了下去。小纨绔似乎意识到了他们的动作，坐在马上一点都没退缩，而是轻蔑的看着4郎一笑，骂了一句孬种，然后才策马离开。过了好一会儿，景永成才出声：“长宁，你们过来。”景永成把儿子和孙子都叫了过去，围在他的周围。女人们则是忍着屈辱，继续检查看有没有落下东西，马上要出发，不敢怠慢。祖父，他们欺人太甚。4郎对着祖父，眼泪都流下来了，这种憋屈又不能发泄的感觉让他很难受，但是他太小，只能用眼泪来表达。景长宁说：“这个狗官应该是被收买了。”景永成点了点头，没有生气，也没有安慰几个孙子，但是却话题一转，说他是在故意激怒我们，然后眼神凌厉看着儿子和孙子，观察着他们的脸部变化。那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忍着。3郎也哭，想帮又帮不上忙的感觉他也难受，只是3郎能忍，祖母一路上都有规劝他们，知道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2郎一言不发，一直看着3叔和祖父面部的表情，看他们似乎有其他的想法，却没有说出来，才试探着说了一句：“如若真的想对祖父动手，完全没有必要先挑衅我们。”景长宁也是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那严县尉的言语和动作明显在透露着一种暗示，我就是被收买的，要置你们于死地。而且这种暗示不止一次，即使那小纨绔跑过来，也是话里有话。哪有一个杀手会先跑出来亮相做好告知，再举刀的？可以吉子一听，想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景永成点了点头，又摸了摸4郎的头，说：“你得向3叔和2哥学习。”4郎一下懵了，他们几个人的话怎么就他听不懂呢？大郎也后知后觉，但是想到小纨绔最后说的那句话，也连忙说：“那个臭小子好像也在提示有人要害我们，不过他好像还觉得我们没有还手之力。”景老夫人没事也靠近着听，但是并没有插话。黑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靠了过来，非常坚定地对他们说：“主子不是坏人。”但是被4郎瞪了一眼，黑子马上溜了，又跑去跟他的主子了。所有人都不再说话。景长宁和老将军都清楚，严县尉被收买是肯定的，但是看他刚刚的言行，有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对于位居高位的人来说，一个小小的县尉不过是小鱼小虾，根本就没有违抗的能力，能够提醒他们已经是大善，更有可能是不希望他们就这么死的人。一大早的天气非常晴朗，他们所有人却感受到了风雨欲来的危险，行进的路上脚步沉重，即使嚼起馒头来都没了味道。进入森林的第一天晚上，居然还能入住一站。最让他们奇怪的是，也不知道领队的3个大人是怎么商量的，不但没有为难他们，反而破天荒的居然给大将军府分了一间大通铺，而警视另外3房人还是依然要在驿站门口外面露营。凭什么？都是一样的流放，我们还是受大将军府牵连的，凭什么他们得住好的，我们却要继续露营？这回是景永胜这个老匹夫自己跳出来，他已经忍耐好久了，刚开始几天还可以蹭吃一个馒头，可自从可以安排出去采买后，这几天下来，大将军府已经对他们不管不顾。他家里人对他也很有微词，觉得他顶着个族长的名头一点用都没有。那几个儿媳更是背着他，自己使铜板给官差吃好吃的，背着他们老2口好吃好喝，甚至他都不知道他们手上何时多出来了一些衣服和被褥。总之就是几个儿子媳妇各顾各的，只顾自己的小家，已经把他和老婆子的话当耳旁风，就因为觉得他不顶事。这些天他一直装聋作哑，任由自己这一房人蹦跶，只是觉得没有到最后撕破脸的时候而已。
现在看到如此大的区别对待，自然就忍不住，这个时候再不出声，儿子媳妇肯定得跟他离了心。连续露营几天，他们这一房有几个孩子和女人都已经得了伤寒，还好不是太严重。流放队伍里咳嗽最多的就是他们这一房，他和老七起码还得了件薄棉衣裹身，才勉强保住了身体没出状况。可是家人早就对他起了怨言，觉得他这个组长一点用都没有，都觉得以现在的状况，话应该他们这一房来说，好东西也应该紧着他们分配才对。没想到刚想跳出来表现，这次直接被平时几乎默不作声的刘爷呵斥：你们倒是有脸抢，上战场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房的影子？不然起码也会出个将军。这句话直接让另外3房人哑然，大将军府的人也没想到刘爷会帮他们说这样的话。但是还是有人不服，特别是大头直接顶了一句：出个大将军好被连累，早点被砍头吗？这话说的连刘爷和刀疤脸都摇了摇头，可是看老族长不再吭声，也任由他们自己闹了，家族内部的事还是他们自己解决，旁人再好心也是帮不了的。小纨绔已经让黑子拴好了马，这时候悠哉悠哉的走出来看热闹，也不嫌事大，那把长剑把玩在手上，向各个方向不停的乱舞，看着一点章法都没有，也看不出是不是真的会武功，不过倒是玩得挺溜。小纨绔再次过来，大家忍不住皱眉。景春熙更是一脸好奇的看着这个一点都不靠谱的少年，大大的眼睛对他面露不屑的神色。没想到这个眼神被小纨绔看了个正着，他忽然挥舞的剑一下就指向了景春熙，小心你的眼睛。突如其来的危险把景春熙吓得一个趔趄，连忙往后面退几步，搞得几乎摔倒，还是庄氏手快在后面顶住了他，担心他出事，把他往后拉，还小声在他耳边小声说：忍一忍，别动气。景春熙都忍不住想解释：我很弱的好吗？舅母，我明明想躲来着。景长宁忍辱负重，又连忙上前一步，高高的脊梁被迫躬身行礼，伏低作小。小孩子不懂事，讨小爷见谅，等下我再教训他，可别污了小爷您的手。没想到小纨绔也就是只纸老虎，也可能是景长宁的动作和言语让小纨绔很受用。他想了想，才收起了那把剑，但是在手上又是随便转了2转，最后把剑收回了腰上的剑鞘。这一波操作怎么看都是奇奇怪怪的，感觉就是在表演。看景春熙被人护住，可能心有不甘，眼神还是看向景春熙，眼神冷冷的又恐吓了一句：不想死的，晚上悠着点，这山林里可是有鬼的。声音拉转老长，后面的语气加重。不知道为什么，景春熙看着他的表情，听了他的话，却感觉到内心很平静。明明听到的是恐吓小孩子的话，却好似又相信他不会伤害自己似的。小纨绔说完就走了，走的时候还不忘朝黑子勾了勾手，示意他跟上去。主人不是坏人。经过景春熙旁边的时候，黑子忽然又低声冒出一句，惹得4郎又跳脚，在他后面低声怒骂：认了狗做主人，就认为狗都是好的。他有点后悔，这2天对黑子太好了，不行，明天最好把他赶走，不给他靠过来，认贼作父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小纨绔如果听到这话，肯定会回转头来跟他理论一番。我是父吗？明明就是小爷。4郎凑到3叔面前小声说：我看那黑子就是严县尉埋在我们这里的细作，不能让他跟着了。经过连续2件事，4郎认为自己看人很准，觉得严县尉和小纨绔都不是好人，自然跟着小纨绔的黑子近墨者黑，已经是个坏种。至于其他人，他还看不出来。不过刘爷和刀疤脸得了他们的好处，怎么看都觉得顺眼很多，起码还知道维护他们几句。看3叔听了他的话没有理会，也没有人跟着附和。4郎不服气，又跑去跟祖父唠叨，把他的见解又说了一遍。好了，既然有官爷关照，今晚能住好的，我们就赶紧进去吧，看看今晚能不能吃顿好的。景长宁朝老夫人看了看，连忙招呼着家人，再拖下去煮饭都看不见米了。刚刚虽然碍于官爷的鞭子，景永胜没有再吭声，但是现在看见他们要往里走，也连忙招呼身边的家人：走，我们也进去，都是一家人，还能把我们往外面轰不成？今晚就算睡地板也要挤在一起。他的家人马上响应，实在是露营又没有遮挡的日子，他们住怕了，个个都担心受了风寒得了病，好歹他们还有帐篷呢，大通铺就应该让给我们。另外2房一直盯着他们看，想看事态的发展，景大庆却没有动，而是招呼家人：有什么好看的？官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快点站靠近围墙的位置。景永强这一房一听这话，也很迅速反应过来，他们才不想跟族长这一房去凑热闹，他们都走了才好呢，这样另外一边围墙就全部是他们家的了，少了几十人，位置宽敞多了。官差们安排好犯人，也进去安置自己，也不想管他们2房怎么争，反正通铺只有1间，也不会太大，你们想叠罗汉一起睡，他们也没必要管着，出了事他们也不会管。快，说过的，谁抢到就是谁的。大头几个看官差不管，马上就耍横。他们家大多也不用扛行李，跑得快得很，几步就窜到了大郎几个前面，只想着先把大通铺霸下来。4郎气得拉起大哥也想追上去，拿着手上那根棍子，恨不得上去打一架，却被一旁的2郎一把拉住了，但是还是气得直跳脚。4郎，官差说给我们的，
凭什么让？冷不丁被景长宁怒喝一声：“你冷静点，进去了再说。”四郎最怕的就是这个很会读书的三叔，所以一下就泄了气，但是仍然跑在最前头。被小二领着一直往里走，才发现给他们分配的大通铺在驿站的最里面，那里的围墙依着森林的边缘而建，旁边不远就是马厩，在通铺的门口站着都觉得味道很难闻。重刑犯仍然关在马厩里，但是今晚被关在马厩的另外一侧，倒是没有听到那边传来太大的声音。景永胜这一房果然没有一个要脸，小二只远远只说是那一间，就一个个全部窜了进去，进去了就不再出来了，只派了2个人去领吃食。大头二头几兄弟更是直接拦在了门口，不让四郎几个进去，里面小得很，我们也是睡地板才堪堪够，可没有你们的份。四郎气得抡起棍子又想往里冲，这回是被他娘装饰拉住了。景老夫人也出声喝止他：“我们有帐篷呢，我看旁边这位置够大，大郎你跟三叔到周围看看，没什么的话就在这安扎吧。这间通铺跟前面的根本不一样，就是低矮的茅草屋，别平时不是关牲口的吧？而且外面都这么破破烂烂的，也只有黑乎乎的小小一个窗户，看来里面味道也不会少。”二郎忽然大声这么说，就是嫌弃不想进去的意思。这时候大郎也起身看向了通铺旁边的一间差不多一样大的茅草屋，凑到窗口边往里面认真看了看，里面也是黑乎乎的，不过很多稻草，应该是堆草料的屋子，闻着都是霉味。说完还用手捂了捂鼻子。听到这样的话，四郎才肯停歇，不屑于去争那个黑乎乎的屋子了，但是心里仍然愤愤不平。他也不是非要住大通铺，只是为了争口气。照他的想法，就是他们不住让大通铺空着，也不能便宜了这一房。林氏这个时候有点窘迫，非常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这房的人老在挑衅大将军府这一房的底线，不免心生内疚，可是又不能为大将军府出头，所以一直在道歉。最后看到小北爷爷在气躁，连忙过去帮搬石头。一边靠着森林，只有低矮的围墙，一边是草料房，还有一边是马厩和犯人，不过隔得远，纵观周围，只有房子门前有比较大的一块空地。景永宁观察了一下说：“位置还是够的，就在这屋子前面吧。2顶帐篷也没有多大，应该是够的。”等等，父亲，祖父！天色已经微暗，景永成这时候自己爬了起来，这一动作让大家都很欣喜，特别是几个姨娘，都没想到他那么快能够爬起来，还以为怎么都得养1-2个月呢。他拍拍身上起了明显褶皱，后面甚至已经卷成团的衣服，站起来后前后走了几步。景老夫人连忙上前想搀扶他一把，眼里含泪：“老头子，哎，我没事，总算可以活动活动筋骨了。你看走起来是不是还跟原来一样，还是那么英姿飒爽，对不对？”话语里有点臭屁，又有点自豪感，就是想让家人放心。老头子，老夫人声音哽咽，家人也都忍不住落了泪。祖父、父亲总算站起来了，而且才出了京城地界没几天，主心骨还在，一家人都还在，大家都喜极而泣，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景春熙的心砰砰的跳，回想起今早和刚才发生的事，再想想那些对话，总觉得危险会很快来临。没准小纨绔是个好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黑子说主子是好人的话是对的，自己几天来跟小纨绔根本就没什么冲突，只是个8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就凭那轻轻一瞥就激起他那么大的怒气？高门大户的公子哥又有官爷撑腰，要真的想治他的罪，直接一剑砍下来，他们也没地方申诉，怎么可能轻飘飘的恐吓一句有鬼就完事？这也太可笑了一些。这么一想，他都觉得不太对劲。景春熙连忙挤了上去，假装看到外祖父站起来很高兴，一个劲地摇着他的手臂，还前后一个劲地看着祖父的腰和腿。外祖父，你是真的好了吗？你再多走几步让西姐看看，是不是很精神？说完用力拉着他的手臂往旁边围墙那走，更是把头贴在他的手臂上，声音脆生生的，又有点女儿家的依赖。景永成非常受用，女孩子果然就是贴心小棉袄，光看着就觉得比那些毛毛躁躁的孙子好。2人走了10来步，也没注意到后面景永宁和二郎跟了上来。景春熙小声说：“外祖父，官差们今晚的安排有点蹊跷，西姐觉得有危险。”如果能够确定，景春熙肯定直接说出来是神仙姑姑指点的，可是他现在没有证据，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判断而已，所以只能跟他们提个醒。西姐真聪明，跟外祖父想到一块去了。确认茅草屋那里已经关了门，听不到他们外面的声音，景永成才笑呵呵的回应，觉得这个外孙女好聪明，小小年纪就跟他想一块去了，胆大心细，可惜是个女儿身。祖父，事出反常必有妖。二郎也在后面出声，他没听到祖父和西表妹的对话，是自己感觉到了异常，却又说不出异常在何处，所以说完又挠了挠头。父亲，我有想法。景长宁看到父亲拉着西姐的手，又摸了摸二郎的头，但是把目光看向他，才出了声。景永成这时候是很欣慰的，孩子大了，果然能够撑得起事了，起码在这个时候有想法，不犯糊涂。小儿子也不是读死书的，这一路来也受得了苦。但是他没有吭声，而是静静地看向了他们3个。景长宁，今晚不能太靠近这2间屋子，
你们看，茅草屋最是容易燃烧，而且其中一间里面又堆满了草料。景永成点了点头，你再看看今天这风向，即使不住在屋里，前面这块地肯定也会被祸及。二郎忍不住抓了抓头发，可是我们这么多人，如果不驻扎在这个位置，也没地方呀。这个时候再退出去，外面应该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了，而且也不知道官爷会不会同意。景长宁，帐篷还是靠近这2间屋来的。二郎吓了一跳，不行，你和祖父不是都说了有危险吗？而且风向不对，一点就着。景春熙却不着急，他明白三舅舅的意思，肯定是今晚想搞个空城计，却又担心有人在暗处盯着他们所有人，完全空着肯定是不行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多余的帐篷和被褥，但想到自己的空间，还是先赞同了三舅舅的意见。他想好了，二表哥，你先去叫人支好帐篷吧，就按舅舅说的做。明明知道危险，那怎么行？二郎急了，既然知道有危险，躲开不行吗？即使像前2晚那样驻扎在大门外也是好的呀，即使睡在官道上他也愿意，反正夜行的车马是很少的，不被踩了就行。按你三叔说的做，赶紧的，过去叫小北爷爷和大郎几个马上支帐篷，其他的什么都不能说。二郎虽是心里急，但是知道祖父发了话不容置疑，肯定是心里有计划的。祖父当年带兵打仗，除了神勇，据说是极有计谋的，任何一个将军靠的可不都是蛮力，不然都活不过看明天的太阳，更不说能够带兵几10年还能活着回来了。景长宁和老将军自然知道外甥女、外孙女的意思，让二郎先走，是为了方便跟他们说话。三人干脆坐在黑暗里又商量了一番，等到帐篷支好，墙角那里也升起了炊烟。景永成被老夫人催着先过去，景春熙又和三舅舅在附近走了一圈，熟悉了一下周边的地形。他心里暗自高兴，还一个劲地提醒舅舅千万别让自己今晚先睡着了，担心自己打个盹就错过了。看来今晚的空间会有用武之地，一面盘算一面呵呵的傻笑，让景长宁不由得摇了摇头。这外甥女好是好了，大事面前也很聪明，就是好像有时候会犯傻，看来到了岭南得认真教导一番，不然长大了傻傻嫁错了人，过门被夫婿欺负怎么办？景长宁知道外甥女是有点本事的，但具体如何他可想象不出来，只知道神仙姑姑能让东西收放自如，可不知道可以大变活人或者收藏活人之类的。他最想知道的是向他们伸出恶手，一心要把他们置于死地的人是谁。严县尉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他自己和陶晶甚至通过黑子已经对他们表达了善意，他是不想追究的，起码觉得现在没有这个必要。要将他们置于死地的人，一次不得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处理了严县尉，还会有第2、第3个严县尉出现，而且再出现的人未必如现在一样会出声提醒他们，那就更难防备。趁着大家不注意的功夫，景长宁往后面的围墙走去，掏出一直挂在脖子里的小竹笛，朝着围墙后黑暗的森林吹了一哨子，停了一下又吹了一次，这是他和周伟他们联系的暗号。围墙不高，过了一会儿就有一个黑影翻墙而入，径直站到了他的前面，两人在黑暗的树影下交流了半刻钟，不久黑影又翻墙而出，身手十分了得。后面的森林黑乎乎的，除了偶尔的几声鸟叫没有任何声音，黑影淹没在黑暗中，也很快又恢复了原本的寂静。饭菜快煮好的时候，景春熙拉着三舅舅假装往厨房方向来回走了一趟，每人端回来2碗红烧肉。空间里红烧肉太多，此时不吃更待何时？而且今天外祖父终于站起来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自然得加2个菜。看见红烧肉，一下又把唐双和小团子乐坏了，其他人也很欣喜。吃鸡汤吃鱼，还是不如吃油腻腻的红烧肉来的痛快。唐双狗腿的上前，主子怎么不叫我去端？婢子看您的手是不是烫红了？景春熙连忙把手伸过去给他看，没有，也不是太烫。那红烧肉原本就是全部煮好，放在大盆子里。景春熙搬进空间的时候，早就过了个把时辰了，所以吃起来温度是刚刚好。但是唐双仍然心疼的帮着往他手上吹了吹。四郎也是这样埋怨，以后不用三叔去端，你叫上我和三哥就行，再多4碗，我们也拿点回来。话音刚落，马上被庄氏拍了一脑瓜子，有吃就不错了，你怎么不吃满汉全席？搞得大家又是一顿乐呵，也忘了刚刚被抢了大通铺。小团子流着哈喇子，西表姐，今晚我要吃5块肉肉。又被景春熙摸了一把，脸上已然起了一点小奶瓢的脸。小家伙现在吃了睡，睡了吃，也不用走路，身体居然比原来在府里还好，晚上也在帐篷里跳得欢。林氏看见他们这么多菜，抱起女儿又想躲出去，她实在是没脸吃他们的，但是被老夫人叫住了，庄氏给他们每人也加2块肉。不用了，我们有嬷嬷就够了。林氏还是想往外面跑，最后被小北爷爷拦住了，吩咐他道：听老夫人的。这么一拦，他也不好意思再走了，抱着女儿坐到了帐篷的角落里，也不靠近他们，继续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庄氏用一个空碗给他装了一大碗饭，上面放了4块大大的红烧肉，又淋了一勺子肉汤，连同筷子一起给他端过去。他连忙站起来接过来，先放在地上，然后压着巧巧一起又给大家磕了3个头。庄氏想拦都拦不住，
也只能由着他。今晚我跟大郎轮流守夜，你们好好睡，但是今晚衣服都别脱了。看大家都吃得差不多后，景长宁才安排道。小北叔虽然警醒，但是景长宁没安排他。虽说父亲已经可以自己走动了，但是要说跑得快还是不行的，还是得有小北叔照顾才好。第一次提出守夜，他们所有人都没觉得意外，没来由的总觉得一面是黑乎乎的森林，一面又是重刑犯，睡在这个位置比睡在驿站的门口还要危险。毕竟外面空旷，要真有事来也跑得快，真有危险，他们可不觉得老族长这一防会跟他们一致对外，搞不好还会落井下石，恨不得他们早死一步。我来守，我晚上绝钱。林氏这么久来第一次能吃这么好的饭菜，忍不住在嘴里嚼多几口才舍得吞下去，自然就慢了一些。把最后2口饭留给女儿，马上主动请缨，这次的声音大了不少，看着态度也很坚决。景长宁看向父亲，景永成没马上表态，还在想着什么，倒是小北爷爷出声说不让他干点事情，他会不自在的。刚才他气躁的时候，这个女人跟在他后头忙前忙后，什么都抢着干，但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知道他是想多干点活补偿大将军府的恩情。林氏确实是这么想的，这房人待他们母女俩太好，平时女儿都能管上几口好吃的，今晚甚至让他们吃上了白米饭和肉，他自然是感恩戴德的。再说守夜还是轮流的，他觉得自己还顶得住，比起饿肚子，守夜可轻松多了。唐双本来也想守夜的，看到林氏先主动，所以也想先听听主子怎么说。听了小北叔的话，再看看一脸坚决的林氏，也觉得在理。最后景长宁安排林氏就在女眷帐篷里守夜，有动静的话及时提醒大家撤离。景长宁还是和大郎在帐篷外面轮流值守，关注附近的动静，重点要盯住这2间茅房的方向，秋干勿燥。莫名的他就是感觉危险来自这里。睡前他还过来敲打了一番外甥女，担心她小小年纪不睡觉，希姐儿好好睡，别老惦记这事，也未必就是今晚出事，有事舅舅会让林氏提醒你们的。白天实在太累，虽然心里惦记着事，但是当旁边陆续起了呼噜声，景春熙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他是在迷迷糊糊中被人摇醒的，睁开眼看到是林氏不停地摇着他和身边的外祖母，而且还大声地呼喊着众人，大家快醒醒，快快，外面走水了，有危险。林氏摇了几下，也看到帐篷里的人开始醒了过来，根本就没管老夫人醒没醒，直接一双手揽过去，把景老夫人扶着坐了起来，然后再用力往自己背上一提，看着瘦弱的身体，居然也把老夫人扛到了背上。现在他什么都不管，根本顾不上老夫人姿势舒不舒服，上了身直接就往外冲，那速度像极了着急时候的唐双，弄得老夫人哎呦哎呦的叫疼。其他还迷糊的人彻底醒了，一睁开眼也知道互相传刚刚林氏喊的话，大家知道失火后马上爬了起来，但是仍然不够清醒。就是唐双也一脸懵，没马上反应过来，平时他起得再早，出去抢水也没那么早的。其他人听到这样的叫声，再听到老夫人一路出去喊疼，也马上下了一激灵。唐双爬得最快，起来也是想扛景春熙和老夫人，老夫人扛不着，又想扛景春熙，可是扑了空，景春熙也不让他扛，看小主子比他还清醒，也就歇了那份心。其他人除了2个小团子都站了起来，昨晚景长宁特意交代合衣而睡，所以现在行动都很迅速。但是庄氏几个听说是失火了，只听到外面有呼呼的风声，好像还有点火烧的噼噼啪啪响，但是帐篷里却没有点着，还没有什么热度。老夫人又已经被救出去了，所以一个个的并不是太着急，也没马上跟着跑出去。庄氏更是咋咋呼呼发挥他当家主母的领头作用，大声的叫喊，快点把被子卷了，把枕头收了，不然明天没得盖。下面的油布也赶紧卷了，贵得很，还没地方买。这话把所有人都鼓动起来了，都觉得不可以浪费，什么都得抢出去。唐双是最积极的，把油布一个角卷起来，再2个没起来的小团子往空地上一抱，也跟着忙忙碌碌，根本就没想到真的存在危险。这把本来想跟着林氏和外祖母跑出去的景春熙气得不行，连忙喊道：舅母，我们快走，火要烧起过来了。这可不是开玩笑，昨晚外祖父可说了风向对他们不利，刚刚听说走水外面就那么大的风声和火的燃烧声，却没听到人的嘈杂声和呼救声，就知道火势很快很猛，应该很快就蔓延过来了，由不得他们慢慢收拾东西。舅母们真是的，要被子不要命了吗？你们都跑出去，我才好收这点东西啊。但是这话又不能说，景春熙气得快发疯了。景春熙的喊声根本没有用，停了一会儿，看没有人反应，连几个姨娘也还在抢着那点东西，气得大叫：我们快走，火大了。可是外面的声音大，帐篷里一个个女人的声音更大，他们根本就不听，听见了也还有小侥幸心理，毕竟这是流放路上的一家一档，都想着能抢一点是一点。景春熙生气，刚刚还以为都跑出去就用不着多少他的空间了呢，果然女人倔强起来就是麻烦，根本不听劝。外祖父这边还不知怎么样，景春熙没办法，连忙把预先放在袖子里的迷药拿出来，纸包一打开，再把自己的呼吸紧紧的屏住，然后往空气中一撒，自己先跑了出去。不跑出去透透气，他自己也会被迷倒，而且迷药起作用还有几秒钟时间，必须个个失去知觉后才能收。
景春熙觉得趁着这几秒钟，先把另一边帐篷的人先救了。他担心守夜的三舅舅和大郎哥忙着抓坏人，顾不上救人。没想到掀起外祖父他们这边的帐篷，就看到最后跑出来的2个人是三舅舅和小北爷爷，其他人都已经扛着外祖父先逃出去了。景长宁看他有点愣神，还往外推了他一把：“那边都出来了吗？赶紧走！”看到这样，景春熙连忙说：“舅舅别让人过来。”景长宁心领神会，把小北爷爷一推：“那几个小子不行，您得亲自去守着老将军。”小北爷爷本来顿住想救人的脚步，一听老将军马上就跑了出去，他也担心老将军会出危险，贼人要想把他们置于死地的话，应该不只是放把火那么简单，所以老将军出来了，未必就没有危险。景长宁看到出去又反过来，也是想救女眷的2郎3郎，也一样往外推：“快去，祖父有危险，这里有三叔。”听说祖父有危险，吓得2人又连忙转头往后跑。这事本来就是冲着祖父来的，保护祖父最要紧，其他人有手有脚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景春熙趁机挤进去，先把男子这边的被子、枕头、油布都收了，转头再进了原本自己睡的帐篷，看到三舅舅已经先进去了。景长宁看着一地睡得东歪西倒，手里姿势好像还在忙着工作的女眷们，愕然不知所措，觉得是见鬼了。景春熙可没有时间管他，连忙把帐篷里的连人带东西全部收，连地板上的油布也都收了进去。最后2顶帐篷里东西都没有了，帐篷空荡荡的。全部收了以后，回过头才发现三舅舅不见了，不妙哦。三舅舅不会无故丢下他走掉的。连忙钻进空间里一看，空间里的人依然东歪西倒的，应该醒过来没那么快。只有三舅舅嘴巴张得老大，不过总算没有被吓晕过去。他看看这里又看看那里，往这边走几步又往那边走几步，还是有点手足无措，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站着还是应该坐着。景春熙找到睡觉还和小团子抱在一起的巧巧，用力把2人分开，把巧巧扛到自己肩上，也幸亏巧巧瘦小，不至于把他的肩膀压垮，再拉上还在愣神的三舅舅，倏地一下就出了空间。为什么要把巧巧扛出来？实在是担心林氏看不见女儿会担心，知道他肯定会放下外祖母就过来找的，他肯定会接着过来救人。而凭空不见的女眷们自然要让舅舅和外祖父、外祖母来跟其他人解释了。3人刚落地，就看到外面那2间茅草屋顶棚已经烧得快没有了，不过那间大通铺已经有人陆续跑了出来，也开始有其他人咋呼呼叫着救火救命，声音撕声裂肺，响彻了夜空，整个驿站都轰动了，人员奔跑的声音、嘈杂声都大了起来。就是他们的2张帐篷也已经燃烧了一个角，林氏果然从帐篷里跑了出来，不过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他看到帐篷里空空如也，也不见女儿，自然是已经都逃出来了，只是不知道跑向了哪个方向。林氏有点着急，他把老夫人扛出去，刚好看见墙角里站着的大郎和4郎和老将军，所以放下老夫人托付给他们，自己又想跑过来救人。大郎看到2郎3郎又跑了回去，所以不放心也跟了过来。可没想到所有人连人带东西走得这么快，而且周边也不见人影，正觉得奇怪。景春熙连忙解释：“林舅母，巧巧还没睡醒呢，舅母们怕她醒过来看不见你会哭，特意让我背过来的。”好，谢谢，大家都没事就好。林氏怕压坏了小姑娘，连忙把巧巧抱了过去，还不忘了问一句：“他们呢？”问的自然是全部失踪的女眷们。其他的男子他刚刚一路几乎都见过了，只有女的一个都没见。他们没事，跑过另一边了。你快点抱巧巧去跟老夫人他们一起。景长宁连忙告诉他，怕被林氏跟着，连忙催促着他回去，还恐吓了一句：“贼人还没抓住呢。”林氏听了，抱着女儿连忙跑。贼人谁不怕呀？放火也会杀人的。刚刚外头是景长宁守的夜，他担心大郎不够警醒，所以一夜几乎没睡。直觉让他相信放火的人肯定会选择在后半夜出现。果然那几道黑影往茅草屋顶上撒油的时候就被他发现了，可是他也没有制止，担心还有其他黑衣人埋伏，而是第一个摇醒了小北叔和大郎，又冲到这边坐在门口没有合眼的林氏警示危险。他不敢贸然叫大郎几个去跟那几道黑影死拼，而是叫他们先撤，毕竟不论是谁起的歹心，针对的肯定是父亲。但是他注意到放了火后，那几道黑影就往森林那边逃窜，远远看到马上跟那边守着的人纠缠上了，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火势实在太快，即使出来后他们喊着救火的声音很大，直到这个时候官差们都还没有赶到，就是驿站的衙役也没有出现，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反而是重刑犯那边有点乱哄哄的，但是也只是听到声音，却没有人过来，竟一个个都还带着脚镣呢，幸亏那边没点着，不然也不会留下几个活口。如果不是出来后他们大声呼救，茅草屋里的人肯定睡死了，直接变烤猪。但是看着顶上熊熊燃烧的大火，再看见那小小的木门和小小的窗，所有人都意识到不妙，里面的人很快逃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有谁直接翻墙。茅草屋里的人哭爹叫娘，虽然已经有人跑了出来，但没跑出来的人更多。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也不知道跑出来了多少人，没人救火，
能不能逃得出来，就只能看个人的命数了。看到噼里啪啦的火焰漫天飞舞，景长宁连忙拉着景春熙往后退，快，到大树下，赶紧的把他们都放出来，再看看有没有解药，最好让他们尽快醒过来。景春熙也急啊，舅母们一个个的在空间里醒过来，可就难解释了。三舅舅预先知道他有空间，刚才都大惊失色，要是一无所知的舅母和表姐，还不得吓死。他可估算不出谜要醒过来的时间，哪里还顾得上看热闹，连忙跟舅舅往今晚看好的那棵大榕树下跑。大榕树下才有容得下他们的空地，这是他们预先选好了位置，距离也就几十步路，又刚好在角落，主要是够黑，救火的人也不会往这边跑。茅草屋旁喊声求救声此起彼伏，呼呼的风声和噼里啪啦火烧的声音实在太大，后面的山林都被映红了。这么大的火势，光靠井水根本就不可能救火，而且等官差们全部到齐再救火，应该也烧完了。两人还没有跑到那棵大榕树下，没想却被找过来的大郎二郎发现。三叔，我娘他们呢？怎么都找不到？把正想动手的景春熙吓出了一激灵，幸亏还差几步才到指定位置，不然又多几个人发现了他的秘密，更不好解释了。他们在那边。景永宁拉着他们的手就往后跑，就知道这几个侄子闲不住，肯定会不放心，而东转西找的，现在找不见人比看见火还要急。三叔的话，两个侄子自然是相信的，也没想到是被轰走。景春熙小心了不少，看四周确实没有了人才敢放心，连忙先把空间里没有睡人的棉被和油布往外面倒腾，简单的铺垫了一下，再嗖嗖嗖的往外倒腾人多东西也多，但实在不敢放慢速度，生怕又有人找过来。所以出来的人跟下饺子似的，一个接一个，如果不是倒腾到厚厚的棉被上，屁股肯定得摔死了。但是也没听到有一个人吭一声，这迷药的作用也太强了。放出来的人仍然是横七竖八的，什么姿势都有，确实有点惨不忍睹。但是景春熙也没有力气帮他们调整姿势，只好把剩余的棉被帮他们盖上，帮他们遮遮丑。但是如果不让他们尽快醒过来，待会几个表哥过来，看到个个都跟死猪似的叫不醒，也不好解释。意念着看了以下空间里的药房，不知道是太着急还是什么原因，一下在药房架子上也没找到解药，明明平时不用的时候都看到来着，急得他大冷的天出了一身汗。想到那些井水也不知道有没有提神的作用，景春熙打出2个水囊，一个个往他们嘴巴里灌水，甚至还用水往他们的脸上抹了一把，想让他们尽快清醒。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全部灌完后，喝水最早的有人开始呻吟，也有的打起了呵欠。哎呦，我怎么有点晕？火没烧起来吧？嘿嘿，你们把棉被和枕头都抢出来了，可真快，我刚才肯定是晕了吧，也不知道怎么跑出来的，真没有用。一个一个接二连三醒起来，迷迷蒙蒙的自言自语，都弄不清现在的方向。由于醒过来的时间各有不同，意识也不够清醒，问话的人也没有人应答，大部分都是自顾自的说话，还以为是一个个累得睡着了，完全都没意识到是什么回事。自己晕过去了，那就是肯定被别人救出来，东西自然也有人扛出来，反正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被大家感谢最多的就是唐双，其他人都知道理亏，不会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抢，那肯定就是花最少力气又最大的唐双的功劳了。还有那几个臭小子，肯定是他们把人和东西搬出来，现在又看热闹去了。唐双为什么被夸他实在是不清楚，不过应该大家也不会无缘无故夸他，自己也腰酸背疼的，应该是抢东西救人类的。爹和娘呢？他们没事吧？好久才有人意识到爹娘不见了。景春熙连忙，没事没事，我过去看了，都在那边呢。外祖父和外祖母在一起，林氏和巧巧也在那边。景春熙也没抹杀林氏的功劳，况且林氏放着自己的女儿没救，就想着先救她和外祖母呢。他跟大家解释说，外祖母是林嫂子救出来的，使得大家对林氏的好感又好了几分。看所有人都醒了过来，景春熙拿起还有一小半的水囊就往外祖父、外祖母那边跑，实在是担心几个舅母对他东问西问，怕自己招架不住。再就是他也担心巧巧，看刚才糯米团子喝了水后也只是动了动，也没醒起来，不知道是太困睡着还是迷药对小孩的作用太大，不过还能动就说明没事了，小孩子睡得太沉一下醒不过来也是正常的事。现在他只想着快点过去，也给巧巧灌几口水。林氏一脸懵，这表小姐怎么一来就跟他抢女儿呢？明明巧巧睡得那么熟，干嘛非要往他嘴巴里灌水？难道是担心巧巧被火熏了，怕喉咙出了问题吗？大将军府的人可真好，连出嫁女和外甥女儿都这么懂事，那么善良，自家人都顾不上，还先顾着给他女儿喂水，这水那么金贵，还给灌那么多，只可惜自己能帮他们做的太少了。直到巧巧最后自己又多吞了几口水，然后还睁开眼睛看了他和林氏一眼，景春熙才放下心来，不再灌了。景春熙可不知道自己在林氏面前这么操作，又帮自己和娘亲收获了这么一波好感。最后2口水景春熙直接往自己的嘴巴里灌，忙前忙后的可真累，喝下去可舒服多了。然后拍拍自己的小胸脯，幸亏，下次还是得注意，小孩子可不像侯府那些恶狗迷死了就算了，
自家人如果药量太大迷晕了，醒不过来就麻烦了。当所有人都集中在一起，数一数看到一个都不缺，景老夫人和老将军才彻底放了心。景老夫人学着外孙女的样子，拍着胸脯庆幸，幸亏有所防备。昨晚外孙女把老头子拉出去，跟儿子孙子几个人商议那番的时候，他就知道肯定又是神仙姑姑又来帮忙了，不然今晚怕是一家人命都不保。那边大火依然冲天，还传来嘈杂的叫喊声和泼水声。知道这时候官差肯定都过来了，却知道这火肯定是灭不了的。驿站旁边根本就没有河，驿站里也只有一口水井而已。这天气如此干燥，井水本来就不充足，又北风呼呼，救火不过是杯水车薪，想要灭火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都集中在一起后，景长宁安排道：明天还要赶路，你们都继续休息，我跟大郎、二郎、三郎过去看看。中了迷药，个个都还瘫软在棉被上，能过去的也没有几个人，明知道救不了，还不如让大部分人休息要紧。四郎听三叔没点他的名字，觉得有点瞧不起他，脸色不免有点难看，连忙抢着问道：那我呢？然后被大郎嫌弃的推了一把，大声的凶他：你毛毛躁躁的能顶什么事？老老实实在这守着祖父祖母和娘亲，他们要有什么事唯你是问。看看那边映红了半边天的大火，又看看一脸疲惫的祖父祖母和女眷们，四郎也不敢争，但是气呼呼的脸憋得通红，一屁股坐到了棉被上生闷气。他根本就不是想去救火，纯粹是想去看热闹而已。再说他也想看看大头、二头、三头、四头那几个臭小子有没有被火烤死。我和你们去。站起来的还有林氏，不过大家都不意外。那边的人其实他并不想去靠近，更不说救人了。但想想那还有他的两个长辈，这么危急的时候，即使不能出手相救，但是也得让族人看见他的身影，不然以后脊梁骨能被戳断。这就是世道对女人的不公，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吧，注意危险，这么大的火也不是想救就能救的。景永成也催促道，到底都是族亲，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平时再有什么局域，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就这么死了而无动于衷。想想那个门口窗口都那么小的茅草屋，偏偏旁边还有一屋子的草料，再想想里面那么多人，景永成都感觉头疼。如果人人都能服从指挥，有序出来的话，可能还有点胜算。要是争先恐后，相互踩踏，谁都不让谁。难。坐在老族长旁边的小北爷爷也是一样的想法，所以也对着老将军摇了摇头。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主动请缨去救人，对族人大将军府可以伸出援手，而他却没有这样的义务，主要是这群人实在不值得救。往林氏那看了一眼，小北犹豫了一会儿，表情中的一点点怔愣刚好被景永成发现了，往他身上推了一把，示意他快点去救人，他才最后一个跟了上去。再说里头的大通铺里，抢到位置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再出来，出来再进去可能位置就不是自己的了。大头几个更是冲进去就抢有背入一排的炕头，最后除了他们几个，再就是2个位置让给他们的祖父祖母。然后老子都当成三叔不管了，也不管什么老幼尊卑，几兄弟就把炕都霸占住了，最后再挤一挤他们的娘，总算还有个位置，其他人就只能睡地板。为了防止位置被抢，一个个连黑面馍馍都是躺在炕上直接啃的，尿急都不敢再出门，直接打开那扇窗户脱裤子就往外面射，姿势难看，态度恶劣，连村子里的痞子都不如。争争吵吵甚至撕扯后，30几人除了10几个霸到了炕，其余20来人全部睡地板，总算勉勉强强还能挤在一起。也正是因为里面吵吵嚷嚷也不出来，又没有油灯可点，所有人很快就打起了呼噜，并不知道他们外面的状况。苏轼的速度还算快，他也是个人精，一直跟在大头几个后面跑，不肯吃亏。进去后还知道身份不配，不敢去抢炕头，但是好歹站到了屋子最里面一个靠近角落的位置，还孝顺地帮王老婆子留了个位置。王老婆子挨了那鞭子，这么多天也没见好，自然是抢不过年轻人的，如果不是倚老卖老，都被大头几个拦在了门外面，不得进去。但是进去后也没办法往苏轼那里面挤，没有人惯着他让他进去。不久后，苏轼帮他站的那个位置都被人抢了。王老婆子最后自认倒霉，只好躺在最靠门边的一个位置，但是他一直生闷气，可气也不是一直生的，躺下没一会儿，都跟大家一样响起了呼噜声。景永宁即使对老族长这一房人心生芥蒂，但也没想过任由大火把他们烧死。发现有人放火的那一刻，先把家里人都喊醒，但是也马上到他们门口喊了几嗓子，把他们震醒了。老年人一般觉都浅，即使一天劳累下来，也只是上半夜睡得比较沉。睡在大通铺最中间的景永胜，第一时间就被景长宁的喊声震醒过来。他睁开眼睛，就看到的是头顶上明晃晃的火光，虽然大火刚刚燃起，但是看那势头速度极快。他连忙一挺老腰就下来，急拉他那双满是灰尘的鞋子，也顾不得地板上睡的全都是人，直接就踉踉跄跄摇摇晃晃的踩踏而过。嘴巴虽然大叫着走水了走水了，却也完全没想到要拉一把躺在他身边还没醒过来的自家婆子。景永胜是第一个跑出来的，跑出来就拉着嗓子大声的喊救命。由于他的声音很大，再加上踩踏了不少人才出的门，
把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吵醒了。一下屋子里就热闹了，几乎所有人如同热锅里的蚂蚁，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睁开眼，发现头顶上都是火光，也顾不得是踩了别人，还是被谁踩疼了。为了自己活命，都想着把身边的人往后掰，往底下踩，然后自己能第二个冲出去。这样一来，那场面可就壮观了。为了活命，谁都顾不了谁。这种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们家可没有人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本来睡在最靠近门口的王老婆子，照理应该是逃得最快的，而且人老也是觉醒的。可是刚刚坐起来就被景永胜踩了2脚，就还光顾着拿桥，还哎呦哎呦，天杀的，才死人了乱叫。受了点疼也不顾着先往外爬，捂着那老腰又跌了下去。再后来想跑，还真跑不了了，因为拖得越久，往他身上踩他的人越来越多，他自己都感觉到了骨头的断裂声，最后连爬出去的力气都没有了。场面一乱，自然是谁有力气，谁年轻就占优势。还有就是当娘的再狠心，也会顾着家里的女儿儿子，推着他们往前跑。愚孝贤惠的，甚至还叫家里的男人先跑，自然都落在了后头。到景长宁和大郎几个过去想帮忙的时候，看到屋子外面已经出来了大概20人，可是一个个都很狼狈。很多人都是坐在地板上哎呦哎呦的叫唤着，有被踩踏受伤阴阴哼哼的，也有一些被火燎的头发都几乎没有，气得抓耳挠腮的。里面还有不少微弱的求救声，但是逃出来的人看着那冲天的大火，却没一个敢靠近去继续救人，都是光看着唉声叹气，大喊大叫。风向是由门口往后吹的，2间屋子除了靠近门口的位置还没被完全烧尽，其他的屋顶都烧空了。求救的人怕是救出来也难活，反而成为累赘，这也是外面的人没有出手相救的原因。真是够狠的，被最亲的人狠心抛弃，恐怕里面的人都死不瞑目。救命！听到还有人叫救命，大郎一步就踏了出去，心想恐怕还能救出几个呢。但是他的一举被紧跟后面的二郎扯了一脚，到底脚步收住了。不是二郎心狠，而是他觉得这时候救出来的恐怕不是断手甚至断脚的，大面积烧伤活不成的也有可能。他们自己这房人都不救，自己家何必去主动让人碰瓷？也就是这么一愣神，林氏就自己先冲了过去。他好像听到了一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就在门口边上，才下意识的靠近。果然门口伸出来一只黑乎乎的手，求救的女声也是从那人身上发出来的。林氏听得出来是王老婆子。这个时候火是烫了一些，但是门口这个位置烧的还不算太严重，那一扇木门看着才刚刚烧着呢，也没有倒下来。不过是搭把手，用点力，应该就可以把那几十斤的人直接拉出来，一条命就保住了。他毫不犹豫的把手伸了过去。你这个烂货，刚刚死哪里去了？还不快点救我，等我出去就把你卖了。王老婆子被踩了不知多少脚，刚刚都已经晕厥了过去，再醒过来时骨头都断了，还是忍着疼痛都已经爬过来靠近了门槛，手都已经伸出来了。这时候火光下猛然看见林氏，心里就冒火。他知道老命是保住了，但是多年来的习惯还是忍不住嘴贱骂了几句。你去死吧！本来林氏和王老婆子2个人的手马上要握在一起了，但是林氏听到这么熟悉又恶毒的话，想到这些年受到的苦，马上就把手缩了回来，然后都没有犹豫半刻，抬起脚把伸出来一半的头顶用力踢了回去。王老婆子发出凄厉的一声惨叫，就被头上砸下来熊熊燃烧着的船子砸中了。他到死都没想到，就是最后那一句话，恶毒的话能直接让他丧命。这种时候都是各顾各的，根本就没人发现在他们的眼皮下发生了这样的命案。景长宁和小北爷爷刚好站在林氏的后面，也刚好把所有人的视线几乎都挡住了。他们也正想看看有没有再救出来更多人的可能，所以王老婆子的话和林氏的这一脚被看了个正着。景长宁的嘴巴抽了抽，停顿了一下，他没想到平时柔柔弱弱的林氏发起狠来也有那么血腥的一面。担心景长宁有什么不好的举动，小北爷爷还轻轻拉了他一把，提醒他不要吭声。其实2人内心都为林氏竖起了拇指，王老婆子这样的人本来也不值得留，万一留下来反而成了残废，林氏只有被作践的份，说不定得背着他一路走到岭南。大榕树下，虽是没有了帐篷的阻挡，但是中了迷药的人软绵绵的打不起精神，都以为自己是累着了还是睡没够，感觉很是好眠。出去的几个虽然救人救火基本没赶上，回来也是累得直接就趴进了棉被，顶着星光明月，一个个睡得极沉。到凌晨唐双出去打水回来的时候，好多人都醒了，个个几乎一夜无眠。唐双还在说笑话，我看今早大家都不用洗脸了，我们这房的所有人也比那边的干净，哈哈哈。小姑娘现在活泼了不少，都知道开始说笑话了。天已经微亮了，她出去看见外面的人，特别是老族长那一房的，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很是好笑。实在是唐双忍不住也有道理，刚才她出去看到不少人衣服和脸上都被熏得黑乎乎的，头发很多人都被烧了一半，中间有的还是官差，也有客栈的厨娘和小二，不过他们最多只是脸黑一点而已。老族长那一群人一晚上基本没有睡，一个个躺着光秃秃的地板，也是唉声叹气。
孩子们的哭声也很明显，听说有一个被踩断了腿，一个手臂骨头还裂了，反正一个个看着很狼狈，就没一个人样。听了唐双的描述，所有已经醒过来的人都保持沉默，实在是这种场景太惨了，即使那些人让人同情不起来，也让人不禁唏嘘。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刘爷说今天要在这休整一天，明天才走。说是一下死了10几个人，得马上往离这50多里地的县衙报备，得把押送的人数减出来，也要把死尸都处理了才能走。起来了，起来了，今晚可不要再住在这里，我们还是搬到外面门口去。一家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往门口外面搬。庄氏一得令就大声的吆喝，还在躺懒的其他人一说走，大家都精神了。实在是现在他们这个位置虽然背着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想到不远处死了那么多人，就觉得反胃，感觉鼻子里闻到的都是烈火焚烧、死尸烤焦的味道。也别催2个小的起床，先抱出去吧，省得冲撞了什么晚上做噩梦。小团子和巧巧昨晚基本上没醒，大家还是决定不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健康考虑，流放路上已经够苦了，何必把这种事情强加给孩子。殷氏也连忙附和，明月，你也带西姐先出去，里面的东西我们再来收拾，出去就不许再进来了。2个孩子也不是很大，虽然懂事了，到底也没见过这样的惨状，能不看就尽量不看。说完，一个个马上就开始动手，折被子的折被子，卷油布的卷油布，很快都收拾起来。长宁，你带大郎几个过去看看死的都是什么人，可有需要帮忙的也去搭把手。景老夫人看几个小子愣神，也没帮着收拾东西，也连忙吩咐道。至于他自己和几个儿媳，这个时候他是不让过去的，晚上什么都看不见，还不知道怕，这回那边不知道烧成什么样了呢。别冲撞了他几个媳妇，省得晚上睡不着觉。三叔还是去找刘爷他们问问情况吧，先别过去了，那老头和大头几个反而想找你们麻烦呢。林氏连忙出言相劝，那一房人他可清楚得很，肯定趁这个机会为难他们，可能还会趁机敲竹杠。他也没意识到自己语言中有对族长的不敬，但其他人也不觉得奇怪。林氏然后又说，那老头的婆子死了，他那嫡出的3个媳妇也都死了，还有几个死的是姨娘和孙女，男的也死了3个人，还有就是我家那2位。苏氏据说是睡在最里面的，单枪匹马，就算是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挤得过那么多人，早都被烧成炭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林氏一点伤感都没有，眼睛也没有哭过的痕迹。一大早醒来，林氏就跑过去看了，也是为了在那边刷点存在感。死的大多都是睡在炕上的，还有就是躺在最里面的，反而是庶出的2房儿子媳妇和孙儿孙女，因为抢不到炕，还被挤在比较靠近门窗的位置，反而全部都逃出来了。找我们？能有我们什么事？四郎本来没睡醒，身上盖的底下垫的一下都被扯走了，正有起床气呢，一睁开眼睛就听到说要找他们算账，火爆的脾气又来了。大郎难得裂开嘴巴就笑，来了我们就刀棍相见，少了10几个人，我看谁还怕谁。三郎头发乱糟糟的，也没来得及梳，嘴里也开始嘟嘟囔囔，大头那4兄弟没死，真是便宜他们了。不过骂归骂，他们一个个却是心知肚明，都说恶有恶报，他们这次抢屋子也是为他们挡了灾。景长宁听林氏这么说，也打算先不过去了，觉得要过去也应该先找睡在驿站门口那2房人再说，要去也应该是几房人一起过去。景长宁坐到父亲的旁边，心情不太好，垂头丧气的小声说，本想抓住那几个放火的好好审一审，没想到他们逃出去，看到被围逃不脱，就咬毒自尽了。周伟说是死士，身上也找不到一点线索，不知道是谁派的。这样的结果让景长宁措手未及，刚刚周伟报告他这个结果，也觉得很遗憾。景永成看向儿子，眉头皱了皱，却不觉得意外，审不审不都是一样的结果，何必跟自己置气？除了上头和来抄家那位，少不了就是弹劾我们的那几家，还是想想以后怎么办吧。可总觉得还是错过了一次机会。景长宁闷声点点头回答。周伟说，最不太平就是再下去这段路，想想这一段路还这么长，而且路况复杂，景长宁还是有点头疼，毕竟敌人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呵呵，你们命真长呀，那么大的火也没把你们烧死，还以为今天可以吃烤肉呢。人刚到驿站的门口，还没来得及安置，吊儿郎当的小纨绔就跟在他们后头出来了，后面的黑子不得不跟着，听到主子说的话这么不中听，也不敢正眼看他们，眼光不免有点躲闪。但是黑子脸上却还是流露出一点欣喜之色，好像在庆幸他们没有被烧死。不过看所有人都不搭话，更是不转头看他，小纨绔也觉得无趣，很快就又转头往里面去了。所有人心里都有点复杂，当然不会回应他，就连脾气火爆的四郎也没吭声。经过昨晚的事，他总算相信先前祖父和三叔分析的话了，果然看人真的不能只看表面，他需要学习的还很多。但是这小纨绔这嘴巴真的是贱，还好底下的油布也抢出来了，不然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稻草。几个女人一面在找安置的地方，一面在小声的说话，如果油布没抢出来，再找不到稻草，就只能躺地上了。还不至于，好歹我们车上的雨衣也可以拿来顶点事。
昨晚火势没有蔓延到马厩，马车上的东西完好无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大嫂，你们到这来，我们给你们腾个位置。大哥，您腿脚好了。二叔公景永坚看见他们没有位置，先招呼了景老夫人，又叫儿子媳妇过来帮忙。但是猛然看见自己走路出来完全不需要的人搀扶，腿脚已经没有什么异样的景永成还是吓了一跳，但是惊吓只是一会儿，然后脸上马上变成了惊喜，这份欢喜是发自内心的。呵，本来背上还有点拉扯，还有点疼，想多躺几天的，昨晚被那场大火一下就自己跑了出来了，现在走走几步感觉也还行，长途跋涉还是差一点。听到外祖父这样的回答，景春熙忍不住想掩嘴而笑，外祖父这样的理由可真好，一急起来就什么都好了，矮子都可以变成巨人。有人给腾位置，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想要交好，他们自然是不客气的。依然挨着二叔公一家安置下来，位置虽然小了一点，但这2顶帐篷还是够的，好歹还是背风的位置，只是大白天的又是在路边，没有了头顶上的帐篷，总是感觉空荡荡的有点奇怪，要是换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不过躺下看着天空很蓝，头顶上还飘着几朵洁白的云朵，又感觉没什么不好了。到了这步田地，谁还顾得上什么颜面呢？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巧巧和团子都是被自己的娘抱着出来，到现在还没有醒，一被放到温暖的棉被里，2个人的头又挤在了一起，活像刚出生挤着取暖的同一窝小奶狗。都住在一块，安置完闲下来2房的妇人们就开始议论昨晚着火的事。昨晚他们也好奇得很，只知道里面乱糟糟的，还火光冲天，可是里面也没人出来给他们开门，知道出事也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更不知道死的人是哪家的。现在大将军府的人出来了，个个毫发无损，而老族长那房没见一个，自然心里就有了猜测。现在听妯娌们一说，听说死了这么多人，都忍不住发出了叹息和唏嘘声。世事难料，谁想到一念之间去抢那个大通铺，就能把自己做死了。果然应了那句话，一念成佛，一念成魔，不属于自己的硬抢也是要遭报应的。林氏说的话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唐双刚刚生火，煮粥锅都没有热，不长脸的人就打破了门外的这片宁静。急轰轰冲出来的是老族长和大头4兄弟，景永胜那3个嫡亲儿子倒是没有死，可也没有出来，一个被踩断了腿，一个断了右手，一个头发都被烧没了。3头4头的眼里还有泪痕，啧，自己的娘没了，起码还知道流几滴眼泪。但是大郎2郎的脸冷冰冰的，右眼睛冒火，看不出一点伤心的模样，就是景永胜刚刚死了结发老妻，脸上也只是有点阴沉，并不见一点悲伤，一个个看着他们的眼睛也恶狠狠的，果然想来碰瓷。贴上你们大将军府果然就没好事，我们这房死了13人，你们看怎么办吧？不好好解决，我们是不依的。大头的话冲口而出，应该早就想好了，语气咄咄逼人，好像真的有人欠了他们家银子，还是杀人没偿命似的。景长宁被气笑了，油布铺好后，一家人都坐了下来，现在也不怕他们挑衅，也没有人站起来解决。有什么事你们找刘爷解决去，这驿站也不是我们的，着火了关我们什么事？2郎也冷冰冰的回了一句，出了麻烦，照说应该是让族长解决去，怎么现在老族长解决不了了？贴上我们没好事还敢来贴，不怕死的吗？2郎语气有点阴阳怪气，除了3叔家里读书最好的就是他，果然读书人的嘴巴都是酸溜溜的，也不知道老族长听了是什么滋味。景永胜也不理会他们的话，他忽然看见坐在油布上的景永成脸色红润，已然没有了原本的那些死色，也忍不住有点诧异，也稍稍有了几分忌惮，破天荒的没说什么坏话或者想强压人一头的话，而是一屁股就坐到了景永成旁边，把景长宁往旁边挤了挤。景长宁，然后掏出他那标志性的琥珀色老烟斗，景永胜不要脸的打起了感情牌。老弟啊，都是一家人，我们也不是故意来找茬的，可是你们也讲点道理，要不是昨晚我们抢着帮你们挡灾，哪里会来这么大的事？再怎么说死的也是13条人命呀，你们可不能说不管就不管。说着手就往他那张老脸抹了一把，可是挤不出一滴眼泪，假的自己都觉得难堪，反正就是想赖上了。景永成也不惯着他，反而把自己的身子也往旁边挪了挪，离开他一臂的距离，用比他还低调的声音还击他：老哥呀，我大将军府一贯是敬着你的，可你这一路来说的话可真是不中听啊，什么叫做你们帮我们挡灾？那大通铺不是你们自己抢的，可不是我们强迫你们住的。再说我们的帐篷住得好好的，又挡风又挡雨，这么多天都这么过来了，即使你们不去抢，我们也不会睡那间臭烘烘又黑漆麻黑的大通铺，这火自然也不会往我们身上烧。如果你们不是去这么抢，我们恐怕还不会损失那2顶大帐篷和那么多东西呢。再有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昨晚火刚烧着，是不是大郎和长宁去敲门给你们提的醒？不然你们还睡得像死猪一样不知道醒呢。你们别不知好歹，不然死的可不只是13人，恐怕你们都见不着今天的太阳。说完，景永成往身边的景长宁推了一把，有点焦急地催着他说：不说今天官差们要去县城吗？还不快点掏钱让他们再帮买2顶帐篷？
还指望老族长给我们赔不成？我看这天气第一场雪马上就来了，不长点心眼，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其实空间里油不还有，可是刚刚做了雨衣，现在又被烧了2顶帐篷，却是不好再拿出来的。景春熙听得出来，外祖父这话有点指桑骂槐，甚至让那老匹夫明白，反而是因为他们才给大将军府造成了损失，就差没跟他们说让他们掏钱来赔帐篷了。但是外祖父也在提醒他们各房注意以后天气的意思，因为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使得其他2房人都听到了。果然一直在八卦的二叔公家那几个妇人马上回过神来，也马上响应，凑在一起咕嘟了几句。大庆嫂也是他们家的当家人，也就跟公婆商量了一声，掏了银子就过来，直接朝景长宁走去。这个银子还真的不能省，三叔，你跟官差比较熟，还得麻烦你帮我们也买2顶。直接递过来的就是20两的银票，买2顶帐篷还是有点剩余的。他们也受够了露天休息的苦，知道如果真的下雨下雪，省这个钱对他们没一点好处，生病花银子还会更多。景永坚还在旁边帮着大声说：“长宁呀，也不能都亏了你们，打点官差的银子你也往我们这里扣，别给我们省着。”二叔公大大方方的，明白事理，也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一点占别人便宜的意思。二叔婆更是吆喝开了：“省什么省呀？该花的都得花。大庆家的，你再多掏10两银子，让他们再多帮买点粗粮。这一路往前，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买的地方呢，就怕省下了银子，没有了命。”听到他们这样的话，想想接下来的天气，景永强那边也坐不住了。景永强自己亲自过来，也掏出了20两银子，帐篷我们也买2顶，剩下的都买点粗粮，麻烦长宁了。他们的钱最少自然不敢全花了，只能在牙缝里抠。说完看没有自己的位置，也坐到了油布边的地板上，没有马上要走的意思。景永胜看到这阵势，也知道自己理亏，更知道没有人会帮他向大将军府讨要赔偿，但是既然话都出口了，现在走也不是，做也不是，场面有点尴尬。景永坚也坐了过来，拍拍景永胜的肩膀，做起了和事佬。哎，你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是不经事的，也长长心吧，别见风就是雨的，老是想着占便宜，现在谁都不欠谁的。你看看，好歹儿子孙子都还在呢，保下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叔婆实在看不惯这个本家，现在也不正眼看他，但是也朝他大声说：“我就不信你们的银子能比我们这2房少了去，现在大头他祖母也不在了，又没了几个媳妇，你不张罗起来，怕真是活不到岭南。你就不想想，要是也能像我们这样穿暖吃饱了，也有几床被子盖，昨晚儿子媳妇们能去抢那间大通铺，要不然不也是一家子都能活得好好的？省了钱丢了命，你可怨不了谁。我看你们想钱是想疯了。”景永胜不说话了，低着头生闷气。景永强虽是看不上这个大哥，可到底还是亲兄弟，看景永宁现在收了他们的银子，知道肯定会帮忙，稍稍放了点心，也没马上退回去，而是上前跟景永胜说：“大哥，还是去问问刘爷他们对死者是什么章程吧，好歹也得把嫂子他们都埋了，需要怎么帮忙你就说一声，我们总会搭把手的。”景长宁这时候也忍不住提醒说：“你们要不要买帐篷，还是衣服被褥什么的？打点的银子我们大将军出，其他的开支亲兄弟明算账。如果不用我出面，你们待会自己找官差去太迟，恐怕他们都要出门了。这一片森林你们也看到了，怎么都要走个10几天的，都没有点保命的东西，你们怕是嫌命长。”声音冷冰冰的，一点都不跟这个长辈客气。一个个因为这事都起得早，那时候天已经基本亮了，也到了平时吃早饭的时间，确实再不过去，官差就走了，来回上百里地，即使是骑马，官差也是要花不少时间的。景永宁说完，拍拍屁股就站了起来想走人。这种人他可不想惯着他，打点的银子不用他们出，已经是仁至义尽，其他银子他是不会出的。狼心狗肺的东西还想来讹他们，不知道谁给他们的脸，还认为大将军府真的容易欺负。大头4兄弟本来是想过来闹的，可没想到来了以后，祖父会那么不给力。现在事情完全背离了他们的初衷，向着对他们不利的方向发展。可是碍于面前都是长辈，他们也不好继续闹，只能干等着。族中最讲得上话的老人都凑到了一起，哪里还会有他们什么事？连他们的祖父都抽着烟斗，被其他人围着，根本都没有底气大声说话，像是在服软了。大头几兄弟都是10几岁的人，哪里会不知道几个长辈说的话都有道理？看看人家这几房盖的厚棉被，穿的棉衣棉裤，再看看自家几兄弟身上单薄的衣衫，自己都觉得羞愧。他们家什么时候这么落魄过？就连景永强那一家都把他们比下去了。所以几个人也忍不住看向了祖父，希望祖父能说句话。最小的4头更是缩了缩身子，依然挂着2行泪：“祖父，我冷。昨晚又惊又怕，还死了娘，也是躺在旷野里，没有被子遮身，硬是顶了一夜。他和他3哥流的那些眼泪鼻涕，其实一半就是伤寒引起的，并不全是痛哭失去亲人流下的泪。到底老人都是看不得孩子受苦，特别是看着刚刚失去了母亲的几个孙子。”景永胜最后咬了咬牙，把前几天剩下的那25两银子都塞到了景长宁的手上，可是一句话都不说，也不说要买什么，
景长宁掂了掂手上的碎银，皱了皱眉头，然后问道：“就买2顶帐篷和粮食对吧？即使死了10几个，剩下那20来人要买棉衣棉裤，可是要花不少银子的，这么点可不够，不说清楚怎么买啊？”景永胜2行清泪终于流了下来，狠狠心把手上的烟斗往地上一扔，再把那双满是灰尘的鞋子脱下来一只，仔细掀开里面的2层鞋垫，掏出里面用油布包着的纸，又在里面挑了挑，挑出最小面额的一张20两银票，狠了狠心说：“被子、棉衣、棉裤，还有鞋子，都按照你们的来买。”说完如丧考妣，重新把鞋子穿上，捞起脚边的烟斗也不起身，骂着对面脸上明显有点高兴的4个孙子：“赶紧回去，让你们的爹去问问官差是什么个章程，总不能死了那么多人都不给个交代，还想着让我们自己出银子埋葬。如果再让他掏银子，他得马上气死的样子。”景永强和二叔公景永坚到底不忍心，看他坐了一会儿就站起来往里走，也跟着他后头走了进去。景永成想了想，也想站起来，但是被已经站起来的景长宁压了下去。父亲腿脚不便，儿子去就成。买那么多东西，打点官差又得花一笔银子，不过这种银子花出去，景家人都乐意。如果几房人都和和气气，一起顺顺利利去到岭南，花点银子打点他们是不在乎的。但是再好说是没有的，主要是有些人不识趣，给了就会得寸进尺，以后反而会牵扯不清，也就成了无底洞。押解的犯人无端受了无妄之灾，照理说都会向当地的官府申请费用，不会将死尸弃之不理，沿路的县衙也不得不管，怎么都得派人过来查案，就是敷衍办案样子也得做足。不过他们倒是佩服老族长的狠心，死了结发的妻子，其他几个死的也还都是儿子的嫡妻，都是为他们家开枝散叶了的。现在不说让人帮买一口薄棺材，就是几尺白布都不舍得买，看来也只是任由官差们一张草席一个坑直接埋了。不过自家人都不管，他们也不会主动去管。由于出了这样的事，停歇下来也没什么事干。不光是景永坚一家，就是景永强这一家的妇孺孩子们都主动过来跟他们套热乎，有事商量几句，没事几个媳妇儿也凑在一起做针线，关系融洽了不少。老族长内房进去后也不见出来，最后出来的景永坚、景永强把里面的状况跟他们说了一下。官差到底看他们刚刚死了人，加上他们闹个不休，同意今晚给他们在里面安排一间大通铺。死的人大部分被烧成了炭，基本分不出谁是谁了，到底还是连草席都没卷，只是挖了个大坑，从后门抬了出去，直接埋在了后面的森林里。不过说是烧了不少纸钱，还得了赔偿20两银子，他们才不继续闹腾。二叔婆叹息，也算是好的，好歹一站在这里，以后想要再来一坟重新安葬，起码还找得见。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都讲不定，到响宜的时候恐怕都变成了泥土了。这样的话让所有人都很泄气。景永坚又说，回去后老人家雷厉风行，把全家人的全身都相互搜了一遍，除了自己鞋底剩下的没掏出来，又搜出来400多两银子。只是那3个嫡子个个捶胸顿足，都后悔把银子票子放在媳妇身上，所以都被烧光了，不然恐怕出来的银子还会多个1-2倍不止。这400两还是大头4兄弟还有庶出的那2个儿子儿媳身上掏出来的，都是他们平时的私房钱。各个银子被掏空后都愤愤不平，嫡庶之间剑拔弩张，只是碍于父亲公爹的脸面没有闹太大，但是2个庶子背地里已经有了分家之意。大庆嫂一面纳着鞋底，一面啧啧出声，朝着景永强那几个儿媳妇说，知道他们那房贪没了宫中多少银子吧？明明大将军府年年出那么多银子，平时过节祭祀我看都是抠抠搜搜的，从来都不大办，祭拜祖宗的东西都是买街上最便宜的，我看再不让你们公爹立起来，以后到了岭南也只有被欺负的份。那边马上回应，到了岭南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反正都分了家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家个个都是能吃苦的，种地打鱼我们都不怕。人家以前嫌弃我们，现在也别想我们动什么恻隐之心，那家个个都是成了精的，还懒。现在那群孩子又没有了亲娘约束，以后怕是更放肆了，还是能躲多远躲多远。嘿嘿，人家被火烧了，还随便扣扣就出来400两银子，没准还有藏在哪没有拿出来的呢。那3个官夫我看恐怕没到岭南就能娶到续弦，你们就看着吧，以后他们家有的热闹。你也别说人群里女人多了，以前本来不怎么凑在一起的人，现在一聊起来就像打开了话匣子，好像多年的老友般极其投机，什么话都敢说，还真的挺有意思。景春熙吃饱了躺着就听了一堆的八卦，听着听着迷迷糊糊又睡着了，这样也好，干脆把昨晚的那一觉补眠回来。下午县衙的官差才来几个人走了个过场，和刘爷签字画押补齐了手续就走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向死者家属交代的意思。抚恤家属是不是20两银子也不得而知。到底还是族人，知道那边13人全部入了土后，景永成带领另外的3房人到了后面森林，在那个简易的土堆面前拜了几拜，每人烧了几张纸钱，也算是有了个交代。只是那个坟包孤零零的，连个墓碑都没有，看着着实让人心寒。景春熙和2个小团子自然是没有去的，没有去的还有唐双和小北爷爷，其他每家也都留下一个人守自家东西。2个小团子虽然没听见什么，
但是看个个都阴沉着脸，也不敢闹着去玩，连里面的院子都不给进去，看着有点可怜。看姐姐有什么？景春熙像变戏法一样掏出来，原本从普根房里收的，原本在京城的城东的小宅子里掏出来的时候漏下了，也是昨晚进去的时候才看见。景明珠一下惊喜的就抢了过去，呀，是玩偶，西表姐哪里来的？巧巧更是欢喜得很，她还没有过这样的玩偶呢，但是她不争不抢，只是轻轻摸一摸，知道是给明珠妹妹的，能够一起玩她就很开心，觉得姐姐妹妹很好了，这孩子乖巧的让人心疼。尹春熙忍不住又掏出2块糖，便宜你们了，这可是小表哥的东西。2个小团子又是高兴的，一人往他脸上吧唧一下，让他过足了当姐姐的瘾。怎么办？他也有点想娘亲和弟弟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庄子里怎么样了。再难走的路也得继续走。兴许是一下死了那么多人受到了打击，也或许是少了不少女人，就少了很多纷争。现在最热闹的那房变成最安静的，只是偶尔会传来1-2个孩子的哭泣声。老族长也肉眼可见的颓废了下去。买了一副门板，做成个简易的担架，断脚的大儿子由那2个树子扛着，二儿子的手断了，也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用2根棍子绑着。三儿子顶着个烧秃了的头，上面没有一根毛，连眉毛也没留下，看着很是古怪。增加了帐篷后，景永强家咬咬牙也买了一辆板车，让一家人都舒服一些。景永胜一开始不舍得买，可是到早上起来背东西的时候，一众儿子孙子都嫌东西累赘，推3阻4，最后只能在驿站高价买了一辆独轮车。本来500文的东西，足足花了5两银子，还是求着人家才肯卖的。但是车子小东西也装不完，只能后面又拖个自己做的木架子，有2个大孙子轮流推，不舍得花银子的结果就是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进了森林，官道变得小了很多，也比较崎岖难行，而且上坡下坡路段极多，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也难怪说走过这片森林要那么长的时间。唯一值得高兴的是，路的2边除了参天大树，也贯穿着小溪流，只是这个季节已经断流了，却偶尔有点小石窝，有点泥泞，甚至还可能有点水，有水的地方就会有鱼。休息的时候，四郎和黑子总要提着棍子和木桶往小溪里去一趟，每次都很幸运，可以捞回来几窝小鱼，都是只有手指那么小的10窝鱼，但也足够大家高兴的了。主要是小孩子玩的也开心，得点吃的回来都觉得长了本事，有了点成就感。小鱼小小也是肉，这种时候谁都不会嫌弃。干燥的季节，用盐腌起来晾1-2天就可以风干，以后偶尔煎来送粥下饭香得很，起码可以解解馋。重要的是不用花钱就可以吃到肉，大家都高兴。自从有了这样的发现，队伍里的孩子们休息时间就多了一项乐趣，就是一起去捉鱼。这个令人兴奋的时间又来了。我也去。四表哥，我也去，我帮提木桶。这次小团子响应最快，上次黑子带他去过一次，得了2窝鱼，又得了2捧野果子，现在乐此不疲。他第一个响应，更是拉起了巧巧的手，2个小家伙现在成了最好的玩伴，吃饭睡觉都要凑在一起，现在自然是不想分开的，2人在一起拔草玩泥巴都觉得开心。三郎也去吧，带好妹妹们。大郎和二郎都极其沉稳，知道家里的女眷多从来不肯离太远，不是去捡柴就是坚守住自己的阵营，但是三郎年纪和四郎相差不大，还是有点跃跃欲试，也想捉回更多的鱼。景春熙响应的原因是忽然想到自己空间里的那条小溪空荡荡的，里面没见过一只鱼虾，完全可以放几窝小鱼养着。而如果等到他们把鱼送回来，就算鱼没变成鱼干，但是也死翘翘不好养了，所以这次必须自己跟着去才行。这2天家里已经晾晒了不少小鱼，已经吃了2顿，多出来的放点盐腌一下，直接放在骡车的顶部晾晒，那腥味也不太好闻，出去走走也好，起码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大自然的怀抱里伸伸懒腰都觉得非常惬意。就这里，景春熙有点不可置信，又觉得好笑。干涸成灰白色，只看见底部鹅卵石和大石块的山涧小溪，就是没有来过的三郎和唐双也觉得愕然，这溪水早就干了，而且就在这高大的丛林中间，如果不是石头被水冲得发白，他们都怀疑这里曾经会是有水流过的地方。这地方怎么会有鱼？他后悔提这么大一个木桶了，骡车里的生活用品越来越多，今天也是刚增加了他手提的这只木桶，提起来都快有他那么高了。早知道应该倒腾出来一个轻便点的木盆，也幸亏看到他提着木桶行走艰难，唐双也跟了过来，现在早就抢了过去，不然他得懊悔死。四郎和黑子早就有了捉鱼的经验，根本就不理其他人的质疑，一到了河床就指挥三郎和唐双，也耐心地教2个小团子怎么找鱼。别愣着呀，看哥哥的，看见没？石头堆积比较多又往下沉的地方，搬开上面的石头底下经常会有鱼，你们就这么找。再就是专找小溪的转弯处，原本有很密集水草的地方，把水草扯开，下面都会有小石窝，那里往往都有整窝的鱼。要是看到泥土有点湿润，用棍子扒开，里面准有鱼，即使看着像是死的，也赶紧捡了。那叫石头鱼，也有跳鱼，回去放到水里就能活。黑子的经验也很丰富，说起来也头头是道，不知道那么小的孩子从哪得来的说法，
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老渔民呢。只是这两人讨厌得很，说什么都自称哥哥，三郎真想敲他们一棍子。难怪那天捉鱼回去，景春熙就觉得水囊里的水烧得特别快，原来是被他们偷偷给鱼洗澡了。唐双也附和说，这是真的，我以前在村子可没少捉，吃不饱的时候还会抓来扔进火堆里烤着吃，吃着可香了。说这话的时候一点都没伤心，已然已经忘了被哥嫂虐待被卖的事。景春熙也知道他们不是乱说，前世在庄子里他也跟着村里的孩子出去捉过鱼，冬天干涸的河床里，即使泥土已经干裂，但是从泥缝里挖出来的泥鳅都是活的，放到水里没一会儿就可以摇头摆尾，生命力极其顽强。也不知道在干旱的季节他们是怎么呼吸的，居然可以熬过漫长的秋冬季节。有了这么多人，黑子、四郎、三郎还有唐双都是专门挑拐角特别低洼的草丛去翻，果然收获很大。没一会一个个都兴奋地叫喊着叫景春熙快点去捡鱼。只是因为每个人都隔着一段距离，都是各找各的，而水桶只有一只，景春熙只能捡完这边又提着桶去跟那边跑前跑后的，但是不用自己亲自动手，鱼就被他们捉到桶里，但是光是提着桶去跟他们捡鱼都累得够呛。不过重的只是木桶而已，并不是鱼，鱼这么小一窝也就最多半斤1斤的，还被景春熙偷偷放进空间的小溪里，连续放了3、4窝，足有7、8个品种的鱼，也有了几百尾后才不敢再往里放了。人来的多，捉的鱼也多，如果回去却不见鱼，景春熙也知道不好交代。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景春熙也不肯干了你，干脆把木桶扔给了唐双，也不再跟着他们，让他们自己捉自己捡去。以看护2个小团子为借口偷偷溜了，即使不做其他，跟2个小团子一起玩也比较舒服。这荒山野岭的可不敢让小团子离得太远，回过头来一看，小团子纯粹就是想玩，捉鱼没什么技巧，就是看见石头就翻，但是人小力气也小，也翻不了太大的石头，翻来翻去往往只是翻了个寂寞。但一会功夫下来，也看见景明珠用刚刚捡来的大树叶兜了2条小鱼，看那小鱼直挺挺的，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巧巧动手能力也强玩得不亦乐乎，还知道用茅草穿过小鱼的腮把串起来，居然也串了一小串，应该有5、6条。看见景春熙朝他们就高兴，景明珠一个劲的朝他招手，西表姐快点来，这里鱼可多了。巧巧也赞同的点点头，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举起来向景春熙显摆，脸上都是小得意。景春熙翻着白眼嘻嘻的笑，恐怕团子们对多这个字眼存在什么误会，不过大家都高兴就是了。见惯了前面整窝的鱼，景春熙自然是不屑于跟他们一起翻石头的，只想多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再就是想搜寻一下看旁边有没有可以种植的果树。空间里小溪的2边空荡荡的，如果能够种点杨柳，再种点果树就好了。离他们不远的河床下游处，其他几房的孩子也都是3、5成群凑在一起玩，光看动作听声音就知道他们也都有收获，远远听到笑声就感受得到他们的兴奋劲，一个个还在互相追逐打打闹闹，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忘却了流放那点事，也没有了因为这些事带来的苦楚。孩子们红扑扑的脸和山林里黄了又干枯的树叶，还有几乎只剩下树丫的枝条映衬在一起，居然也有一种萧瑟的冬日美感。如果这样的欢乐和美景能够永远停滞就好了。空间里的菜现在长得贼好，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景春熙进去掐了几把，都是掐那种小叶子的，这种不太显眼又有点像野菜，大家肯定认为他是在河岸上采的。可惜森林里的树木大都落了叶，看不出哪棵是果树，不然景春熙都想移植几棵。最后还是让他找到了前天小团子摘回去的那种野果子树，其实那也不算是树，就是很低矮的灌木丛，上面还长有刺，长的野果也不多，如果不是还有稀稀落落的野果挂在上面，光秃秃的枝条他也认不出来。景春熙掏出裤脚里的匕首，挖呀挖呀挖呀挖，好在野果子树的根很浅，没挖多久再轻轻一提，一棵野果子树就被他收入囊中，一口气收了5、6株，让它自动种在空间里，再浇灌上足足的溪水，期待它能很快成活。如果它们在空间里很快开花结果，这样不但是2个小团子，以后家里的人谁都可以偶尔尝一尝野果子的滋味，没有果品的路上大可以解解馋。哎呀，有蛇，怎么办？是毒蛇，救人呀！有人被蛇咬了。一阵嘈杂又尖利的声音从上游传来，景春熙心里一慌，听得出是黑子和四郎的声音。不好，出事了！景春熙连忙交代2个小团子不得乱跑，最好慢慢走上去跟他们，自己就冲了上去。被毒蛇咬了可不是儿戏，毒性大的能让人很快断气，可千万咬的不是他的家人啊！景春熙哆嗦着祈祷神仙姑姑帮忙，完全忘了他是虚无的存在。景春熙循声而去，冲到四郎几个身边的时候，才发现坐在地上被蛇咬的不是他担心的自家4个，而是那个讨厌的小纨绔，所以并不高兴。他什么时候来的？四郎他们也不知道小纨绔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人没礼貌得很，来了跟个哑巴似的，不会打招呼，也不是跟着他们找鱼，而是拿着根不知从哪捡的树丫到处乱打，没有一丝章法。果然就惹上了事，明明这时候是蛇冬眠的季节，偏就被他惹上了。
这会儿他坐在鹅卵石上，也没有哭闹，更没有闷哼一声，维护着他高门弟子的尊严。可是裤腿已经被黑子卷了上去，白生生又很修长的小腿居然很是好看，只是上面的一团黑影响了他的美观。脚踝上去2寸的位置显然有2颗深深的牙齿印。景春熙惊呼：是毒蛇咬的！以前庄子里也有短弓被咬过，前后不到半个时辰就死了，都等不到郎中赶来。黑子声音带着哭腔，没想到这草丛里会有蛇，还是会飞的，这怎么办呀？主人被咬他看见了，那蛇速度极快，飞出来咬了再窜回去都身手敏捷，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草丛里没有蛇，你们以为有金子呀？四郎没好气的埋怨，真是不省心的家伙，一来就没好事，看来今天这鱼事捉不了了，真是晦气。三郎反应很快，马上就从自己的衣摆撕下一根布条，从膝盖往下2寸的位置绕了几圈，和唐双2个配合用力，尽量扎得紧紧的，然后打了个死结，这是想防止蛇毒扩散过快。唐双没等吩咐，更是如离弦之箭般飞了出去。严县尉他们应该有药，我找他们去。唐双现在是真的聪明了很多，而且说话很利索，不会再结结巴巴的，在主子们面前也不再畏畏缩缩。景春熙觉得他做得对，也没制止，只交代他快去快回。小纨绔原本俊俏的脸，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毒性发作引起的反应，已经开始变色，脸色有点发紫，而且他的呼吸有点急促了。这蛇怕不是一般的毒，黑子急得如同热锅里的蚂蚁转来转去，一直在叫嚷着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不尽快救他，这富贵少爷要真的死了，他们大将军府没事也惹上事了。毕竟是死在他们旁边的，是蛇咬死的又怎么样？谁把他带来的几张嘴也说不清楚。在这种官高一级压死人的年代，背后的人肯定会杀了他们泄愤。景春熙咬牙切齿，你倒是自在的很，给我们惹了事还闷声不吭。小纨绔一直都是端坐着，咬着牙任由他们摆布，额头上已经微微冒出了汗滴。听景春熙这么说，也只是看了他一眼。这种时候再不忿也得帮他治。景春熙想都不想，蹲下去把凑在一起的几个脑袋扒拉开，语气冰冷，盯着他的腿，能解毒吗？还是肉能吃？你们让一让。从脚踝抽出了自己的匕首，就想下刀。西姐儿，你要干嘛？马上要下刀的手却被三郎四郎紧紧地抓住。黑子也一脸紧张地看着景春熙，看他那表情，以为他真的想割肉吃。陶晶也被景春熙的神速吓得眼睛瞳孔忽然放大，但是却没有躲开，也没有动。快点让开，得把毒液放出来，不然人就死了。在其他人仍然愣神之间，一把推开2个表哥，匕首直接朝有牙印的地方划了一个十字，2刀下手都非常快，里面的黑血马上就流了出来。愣着干什么？快点把黑血挤出来！景春熙都有点生气了。4表哥平时看着聪明，现在却愣愣的。3表哥平时动作就慢半拍，现在比4表哥还要愣。2个二愣子，不会是晕血吧？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景春熙叹息，果然男人是靠不住的，靠人不如靠己。景春熙自己上手，把伤口2边的毒血往外挤。毒血不先挤出来，恐怕他的神仙解毒药也未必有用。刚刚以为是自己家的人被咬，飞奔过来的时候，他也趁机往空间的药房瞥了一瞥，解蛇毒的药已经自动摆在架子上的最前面，完全是唾手可得的，只是又得花费1万两银子。景春熙连牙带肉都疼，不知道哪来的小崽子命这么金贵，比他大将军外祖父的命还贵5000两。如果杀了他，反而得1万两也不会被追究，他一定捅他2刀。咬牙切齿的同时，他脑子里下意识对小纨绔晃过一种想法，由于晃得太快，他一下没抓住，只想着救人了。陶晶对面前嘴巴很欠，对他面露凶光，脸上变幻莫测的丑丫头莫名感到好奇。他自然知道解蛇毒先放毒血是正确的，可这臭丫头面对死亡神情自若，这2刀下手既准又狠，挤起血来也不要命的下狠手，仿佛上辈子有人欠了他人命似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西表妹，不可！前面血流的速度极快，可是挤了几次后，黑血挤出来的速度慢了许多，出血量也越来越少。可是那条腿明明还那么黑，毒素在里面沉积一定很多，这种速度可不行。觉得毒血挤得太慢，景春熙有点急了，想都不想直接把自己的头就埋了下去。景春熙的这个动作把3郎4郎都吓了一跳，即使陶晶也愣住了，这丑丫头可真是能豁得出去。3郎4郎刚刚回过神来，正想跟西表妹轮流挤血呢，没想到她会那么急，直接用嘴巴来吸。想要阻拦却是赶不及了，景春熙这时候已经把1口毒血吸了出来，一大口乌黑的血吐到地上，又马上低头服下去吸了第2口，连续吐出来3口毒血后，3郎才连忙把景春熙推开，我来吸。景春熙被推得一屁股坐到了鹅卵石的地上，感觉到屁股像是被扎了一般生痛，也不马上站起来，而是移了一屁股，抬头对上了小纨绔，盯着他的眼。看什么看？再看弯掉你的眼睛！景春熙生气，再没有像他那么傻的人了，就他一个不相干的人花1万两银子，还要遭这种罪。小纨绔冲口而出，
丑丫头。他想说感谢的话却说不出来，这臭丫头还是小，也不想她直接和男子有肌肤之亲，如果换成在京城，不知道被别人传成什么样。这句丑丫头又把景春熙给惹毛了，死死瞪着这个不要脸的小纨绔，死到临头了，嘴巴还那么欠。景春熙把腰上的水囊打开，先往自己的嘴巴里灌了一大口水，然后昂起头鼓鼓几下，再侧身哗啦啦的全部吐出，先得把口腔全部洗干净了。他可不想那么快就死了，而且是因为这个小纨绔而死也太亏了。刚刚吸了那么多毒血，都担心口腔里有残留，更担心自己不小心咽了下去，如果不及时吐出来，自己也有可能会中毒。连续吐了2次，然后又仰头往嘴里灌水，连续吞了5、6口，下巴上也都是吐出来残留的水，也顾不上什么，用手往下巴上抹了一把，看到手上不是血就是泥，只能浪费点水，趁机洗了把脸。小纨绔，原来这丑丫头也不是那么丑，难怪听她叫丑丫头就跳脚，原来是不满意她这个称呼呀。这空间里井水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喝下去一会，景春熙都觉得自己又精神了不少。再看看小纨绔依然惨白又有点发紫的脸，把水囊往他手里一塞，不想死的赶紧喝上几口，最好全部喝了。景春熙可不是烂好心，所以声音依然有点恶声恶气。这小纨绔脾气是坏了些，不过嘛，起码前2天还知道给他们提个醒，现在还不至于被归入到景春熙坏人的范畴里。原本以为严县尉必得死的念头也被他从心里移除了。臭丫头眼睛很大很清澈，巴掌大的小脸，鼻梁很挺，小嘴巴嘟起来还挺可爱。可爱？陶晶摇了摇头，连忙把这种想法抹去。他是发了什么疯才会觉得这刚刚还凶神恶煞的丑丫头有点可爱？还是先把这几口水喝了，自己清醒清醒。好了，三表哥，我这里有解毒药，你也赶紧去漱口。景春熙不想等了，再等下去这小子肯定命不长，主要是恐怕还更费药。想到如果费药的话，还得再花1万两银子换一瓶药，景春熙的嘴角又抽了抽。主要是唐双去叫人，应该也差不多要回来了，他得抓紧了，不然因为药的事又得解释一番。被几个人又挤又吸，明显有点狰狞的伤口，把1万两银子全部倒了进去，景春熙的嘴角抽得生痛。那药粉他看起来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全部倒进窟窿里了。恶声恶气地对小纨绔说：“记得你欠我一条命，以后要还的。”自己白白花了那么多银子，而这小纨绔还有点背景，不挟恩图报，景春熙都觉得自己是个傻的，一点都不想便宜了他。如果不是景家这罪人的身份，如果还在京城，他那老子娘不恭恭敬敬拿来2万两银子，他都不会救他的命。这么一想，景春熙上牙咬着下牙咯咯响，看着小纨绔也一脸的愤恨。陶晶虽然很虚弱，但是一直强撑着自己的意志，不让自己睡过去，所以一眼就看见对面这个一开始就没给他好脸色，满脸变幻莫测，怒气冲冲，恨不得把他砍成8块的叫做西姐的丑丫头。认识他的这几天时间里，丑丫头一天脸黑，一天脸黄，有时候又黄又黑，丑不拉几的，经常会用着圆圆的大眼睛瞪人。只因陶小嘴刚刚撅起来，他居然又觉得好像没那么丑。好吧，看在他不顾廉耻低头帮他吸血救了他的份上，以后还是多护他几分。在那里，你们快点快点！一直到唐双带着严县尉一群人急轰轰地跑下河床，陶晶觉得自己原本那点呼吸困难，有点被人扼住脖子的感觉已经慢慢消退，原本黑得发紫的小腿也肉眼可见的慢慢变得惨白，似乎毒素已经在慢慢消退。陶晶知道自己死不了了。严县尉带了5、6个自己的官差，还顺便拉上了小北爷爷跑过来，所有人跑得都不带歇的，远远就看得出来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刘爷也带了刀疤脸跟在后面，只是稍慢他们10几步。景春熙又是一阵吐槽：“你这命可真值钱，怎么都应该给我一点。”想想那1万两都能买多少个庄子了，他越想越气愤，也是他机敏流放前收了那么多东西，不然1万两可以要他的命。丑，还小气，小爷没带多少银子，只有这个，赏你了。冷不丁自己手里被塞了个东西，这种人家打赏的也不会是太差的东西，看都没看景春熙就捧了起来，一点都不客气，拿起来就眯着眼睛认真看，一副小财迷的贪婪样。那是一方墨绿色的玉佩，有点绿到发黑，足有景春熙的小巴掌那么大，这种成色景春熙见都没见过。玉佩刚刚离开小纨绔的身体，还带有一丝温暖的体温，玉佩很细腻很润，不掺杂一丝杂质，反正比他娘亲嫁妆里最好的玉佩成色还要好。知道东西还值不少银子，在手上把玉佩掂了掂，景春熙总算脸色好了一些，趁着那些官差还没到，就像偷心得逞的小猫一般，快速揣到自己的怀里。严县尉看到了，可不知道会不会阻止小纨绔的无脑行为。好东西收了才是自己的。看着丑丫头小财迷又一副奸计得逞的狡黠小模样，陶晶的嘴角微微弯起，没来由的觉得心情很爽，一点都没觉得自己被敲了竹杠。看到小北爷爷也赶来，甚至最后三舅舅也来了，就知道肯定是景长宁已经跟官差说出小北爷爷懂得一点医理的事。看来家里人还是希望小纨绔好的，并不想他就这么死了。
看到地上那一大滩黑色的毒血，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变，猜得出这毒蛇非同寻常，肯定毒性很大。小北爷爷上前看淘金的脸色，并不是临死前的黑色，再看看已经绑住的小腿，并不显得太慌张，而是蹲下来先给淘金搭了一下脉。这药，他看了一下已经敷了药的伤口，抬起头并不看其他人，而是一脸确定地看向景春熙。这毒已经去得差不多了，表小姐可是又有什么好药？小北爷爷的这波言语和动作，成功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景春熙身上。景春熙把没有任何标志、已经空空如也的一个小瓷瓶放到了小北爷爷的手里。我就知道是娘亲给外祖父、外祖母备的解毒药，便宜这小子了。然后假装迟疑了一下，又看向了严县尉，才说：“听说花了不少银子。”严县尉，小屁孩这是想敲诈勒索官爷？小纨绔，这丑丫头可真够狠的！你知道我的玉佩值多少银子吗？这丑丫头肯定是手上没有银子了，才想狠狠压榨他，怕是想连去岭南生活的银子都要赚回来吧？可不能惯着他。小北爷爷接过药瓶，放到鼻子里仔细闻了闻，又把瓶子里的残余往自己的手背上抹了抹，只觉得凉飕飕的，还带有点淡淡的药香味，可就是闻不出是什么成分。可是这药效也实在太快了一些。然后试探的又问了一下景春熙，这药也太神奇了，表小姐手上可还有？景春熙还在气头上呢，要是谁现在说给他2万两银子买一瓶，他肯定会点头，如同鸡啄米一般，马上往外掏。可你们有银子吗？还想要？想什么屁呢？娘亲说这么一小瓶就是一个铺子的价钱了。说完，一脸挑衅的看着小纨绔，想让他明白，别想一块玉佩就买断了他这救命之恩。小腿上依然很疼，刚刚还在龇牙咧嘴，可是现在淘金看着丑丫头那傲娇又带着点挑衅的小表情，还是忍不住嘴角又弯了弯。最后，小北爷爷帮淘金重新用白布包扎好，严县尉弯下腰，亲自把小纨绔背了起来。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其他人也没有了捉鱼的兴趣，更担心毒蛇又重新窜出来，一个个都跟在他们后头回去。三郎捞起了身边瑟瑟发抖的景明珠，唐双也抱起了萌萌的巧巧。2个小家伙刚才知道有人被蛇咬，也不敢再捉鱼，早就跑过来了，只是一直不敢吭声，捉到的鱼也不知道丢哪去了。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景春熙一面走一面觉得气闷，看他脸色难看，景长宁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顶，担心地问：“取出这样的好药，是不是会伤西姐的身体？如若这样，以后就不要救了。”他这句话是真的关心小纨绔的命，哪有自己外孙女的命重要？如果知道外甥女为了小纨绔还帮他吸血，肯定会马上抓他来催吐，也会让小纨绔给个说法的，肯定不会让他好过。我就是肉疼。景春熙停下来，对着舅舅一脸沮丧，还委委屈屈，一副摇晃的样子，肉疼的身子都虚弱了，想死的心都有。那玉佩看着虽然很值钱，可是当初去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识货，当铺可是会坑人的，特别是小孩子，肯给他1万两银子的肯定是傻子。哪里疼？景长宁果然惊出一身冷汗，连忙扶住好像有点站不稳的景春熙，把他的小胳膊小腿又都检查了一遍。肉疼1万两银子，跟神仙姑姑换的。景长宁这时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上次外甥女已经告诉他，药物都是需要银子来换的。看外甥女要哭不哭的样子，感觉心里好笑，连忙蹲下身子，2手往后面抄，来，三舅舅安慰一下。景春熙也不客气，直接就趴了上了舅舅的背上，他也觉得有点累了，虽然没有中蛇毒，但是刚才那一通操作下来还是费了他不少力气，主要还是肉疼，觉得做了个赔本买卖。三舅舅都记着呢，以后赔给西姐就是这买卖做得值。他也没想到这解毒药那么贵，看来这神仙姑姑也并不是白干活，不过终归是没有伤及到外甥女的身体，也让他放心不少。收人钱财，为人办事，总比背后2面3刀惺惺作态好得多。景春熙嘴巴讷讷，自言自语，要赔也不是舅舅赔，赚家人的哪里是赚，那叫坑，他才不会做。坑小纨绔的心里才够爽，那叫一个爽歪歪。京城平阳侯府，即使报了官，连大理寺都惊动了，官府也派人过来查看了好几次，最终侯府的失窃案被判定为内贼，却没揪出实际的贼，实在是他们家大门没被撬，围墙也没有贼人爬过的痕迹。要说连东西带架子家具一起搬走，就是青天白日没有个几十车都搬不完，说不是内贼都没有人信。大理寺少卿最后一次过来看侯爷和楚训的目光有点怪异，更是话里话外的对他们冷嘲热讽，还以为他们大理寺的人都是吃素的，任由他们蒙骗，还敢向他们报假案。以他们的经验，这样的案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平阳侯府这些主子可真有意思，搬空自己库房后又报假案，到底是想欺上瞒下，还是想博取皇上的同情，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姻亲遭了那么大的罪，说他们屁股不沾点灰，他们都不信。大理寺又不是吃你平阳侯府的饭，可没工夫淌这趟浑水，不给他们治罪就算不错了，提醒他们把这案撤了，更让他们知道，如果不撤案，只会给他们招惹更大的麻烦。平阳侯知道这亏不吃也得吃，谁叫他们倒霉呢？下人打死了不少，
该发卖也发卖了，实在找不出一点证据是别人进来偷的。但是平阳侯府报假案这个事实没有压下去，在京城传开了，妻离子散被人家津津乐道，好不容易散去的热度又卷土重来。侯府被掏空了，但到底没人知道他们的庄子铺子房契地契全都没有了，只要没人往官府那里捅，庄子铺子还可以继续经营，靠着铺子的租金和庄子的收益还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原本的积累彻底空了，想再回复原来的风光是不行了。柳姨娘到底没能逃过宋太医的断言，吃了几天猛药后，原本的症状慢慢好了，可最终还是破了相。没几天后就被抬进了后院角落里的小佛堂，彻底被禁了足，这辈子别想出来了。有儿子也不能再相见，以后只能青灯古佛过日。老柳氏醒过来后，嘴巴就有点歪，新来的府医施针了很多次都没办法恢复。而宝哥儿的病一开始还以为真的是被他娘吓坏了，3天2头做噩梦，然后发高热，而连续几次后，每次发热就会发狂一次，是那种到半夜就发狂乱吠、乱抓乱咬人的那种。每当这个时候，只能把全身都捆了，而且发病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来看诊的大夫都摇了头，甚至建议他们去庙宇多拜拜，多捐点香油钱。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没准是家里的长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被佛祖还是祖宗给惩罚到小辈身上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恐怕是真的冲撞了哪路神仙，快去找个道士问问。老夫人被折腾的瘦了2圈后，终于听从了院子里老嬷嬷的意见，再这么折腾下去，她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宋太医也说她的中风再不静下心来保养，如若再发作第2次，以后就只能躺着。连续做了3次法事后，被道士坑了不少银子后，宝哥儿总算不再发烧，也不再发狂了。可是整个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灵醒，看起来呆呆的像已经完全转了性，连到前院读书都是不成了，只能让2个婆子、2个小厮终日守着。在大家的劝说下，老将军和老夫人都坐到了骡车里，看板车空着装饰也把巧巧抱了上去。这小家伙太可人疼了，懂事乖巧，嘴巴甜又很勤快，可以跟着走上1个时辰都不叫累的。可到底还是年纪小了些，反正没有几斤重，能照顾就照顾着点，好歹也能跟景明珠一块玩。由于那晚林氏不顾自己的女儿，都先救了老夫人，大家对林氏也不再另眼看待，原本还有点顾忌，现在他那2个狠心的长辈死了，老族长内房也不管他，林氏和女儿也就成了他们这正经的一员。大家转变多给他们的善意，林氏也是感觉到了，现在看女儿又上了车，更不肯闲着，板车就几床棉被，加2个小孩子也不重，所以总是抢着拉车。大家知道他的性格，也都任由着他，只有唐双偶尔会跟他轮换拉一下。板车上的被子还是继续这么铺着，睡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也可以上去睡个觉。景春熙走累了也最喜欢上去躺懒，有时候甚至拉上景明月一起。那小纨绔果然金贵，受点小伤就躲起来不见人了。四郎闲着没事有点无聊，看着巧巧和妹妹又拿菜叶子喂小兔子也不理他，更觉得百无聊赖。这几天一直被母亲拘着，不能再去捉鱼，都感觉手痒脚痒。黑子因为要服侍小纨绔，除了回头看他母亲的时候会过来跟他们打个招呼，也很少停留。因为被蛇咬的事，孩子们都沉默了不少，极少有打打闹闹的，连吵架都少了玩伴。冬日里路边新鲜的草很少，菜叶子是景春熙从空间里摘出来的，被小团子们喂了几天，瘦老鼠一样又神情蔫巴的兔子现在已经可爱又跳脱。担心他逃跑，四郎用根小小的布条绑了他一条腿，2个团子喜爱的紧，有了他就算是中午休息也不下来乱跑了。进入森林的第4天，下雪了。今天起得最早出去给大家打水的是林氏，他提回来2桶水后就钻进来小声地说，那副神情已然多了点含笑的颜色，眼神也不再是原来那样木木的。真的。唐双一个鲤鱼打挺起来就钻了出去，他早就醒了，只是现在活计被林氏抢了，所以也学小主子躲懒，但是他出去没一会儿就又跑了回来。小主子，真的下雪了，不太大，但是林子里的树杈都白了，帐篷顶子上也铺了薄薄一层，很好看。景春熙的手臂都快被他摇断了，也不知道他兴奋个什么劲，在京城又不是没有见过雪，但是也不想抹了他的兴致，配合得起来穿了衣服。重生后这是第一次下雪，他还是很期待的。雪花很小，风也不大，晚上下的应该比现在还要大一些，地面上只有路边铺了薄薄一层雪，路中间仍然还是黄色的泥土，不过已经被融化的雪稍稍打湿了。远处笼罩着一层白色，天空中也是白茫茫的一片，小小的雪花飘飘洒洒。景春熙站在帐篷门口，把头稍稍上扬，感受着雪花打在脸上的那股凉意，轻轻地哈出一口气，白色的蒸汽马上在自己的眼前散开，再升腾，四下散开，宛如一幅图画，然后又很快消失了。好美啊！这场雪预示着冬天真的来了，雨衣和雨帽总算用得上了。唐双兴奋地大叫，他的喊声把旁边几顶帐篷里的小孩都吸引了出来，有的孩子衣服鞋子都没穿好就往外跑，那兴奋劲就如同小时候下雨就可以出去踩水是一样的，但是踩水衣服湿了会被爹娘打骂，现在在雪地里跑2圈也没人会骂他们，长辈们反而都会看着他们开怀大笑。是啊，谁都许久没有露出这么自然的笑意了，
下雪了，预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开篇，只要不钻牛角尖的也开始适应了。大人们更庆幸的是，幸亏听了景长宁的建议，都买了帐篷。景长宁还好心嘱咐他们也买了最大的雨帽，不然下去这一路就受苦了。寒冬腊月下大雪，在京城早上起来，可没少看见躲在富贵人家屋檐下烤火的乞丐也被冻死的场景。即使现在下小雪，时间长的话，也可以把耳朵冻掉的。几房的人一个个把刚刚买来还没舍得穿的衣服都套了上去。刚起床没觉得太冷，可是再一路走下去可是很刺骨的，衣服不暖的话，冷风可以直接钻到骨头缝里。一开始大家看到雪不大，也只是戴上了雨帽，可是即使只是洋洋洒洒的小雪花，下的时间长也会冻着人的。走到中午，棉衣也开始有点湿润，寒气渗透，感觉很是冰冷。最后庄氏让人把雨衣拿出来全都披上，才感觉暖和了起来。外祖父、外祖母，你们冷吗？被两个老人招呼上车和他们一起挤，景春熙担心他们受凉，忍不住问道。他后悔了，怎么原来买衣服鞋子的时候没想到棉帽、围巾和手套呢？这样的天气，两个老人和小团子们戴上肯定就不怕冷了。景永成望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轻轻叹息，这雪刚开始下，还好。老夫人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望着外面行走的家人，不免有点疼惜。好歹我们还有个棚子挡着，还能比你们冷了去。景春熙听了憨憨的笑，摸了摸外祖母的手，果然还是暖乎乎的。他娇憨地窝进外祖母的怀里，小声地说，冷了的话，外祖父外祖母可要和西姐儿说，神仙姑姑那可是有小手炉和炭的。你这孩子也别什么都想着神仙姑姑，我们能解决的自己解决。听老伴这么说，景永成也点了点头，觉得神仙姑姑帮他们已经够多了。直到现在他们还有点疑惑，也有点不太相信这样的操作会不伤害外孙女。就是神仙的东西也不是白来的，能省一些算一些，别把神仙姑姑对我们的恩情都用完了。只要他们少用，外孙女的福气就少漏一分。景春熙可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只是觉得好笑。神仙姑姑说了，让我们不用省，说是外祖父外祖母的身体最要紧。这句话说的两个老人眼泪含含的，景老夫人双手合十，继续祷告，嘴里念念有词的感谢神仙姑姑。知道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所以不让景春熙往外掏东西。外祖父外祖母说不用就先不用呗，有辆骡车能够遮风挡雨，也比其他犯人不知好了多少倍。天天喝着井水，看着身体日渐康健的老人，景春熙不由萌生出一点自豪感。别人重生都是在生娃养包子，自己能够容养孝顺外祖父外祖母，好像也不错。外祖父，您看，这些都是渣爹和四皇子平时来往的书信，您看有没有用？这段时间晚上有空的时候，景春熙除了进去看看种的粮食作物怎么样了，再就是想把老侯爷和渣爹两个书房里的东西都翻一遍。可是东西都快被翻得底朝天了，也只找出来了几封信。看到外孙女还能拿出这样的东西，知道肯定是神仙姑姑帮忙，可是到底还是惊了一下。景永成抢过来一目十行的看，但是越看越失望，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这种信件再平常不过，最多只能说明平阳侯府站队到了四皇子那一边，却没有谋反的意图。外祖父这么一说，景春熙就明白了，这不是能够扳倒平阳侯府和四皇子的证据。看外孙女有点泄气，景永成摸摸她的头，安慰着说，西姐儿已经帮了外祖父最大的忙了，只要外祖父在，舅舅们都在，就没有做不了的事。他可没把所有希望都压在小小的外孙女肩膀上，几十年戎马生涯，自己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只是有时候时机得慢慢等。这个时候确实急不得，证据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但是把外祖父外祖母他们平平安安送到了岭南，他回京城再想办法就是了。如果找不出证据，他就掘地三尺，连侯府那层青砖皮子都扒光了也不解恨。有空间在，他觉得平阳侯府根本就不算个事，只要能帮大将军府复盘，就是夜闯皇宫他也是敢的。只是这第一场雪不太给力，才下了一天一夜就没有了，孩子们有点失望，却让大部分的人都舒了口气。天寒地冻可是流放路上的大忌，两个小团子是心情最不好的，四哥都跟他们承诺了，说是雪下的够厚的时候就给他们滚雪球，没想到雪都还没捧起得起来呢，又全化了，穿在身上用来都雪花的雨衣也被姨娘收了起来，以后都没得玩。唉，雪为什么不能一直下呢？要是知道这两个小团子这么想，得把没有雨衣、鞋底又被雪水渗透、冻得跺着脚走的人气死。3天后，小纨绔居然跟他们走在了一起，每天小北爷爷都去给他换药，自然也被他蹭了一点景永成的金疮药，所以恢复的极快，伤口都已经开始结痂。他依然坐的是他的马，可是刻意脚步放得很慢，有时候跟骡车并排走，有时候又走在板车前头。要不是坐着高头大马，又衣着光鲜，沿途的路人还误以为他也是流放的犯人。不过在景春熙看来，他更像是押送犯人的，因为那表情真的很拽，很欠打。连续几次听见景春熙都是叫外祖父外祖母、舅舅舅母、表哥表姐，小团子们也都叫他西表姐。小纨绔充满好奇，终于主动跟他说话。小纨绔，你没有爹娘了吗？任谁都是一样的想法，
外嫁女一般是被夫家休了后才会跟来流放，而她现在身边连娘都没有，大几率是没爹没娘的。我有娘没爹。景春熙没有隐瞒气鼓鼓的回答，但是心里把他骂了几百遍。你才没爹没娘，不然怎么会跑出这野地来撒欢？小纨绔，我有爹没娘，老老实实，态度诚恳。景春熙，话是这么聊的吗？你有没有爹娘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想知道你的痛处。然后两人都是一阵沉默，好端端的直接把话聊死了。景春熙可没有什么同情心，就他实在是不得已，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人。好歹现在年岁上还是你比我大呢，虽然我2辈子加起来已经20多岁，不过心里还是觉得小纨绔果然命不太好，外世子还没娘，不知道是娘死还是娘跑路。他爹好歹还活着呢，不过还不如死了好。楚炫这渣爹这辈子肯定不得好死。景春熙一面想一面把侯府的渣爹诅咒了几百遍。你没有兄弟姐妹了吗？看小纨绔没有走开，可能是坐在马上也有点累，为了紧跟景春熙的步伐，居然下马了，还是拉着马跟在他旁边一步一步的走。想到自己好歹还有娘亲和弟弟，景春熙忍不住主动关怀他一句。小纨绔有很多。景春熙，小纨绔可是都不亲。果然是个庶出或者外世子，也不知道认祖归宗了没有。没娘的孩子真可怜，他爹肯定嫡出庶出的子女一大堆，家里的都顾不上，所以才敢放他出来流浪，反正家里又不缺儿子，起码他把你养得好好的，也没有抛弃你。景春熙不知道自己这样的话对他是安慰还是打击，不过还是说出来了，觉得怎么都不会惨过自己。小纨绔，那天真的谢谢你，严县尉说如果没有那瓶药，我可能就没命了。景春熙，你才知道记得欠我一个人情，这个时候不争取利益更待何时？小纨绔，以后凭那块玉佩你可以去找我。上哪找？景春熙觉得以后没准用得上也真的难说，反正救了他一命，让他还点利息也是应该的。不过他还是更喜欢及时兑现，以后山高水长，夜长梦多，谁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遇见。沉默半天，小纨绔也没回答，可能是担心景春熙真的赖上他。等了半天，景春熙也忍不住了，算了，看他那样子，以后没准过得还不如自己好呢，连家在哪都不敢说就知道了。景春熙，算了，找到严县尉就能找到我。景春熙无语，但还是嗯了一声，还要绕那么大个弯子，自己要真有什么急事，怕是找到严县尉黄花菜都凉了。不过人家有人家的难处，景春熙也不强求。至于严县尉，他以后是不打算找的。一直到下午，景春熙已经坐回板车上，小纨绔仍然骑着马在旁边跟着，黑子也帮着在后面推板车。这家伙明明比2个小团子大不了多少，这脚劲还是不错，居然不喊累，一直坚持下来，最多休息的时候倚靠在车轮旁边打个盹，分小团子的水喝2口。担心小纨绔去窥探外祖父或是骡车里的东西，景春熙才坐到板车上的，不然还是更喜欢跟外祖父外祖母坐骡车。感觉有点累，景春熙干脆用被子蒙起身子躲起了懒，眯着眼睛也不再理他，实在是跟他连说话都觉得累，宁可装睡觉还不浪费口舌。翻过了一座山，又走了几百米的平路，就到了一段很长的下坡路。刚开始下坡路有点弯，可不太陡，走起来也容易，可是越往下坡越来越陡，如果马勒紧缰绳，马都有点控制不住。唐双力气大，换成他在前面拉车，林氏在后面也是拉，才能防止车轮滑行的太快。最后让老姨娘和司氏也坐了上去，说是后面多压点力才不会往下冲得太快。大郎已经尽量把车往慢了赶，但是依然跑出距离他们老远。小北爷爷和2郎、3郎、4郎担心控制不住，也紧紧跟着骡车左右。实在是坡太陡，也不是好等人，只想着到了坡底再稍等一下。犯人间走着走着都相互散开了一点距离，不像原来一般都挤在一起。耳畔听着森林里各种鸟的叫声，又有2个小团子一左一右打呼噜。景春熙躺在板车上瞌睡虫还没有醒，依然迷迷糊糊。不好了，惊马了！前面的人快躲开，快让开！马撞过来了。后面突然传来一阵惊呼，还有急快哒哒的马蹄声。马蹄声急促，很多人也大声的叫嚷，叫喊声很大，把前面的人都惊着了。醒悟的快的连头都不回，就纷纷往路的两边让。这种时候走路的人很容易就往路边躲，车马躲起来却是很难的，毕竟这山路本就不大，2辆马车相对而行都得互让。庄氏一回头，看见一头疯马正直直往他们的方向冲来，坡陡马也跑得快，根本就刹不住脚，吓得他连忙大声呼叫：“快点都下车！”林氏把巧巧抱下来。殷氏一听声音也是连头都不回，率先抱起靠近自己睡得香甜的景明珠，第一个就往里侧路边上的大树下跑，只想要是马冲过来，好歹还有树干拦着。老姨娘在司氏的搀扶下也马上下车，糊里糊涂的，但是也躲到了最边上。景春熙听到杂乱的声音后，才猛然睁开眼睛，一时间脑子还在神游，但是知道是危险，就想往旁边跳，却被一声怒吼叫了停：“别跳，那边是悬崖！”
景春熙吓出一激灵，认真看去，连忙捂住了胸脯，幸亏没有往下跳。这官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窄，这里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可他想要往下跳的这边刚好就是悬崖，下面空荡荡的，连根阻挡的树都没有，跳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尸骸都没办法捡的。刚刚听到金马的叫声，唐双就已经尽量把车往边上靠，由于一直走的是右边，自然就靠到了悬崖的边上。景春熙站在车上看到的就是下面的万丈深渊，思及极恐，幸亏没跳。小主子，您快点跳车，从后面快点。如果不是小姐还在车上，唐双都想把板车扔了。他用肩膀和屁股一直顶着车，这样才能让车上的人尽快下去。可是顶得好辛苦，肩膀和腰都绷得直直的，腿也有点发抖，也知道这匹马冲过来他必死无疑。唐双用力把身体转过来，再用臂力死死顶住板车，车才没有继续往坡下滑。如果稍稍松懈一下，板车不是往悬崖下面翻，就是会直接往坡下冲。看现在的角度，板车冲下坡可能也会侧向悬崖的方向，不但板车会散架，车上的人不是粉身碎骨就是遍体鳞伤。那匹疯马不知怎么回事，好像成了精一般，就是认他们这辆车，看着就是冲着板车来的。后面追来的几个官差看着坡太陡，也跳下了马。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个押解重刑犯的方主事，他拿着长长的马套倒是没有闲着，但是左套右套都套不中马头，最后也被疯马甩在了后面。疯马就是他们5匹马中的一匹，也不知道他今天中了什么邪，没人招惹他就发了疯。疯马这么一撞过来，不说会不会踩死人，板车必然失控无疑，失控的后果很严重。西姐儿，你快点呀！西姐儿，小主子，跳！表妹，听到后面出了那么大的乱子，2郎、3郎和4郎忍不住往后面看，一看就让他们胆战心惊。前面赶骡车的大郎也想停了下来，可骡子由于惯性一直在往前跑，勒住缰绳却停不住脚，收不住还是继续向前。你们慢慢走，保护好老将军和夫人，我去看看。小北爷爷交代了一句，想往回奔。这种时候金马可是会出人命的，但是军营里他们处理这样的事不少，经验还是在的。景永成和老夫人这会也很急，但是马不停，他们也没办法下来，也在车上吩咐小北，你得注意安全，疯马肯定是奔我来的。听这么说，本来想跟着小北爷爷一起转头去救人的3郎4郎也不敢动了，更是一人紧跟着骡子，预防他发疯，2个紧护在车棚的两边，万一他们这里出状况，第一个救的肯定是祖父祖母，这个时候祖父的性命也很重要。远远看去就知道，除非他们能飞，不然也是救不了人的。他们也只是看到马疯了往人群里冲，却并不知道疯马是冲着他们的板车去的，不知道受伤害的就是他们的家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2个老人的性命。2郎大声嘱咐大郎，把车靠到山的这一边走，速度不用放慢，我们先到山下，再看情况是不是把祖父祖母扶下来。如果真的是从祖父而来，后面真的是出了状况，离开这片悬崖是最好的，这是2郎的想法。后面的危机却是一点不减，小北爷爷虽是加快了速度往后面赶，但到底走的还是上坡路，根本都快不了多少，只能远远的看着那匹疯马越来越近，眼看就撞上了板车。景春熙这会站在板车的最中间，哪边都没办法跳下去，往后跳肯定被疯马踩死，往前跳那道斜坡也很可怕，而且还有可能撞着唐双，而侧面还拦着小纨绔和他那匹死马。娘的，景春熙忍不住骂了一句，这小纨绔一定是跟他命里犯冲，怎么偏偏把他的退路拦住了？看来今天他小命休矣，要是前几天不救他，他都不会在自己旁边转悠，自己都没有这样的结束，果然好人做不得。今天姑奶奶此命在此，改天变成恶鬼，一定掐死这个小纨绔。重生过来这么些天，老是担心外祖父外祖母一家出事，没想到现在可能早死的就是自己，他实在心有不甘，这样他的重生有什么意义？就是来送死的吗？唐双，你快跑！没办法，只有拼死一搏了。景春熙打算从唐双拉车的位置跳下去，从这里跳下去起码还有活着的成数，不过断胳膊少腿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可能会破相。心里忍不住哀嚎，我的脸呀！然后双眼一闭，身体就……西姐儿，小主子！众人惊呼出声。景春熙在板车上一蹦，身体就有了腾空的感觉。就在他以为马上就要头或者屁股触地，但是预想中的疼痛却没有如约而来。一股力量圈上了他，但却不是来自自己身体的惯性，也不是往前面坡底的方向落下，而是被人用力一抱一扯，腾空后没往地上落去，而是往左边飞起后又重重落下。虽然屁股受到了撞击，也吓了他一跳，却最终感觉到了屁股下带着体温的柔软，身体依然直立着有了支撑。景春熙不敢置信地睁开眼，自己居然稳稳地坐到了马上，毛发未损，后面用手紧紧箍住自己的居然是小纨绔。呵呵呵，没死。景春熙脸色惨白的乐呵，看着傻乎乎的。陶晶真的没眼看，把丑丫头救下后，马有点受惊，想向前冲，他也没敢停在原处，而是策马向前，也仍然怕疯马会殃及他们2人。他马速控制得极好，紧紧朝着前面的骡车而去。别发愣，
抱紧我，死了可没地方哭去。嘴巴还是那么恶毒，但是瘦瘦的身形坐得很稳，马也控制得好不偏不倚，一直走的中间直线。刚刚突如其来的救援，完全不像是他修长但是很瘦的小身板可以做的事。陶晶怒喝后还不解气，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傻的丑丫头，样子丑还笨，面对危险比别人慢的不是一拍半拍。马的速度太快，景春熙吓得连忙反手紧紧抱住策马飞奔的男孩子纤瘦的身体，然后还有点愣神，自己就这么被救了，而且还是这个看着身上没有几两肉的人救的。他什么时候练了这一身力气？而且速度也太快了吧，最多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己甩到了他的马上。一直到小纨绔策马来到坡底，跟大郎的骡车并排而立，景春熙还觉得不可思议。回神，快点下马，我再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陶晶看到现在景春熙还傻愣愣的样子没有回神，就来了脾气，恨不得一脚把他蹬下马。后面的金马怎么样了，他们都不得而知。四郎担心母亲和妹妹，我和你去。大郎，还是我上去看看，不知道娘亲他们有没有出问题。小纨绔瞪眼，你们省点心吧，看好大将军，那疯马是冲他来的，上面没事。然后就策马回头往上面跑。唐双那点身手他还是看得出来，这丑丫头没事，唐双肯定就没事，更不想理一直找他麻烦，是他如洪水猛兽的四郎。拎景春熙下马的时候，小纨绔把他当东西一样提了一把才扔下地，景春熙差点站不稳坐到地上，把他气得够呛。所有人都认为小纨绔说的话有道理，景永成和老夫人下了车，上前扶着看景春熙没事才放下心，刚才那心可是提到了他们嗓子眼上。景老夫人，那孩子还挺好的，如果不是他，我们西姐今天可就危险了。景永成敲了一记侍郎，警告他说，以后对人家好点，别整天纨绔纨绔的叫，要在京城你们还不如他呢。三郎四郎最怕被祖父教训，一下听话的耷拉起了脑袋。刚才小纨绔那身手他们确实是看到了，换成他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也没有那样的速度，他那身手也只有大哥可以比。景永成，那疯马确实是朝我来的，他们应该以为我还在板车上躺着，只是他没想到陶晶也那么敏感，马上就意识到疯马是冲他来的，心里继续默念，这小子还不错。景春熙笑得没心没肺的，傻乎乎又后知后觉的道，那还是我帮外祖父挡过了这一劫。额头被弹了一下，老夫人还笑，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嘻嘻，我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是老天爷没白让他重生，最后关头还是救赎了他。搂了搂景春熙，老夫人贴着他的耳朵小声的问，这种时候神仙姑姑不是应该先救你的吗？啊！景春熙这时候才后知后觉了起来，是哦，如果真到被甩出悬崖那一步，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大不了就躲到空间里去就是了。但是刚刚他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可也庆幸自己没想到，不然自己这么一操作，就是直接把自己身上的灵异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虽然可以救他一命，可这根救命稻草真的是用不得，他可不想成为人人眼中的怪物。但是以后遇到危险，还是要先想想能不能用空间救命，还是要物尽其用。今天真是心急则乱，以后再不能这样了。四郎看了看没有跟小纨绔上去的黑子，对景春熙说，看在小纨绔救了你一命的份上，我原谅他了。这话是故意讲给黑子听的，反正他才不会主动去跟小纨绔握手言和。其他几个郎更是心有余悸，但是二郎也就轻飘飘说了一句，最多也就算是扯平了，西表妹不也救了他一命吗？黑子，我不说话，我就是听。又在下面等了好一会儿，看到早就到了坡底的刘爷他们也赶了上去，知道祖父现在应该是没人可以害他了。二郎几个不放心，在祖父的默许下，几兄弟连忙往上面跑。等待的时间有点久，上面的人一直没下来。景春熙和外祖父、外祖母又在车上坐了足有2盏茶功夫，才看到流放的队伍继续往坡下走。一眼就看到走在最前面的是他们大将军府的板车，板车居然没有坏。远远就看见四郎跑在最前头，可能想下来传讯速度有点快。景老夫人看见就骂，这孩子脾气也不知道随了哪个，老头子你可得多调教一些。快就担心他刹不住脚，三郎则是拉着板车，后面推车的不是唐双，而是庄氏和2个姨娘，车上坐着依然还是那2个小团子，但是唐双居然坐了回板车，远远看着腰板很直，应该身体没有什么大碍。景春熙很惊讶，难道后来那匹疯马收住了脚，板车得以保存？不可能啊，明明那匹马都冲到他面前了，车子怎么会没有事？但是明明板车三郎还拉着，又不由得他不信。快到坡底的时候，景长宁空着身子跑到了四郎的前头，直接就跑到父母亲面前说，我们的板车被撞翻滚了几滚，全部散了架，很多都掉到了悬崖下，好在东西大都还在，都捡回来了。说着又看向景春熙说，唐双摔了一跤，又打了好几个滚，手脚出了不少血，看来得养几天，你给他看看。